我既然穿越了，这个姑娘还和我同名同姓。姑娘，你别再想不开了，一会儿再去靖南王府冲洗，只是走个过场。靖南王府大少爷已经病入膏肓，命不久矣。等他一死，老爷和夫人就接你回府，到时会再给你挑门好亲事的。小丫头真是天真，这件事情要真这么简单，这桩亲事就不会落到原主头上，原主也就不会因为被人诬陷百口莫辩，愤恨绝望之下一大早就寻了短见。我爹娘呢？我爹不会真的去找皇上了吧？老爷是要进宫，可是刚出院子，老王爷就把他给打晕了，连带着夫人也一并带走了。这般欺人，实在可恨。靖南王府的花轿已经到了，怎么还没给姑娘梳洗换衣呀？这耽误了吉时，惹怒了靖南王府，吃苦的还是你主子。赶紧伺候姑娘换上嫁衣。我要先见你们府上二姑娘。托苏姑娘的福，二姑娘到这会儿还昏迷不醒呢。苏姑娘还要去见二姑娘做什么？到底谁托了谁的福，倒打一耙还打上瘾了。靖南王府娶我是为了冲喜，正好二姑娘也昏迷，我这浑身的喜气岂能不先紧着自家人？没准被我去冲一冲，她就能醒过来了。二姑娘确实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醒过来。苏姑娘该清楚，就算这会儿二姑娘醒了，上花轿的也依然是你。自己走进花轿，总好过被绑上花轿。这道理我懂，我心意就在这儿，不需要便算了。此事我一个嬷嬷做不了主，容我派人禀告三太太。嬷嬷，三太太让您带苏姑娘去见二姑娘。不好了，太太，姑娘叫不醒了。这公家大婚真气派啊，可真是王府的大喜事儿啊！哎，我听说呀，这新娘子是刚找回来的啊。是啊，长得可真是好看。哎，就是可惜了，这新郎是个病秧子，新娘子注定要守寡了。给新娘子一点教训。别晃了，让花轿停下，我快要吐了。愿只愿听说刚才新娘子吐了二少爷一身。是啊，气得二少爷也不替大少爷拜堂了，直接找了支公鸡。那还不是二少爷想给新娘子一个下马威，让人路上颠轿给换。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我进去。我家姑娘是嫁过来冲喜的，你们怎么能把我们家姑娘关在柴房里呢？呸！不过是个私生子生的，也就靖王府倒霉，嫡出的儿子孙子接连出事，才叫你们一个私生子连庶出都算不上的一家子解了大皮。我感恩戴德就算了，竟然向天借难，敢推云儿姑娘下水，把我们大少爷气吐血，还吐了二少爷一身污秽，把你们关柴房都算轻的。姑娘，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哭什么？这是好事儿，柴房是脏点乱点，怎么也比进新房好。姑娘这是被气傻了吗？柴房还能比新房好？你想想，靖南王府大少爷要在我面前咽气了，我不得活活吓死啊！我宁肯待在这里，可是这儿都没有地方坐啊，而且还有老鼠。坐了半天，站着活动活动筋骨也好，
这么一看，柴房确实没有新房吓人，绝不能让他们好过。给我进去！靖南王府竟然放行谢百庭一个人在房间里，看来对他是真的不抱希望。不过这么好看的男人就这么死了，也实在是可惜。姑娘是打算趁着姑爷还活着生个小少爷吗？这样安排挺好，有个小少爷傍身，姑娘下半辈子不至于过得死气沉沉的，好歹有点指望。就是这也太笨手笨脚了些吧？还是奴婢来吧。也好，这媳妇不是一般的难拖。不用脱他裤子，剩下的我来就行了。大少奶奶脱大少爷的裤子，这女流氓！我去叫人。疯了，姑娘绝对是疯了！姑爷自己死了，姑娘都要守寡一辈子了。他要是被姑娘扎死，靖南王府没准会让姑娘给他陪葬啊！姑娘，手下留情啊！我在救他，可能吗？大少奶奶，请开门。啊！完了，这回死定了！去守住门，无论用什么办法，不能让任何人进来。这大少奶奶，出去！真是烦死了，最讨厌治病的时候被人打扰了。大少奶奶要对我家大少爷做什么？新婚之夜，我们夫妻之间做什么，需要向你交代吗？我家大少爷已经晕了，没见过这么饥不择食的。就算不是在信王府长大的，好歹也顶着信王府姑娘的名头嫁进来，他这么做不怕丢尽信王府的颜面吗？你们靖南王府娶我过门，就是为冲喜，而我正在尽职尽责的忙这件事。如果府上改主意，不需要我冲喜了，就请你们靖南王府给我一纸休书，我绝不会死赖着不走。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出去！半夏，你就站在门那儿，我看没有我这个大少奶奶允许，谁敢进来一步？出去，都出去！姑娘早上还上吊寻死过，不过这会儿还没有打消这个念头，恨上了姑爷，决定拉着姑爷一起死，要把姑爷大卸八块吧。这新过门的大少奶奶可真是可怕，听说昨个把李妈妈的牙都打松动了。可不是，让丫鬟守门，她就真的守个一晚上。咱们怎么这么倒霉啊？碰上性子这么残忍的大少奶奶。别动！是女人的声音，不是还有3天才成亲吗？这是已经成亲了，还是我在做梦？你妈妈可算是来了，也不知道大少爷这会儿如何了，您快去看看吧。什么叫不知道大少爷如何了？难道一晚上都没人伺候吗？这门口怎么还睡了个丫鬟呀？大少奶奶昨晚发脾气，打了李妈妈一巴掌，又让丫鬟守门，谁也不让进。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没人禀告王妃一声啊？靖南王府里面，南康郡主只手遮天，可事关大少爷，也不把王妃放在眼里了吗？大少爷醒了！哎呦，谢天谢地呀！
大少爷，可算是醒了呀！我昏睡了多久？足足3天。一大清早的吵什么？能不能让人多睡会儿？他是谁？怎么在我床上？这是大少爷你刚过门的大少奶奶，信王府新找回来的姑娘。谁准许你们擅作主张给我成亲的？有劳先出去一下，我和你家大少爷聊两句。这……你也给我出去！现在能心平气和的听我说几句话了吗？心平气和？我现在气得想杀人了！让你失望了，嫁给你的不是你的青梅竹马信王府二姑娘云家，而是我这个半道而来还没有认祖归宗的私生子的女儿。我知道你不愿意娶我，巧了，我也不愿意嫁。你现在之所以还活着，还有力气掀翻我，是因为我昨天晚上帮你逼出了部分毒血。看来这人也不是油盐不进，那可就好办多了。打个商量，我帮你解毒，你给我和离书。昨天八抬大轿抬我进的你们靖南王府，3个月后八抬大轿送我回去。到时候你是娶云二姑娘还是娶其他人，都随你意。我能救你，自然也能救他。同意的话就眨下眼睛，同意的话就眨下眼睛。是他救了我，这怎么可能？他才多大年纪？没见过这么明目张胆盯着男子看的女人，他都不知道什么叫羞赧吗？你眨眼睛了，我就当你同意了。饿死了，先弄点吃的。大少爷、大少奶奶都起了吗？进来吧。我的丫鬟半夏呢？大少奶奶的丫鬟在门外守了一夜，咳了2声。您妈妈怕她伤寒，会过病气给大少爷、大少奶奶，让他去看大夫了。大少奶奶有什么事，吩咐奴婢便是。这丫头让她守门，没想到真的守了一晚上，这会儿也不知道病得如何了。他推我去就行了。你是让我推你？不然呢？好吧，我是他新过门的嫡妻，推他去敬茶更显得夫妻和睦。推就推吧，又不费多少力气。他带的路，总不至于不知道这里有个台阶吧？傻了吧？你看他那好整以暇的样子，明显就是故意的。好，很好。相公，我相信你可以自己站起来走。相公？谁许他这么喊我的？我没力气。你有，我去前面等你。这大少奶奶就这么把大少爷晾在那了？二少奶奶太过分了，怎么可以这么对待大少爷？我得去帮帮大少爷。大少爷，不是我们不想帮你，只是大少奶奶太厉害了，她会打人。真不是我非要逼着你走路，只是现在我已经把靖南王府上下得罪了个遍，得让他们知道我给你冲洗管用了。大少爷能自己走了？大少爷不是虚弱到连路都走不了了吗？他怎么被大少奶奶逼一下就能自己走了呢？怎么样了？累不累啊？没想到大少爷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这大少奶奶可真是手段了得，
这么快就俘获了大少爷的心。王妃，先让大少奶奶敬茶吧。还不跪下！我犯了什么错了要跪下？你打碎了皇上御赐的玉如意，该当何罪？又不是故意的。那是御赐之物，是你一句不是故意的就能算了的吗？碎都碎了，除了算了还能怎么办？我还没见过这么不把御赐之物当回事的。对御赐之物不敬，打你几十大板都是轻的。真的这么严重？我是觉得不是故意的，摔碎就摔碎了，谁还没有失手的时候？但皇上要真打二少爷，那也没办法，只能受着了。这家伙又在搞什么呀？摔碎玉如意的是你？怎么说我摔碎的？我人坐在花轿里，是二少爷拿玉如意拉我出来的，我被花轿颠簸了一路，忍不住呕吐，出了花轿就松了手。二少爷没握紧玉如意，怎么能算我头上呢？当时那么多人看着，你要是没看见，可以找个人问问。要不是你呕吐，我二哥会摔碎玉如意吗？既然追根究底，那我得问一句，你二哥为何让花轿颠簸我一路？我不知道那玉如意是御赐之物，不知者不为罪，你二哥应该很清楚。别说我只是吐了他一身，就是我往他身上吐刀子，他也得怀着对皇上的敬意，把玉如意握紧了。要不是你把云儿姑娘推入湖中，导致她昏迷不醒，我们靖南王府才不会退而求其次，要你冲洗。你笑什么？你们了解云儿姑娘，却并不了解我，怎知选我就一定是退而求其次？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子的女儿，又在小地方长大，也敢和西王府金尊玉贵的嫡出姑娘比，定能自大也没她那么大胆。敬茶吧。祖母，请喝茶。祖母胳膊有问题吗？需不需要我起身喂她？这女人可真敢说。婷儿与云儿姑娘定亲15年，我靖南王府从未想过大少奶奶会是别人。既然你们成亲了，以后就好好过日子，互相扶持，争取早日为我靖南王府开枝散叶。谨遵祖母教诲。谨遵祖母教诲。哼！什么情况？今晚老夫人不应该是靖王爷和王妃吗？丫鬟把蒲团放到南康郡主面前是几个意思？哎呀，这不是把靖南王妃这个嫡妃和谢百庭这个大少爷的脸放在地上踩吗？同样踩的还有你这个新过门的大少奶奶呢。我娘虽是侧妃，却最得父王的心，又是靖南王府的当家主母，连王妃都不敢跟我娘做的。你看谢由那得意劲儿，指定在心里骂你。不愧是为了南康郡主能豁出命的人，真是有功纵容南康郡主。相公，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我敬过老夫人了，接下来该父王母妃敬我了。这女人，她是真的什么话都敢说呀，竟然敢让父王母妃给她敬茶，她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大的胆子，竟然敢让王爷给你敬茶！那我还不是为你好吗？你不照办，回头冲洗不成功，可不能怪我。是我忘记说了，早上醒来，他就和我提过，他用青州秘法给我冲洗，须得我靖南王府配合。今日敬茶，谁极力主张让他冲洗，谁敬他一杯茶。我怎么没听说过冲洗还有秘法？我爹娘虽然觉得冲洗是无稽之谈，但既然皇上要我出嫁冲洗，不信也只能信了。几年前，
青州有人家冲喜成功，从奄奄一息到生龙活虎，传得沸沸扬扬。我爹娘就把知道的都告诉我了，让我照办。我昨晚试了试，相公就从昏迷中醒来，想来是秘法起作用了。和父王母妃敬了茶，我也长不了肉，但为了相公好，只能委屈父王母妃了。一定要主张冲喜的人敬茶吗？除了敬茶，3个月后相公病愈，我向相公提任何要求，他都要满足我。既是如此，那你敬大少奶奶一杯茶。怎么是南康郡主敬我茶？急着要冲喜的，难道不是王爷王妃吗？这是什么情况？一个私生子的女儿，凭什么让我娘给她敬茶？但偏偏是我娘要求的，如果不配合，就是前后矛盾。要2个人。你也敬大少奶奶一杯茶。绝了！坚持要冲喜的竟然不是他亲爹亲娘。你不会是捡来的吧？主张冲喜的是南康郡主，我不过是帮了几句腔，竟让我一个长辈给晚辈敬茶，我不要面子的吗？这大少奶奶要是能把大少爷的病冲好就罢了，要是冲不好，以后的日子绝对会暗无天日。他们在说你忘恩负义哎。他们在夸你胆大包天。我哪儿胆大了？我只是失算了。我没想到最关心你的不是王爷王妃。南康郡主为何执意要我给你冲喜？这对他有什么好处？你不知道？是不是废话？我要是知道，我还会问你。新王府大少爷奉旨离京办差，回京途中遭遇水匪，遇刺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已是凶多吉少。新王府没了继承人，皇室宗族纷纷想把子嗣过继给新王府，其中就包括赵王府。哎呀，这赵王府不就是南康郡主的娘家？若不是煞出你爹这个私生子，这新王府不就是赵王府的囊中之物了？到嘴的肥肉就这么飞了，难怪南康郡主处处看我不顺眼。放开他！大少奶奶息怒，丫鬟病了不听劝，奴婢只是奉命把她送去后院，等病好了再进前伺候。不差这3、5日。居然还要关我3、5天！我去看过大夫了，大夫说我就是呛了风，没有伤寒。他们不信我，非要把我关起来。很好，咱们初来乍到。既然他们不放心，你就去后院休养几日。敬茶的时候大杀四方，现在几个婆子刁难他，他竟然忍了。这女人到底什么性情？我怕是也伤寒了，这3、5日就委屈相公你睡书房了。放了大少奶奶的丫鬟。大少爷，那丫鬟伤寒了。我说的话听不懂吗？奴婢这就去放人。大少爷是吃错药了吗？姑娘，你哭了？他们打你了？奴婢以为姑娘不要奴婢了。真是个傻丫头！我身边就你一个心腹丫鬟，他们欺负你就是欺负我，我能不管你吗？以后不论是在靖南王府还是信王府，谁要敢找你的茬欺负你，给我加倍还回去。别怕事儿，有我给你撑腰呢。
好了，别哭了。喏，吃颗梨。这么看我做什么？有话就说。姑娘，真的让南康郡主给你敬茶了？原来那些丫鬟婆子说的是真的。奇怪，怎么只有1碗燕窝？不过这里是静默轩，他们总不至于薄待了谢白婷。请李妈妈来一趟。是。我不爱吃燕窝，你吃吧。哎呀，莲子性寒，大少爷身子虚弱，吃不了。奴婢让厨房给您另炖一份啊。你家大少爷不宜动怒，莲子降火，隔三差五的吃一回，对他有益无害。大少奶奶说的是。哎，你要是不想吃，就别勉强了。这女人到底想做什么？昨晚急于给相公冲洗，不能耽误，情急之下打了李妈妈一巴掌。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这碗燕窝羹我就借花献佛，给李妈妈赔不是了。大少奶奶嫁过来给大少爷冲洗，奴婢险些坏事，大少奶奶不怪奴婢就好，奴婢哪敢生气呀？大少奶奶快别折煞奴婢了。我诚心赔礼，这是不肯原谅我了。那奴婢不打扰大少爷大少奶奶用饭，先退下了。吃完再走不迟。奴婢先退下了。白下。燕窝有问题。食不言，寝不语，先吃饭。姑娘，李妈妈太过分了，她竟然抠喉了，把你上给她的燕窝都吐了。燕窝到底有什么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一点泻药，算是对我手下留情了。哈，他怎么能给姑娘你下药呢？给我下药也正常，我把他主子气吐血，又打了他一巴掌，他想给我一个教训，无可厚非。不过，你想说什么就直说。那泻药要不了我的命，可你的命轻轻松松能有2条。看来谢百听是明白了，就他那小身板，路都走不远，要坐轮椅。吃了那燕窝上吐下泻，绝对扛不住。可李妈妈明明知道，却并没有拼命阻拦，显然并没有多少忠心。郡主，静默轩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大少奶奶为昨晚打了李妈妈一巴掌，给李妈妈赔不是，赏了李妈妈1碗莲子燕窝羹。李妈妈吃完催吐，惹恼了大少奶奶，被大少爷杖责了30大板，还要丢庄子上去。这到底是娶了个什么大少奶奶？这要是不给点教训，往后靖南王府还有安生日子吗？哎呦，郡主啊，奴婢对大少奶奶没有半点不敬之心啊。奴婢只是一身贱骨头，无福消受燕窝这样的金贵东西，又不敢负了大少奶奶一片好意，这才……大少奶奶好大的胆子，才嫁进门就这般耀武扬威。李妈妈伺候了大少爷快10年了，把静默轩打点得井井有条，对大少爷忠心耿耿，就因为吐了1碗你赏赐的燕窝粥，就这般杖责他。这是仗着自己会冲洗秘法，就胡作非为，觉得没人能管你了是吗？
郡主误会了，要杖责李妈妈的是相公，要把她丢庄子上去的也是相公，不是我。他指着你给他冲洗，他敢不听你的吗？大家只觉得我脾气暴躁，没有容人之量，怎么没见有人怀疑那盏燕窝有问题？我是青州小地方来的不错，但燕窝也是一日不落的吃着。小厨房给我准备的燕窝，一看色泽就不对，要么是陈年发霉的旧燕窝，要么被人添了东西。我也不想刚进门就让人觉得我性情乖张，稍有不顺就对人非打即骂。我和相公提了一嘴，他怀疑我多心了，我这才决心试探。我嫁进来只在昨天晚上打了李妈妈一巴掌，便借着赔礼把燕窝赏给了她。她一个身强体壮的婆子，平日没少大鱼大肉，怎么就无福销售燕窝了？她分明就是知道燕窝有问题，吃不得。郡主关心相公的病，极力要冲洗，甚至给我敬茶。无视亲娘胜似亲娘，她一个婆子向天借胆，这时候报复我。她如此罔顾相公的病情，见他郡主和王爷对相公的关心，打他30大板，丢庄子上去，已经是轻的了。本来相公是要交给我处置的，但我初来乍到，对靖南王府的家规还不熟，就相公自己处置了。我私心觉得处罚轻了，既然郡主来了，还是交由您处置吧。好一个刁奴，险些坏我靖南王府大事，拖出去卖了！啊，郡主，奴婢冤枉呀！你妈妈可能以为郡主来了，她就能获救了，却没想到结果更惨。和她吐燕窝是不争的事实，大少爷身子虚弱都能吃，她却说不能吃。奴婢冤枉呀！大少奶奶胆子是真不小。亏得大少爷还怕大少奶奶应付不过来，要出来帮他。现在看来，更需要帮助的是南康郡主。大少奶奶，信王府派人来接您回门。今天不是回门的日子，信王府怎么就派人来接了？我还以为明儿才能回去呢，我这就收拾下回门。去回了信王府，就说明日才是回门的日子。大少爷身边离不得大少奶奶，让他们明天再来接大少奶奶。也不知道信王府急着接姑娘回去做什么，南康郡主不让咱们回去该怎么办啊？不让就不让吧，奴婢担心老爷和夫人，他们要连我爹娘都敢怎么样了，哪儿还会把我当回事儿？这么正儿八经的接我回去？况且信老王爷还指望着我爹继承爵位，我冲洗又管用，不会有问题的，把心放宽。爷，回书房。连我都好奇，大少奶奶怎么就不想知道信王府这么急的接她回去所谓何事呢？她没有丝毫犹豫，就见南康郡主失手回绝了，可见很清楚信王府找她何事。这女人做什么事都游刃有余，又会医术，怎会因为冲起而上吊自尽？处置了李妈妈似乎也没有多痛快，反而留下一堆烂摊子。姑娘，您跑到这里偷闲也不行啊，金墨学还有一堆事等着您处理呢。进来。找我有事？你再提拔个管事的，接手李妈妈的活，不要让他们来烦我。你是大少奶奶，这是你分内之事。做了分内之事，分外之事我可就不做了。哼，我死了，你可就拿不到和离书了。你能给我和离书是最好的选择，却不是唯一的选择。你不会觉得我会替你守寡一辈子吧？你去天香院找我母妃。你陪我去。我和你关系没这么好。我跟你母妃更不熟，你不跟着，就不担心我口没遮拦，把你母妃气出好歹来吗？姑娘和姑爷说话
也太不客气了。就这么放心我吗？就不怕我把他主子推湖里头凉快去吗？大少爷和大少奶奶来了。一起来的？是的。别累着了，快坐下。有什么事找母妃，派人来说一声就是了。我是陪她来的。李妈妈被卖了，静默轩无人管事，我来找母妃重新安排个管事妈妈。竟是因为这件小事？就这么点小事，你安排便是，不必问母妃的意思。我没有合适的人选。那就让许妈妈去静默轩帮衬一段时间。多谢母妃。逛个花园也能碰到他，真是晦气。哎呀，虽然他才过门1天，可府里下人都笑话伯母，这回是引狼入室了。我娘只是顾及大哥而已，你以为真的会容忍他几时吗？很快就有他好看的了。你要打地铺睡？是你睡地铺。这是我屋子，你让我睡地铺？不然呢？难道你准备让你的救命恩人我睡地上？昨晚已经一起睡过了。请注意点用词行吗？我们是睡在一起吗？那只能算是晕到一块了。身为大夫，难道不知道病人不能再受寒吗？哎呀，果然久病成良医。不过你都病成这样了，要真伤寒了，我捎带手一起给你治了，无非什么事儿。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我这也算是千里迢迢赶来给你治病了，你谢我是应该的。老天爷，我肯定是看眼花了。姑爷还病着，他怎么能睡地上呢？这么早叫我起来做什么啊？哎呀，姑娘，许妈妈来了。来了就来了。许妈妈这么早就来了？大少爷打地铺也是冲洗秘法吗？一大早就这么手气，还真是有点心口痛啊。是呢，这法子比较有效，就是要委屈相公一段时日了。哦，哎呀，打地铺和大少爷这几年吃的苦头比呀，不算什么啦。哎，奴婢出去忙，大少奶奶有什么事啊，只管吩咐。那辛苦许妈妈了。不敢。你少瞪我啊！我现在还只是让你打地铺，你要惹我心情不好，我让你睡房梁，你们靖南王府还得对我感激涕零。哼，我看你气色比昨儿又好了不少，看来昨晚睡得挺好。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我要是睡床上，气色肯定会更好。姑娘不止让姑爷打地铺，甚至还想让姑爷睡房梁。天哪，姑娘是前儿一早去鬼门关前溜达一趟，显了别人家的胆子回来吗？在想什么呢？姑娘这么欺负姑爷，就不怕姑爷病好了，秋后算账吗？
未免他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我先欺负够本再说。这还能这样吗？今儿回门，给我挑一套好看点的衣服。哎，奴婢早就准备好了。啊，真好看！虽然这些衣服都是给云儿姑娘准备的，可穿在姑娘身上就跟量身定做的一样。带老夫人昨儿送我的那只。这镯子上怎么好像沾了东西？怎么了？啊，姑娘，我不是故意的。这玉镯不是你弄坏了，到我手里之前就已经碎了。可这是老夫人给你的见面礼啊。当时你不在，大家送的见面礼是松鹤园的丫鬟拿着，事后送来的。怎么了？损坏长者上次是要被关佛堂反省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说是我损坏的。你损坏的？那你赔我一只一模一样的。我帮你背黑锅还不够，还要赔你镯子。你是替我背黑锅吗？这镯子又不是我弄坏的，我气都气半死了，还要撑你的情，我傻了才干这样的蠢事。姑爷愿意帮忙，姑娘还不愿意，姑娘傻不傻呀？半夏，去端一碗酒来。今天我一个人去请安就行了。切。姑娘该让姑爷陪着的，万一有人刁难姑娘，姑爷也能护你一二。他在碍事。不过是个私生子的女儿，竟然长得比云儿姑娘还要漂亮。大哥真是的，大嫂才嫁过来，他就让你一个人来给祖母请安啊！他原要陪我一起来，是我见他身子虚弱，没让。你明知道大哥不会陪他来，还故意这么说，你这不是让大嫂难堪吗？你明知道大哥不会陪他来，还故意这么说，你这不是让大嫂难堪吗？府里上下谁不知道大哥喜欢云儿姑娘？他是昏迷不醒不知道，不然就是死也不会娶大嫂过门的。等你冲洗完，有你好日子过的。你笑什么？我笑你存心激将我没用。我出嫁冲喜是皇上下的旨，就算将来相公病愈，再迎他过门，最多也只能给他一个平妻之位，他永远都越不过我去。平妻怎么了？我娘是不屑正妻之位，不然他想要，父王早给了。是吗？昨儿父王让你娘给我敬茶，可见相公在父王心底地位不低。母凭子贵，子凭母贵，不论哪个，母妃在父王心底都必然有一席之地。狗屁的一席之地！啊！老夫人赏的碧玉镯。爷，大少奶奶太聪明了。她又做什么了？大少奶奶和大姑娘在松鹤院门口起了争执，大姑娘推了她一把，撞碎了玉镯。这会儿正和老夫人告状，要大姑娘赔她一只一模一样的。世上还真是。老夫人赏我的玉镯，色泽莹润，一看就价值不菲。我原想带回门，让我爹能安心我在靖能王府过得很好，现在就这么给碎了，是我辜负了老夫人的赏赐。哎呦，这玉镯可不只是价值不菲啊，是老王爷生前送给老夫人的，说是代代相传之物。你是咱们靖南王府的大少奶奶，这才传给你。结果这镯子到你手里第二天就碎了，这也太不吉利了。是他推我，我才撞坏玉镯的。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在院门口是故意激将我，引我推你。这玉镯你早就弄碎了，他祖母责罚你，才算计我。大姑娘推我，以致玉镯被撞，还不知悔改，还污蔑我栽赃算计他，请老夫人给我做主。祖母，
我是推了他，但他哪来的脸面说我做的不对？他要不推云二姑娘，他就不会嫁给大哥冲喜了。他就是算计我，请祖母给我做主。是不是玉镯有问题？检查一下不就知道了？我怎么瞧着不像是老夫人常戴的那只玉镯？怎么会不是呢？老夫人赏的玉镯送到静默轩，我今儿早上才拿出来戴啊。说是假的，那真玉镯岂不是被人给偷了？大少奶奶，信王府派来接您回门的马车到了。半夏，去回了信王府来接我的人，就说我有事要忙，今天可能赶不及回去了，让他们明天再来接我。大少奶奶不准备今天回门了？我也想回去，但老夫人把这么贵重的玉镯赏赐给了我，我却没能护好，弄丢了。我就是回去，心底也积着事儿，待不安稳，还是先把玉镯找到，再回不迟。老夫人，我这就回静默轩查玉镯，就是掘地3尺，我也要把玉镯刨出来。哎呀，信王府昨儿就派人来接了，今儿大少奶奶再不回去，没得叫信王府误会是我们靖南王府不放人。我知道三婶是为我好，但静默轩里所有人都有嫌疑，在没找到玉镯之前，谁都不能离开靖南王府一步。大少奶奶说的也对，不过既然静默轩的人都有嫌疑，那就不能让他们查了，还是郡主派人去查吧。找到了，玉镯找到了！这帮人速度还真是快。在哪儿找到的？在大少奶奶的梳妆匣最底层暗格里。听静默轩的丫鬟说，昨儿李妈妈收拾了梳妆台，只是她换了位置。我一高兴差点忘了，就算那只玉镯不是老夫人赏我的，那大姑娘也害我碎了只玉镯，于情于理都该赔我一只差不多的。犯错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大少奶奶推云二姑娘，不得不替她出嫁冲喜。柔儿推了大少奶奶，也该赔她一只玉镯。女儿知道。这不是回静默轩的路。我知道，直接去大门口。姑娘回门，不让姑爷陪着。他不会去的。姑娘不是说姑爷不会去信王府吗？他可能是出府。你不是准备陪我回门吧？难道你不准备让我陪你回去？这么说是准备陪我去了？他是吃错药了吗？这样子也不像啊。这确实是个正大光明去信王府探望心上人的好机会，但你的小命眼下还攥在我的手里，让我脸上挂不住，我可是会翻脸无情的。大少奶奶，您误会。不要我陪你回去就算了。是我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我相信你不会让我难堪的。姑爷陪姑奶奶回门是好事，可对信王府却不是，尤其是今儿啊，实在是不好接待姑爷。李管事有什么话不便说吗？姑爷是准备和姑奶奶一起回门吗？信王府这是没打算见新姑爷。姑奶奶误会了，信王府巴不得姑爷一块回去呢，只是姑爷身子骨欠佳呀，所以啊，我来接姑奶奶的马车小了一些。相公，
李管事说马车坐不下呢。我靖南王府还没有穷到连马车都没有的地步。走吧。小是小了些，但将就着挤一挤吧。谢大少爷陪苏姑娘回门，是去信王府给她撑腰吗？我不想和你分开。这人还真是演的一手好戏。刚刚的表现，可还满意？你这是在自掘坟墓。我总不能平白受你恩惠。哎呀，乱我头发了。哎，别动。轻点儿，疼。老王爷治事，婷儿身体虚弱，就不用他们跪下敬茶了。新老王爷是有邪事吗？这话不应该看着谢百婷说吗？听老王爷夸赞你，棋下的很不错。老王爷谬赞了。去书房陪我下一盘棋。娘。你到底对我女儿做了什么？我不是让你别管这事儿吗？我能不来吗？女儿下落不明，佳儿又被人安害，你让我如何待在屋子里什么都别管？你到底对我女儿做了什么？我对你女儿做了什么？这不是人尽皆知的事吗？我把她推下了水，导致她昏迷不醒，不得不替她出嫁。既然我出嫁冲喜消不了信王府之怒，当日我上吊自尽又何必救我？你少跟我打马虎眼！出嫁当日，你对佳儿做了什么？我还能做什么？我在努力弥补过失，希望冲喜管用，她能早日醒来。你却怀疑我对她做了什么？我分明看到你拿银针扎我们二姑娘。既然看到我拿银针扎你家二姑娘了，为何当时不阻拦？是不是看得还挺带劲儿，甚至巴不得我多扎2针？没有。你没拿银针扎佳儿，那你要银针做什么？我只是觉得冲喜是无稽之谈，治病救人是大夫的事儿，只能本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看能不能瞎猫碰上死耗子，把谢大少爷扎醒过来。简直是胡闹！冲喜就不胡闹了吗？好歹我把人谢大少爷扎得生龙活虎了。云二姑娘从落水那天就昏迷，我不知道云三太太为何突然质问我对云二姑娘做了什么？难不成她之前昏迷是假，我出嫁之后才真的昏迷不醒？难不成她之前昏迷是假，我出嫁之后才真的昏迷不醒？猜的一点不错，只要说不是她动的手，我是一点都不信。娘，相公陪我高高兴兴的回门，没想到会闹出这么多不愉快来，我就不该回来。佳儿心疼我和老爷，怕叶儿出事，我和他爹受不住打击，说什么也要留在府里守着我和他爹等叶儿回来。偏靖南王府又不通融，无奈之下才想到借落水拖延。我没想到靖南王府会要苏姑娘替嫁。当真是巧舌如簧，死的都能说成活的，几句话把过错都推给了靖南王府，高，实在是高。天子脚下就是容易长见识，我还没见过只顾着孝顺爹娘，不顾年迈的祖父祖母的，得亏老王爷老王妃扛住了。你们是想气死我吗？佳儿是装昏迷，等她出嫁前见过佳儿后，佳儿就真的叫不醒了，定是她动了手脚。还杵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回去给我好好反省！
我没管教好他们，等佳儿醒来，我一定重重责罚他，让他给你赔不是。啊，责罚？再重的责罚能挽回苏唐一条命吗？当日我和云儿姑娘是为父亲认祖归宗一事起的争执，既然他落水是算计我，那三房拦着不让父亲认祖归宗和立为继承人也是假的了。唐儿年纪小不懂事，他的话老王爷老王妃别放在心上，我和他单独说几句。娘为什么不让我把话说完？老王爷老王妃一直想立你爹为继承人，是你爹不同意。信王府至今都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遭到如此报复。三位老爷先后出事，连云大少爷都下落不明，在没有查清楚之前，难保不会步他们的后尘。咱们回京就遭遇了刺杀，可见父亲已经被人盯上了。有继承人的身份，父亲做什么也方便。娘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才嫁人2天，就感觉长大了不少。女儿也不想长大。说什么傻话呢？你和谢大少爷圆房了？娘问我这事做什么？虽然是云二姑娘算计了你，但若非靖南王府求了皇上，老王爷老王妃是不会让你待嫁的。老王爷也和靖南王有言在先，若是冲喜不管用，你替谢大少爷守1年，靖南王会认你为义女，送你出嫁。还有这好事儿？为什么之前没人告诉我？等等，半夏好像劝了很多回，是我没当回事，亏大发了。你老实和娘说，云二姑娘昏迷是不是你所为？这2日啊，他们也吃了不少苦头，这次就算了吧。娘也太好说话了，不过如果让他知道真正的苏唐已经死了，他们恐怕不会轻易饶了云家母女。让娘陪你去吗？不用了娘，半夏陪我就行。不说话，那咱们就耗着。求你救我女儿！端盏茶给我。这个节骨眼还有心情喝茶？浪费了一盏好茶。你就是在蓄意报复，请我帮忙，就对我叫醒的方式指手画脚，如此又何必假手于人？苏姑娘见谅，三太太是太心疼二姑娘，这府里要有人能叫醒二姑娘，又岂敢劳烦苏姑娘您呢？我还是小心点为好，一针下去没醒，他真得认定我是蓄意报复了。还是三太太自己来吧，以最快的速度扎下去，还要是没醒，就再扎一回。现在都还未入夏，这一香叶怎么就黄成这样了？苏姑娘，还是您来吧。三太太要下不去手，就去请老王爷和老王妃，反正我是不敢了。醒了醒了，姑娘总算是醒了。谁许你穿我的衣服，戴我的头饰的？舍得把自己10几年的未婚夫拱手让人，一点衣服首饰反倒不舍了。要叫谢百婷知道，
心里不知道是何种滋味。你们是不是把我喜欢的东西都给他了？你和我爹下棋，谁赢了？这还用问？所以你赢了？输了。这么轻飘飘的语气，我还以为赢了呢。吃回门饭还早，我陪你逛逛花园。可是我没打算吃回门饭。云儿姑娘已经醒了。云儿姑娘她，你不是要去看茯苓吗？告诉她我一会儿去看她。姑娘为什么不让姑爷知道是云儿姑娘算计了她呀？那奴婢先去找茯苓了。你就没有什么要和我说的？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你忍耐一下。赏花吧。还没说你心上人坏话呢，就这泼态度，这让半夏告了状，不知道脸要黑成什么样呢。哎呀，脑壳疼，可真是男人心海底针啊！你看他们那腻歪劲儿，真为咱们二姑娘不值。谢大少爷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以后不知道要有多少通房姨太太呢。四下没人了。我不喜欢一会儿牵手一会儿放手。因为不喜欢，所以就一直握着不放了？什么毛病啊？姑娘，您这是怎么了？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没有啊，是不是？我爹没有，老爷好得很。那是不是白婷哥哥？你倒是快说呀！姑娘还是忘了谢大少爷吧。他真的死了，冲洗管用，他醒了。谢大少爷不止醒了，他还陪苏姑娘回门了，2人手牵手进了信王府。你少说2句啊！你是不知道他们在花园里旁若无人、你侬我侬的样子，简直是不要脸！不可能，我不信！大少奶奶，好像您的丫鬟和西王府的丫鬟打起来了。我去看看。我的老天爷啊！大少奶奶不会以为我是故意把她支走的吧？白婷哥哥不要相信苏唐的话，他推我落水，还诬赖我假装昏迷。他没有在我面前说过你半句不是。苏唐怎么会没有在百婷哥哥面前说我这些事？百婷哥哥一定是在袒护苏唐。百婷哥哥都是我没用，才让他代替我出家冲喜。这些都不重要了，请回吧。百婷哥哥，你我婚约已经作罢，从今日起不便再这么唤我了。没把你们轰出府，那是老王爷和老王妃人，你们还敢蹬鼻子上脸？今儿不给你点颜色看看，还真把自己当主子了。要不是老王爷派人来接，谁稀罕来？住手！就凭你也敢欺负我的人！苏姑娘，是你的丫鬟先动的手。是你们先推茯苓的。谁推她了？兰儿只是不小心撞了她一下。且不说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就算半夏真错了，她也是我的丫鬟，你们主子都没有权利处置，何况是你们？哎呀，苏姑娘也在呢。这是打了我的丫鬟还不够，还要对我动粗呢。苏姑娘，您是主子，谁敢对您动手啊？这里是下人房，苏姑娘身份尊贵，不该来这儿。瞧您的裙摆都脏了，我让丫鬟领您去换身衣服，再送您去谢大少爷那儿。说的真好听，不过是看我穿了云家的居裳，想借机扒下来罢了。姑娘，咱们该怎么办呀？不必了。谢大少爷，苏姑娘推我家二姑娘入水，她的丫鬟耀武扬威，她还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国掌人。你又打人了？
我是打人了，怎么了？哪只手打的？问的这么详细，怎么还想打回来替那个婆子出气不成？疼不疼？以后别动手打人了，打疼了我心疼。天哪，老王爷竟然也来下人房了！福灵，你醒醒！怎么了？他们把隔夜的馊饭馊菜给福灵吃，我气不过跟他们吵了起来。福灵担心我吃亏，从床上下来，被丫鬟用力一推，脑袋磕在了床沿上。福灵丫头给堂儿做垫背，才摔断了腿。你们竟然敢给她吃馊饭馊菜！来人，把打架的丫鬟婆子杖责40，拿去发卖。王爷饶命啊！王爷饶了我们这一回吧。不要把福灵带去靖南王府养伤。是娘疏忽了，没把福灵照顾好，但把她带去靖南王府养伤不妥，叫靖南王府觉得呀，我们信王府没人。我们信王府，娘说的可真顺口。可信王府有把他们当自己人看吗？靖南王府会笑话我吗？他们只会羡慕你的丫鬟有个好主子。姑娘，我还是留在信王府养伤吧，等我好了，我再随您去靖南王府。是啊，桃儿，福灵腿脚不便，不易奔波，娘接她去娘的院子里养伤就是。姑娘，您救救奴婢的娘吧。你娘怎么了？方才苏姑娘的丫鬟去了后院下人房，我娘想给姑娘您出口恶气，就打了她。王爷知道了，一气之下要卖了我娘。我和福灵都被人打了，你还笑？刚刚府里发生了件有趣的事，你肯定猜不到。那你快说呀！要被老王爷卖的人，其中有一个是二姑娘身边的大丫头的娘。二姑娘去求老王妃，说是丫鬟对她忠心耿耿，她不忍心丫鬟母女分离，老王妃感动极了，然后呢？你快说呀！老王妃不会放了她吧？要是这样，我还能高兴成这样吗？老王妃把那大丫头和她娘一块卖了，太解气了！我可太喜欢老王妃了。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一个两个都不正常？谢百婷陪我主动回门，还大小了啦！谢老王爷会管丫鬟打架这样的小事，就连一向疼爱云家的谢老王妃也不顾他的意愿，卖了他的贴身大丫鬟，竟让我觉得这些人好像都在围着我打转一样。不过这样也好，亲王府的下人们就不敢再慢待轻视于我了。你别给唐二家太多菜，我腿都要给他踢肿了。爹，我不知道踢的是您。上岳父大人踢小婿受过了。无妨，你们感情好，我高兴都来不及呢。把银针给娘。你要银针做什么？娘是怕你乱来，听话。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岳母收回银针是何意？还能有什么意思？怕我拿银针扎你呗？是怕我扎你，字面意思。别瞎想，我爹娘压根就不知道我会医术的事儿。学医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你如何瞒过他们的？天赋异禀，没办法。今儿和心上人聊得如何？我要逛街。陈青。爷，大少奶奶走了。这女人不止好奇心重，气性还大。去沈家药铺。喂，
姑爷怎么走了？他走他的，没他在，我还不会逛街了吗？姑娘好眼光，这套裙长是宫里出来的绣娘所绣，姑娘皮肤白净，穿上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件裙长确实好看，姑娘试一试吧。这套裙长我买了。你，郡主，咱们抢错人了。你是谁啊？你身上怎么穿着新王府二姑娘的衣服，还戴着她的头饰？为何笃定我这衣服还有头饰是云二姑娘的？你头上的头饰是庆玉轩的，原是我家郡主先看中的，被云儿姑娘抢了去。还有你身上这衣服是锦绣坊做的，绝对错不了。你们没认错，我身上的裙长和首饰确实是云二姑娘的。云二姑娘很大方，她的那些陪嫁、衣服、首饰，连带着青梅竹马的未婚夫都一并送给了我。所以我抢的是那个可怜被匡静晶代替云家嫁给靖南王府大少爷冲喜的扫眉姑娘。快把衣服还给薛大少奶奶。不必了，我虽不认得姑娘，但我怎么着也得给云二姑娘一个面子，把这机会让给你。靖南王府大少奶奶，我是个傻子吧？她可比云二姑娘聪明多了。时辰不早了，咱们该回府了。你家姑爷都不急着催我回去，你急什么？姑爷可能已经回去了，那就等他来接我。那咱们可就不能走太远了，免得姑爷一会儿找不到我们。沁玉轩，姑娘，大少奶奶也来了。又碰到她了，真是晦气。这些怎么卖的？玉簪108两，耳坠100两，金簪要贵一些，120两。姑娘，咱们身上的钱不够啊。一会儿让庆玉轩把东西送去靖南王府，再拿钱。抱歉啊，庆玉轩有规矩，不确定身份的人一律当面结账。我家姑娘是靖南王府大少奶奶，谁还骗你们庆玉轩不成？再说了，送东西拿钱，就算拿不到钱，东西不还是在你们庆玉轩手里吗？理是这么个理，但我只是一个小伙计，铺子规矩如此，我也只有听从的份儿。姑娘，要不我让人回去拿钱，下回再买吧。拦下他们！怎么进了庆玉轩，空着手都不能走了？买卖不成仁义在，姑娘不买就算了，掰坏我庆玉轩的金簪是何道理？这只金簪已经被你弄坏了，你必须买下。发生什么事了？他说他是靖南王府大少奶奶，我不认得他，只让他当面结账，他就不买了，还折了金簪。我说这姑娘的头饰怎么瞧着那么眼熟呢？可不就是出自沁玉轩被云二姑娘买下的吗？原来她就是推云二姑娘落水，最后自食恶果，代替云二姑娘出嫁冲喜的。你弄坏沁玉轩的金簪，赔偿是应该的。你弄坏沁玉轩的金簪，赔偿是应该的。这只金簪不贵，不管姑娘出于什么目的弄坏金簪子，还请姑娘买下来，这样僵持已经影响到我沁玉轩做生意了。她不会是没钱买吧？好歹也是靖南王府大少奶奶，只是一只金簪而已，怎么会买不起？她头上的头饰可价值千两。云儿姑娘的头饰自然金贵了。这位姑娘听说是在青州小地方长大的，手里未必有多少钱。没钱还敢进沁玉轩？买不起还是可以看看的，但买不起就弄坏，就太恶毒了。这位姑娘，若是身上钱没带够，可以留下一件首饰做底，带你回去取了银子再还予你。你好歹是我靖南王府大少奶奶，如此行为
已经是败坏我靖南王府的名声。庆玉轩给我们靖南王府面子，只让你买下金簪，大嫂还这么一脸不情愿。你要是实在没钱，可以找我借。怪不得庆玉轩无缘无故针对我，原来是谢柔在这里。好家伙，我让他娘落了面子，他这是要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颜面尽失了。原来你在这儿呢！我家郡主先前捡到你的荷包，我打算送给靖南王府去，没想到这么快又碰上啦。荷包，那位郡主也真是个妙人，这是来送人情了。哼，赔偿庆玉轩可以，但请劳烦你庆玉轩小伙计把我拿金簪的经过详细再说一遍。我刚刚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我是哪只手拿的金簪？左手。期间有没有换过手？没有。你是左撇子吧？劳烦掌柜的看清楚点，这只金簪被折处在左侧中间叶子上。你觉得我左手拿着金簪，在不换手的情况下，是如何做到不经意把金簪左边叶子折起来一片的？要不掌柜的给大家示范一下。啊，你这小伙计刚刚不是挺精神的吗？我不过才说了2句话，怎么就蔫成这样了？看来是误会了。误会这2个字说的可真轻松。我初次进你们庆玉轩，你们庆玉轩的伙计却平白诬赖我弄坏了金簪，你身为掌柜也没仔细查问，就要我买下金簪，3言2语就给我招来这么多的非议。我好歹也是靖南王府的大少奶奶，事关靖南王府的声誉，如今被你们这般践踏，你一句误会就想消我的怒气？哎呦，是我没弄清楚情况，就冤枉了谢大少奶奶您。我在这里给你赔个不是，这是金簪得您青睐，我即刻命人打造一只一模一样的送去靖南王府，算是我庆玉轩给您赔礼。亏得庆玉轩还是京都最大的首饰铺子，我家姑娘是信老王爷的孙女，还是靖南王府大少奶奶，都这么被你们欺负，平儿还不知道多少人在你们庆玉轩吃了暗亏呢。污蔑我们家姑娘，就想赔一只金簪了事，你真当靖南王府和靖王府好欺负了？现在可是庆玉轩败坏靖南王府的名声啊！这些柔反倒不说话了，还是说这小伙计诬赖人，本就是他指使的？这事儿确实是庆玉轩没办好，但既然人家掌柜都赔礼了，还赔了一只金簪，大嫂还不息事宁人，没得叫人说我们靖南王府大少奶奶得理不饶人。我要是真拿了一只金簪的赔偿，那就更是往靖南王府脸上抹黑了。堂堂大少奶奶被人诬赖，被一只金簪就打翻，这般好欺负，连带着靖南王府都受人轻视。那你想要人家庆玉轩怎么赔礼？杀了这小伙计吗？他是庆玉轩的伙计，庆玉轩怎么处置，那是他庆玉轩的事。我被庆玉轩诬赖，有这么多人围观，我希望庆玉轩赔偿的诚心也能让他们感受到。哎呀，这事关靖南王府的名声啊，还请谢大姑娘帮着出个主意呀。我大嫂不想要金簪赔偿，她一会儿买什么，你们庆玉轩打个折吧。谢大少奶奶，今儿不论在我庆玉轩买多少首饰，我一律给你打6折。您看如何呀？庆玉轩不给赊账，要不要我借大嫂你点钱啊？不必。这动作竟是如此这般的熟练了，大庭广众之下，他难道都不会脸红吗？不是说靖南王府大少爷不喜欢大少奶奶吗？这不是体恩爱的吗？他们竟然上了3楼啊！3楼首饰一套就要3、4千两啊！你带钱了？没带。没带钱还敢上3楼？人家都说了不给赊账的。你喜欢哪个？我都喜欢。全买为夫肯定买不起。你能买得起多少就买多少吧。我让你秀恩爱走火入魔，我让你秀马蹄子上去。那为夫帮你挑了。买了几样？26样了。这是最后一样，一共38000两。别忘了打6折啊！
22800两。大哥，你要一口气送大嫂2万两首饰？冲洗需要27件，1件都不能少。3楼的太贵了，买2楼、1楼的就行了。虽然庆玉轩理亏，但也不能让庆玉轩损失这么惨重啊。庆玉轩已经诬赖我娘子一回了，现在又要出尔反尔。不敢。哎呀，谢大少奶奶，要还有看中的，就再挑几件。我庆玉轩说给你打6折，就一定是说到做到。掌柜的这么客气，我倒不好意思了。那我就再挑2件。嘿，这是不好意思吗？已经买了27件了，我这客气2句你还真挑啊？看来损失12800的庆玉轩也就认了。如今损失过万，我可承担不起，只能找南康郡主招补了。刚刚是青阳郡主在帮他。青阳郡主可真是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要不要给他一点教训？不好！爷，快扶他上马车！半夏，去买银针。不要。这次我看你还怎么醒过来！我这也等了半天了，要么就把账结了，要么我把首饰带回去。我有言在先呐，大少奶奶这些首饰啊，我庆玉轩是亏本钱的，我只承诺他今儿个打6折啊。这事我做不得主，只能劳烦李掌柜再等会儿，我让丫鬟再去问王爷的意思。郡主让李掌柜把这些首饰都带回去。那我们就先告辞了。快去禀告王爷王妃，大少爷回来了。大少爷没事就好，王爷王妃可都担心坏了。这倒是赶巧了，正好李掌柜还没走，我这就取了银票给你，也省得我再跑去庆玉轩了。晴儿，母妃，我没事。怎么会好的这么快？我是亲眼看着大哥吐血晕倒的呀。苏唐，是你救了婷儿。是相公福大命大，用秘法冲洗。除了这些首饰外，还需要什么？尽管跟母妃说。还需要24道巡查，7天之内备好。我要那么多衣服干什么？是吗？母妃，这就让人准备。婷儿身子虚弱，就别打扰她休养了。有大少奶奶照顾，还有陈青在，不必太担心了。这女人翻脸的未免也太快了些。怪不得又是买首饰，又是做新衣裳呢。原来是不想人家带她先上人的东西。哼，丫的，真以为我喜欢穿这些衣服呢。姑娘，姑爷叫你。我耳背。我是哪里有得罪你了吗？我没那么容易被得罪，我只是念在你救我毒发，又不愿意看云儿姑娘的衣服首饰穿在我身上，让你眼不见为净。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还正愁那些陪嫁带不走呢，回头你给我折算成钱，倒省了我麻烦。姑娘，你既然生气了，为什么不和姑爷说云儿姑娘算计你的事啊？你傻呀，我和她才认识几天，云儿姑娘可是她的青梅竹马，我在她面前说云儿姑娘的坏话，我不是招人嫌吗？姑爷喜欢她，只是不知道她的真面目，说了肯定就不喜欢了。有些人的喜欢
即便是对方是坨屎，也觉得对方是香的。天知道他谢大少爷是不是？哎，天呐，姑娘，你说话文雅点啊，万一被人家听去可怎么办呀？听去就听去呗。大少奶奶，绣房馆日前妈妈来给您量尺寸，要不要这么着急？谢百庭才开口要巡场，王妃这么快就派人来了。大少奶奶可有什么要求啊？相公有什么要求吗？你喜欢就好。信王府给我的陪嫁衣服就挺不错的，要不照着做24套。这女人明知道我不会让她穿那些裙裳，才让母妃给她另做24套，她还要做一模一样的，也行。行个大头鬼！钱妈妈，我没什么要求，好看就行。还是穿我自己的衣服吧。这都是姑娘你的呀。你没看出来你家姑爷不喜欢看我穿云儿姑娘的衣服吗？这些衣服都是崭新的，云儿姑娘一次都没有穿过，她也没见过云儿姑娘穿过呀。不让穿就不让穿呗，我又不是没衣服穿了。可不穿的话，姑娘真的就没有衣服穿了。不就一件都没有吗？除了2件肚兜，其他的都是信王府给云儿姑娘准备的。行吧，好歹还有2件肚兜是我的，去拿来。我去，刚刚不会是谢百庭吧？我是说要穿自己的肚兜，可没说只穿肚兜，他应该不会误会吧？奴婢去请姑爷回来睡觉。你就说我让你去问问他，要不要给他抱床被子去。啊？就这么问吧。姑爷，姑娘让奴婢来问问您，要不要给您抱床被子来？打地铺就够过分了，现在地铺也不让打，要让我睡书房吗？今晚你睡床。床有问题。我看在你今天吐过血，又被逼毒的份上，好心把床让给你睡，你居然这么想我，你都不谦让一下吗？我吐血晕倒才能睡回床，我怕一谦让，机会就没了。切，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要干嘛？要干嘛？我一个大男人，还不至于让个女人睡地铺。我一个大夫，也不至于让个病人打地铺。可我昨天也是病人。好好说话不行吗？拆我的台做什么？我要睡觉了，你快去床上睡。性子怎么这么倔呢？你不起来，我抱你上床啊！大言不惭！你说什么？我说你抱不动我啊！不试试怎么知道？你敢试我还不敢呢！万一又吐血了，我一晚上就别想睡了。一个大男人老和女人争，惭愧不惭愧？地铺让给你行了吧？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早点把药房准备好。可好些了。我没事。母妃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母妃闲着没事儿，就来看看。你没事儿啊，母妃就放心了。王妃，锦绣房、浣衣阁还有李记绸缎庄送衣服来了。啊，快请他们进来。母妃，这府里绣房最近在忙着赶制夏衣，母妃就让这3间铺子多送些合你尺寸的裙裳来。这3间铺子是京都最大的绸缎铺，一会儿你看哪个喜欢就挑哪个，一起留下也无妨。我对穿戴无所谓，相公看着喜欢就好。娘子就这么相信我的眼光？嗯，那为夫就帮你挑了。
什么眼光？挑这么多丑不拉几的衣服，谢百婷绝对是故意的。够穿了。哎，谢大少爷的眼光独到，给大少奶奶选的衣服最衬大少奶奶了。这意思是我只配穿丑的？我刚挑出来的都是不要的，去换上。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我换下云家的衣服，还真是多一会儿都不想让我穿呢。哎呦，怎么这么不小心？还需要24双鞋袜。回去就差人送来，给大少爷、大少奶奶挑选。哎呦，这套真不错。哪儿好看了？这是你选的？我看走眼了，去换下来。哼，就这些吧。还没吃早饭吧？一会儿吃完早饭，去松鹤堂给老夫人请安。母妃呀，就先回去了。差点忘了，胭脂水粉也要换。你又不用这些。偶尔也会用一下，反正衣服鞋都换了，也不差一点胭脂水粉了，慢慢的都换掉。最后是你。唉。姑娘，姑爷生气了，又没吐血。姑娘都把姑爷脸都气冒烟了，还嫌不够，还想把姑爷气到吐血的程度吗？信王府给大少奶奶的陪嫁不少，她还要24套裙裳。结果更狠，大少爷给大少奶奶一口气挑了36套，这才2天就花了府里3万两了。哎，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靖南王府富可敌国呢。谁让王爷心里眼里只有郡主一人？若非太夫人施压，逼着王爷娶了王妃，王爷膝下可就2少爷一个儿子了。对王爷这样威武赫赫的将军王来说，2个儿子子嗣单薄了些。大少爷身体虚弱，劳累不得，你给大少爷冲洗到底需要哪些东西，一次说清楚，我也好命人去准备。母妃也问过，但青州冲洗的人家都是他相公给他准备的，我也不知道别人可不可以。母妃舍不得相公劳累，但怕万一，也只能让相公操心了。不让旁人准备，倒省了我们的事儿，但好歹叫我们知道都需要些什么吧。看不出来我就是不想说吗？还刨根问底。老夫人，康王带着七阳郡主登门为昨儿差点砸了大少奶奶赔礼。赔礼有什么用？得亏我大哥福大命大，不然他一条命都不够赔的。怎么不是康王妃来呀？我前几天出门就听人说康王妃病得很严重，看来是真的了。请进来吧。昨儿在庆雨轩，小女出了意外，险些砸伤府上大少奶奶，还连累大少爷吐血晕倒，担心的我一宿都没合眼。不来看看，实在不放心呢。府上大少爷还好吧？这回青阳郡主是运气好，大少奶奶冲洗管用，大少爷没晕多久就醒了，不然就算王爷不计较，信老王爷也不会轻饶了你。带了些补品来，给谢大少爷和老夫人调补身子。康王爷有心啊！让小女去给王妃请安，我就先告辞了。我领青阳郡主去给母妃请安，把这只雪参带回去给婷儿吃。大少爷身体虚弱，这雪参滋补药性太强，怕是会虚不受补，还是老夫人服用为好。郡主说的在理，老夫人疼大少爷，也得看大少爷能不能受得住呀。嗨，我一把年纪了，吃雪参也是浪费。孙媳替相公谢老夫人疼爱。没见过这么不懂人情世故的，看不出来老夫人想要这只雪参吗？就这么让一让，就让没了。昨天
肯定吓坏你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要是有意针对我害我，昨天就不会帮我解围了。要换作是我，昨天肯定就栽庆宇轩手里了。而事实上，昨天那个花盘落的也确实蹊跷。你母妃可还好？母妃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我昨儿在庆宇轩闯祸的时候，父王都没敢告诉他，知道我要来靖南王府，母妃让我带他向您问好。哎呦，你母妃有心了。过2日我得空了就去康王府看他。王妃，云儿姑娘来了。云儿姑娘人在哪儿？去静默轩了。她去静默轩肯定是找我的，我回去看看。云儿姑娘到底想要做什么？她不是不喜欢姑爷吗？她不是不喜欢你家姑爷，她只是更爱自己而已。就没见过这么奇葩的人，自己不愿意嫁，搞出落水梯嫁这一出。现在见谢白婷醒了又来撩拨，把别人当什么了？百婷哥哥，怎么还叫百婷哥哥呢？该改口叫姐夫了。你爹还没有认祖归宗呢，你算哪门子的姐姐？满京都都知道我爹是老王爷的儿子，难道你觉得老王爷只是闲来无事，把我爹从青州接进京戏耍吗？相公是想听云儿姑娘叫你百婷哥哥呢，还是叫你姐夫呢？叫姐夫吧。谁许你穿我的衣服的？得亏这身裙长是锦绣坊今早才送来，又是相公亲自帮我挑的，不然我真有口难辩了。外头风大，送我回屋吧。哎，云儿姑娘留步，这是大少爷、大少奶奶的新房，您进去不合适。你怎么哭了？谁哭了？我只是风太大，被风沙迷了眼。没什么好伤心的，我大哥不是不向着你，而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啊。他还指着我大嫂用秘法给他冲洗，得罪谁也不敢得罪他呀。什么秘法冲洗？你不知道吗？青州有人家冲洗管用，大嫂用青州的秘法给大哥冲洗啊。哪有什么冲洗秘法？你们被他给骗了。他昨天回门还说，他只是把百婷哥哥死马当成活马医，用银针把百婷哥哥扎痛醒过来的。祁阳郡主，啊，还好，祁阳郡主你没走，我家姑娘让我把你的荷包还给你。我昨儿险些伤了你家姑娘，谢大少爷为救她吐血晕倒，这1000两就当是我给她赔不是的。您已经送过血参了呀，我家姑娘让我送来的，您就收下吧。我是真心拿你家姑娘当朋友的，她这么做太和我见外了。青阳郡主和云儿姑娘你不对付，和我大嫂倒是走得挺近的。昨儿在庆玉轩还帮我大嫂解围呢，怎么看都像是存心和你过不去啊。他不会是去找青阳郡主麻烦了吧？大嫂是用银针胡乱把大哥扎醒的，等戳穿这事儿，王府给他的首饰都会收回来。李掌柜脸色这么难看，连招呼都不打了，难道是娘没有补偿庆玉轩的损失？怎么在摔东西？不是没赔钱吗？娘怎么会这么生气？姑娘怎么了？哎呀，大姑娘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庆玉轩掌柜的要郡主补庆玉轩15000两，郡主不肯，却也赔了1万两。
看你干的蠢事儿！还不快滚进来！哎，姑娘，不好了，青阳郡主出事了！她出什么事了？小厨房去街上买糕点的丫鬟说，她回来的路上看到云儿姑娘的马车和青阳郡主的马车撞上了。云儿姑娘没有大碍，但青阳郡主撞伤了额头，听说很严重，都见血了。这绝对不是巧合，是不是所有对我抱有善意的人都要遭到针对？这是逼着人家对我退避三舍啊，简直欺人太甚！我的药方什么时候能准备好？就这么迫不及待的给我解毒，然后离开吗？正好大少奶奶也在呢，我就是来禀告一声，药房已经准备好了。这么快？是大少爷运气好，正好京都有人准备开药铺，在一木匠铺子订了药柜，我多花了点钱，人家呀就把药柜让与我了。走去看看。爷爷一块去看看吧。没见过爷这么矜持又不矜持到底的。办得不错，都是爷的安排，我只是听吩咐办事而已。凑合吧。陈青安排的就不错，到我这儿就成凑合了。就算对我有意见，也不用表现的这么明显吧。我要准备药材，滴你泡药浴，你办的时辰后再来。姑娘，你可不能抓错药啊，会出人命的。哎呀，放心吧，把你家姑爷治死了，我还得给他陪葬，我能干这样的蠢事吗？姑娘一直是我和茯苓伺候的，从未做过这些事，她是怎么做到这般娴熟的？姑娘，快到茯苓生辰了，她这回受了这么重的伤，一定要让她生辰过得高兴些。哪儿快了？她下个月才过生辰，还早着呢。你提前10天半个月提醒我就成了。姑娘还记不记得我和茯苓第一次绣的帕子上是什么图案？当然记得。你们绣了一对鸳鸯，我瞧着不像，还奇怪你们怎么在绣帕上绣鸭子。问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做什么？莫非怀疑我这个主子被人假冒了？不怪奴婢怀疑啊，姑娘以前根本就不会做这些嘛。出嫁当日，从鬼门关前走过一遭，许多以前不会不懂的，就像是开了窍一般。确实是出嫁那天不一般的，一针把云儿姑娘扎昏迷，又一针把姑爷扎醒了过来。不喜欢我现在这样？不是，喜欢极了。温度正好，欢迎坐进去。我脱衣服，你要在这里看着吗？又不是第一次了。再说了，脱上衣又不用脱裤子。你这女人，懂不懂什么叫矜持？我还没试过闭着眼睛给人施针，一会儿我试试。但我先声明啊，扎死了我不负责。快进去泡好，我给你施针。半个时辰不要见风，也不要喝冷水。我只是提醒你一声，今儿又没有风，放心大胆的走。姑娘，这药渣丢哪儿去啊？给我吧。那药渣没找大夫看？找了。大夫怎么说？大夫说药浴的方子开得极好。那方子到底治什么的？大少爷，您能不能别问了？
大少爷，您能不能别问了？如实说。大少奶奶给您开的方子有强筋健骨、安神助眠的效果，还有什么？还有壮阳。大少爷息怒，大少奶奶都是为您好。为我好？我好得很，不需要壮阳。这厮是吃错药了不成？你给我泡的药浴，到底是做什么用？哎呀，我也不会打我们姑娘吧？大少爷还指着大少奶奶救命呢，大少奶奶不打大少爷就不错了。你药浴都泡完了，现在再来问我，是不是问的太迟了些？只是给你强身健体用的，你如今的身子根本受不住我连续施针给你逼毒血，这不是早就说过的事吗？除了强身健体，没有别的了。还能有什么别的？好像是不小心加了几味药进去。你不信任我？新婚之夜没圆房，你怀疑我不行是吗？新婚之夜，要不是我救你，你坟头上都开始长草了。那我就让你看看我需不需要壮阳。我可以解释。我不是故意给你抓壮阳药的，实在是这方子我之前抓太多回，抓顺少了。等我反应过来之后，药已经混在一起挑不出来了。我想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就便宜你了。便宜我？而且还是不甘不愿便宜我，这人可真是……哎呀，我的药！我看看。笨手笨脚的。要不是你来质问我，我能让药糊了吗？害得我这半天白忙活了。走走走，别待在这里碍我事儿。姑爷好像很生气，姑爷身子骨不好，不能动怒。姑娘，你别惹他生气了。他只要没气吐血晕倒，都不是真生气。生气只有大小之分，哪有真假呀？去问问大少奶奶，要忙到什么时候？他说什么了？怎么，你家大少爷打地铺还有人陪啊？都这个时辰了，屋里怎么还没动静？有动静咱们也不敢进啊。所有个丫鬟伺候大少爷穿衣，被大少奶奶给瞪了。这厮怎么还没醒？不会昏迷了吧？你早醒了，怎么不起？托你的福，没丫鬟敢进屋伺候了。没人伺候你穿衣，你就不起了是吧？起！给老夫人请早安是府里的规矩，怎么来的这么晚？相公没起，我怕吵醒他，就没敢下床。大少爷除了昏迷的日子，一向辰时前就起了。如今娶了大少奶奶，这起床的习惯都改了。郡主，工部侍郎夫人来了，快请进来。工部侍郎夫人和咱们家大少奶奶也算半个同乡了吧？前儿呀，在府外碰上，听赵夫人和人说起青州糕点，想着大少奶奶从小在青州长大，应该喜欢吃，就让赵夫人啊派人送些来。没想到她这么客气，居然专程跑一趟。郡主太客气了，晋南王府什么样的糕点没有？
愿意尝尝我从青州带来的厨娘的手艺，是给我们家老爷面子。我出门的时候，我家老爷说，要是府上太太姑娘吃着喜欢，就不拦着厨娘另谋高就了。这是打算把厨娘送到靖南王府里当差呀？赵夫人随赵侍郎在青州待了3年，应该听说了青州冲洗秘法，知道我靖南王府忧心大少爷的病，也不告诉一声。谢三太太冤枉，我虽然在青州待了3年，但未曾听过什么冲洗秘法。我还特意问了我家老爷和府里从青州带来的丫鬟小厮，没一个听说的。许是我们孤陋寡闻了。大少奶奶不是说青州有人冲洗管用这事儿传得沸沸扬扬吗？怎么连赵侍郎和赵夫人都没听说过呀？那可能是真的孤陋寡闻了。我大哥成亲醒来，你说有冲洗秘法的事儿就传遍京都了，在京都的青州人也不少，可没人听说过这事儿。这2日府里都在传，我打着冲洗秘法的幌子要这要那，相公劝我别在意，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这会儿看来我没放在心上，但放在心上的人却真是不少。难不成靖南王府是怕我卷包袱跑了？就算我能跑，信王府也跑不了。我爹娘不会眼皮子浅到为了妹下那点首饰，连信王府爵位都不要，带着我这个女儿亡命天涯。我既然嫁给相公，自然一心盼着他好。靖南王府听青天剑的旨意，执意娶我进门冲洗，又质疑我骗人。这靖南王府，我青州小地方来的高攀不起，我自请离去。我们回信王府。简直胡闹！不过是起了几句局语，就闹着要回娘家，拿我靖南王府当什么地方了？首饰是我要的吗？不是。衣服是我要的吗？更不是啊。这靖南王府还真是从上到下都病得不轻。谢百婷不想我穿袁二姑娘的衣服首饰，靖南王府其他人又嫌弃我要的太多，我招谁惹谁了？况且这错的又不在我。身为靖南王府老夫人，不先训斥南康郡主和谢柔，反倒先责怪我，这就是靖南王府留人的态度吗？姑奶奶不伺候了，行了吧？大少爷不好了，大姑娘惹怒大少奶奶，大少奶奶要回信王府了。怎么回事？大姑娘怀疑大少奶奶冲洗秘法是骗人的。拉着我做什么？放开！放我下去！哼，没我允许，你哪儿都别想去。你快放我下去！一会儿毒发了，你们靖南王府还不知道怎么骂我呢。你管他们做什么？我信不就成了？人言可畏。去告诉老夫人，我只能拦得住大少奶奶一时，真叫大少奶奶回了信王府，还得派人去接。你为什么不让我回信王府？我只是不忍心老王爷再为你劳心，他承受不了太多了。可我今天本来就是要回信王府的。那只能过几日了。过几日再回去？那我昨晚还熬夜治什么药膏啊？那药膏我让陈青帮你送去就是。这茶盏不错。你摔吧。这动静绝对不是失手摔的。大少奶奶的脾气是真大，这是摔东西泄愤呢。王妃小心！母妃怎么来了？大少奶奶才进门去给老夫人请安，你也不知道陪的。你有什么委屈和母妃说，母妃给你做主。母妃能做什么主？我去找你父王。你怎么不拦着母妃？为什么要拦？那你扶额做什么？我只是觉得这事根本不需要找父王，母妃大可以直接去送贺堂。
那母妃找父王有用吗？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母妃找父王办事就没有不成功的。这么管用，我怎么一点不信呢？父王是太夫人一手养大的，他也最听太夫人的话。太夫人咽气的时候，交代父王2件事，其中1件是护好母妃。若母妃受了委屈找他，他不帮着出头，太夫人会找他算账。好家伙，这大白话翻译出来不就是你要敢让王妃受委屈，我做鬼也不放过你。大少奶奶，三太太来了。说客来的还真快。哎呦，怎么气性这么大呢？一点小事儿就气得要回门，真要传回去，没得叫人笑话。这哪是当说客的，分明就是来施压的。大少奶奶是聪明人，咱们偌大一个王府都靠着王爷，南康郡主又是王爷的心尖儿，得罪他对你没好处。你在外人面前那般不顾及王府脸面，已经犯了家规了。要不是几位婶娘帮着劝，南康郡主都要罚你。南康郡主要怎么罚我？罚跪佛堂，抄够100遍家规。不顾王府脸面，就罚这么轻呢？罚得轻，还劝一劝就算了。是你们靖能王府家规形同虚设，还是南康郡主掌家一向这么随意？还是让三婶回答你吧。看来是三婶错了，不该帮你说情啊。我却没有犯错，何须三婶帮我说情？你当着工部侍郎夫人的面说那么一通话，就是错。让我走！我服你们靖南王府了。你们靖南王府大姑娘当着外人的面质疑我没错，我解释就是我的错了。说白了，不就是让我承认冲洗秘法是子虚乌有的事吗？既然不认可我的冲洗秘法，我还有留在靖南王府的必要吗？晴儿不是把你劝住了吗？他给你受委屈了？大少爷是把大少奶奶劝住了。刚刚三太太去静默轩，说大少奶奶犯了家规，南康郡主啊，甚至还要罚大少奶奶。父王知道你受委屈了，父王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苏唐不敢。刚刚三婶还说，南康郡主是父王的心尖儿，得罪他对我没好处，还说郡主要罚我抄家规，我哪敢让他给我赔礼？三婶就是和你开个玩笑，瞧你还当真了。是三婶嘴笨拙舌，你就别和三婶一般见识了。你送大少奶奶回去。爷，南康郡主给大少奶奶赔不是了，还罚大姑娘去佛堂抄200遍家规。意料之中的事而已。哎，大少奶奶算是把南康郡主得罪死了，这本就是他的目的。得罪南康郡主对大少奶奶并没有什么好处啊。她是南康郡主求皇上赐婚才嫁给我，她怕3个月后我病愈，南康郡主也不放她走。这会儿南康郡主只怕肠子都悔青了，哪儿用3个月，现在就想赶她出府了。可爷根本不会放大少奶奶离开啊。你话太多了。你这个狠心的女人，刚才推我推的也太狠了。我都还没嫌你胸膛太硬割手呢。哎呦，怎么又坐轮椅了？昨儿不是能抱大少奶奶了吗？娘子太重了，昨天把力气用完了。姥姥的，嫌我重，那你倒是别抱着不撒手啊。祖母，前儿青阳郡主来府上跟大嫂赔不是，回去的路上和元儿姑娘的马车撞上。我刚刚听说青阳郡主撞得很严重，额头要留疤。青阳郡主在沁玉轩并非故意撞倒花盆，康王爷带她来府上赔礼道歉了。她回去的路上受伤，于情于理，我靖南王府都该派个人去探望一下。原本大少奶奶去再合适不过的，但她要照顾大少爷，还是让柔儿去吧。建柔这会正在佛堂抄家规，
南康郡主这是帮他揽差事免责法呢。相公这2日气色不错，我去康王府一趟，很快就回来，不会耽误太多时间。那就大少奶奶去吧。母妃一直不得空去探望康王妃，去问问母妃要不要和你一块儿去。母妃去就成了。今儿天气不错，你留下陪婷儿在府里转转。娘子在京都朋友不多，青阳郡主是唯一一个，还是让她和母妃一块儿去吧。那母妃稍稍等我一下，我会去拿点东西。虽然王妃备了探望礼，但姑娘空着手去不好看，要带些什么呢？给我做什么？我是让你买下来。我买它做什么？这套头饰是允二姑娘从青阳郡主手里抢到手的，既然送礼，自然投其所好了。你要不买下来，我就把它送给青阳郡主了。随便。你确定不买下来？1000两，我勉为其难收了。1000两？就算送当铺，这也能当2000两了好吗？做人心不要太黑。是你给我1000两。这厮心已经黑成炭了吧？不让我戴这套首饰，还让我倒贴1000两，大白天的想什么美事呢？就送这套了。母妃可是有什么想问我的？母妃只是想问问，婷儿在青玉轩晕倒，怎么那么快就醒过来了？你要不想回答，便算了。母妃身边不知道有没有南康郡主的人，还是不要让他知道我会医术的事为好。相公不让说，要不母妃直接问相公吧。好，母妃不问了，只要婷儿好便够了。快去禀告王妃，靖南王妃来府上了。刘太医，康王妃情况如何？先去看看吧，我相信康王妃是个有福之人，会好起来的。慧熙，你怎么来了？也不怕我过病气给你啊？这莫不就是婷儿新娶进门的大少奶奶？青阳在靖南王府外和云儿姑娘的马车撞上，我来看你，顺带着看看她。堂儿过意不去，跟着一块儿来了。青阳出事，我才知道王爷带她去靖南王府，万幸啊，大少奶奶和婷儿都没事，不然我怎么对得起你呀？说什么呢？青阳又不是故意的，你养好身子才是正经。你随丫鬟去看青阳郡主。让我看看你的伤。放心吧，不会留疤的。你用这个药膏，要是留疤，你找我。我有几句话单独和你说。你们先下去吧。我不是宽慰你，我是说真的，你这点小伤和我相公比根本不叫事儿，我都能把他从阎王爷手里拉回来，何况是你了？这药膏是我亲手调制的，还有你母妃的病，我有70%的把握能医治。姑娘都还没给康王妃把脉啊，她就敢说有70%把握能治康王妃，太医要是有3、4成把握，都不会叹息成那个样子了。你叶大少爷昏迷，是你救醒的？不会医术的事儿，王妃并不知道，一会儿你支开他。都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天了，你还不让我多说几句？别说丧气话，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让母妃看看
看你额上的伤。刚刚苏糖姐姐送了我一点药膏，说用了不会留疤，母妃别担心。青阳能不能求王妃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母妃病了，没法知道我针线活了，她总夸王妃手灵巧，您难得来一趟，能不能指导我一下？平常没见你这么用心，靖南王妃难得来陪母妃说说话，你还要她指导你？就一下下，女儿又不笨，一学就通了。哪儿有夸自己的呀？没事儿，青阳有意，那我就去看看。我看看您的腿。新阳不懂事，原来是为了试探王妃。哎，我从来不信冲洗会有用，但这回确确实实，婷儿娶了大少奶奶，情况大有好转。要不让康王爷找青天剑给你算算，还有江湖术士，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试试吧。我看还是等康王妃身子好了，你再去靖南王府和母妃请教吧。你们俩不去陪你母妃了？我母妃还有的吃吗？我一会儿把方子写下来，另外还要配合施针，我没法常来，只能找个大夫帮忙了。另外就是药方，我的方子一般大夫可能看不懂，你只管信我。药方你收好，另外还有这个。这是？你拿1000两我不能白收，这是我给你的回礼。这是我心水了很久的那套头饰，可还喜欢？那我就却之不恭了。灵儿姑娘看到我戴这套头饰，不知道会不会气得跳脚。爷在哪儿？大少爷在书房。姑娘不去书房吗？去书房做什么？坐马车累死了，歇会儿。许妈妈，可是有事要和我说。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和大少奶奶说。许妈妈直说就是。大少奶奶不让丫鬟随便进屋伺候，今儿啊，您和半夏都不在，大少爷又去了花园，屋子里没人。我进屋的时候，您的丫鬟春桃她正翻您的梳妆台。春桃是云三太太底云家挑的陪房丫鬟，对我未必有什么忠心。哦，厨房还有点事，我就先去忙了。春桃鬼鬼祟祟是要做什么？难道是要帮云儿姑娘偷姑娘的首饰？行为鬼祟必有缘故，但为云家偷首饰倒也不至于。今天去探望青阳郡主是谢微起的头，南康郡主明知道我不会同意谢柔去，却故意那么说，难不成他们是故意引我出去？这绝对不是巧合。这里竟然还有个暗格。这银票是真的吗？你是打算让我把信王府给你的那些陪嫁首饰都收了？再说这样气死人的话，信不信姑奶奶我呸你一脸？你帮我看看这银票是真的还是假的？信王府给你的陪嫁不至于是假的，我怕被人调包了。是真的。真的就好。哎，能给我弄2张假的吗？这是犯法的行为。不知道你们这里无证行医是不是也违法？娘子这么问，是准备自首，还是要为父大义灭亲，送你去蹲大牢？你就直说，到底帮不帮我？帮。
大少爷、大少奶奶歇下了。歇下了？婷儿并没有午睡的习惯啊。谢百婷、宽衣，准备施针了。婷儿也真是的，这还是大白天就……王妃刚刚来探望大少爷，我怕他进来，就说您和大少奶奶睡下了。大少奶奶息怒，我不是故意让王妃误会的。我知道，为了不让王妃知道我会医术，竟然被误会和谢百婷白日宣淫，经此一事，王妃以后怕是都不敢来小院了。这是王妃亲自熬了，让丫鬟送来的，放了不少滋补的药材。大少爷、大少奶奶多喝些，不要辜负王妃的一番心意。大晚上的吃这么补，身子骨怎么架得住啊？还好，没让你把整只鸡都吃光。你还笑？我不笑，难道你想看着我对你哭啊？一会儿吃完饭，多去花园走2圈。你不去花园？要去的是你，我又不用。药浴已经够补了，再加上那2碗加了那么多料的鸡汤下去，你晚上别想睡了。虽然身体虚，但再虚也是男人啊。你怎么不阻拦我？我觉得我这个年纪不应该懂那么多。捂过头了，真的没事吗？倒也不至于到那个程度。要真威胁到谢百婷的小命，我肯定也不会坐视不管了。哟，这都热得冒烟了。大少爷，沐浴准备好了。你不能洗冷水澡哦。上火成这样还不能洗冷水澡，这女人绝对是来折磨我的。你拿我书做什么？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倒着看书，还看得这么认真的。你想看就看，又不是没看过。你要干嘛？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你说会发生点什么？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你说会发生点什么？我帮你放血降火。不必，现在知道求饶了，晚了。确实用不着了。要不要帮忙？不用。别客气啊，你身子骨比我想的要好得多，也泡了几天药浴了，我给你再避讳毒血。我去取银针，你到小榻上躺着。婷儿怎么没陪你一起来啊？昨儿相公补过头，晚上流了不少鼻血，我就没让他陪我来了。是母妃好心办坏事了，婷儿没大碍吧？母妃别担心，相公没大碍，就是他不忍心母妃亲自熬的鸡汤浪费了，才多喝了些。大嫂啊，昨儿你去康王府看王妃还好吧？那就是真的了。什么真的？听说昨儿康王妃半夜不晕了过去，大半夜的还把赵院正请了去，怕是凶多吉少了。母妃别担心，康王妃吉人自有天相，呕吐并非都是坏事，许是方子起了作用呢。咱们家大少奶奶啊，就是会宽慰人。昨你去康王妃探望了青阳郡主，就直接回府了？
青阳郡主伤得那么重，云二姑娘只怕也难免受伤。你去探望了青阳郡主，却不回信王府看看。信王府也没给我报信说云二姑娘伤得重，我便打算今儿再回去。康王府送给老夫人的血参，老夫人心疼大少爷，让给大少爷调补身子。我看大少爷身子虚弱，虚不受补，还是不要吃为好。当初大少爷遇刺，若不是信王府大少爷及时发现，只怕他就命丧狩猎场了。如今云大少爷生死未卜，大少爷理应尽些孝心。那只血参就送去给云三老爷补身子吧。这南康郡主家住海边的吧？她又不是谢百庭的亲娘，管人家怎么报答呢？这么点名要我把血参送给云三老爷，手伸的也未免太长了。那王府里还有差不多的血参吗？你舍不得？不是舍不得，而是昨儿从康王府回来，我就把血参切了，如今血参只剩半根了。其实送礼送半根实在不像话。你给婷儿吃血参了？没给相公吃，我听说人参酒不错，想着没准儿对相公的病有帮助，就切了半支泡酒。你竟然拿血参泡酒！这人可知道血参有多珍贵多难得？我知道血参珍贵，泡之前我问相公了，相公说连康王府都有，咱们京南王府肯定少不了，让我放心大胆的泡。相公说连康王府都有，咱们京南王府肯定少不了，让我放心大胆的泡。还是我自己舍不得，只泡了半支。难道京南王府没有吗？相公骗我呢，也不知道信王府有没有。那我把剩下半支送去。送半支实在不像话，云三老爷也未必能吃，还是从库房选支人参送去吧。我回门，午饭应该不回来吃了。我陪你一起去。又要牵手，是思修文爱修魔怔了吧？大少奶奶怎么又回门啊？云二姑娘和青阳郡主的马车撞了，大少奶奶探望了青阳郡主，不去看云二姑娘说不过去，这不就得回去一趟。我不会每次回信王府你都陪着吧？每次我不敢保证，但只要我有时间，我都陪你回去。这架势可不像是去探望，更像去捅刀子的。你这是什么表情？还能是什么表情？自然是感动啦。这要是感动，我就把感动2个字吃下去。马车赶稳一点。我赶马车一向很稳，上次压到石头那是意外。我马车赶得还不够好吗？大少爷几时变得这么挑剔难伺候了呀？哎呀，真是心累啊！姑娘来探望云二姑娘了。二姑娘坐马车去康王府探望青阳郡主去了，要不要去把二姑娘先叫回来？这可太巧了，接回娘家，目的就是让南康郡主如愿把我支开。看云家只是顺带，她不在，那就再好不过了。就是这厮可见不到西上人了。不必。有时候说反话，别人未必听得出来。你握疼我了。疼才好呢。我陪你回门，这人为什么总觉得我是来看别人呢？我要真想看谁，用得着这么费劲吗？也喜欢大少奶奶直说不行吗？都成亲了，不管大少奶奶心在哪儿，至少人现在还是她的，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吗？怎么今儿回来了？云二姑娘和青阳郡主马车撞上，我昨儿去探望了青阳郡主，今儿回来看云二姑娘的。
就是回来的不巧，他出府了。小婿见过岳母大人。娘皱眉做什么？娘只是有些奇怪，姑爷比上回见气色差了些，但精神更好了。岳母大人明鉴，小婿病情这些日子确实有所好转，都是娘子冲喜的功劳。到底怎么回事？娘问什么？冲喜秘法？骗人的，是相公骗人的，不是女儿。不是堂儿骗人的就好。一会儿别在老王妃面前提二姑娘和青阳郡主的事儿。为何不能说？唉，二姑娘打着出府散心的幌子去了靖南王府，还指使小厮撞康王府的马车。老王爷知道后气得犯病了，老王妃也为这事儿气了整整2天了。唉，老王妃，堂儿回来看您了。哎，堂儿回来了，听说你们在庆玉轩差点被砸伤，可吓死祖母了。万幸啊，都没事儿，让祖母担心了。哎，府里事多，你娘忙的都走不开，都没去靖南王府看你们。我陪娘子回来也一样。三叔身子骨可好些？我和娘子去看看他。你呀，就陪姑爷去吧，一会儿再来陪祖母说话啊。我脸皮没你想的那么厚，习惯就好了。这么喜欢牵姑娘的手，看来以前没少牵云二姑娘的手了。男女7岁不同席，我哪来机会牵人家姑娘的手？人家姑娘喊得这么生分做什么？那7岁以前呢？7岁之前连门都难出，吃醋了？吃醋？吃他个大头鬼还差不多。他也就是这会儿生龙活虎，才有人纠缠他。他要是病恹恹的，怎么可能还有人去靖南王府探望他？我还想，谁给你养成的恶习，让你找谁去呢？有的时候，我真想掐死你。你不会是想我救云三老爷吧？你觉得我有这么大度吗？云家恨不得喝我的血，吃我的肉，还指望着我救他爹，脑子就抖了吧？10万两。什么10万两？治好云三老爷，我给你10万两。还真是财大气粗啊！让我救云三老爷都给我10万两了，我救你一命，你打算给我多少钱？你救我不是不要钱吗？我改主意了，不行吗？确定不要休书了？我不能都要吗？真是没见过这么贪心的，既要休书还要钱，怎么不连人一块要了？命没了，再多的钱也没用。你就说10万两愿不愿意救人吧？救了你，你的钱就已经是我的了。你哪来10万两？你这女人，脑袋瓜到底是怎么长？你给我站住！这云二姑娘不是去康王府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本以为能避开她。百婷哥哥来了，你来探望我爹，我欢迎。但是他不行，他们一家抢了我大哥的爵位，我爹已经病得那么严重了，我怕我爹见到他会气死过去。不要把你爹想得那么狭隘，接回岳父一家的是老王爷老王妃，难道他们不盼着你爹好吗？百婷哥哥，你以前从来不哄我的，都是你！都是你！你要是真带我见了云三老爷，他指不定会和我拼命，把云三老爷气出好歹来的罪名，我也担待不起。只你自己见吧，我先走了。
跑这么急做什么？姑娘给茯苓的药膏被二姑娘给抢走了。怎么回事？我刚才去看茯苓才知道药膏根本没有送到她手里，我和陈青找人问了才知道，是送到云二姑娘手里去了。我说要亲自送吧，你信誓旦旦说没事儿，结果呢？你当真抢了他丫鬟治断腿的药？那不是百庭哥哥你送给我的药膏吗？我把药膏送到的时候，一再声明是给大少奶奶的丫鬟用的，不知道信王府下人怎么就送错了。把药膏给我。还不赶紧把药膏拿来！你不是去康王府赔礼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青阳郡主去靖南王府找苏唐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就先回府了。唐儿回门了，青阳郡主见不到他，自然就回康王府了，还不快去！今儿不求得青阳郡主原谅，就别回来了。是祖母没管教好他，叫你受气了。习惯了。药拿到了，我们走，给茯苓送药去。那姑爷怎么办啊？哼，让他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姑娘，姑爷跟出来了。他出来做什么？我不去看云三老爷，他也不准备去看了。怎么，现在还想我帮你救人？湖边凉快，我去吹吹风。这姑爷也太听话了吧！湖边风大，万一姑爷着凉了就不好了。是我拿刀架在他脖子上逼他去的吗？没有。那不就奇了？药膏拿回来了。躺着躺着，你我主仆这么见外做什么？早日把腿伤养好，我接你去靖南王府。我先看看你的伤如何了。这个药膏效果特别好，茯苓你的腿一定会很快痊愈的。娘，你逗女儿做什么？娘真该好好向你讨教一下是怎么管教夫婿的。让姑爷找个凉快的地方待着，他还就真去了，还不快去哄哄人家，没得叫人笑话。爷，大少奶奶过来哄你了。走了。这大少奶奶哄人哄的也太生硬了。你就是这么哄人的？你就是这么哄人的？多大人了还要人哄？再说了，该生气的是我好吗？轮得到他生气吗？小妹虎，那倒不如恶心他一下，看他下次还敢不敢。行了，别喊了，我走。你知道我要喊什么吗？你自己都喊不出口的话，我耳朵能受得了吗？还挺有默契。还是抬不起来吗？你就如实告诉我，我这胳膊是不是废了呀？我给您时针看看。老王爷胳膊怎么了？半年前，老王爷胳膊突然不能抬起来了，到现在也没治好。你要害怕呀，就先出去，一会儿就好了。你是认真的？这种事我会胡说吗？如果施针效果一般的话，赵院正一会儿，不妨往老王爷挑口穴上扎一针试试。那就听他的，扎一针试试。哎呀，我肩膀疼，你给我扎腿，它能有效果吗？
谢大少爷还懂医术？碰到个脾气古怪的大夫，想起老王爷的病，就问了他几句。这办法是他教的。你脾气才古怪呢。真的是一针治好的？这还能有假？这回呀，真是托了百庭的福啊！那大夫都没给老王爷把脉，就能断症开方子，医术必然不一般呐。哎，能不能请进府来啊？百庭连我胳膊疼这么点小毛病都记着，要是能请进府，能不请进来吗？就算那大夫脾气再古怪，我和老爷多去请几次，总能用诚心感动他。不管有没有用，总要把人请进府，给三老爷看看。岳父岳母大人很关心云三老爷。执意给你娶妻冲喜的南康郡主，当真有那么关心你吗？说说而已，不必当真。一有那大夫的下落，我就告知岳母大人。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云家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把我最喜欢的头饰送给庆阳郡主，这是什么意思？庆阳郡主干得漂亮。你为什么要把我的头饰转送给庆阳郡主？信王府给我的陪嫁就是我的东西了，我想送给谁就送给谁，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你就是故意的！你要不要脸？那些都是我的东西！闭嘴！让他闭嘴做什么？他想说什么就让他说就是了。你再说一遍，你要认定那些陪嫁现在还是你的，我立马让人一件不落的都给你送回来。十里红妆有多风光，再抬回来那阵仗就有多惹眼。既然不要脸了，那就让大家看看你云二姑娘到底是什么货色。现在给你机会拿回那些陪嫁，你不要，以后就别再让我听到半个字儿。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她是你堂妹，你做堂姐的都管不了，我这个堂姐夫能管吗？你送到哪门子姐夫？你是我靖南王府8抬大轿迎回的大少奶奶，不能因为我没和你圆房，就不算是她姐夫了吧？我是这个意思吗？他再找我茬，我不会心慈手软了。如果娘子有一点心慈手软，为夫希望都放在你自己相公身上。我不是故意的。惹你的是他，又不是我。你们是一伙的。我是你相公，到哪里一伙的都是我们俩。大少爷和大少奶奶生气实在太有趣了，都影响我赶马车了。来的时候大少爷的叮嘱没领会，这会儿我可得好好表现，好让大少爷满意。姥姥的，怎么就落下风了？主要是他不向着云家，这我怎么发挥呀？大少奶奶，您没事吧？我没事。我有事。爷能有什么事？在大少奶奶跟前还装上瘾了？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砸的你流鼻血的。不是吧？爷被砸的流鼻血了？你赶的好马车！你瞪陈星做什么？我不是故意的，他就更不是了。我把事情搞砸了，大少奶奶还帮我求钱，多好的大少奶奶啊！你额头没事吗？没事，我给你止鼻血。赶路吧。你做什么？我不放心你们俩，我不想鼻子毁在你们俩手里。不怪大少奶奶骂爷不要脸，爷是真不要脸。想抱大少奶奶，你倒是直说呀，居然还倒打一耙。别动。我去，至死惊人。哎呀，至死又流鼻血了。好家伙，这几天泡药浴，
加上王妃加了料的十全大补汤，可不得上火吗？还想入非非，你不流鼻血谁流鼻血？上午大少奶奶和大少爷走后没多会儿啊，青阳郡主就来了。王妃让大少奶奶去他那儿一趟。大少爷和大少奶奶真是恩爱，一刻都舍不得分开。可不是嘛，大少爷血气方刚了年纪，和大少奶奶待久了，竟然还流鼻血。怎么还流鼻血？药劲还没过去吗？母妃给你请个大夫进府看看。太丢人了。是身子骨重要还是面子重要啊？当然是面子。母妃别担心，相公这回流鼻血是撞出来的，他不小心撞马车上了。都能撞马车上，确实丢人。母妃找我有事吗？青阳郡主说你是福星，母妃看也是。可是康王妃有所好转了。康王妃昨儿吐晕了过去，听诏院正进府，什么都没做。结果今儿一早，康王妃人瘦了一圈，病情大有好转。青阳郡主高兴，说都是托你的福。你昨儿送了她一套昂贵首饰，她特意给你送回礼来。是康王妃福大命大。累半天了吧？回去歇着吧。改日你再陪母妃去康王府探望康王妃。因和大少爷不在这段时间，春桃又进屋了。我照您的吩咐没有阻拦。许妈妈辛苦了。应该的，我先去忙了。你的计划又落空了，这几张假银票都出自一人之手。骗不过就骗不过，他折腾这么一通，结果什么便宜都没占到，够他气半天了。那这2张假银票怎么处理？放回去吧，没准哪天能用得上。肯定是又有人骂我了。有什么事要跑这么急的？姑娘，你的计划可能成功了。奴婢刚刚听小厨房的丫鬟在讨论大姑娘出了佛堂就直奔庆玉轩，一口气买了9000多两的头饰。是用那1万两假银票买的？是啊，大姑娘前脚刚回府，后脚庆玉轩大掌柜就来了。奴婢端茶回来碰到了春桃，她笑容满面，理都不理我。结果一个小丫头凑到她耳边嘀咕了2句，春桃就变了脸，然后就火急火燎的出去了。那假银票瞒不过南康郡主的眼，但谢柔却分辨不出，竟然在拿到的第一时间就拿去庆玉轩花掉，也是够没见识的。有什么是值得你这么高兴的？你不是笃定我的计划会失败吗？没准结果会比我料想的还要成功。这么拙劣的计划都能成功，素堂还真是天生克南康郡主。药汤准备好了，快一泡进去吧。许妈妈怎么来了？王妃让大少奶奶去她那儿一趟，大少奶奶可在？我这会儿正忙，要一会儿才能去王妃那儿。许妈妈让丫鬟回一声吧。大少奶奶有什么事儿忙的，连王妃找都要让王妃等会儿的。大少奶奶在给大少爷捶背。大少爷也真是的，哪有这么使唤大少奶奶的？哎呦，他也不怕大少奶奶回信王府告他的状。还好，差点就被许妈妈看到姑娘在给姑爷施针了。哎呀，大少奶奶可是叫三婶和你母妃好等啊，又没人叫你等我。相公让我给他捶背，不肯放我来。婷儿怎么这么不听话？你别惯着她。不知母妃叫我来是让你三婶与你说，吏部尚书夫人和长春侯夫人想合伙开间绸缎铺，他们分了我12000两的份额，
老夫人心疼你，让我想着你这个新进门的大少奶奶点儿，我就来找你母妃来了。看来是冲着那2张万两银票来的。我想入股，但我没钱。哎，怎么可能没钱呢？我记得礼单上明明白白写着2万两银票的呀。我也看到礼单上有2万两，但我不知道谢王府给我放在了哪口大箱子里。接回门之前还记得要问，结果一回去就给忘了。左右用钱的地方也不多，便准备下回再问。哎呦，哪里用得着回去问呀？信王府的陪嫁丫鬟都在静墨轩呢，问一下不就成了？啊，你快回去问一下。那拿多少来？就5000两吧。这么大数额，没有小一点的吗？只有2张，都是万两的。拿去给三婶吧。只有12000两的股，三婶只能给你5000两啊。多谢三婶，有好事都想着我。怎么了？哎，这银票看着不对劲儿啊，你瞧瞧。哎呦，这我看着也像是假的。啊，这是信王府给我的陪嫁，怎么可能是假的呢？你们再好好看看。别急别急，须是哪里出岔子了。下人手脚不干净也是有的，要真是被人偷梁换柱了，总能找到。信王府给的陪嫁，连大少奶奶都不知道藏在哪儿，知道的人只有信王府的丫鬟，要么真银票被人偷换了，要么信王府给的就是假银票啊。我亲自去静墨轩查这件事。刘二忙活一通，竟只是用假银票换了2张假银票，林三太太藏的可真够深呢。这女人的演技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她是怎么做到夜哭这么半天不停歇的？我想起来了，这丫鬟进屋翻过大少奶奶的梳妆台，当时被我撞见，就有些慌乱。春桃，是不是你偷换了大少奶奶的陪嫁银票啊？奴婢冤枉了。看来不用刑是不会招供了。要用刑吗？我没打过人，我听母妃的。没打过人？大少奶奶，你说这话你不愧心吗？你嫁进来当天就国长了李妈妈呀。那就用刑吧。我说，奴婢没有偷大少奶奶的银票，是大姑娘让我换的。好你个刁奴，竟然把脏水泼到我女儿身上，给我往死里打，看她说不说实话。大姑娘让我拿2张1万两假银票换走大少奶奶的真银票，我不肯帮忙，她就让我回信王府帮二姑娘。二姑娘让我帮大姑娘，2万两，他们平分。但是大少奶奶梳妆匣里的银票本来就是假的，不但往我女儿身上泼脏水，连云二姑娘也不能幸免。到底是谁指使你的？心可真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话说给谁听呢？切！把这丫鬟给我送去信王府。如此，太不给信王府面子了。王妃是打算让大少奶奶咽下这哑巴亏？并非如此，我只是觉得可以委婉一点。你多哄哄她。你这什么东西，效果这么强？催泪粉啊，就是没想到药效这么强。你调制的你不知道？我也就是托了你的福才用上这玩意儿好吗？快吃晚饭了，我该不该表现的没有食欲一点呢？大少奶奶，苏夫人来看您了。娘，您怎么来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娘怎么能不来？让你受委屈了。见过岳母大人。这是老王爷、老王妃让我给你送来的。是丫鬟不懂事，恼你推云二姑娘落水，趁着府里手忙脚乱之际，偷换了银票，已经招供了。三太太御下不严，老王妃夺了她的管家权，如今信王府内宅归娘管了。这还真是意外之喜。老王妃怕你晚上会气得睡不着，说什么也让我把银票给你送来，再劝你几句。这银票你收好了，今儿时辰不早了，我就不去见靖南王妃了，改日我再登门。娘这么急就要走？我送我娘就行了。岳父大人登门，我理应去见个礼。爹也来了。这时辰，岳父大人怎么可能放心让岳母大人一个人来？我不拦着你积极表现，但有必要把我这个亲生女儿衬托得像缺心眼一样吗？女儿和女婿的关系真好。你看什么？看自己娘子。别说话只说一半。看自己娘子是怎么立于不败之地的。姑爷可真欠揍，还以为他在调戏姑娘。不过我要不要转过身回去伺候啊？三婶找我入股什么绸缎铺子，真的可靠吗？可不可靠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没人能占你便宜。我谢谢你这么抬举我啊。三婶这个人我看不透，没事尽量不要和他打交道。他不明显是和南康郡主是一伙儿的？她还是母妃的表姐。我去，这可一点没看出来。三婶经常在你觉得她会向着南康郡主的时候，她偏偏向着母妃；在你觉得她会向着母妃的时候，她又向着南康郡主。长袖善舞，左右逢源。母妃和南康郡主都很信任她。这不就是墙头草两边倒吗？这样的人还是敬而远之的好。万柳斋被查封了，这事你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买张1万两面额的假银票多少钱？不知道。你买的你不知道？谁告诉你我是买的？不是买的，难不成是偷的？你的假银票是偷来的，那大姑娘的呢？万柳斋有胆子知道假银票，也没胆子公然卖。我会知道完全是凑巧，但他能轻易拿到，可见南康郡主和万柳斋关系也匪浅。如今万柳斋被查封，背后的东家一个都跑不掉。本来以为因为这事连累万柳斋被封，现在看来万柳斋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都说父王跺一下脚，朝廷走3天，我看娘子抬抬手，朝廷要震半个月。相公谬赞了，这是没给你出手的机会啊，不然朝廷都要震塌掉。你以后没事不要奉承人。为什么？我怕人呢，直接就被你奉承没了。出什么事了？云三老爷病危，要见你和我。你确定他要见我？你回大少奶奶，信王府来传话的小厮就在前院。云三老爷要见大少爷大少奶奶。三老爷怎么就突然病重了？哎呀，三老爷病情一直不好啊，这回假银票的事啊，不知道的怎么被三老爷知道了，再加上兴安郡王他们回京了，三老爷又气又悲痛，姑奶奶姑爷快去吧，迟了怕赶不及了呀。爹爹，那只用1针就治好老王爷疼了半年的胳膊的大夫人在哪里？我问你，大夫人在哪儿？你看唐儿做什么？岳父大人是真心想救三老爷的吗？只要能救三老爷，就是要我苏红山这条命，我也绝不皱眉。可有话就直说。唐儿似乎不愿救他。唐儿气性重，不懂事，你也不懂吗？云大少爷对你的救命之恩，你不该偿还吗？还站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去请大夫！
你还真想去见云三老爷最后一面吗？唐儿跟着我，你还担心谁能欺负他不成？不把大夫请来，你也别来了。这样无情无义的女婿，不要也罢。爹，我还是和相公一起去请大夫吧。看什么？我不是和你说过，我爹我娘不知道我会医术吗？你是如何瞒过岳父岳母，学得这一手高超医术的？现在是问这个的时候吗？这么突然，我上哪找理由忽悠你去啊？给我一套男装，一张面具。在前面停下。唐儿人呢？他被贾大夫留下帮着煎药了。贾大夫，就不能选个好听点的姓吗？贾大夫，请。老王爷，贾大夫请过来了。这贾大夫竟然如此年轻。请快把药煎上。贾大夫，您这药方子是不是写错分量了？我虽不懂医术，但经常给三老爷抓药，知道附子是剧毒之物，用5钱都要小心谨慎。您这方子上写着5两，用5两附子，是你？难道我写个方子还把自己给暴露了？什么？药方有问题？这药方用药很猛，我之前未曾见过。是以药效如何，我也不敢说。不过这字迹，之前康王妃病重，青阳郡主不知从何处弄来张方子，用药就很大胆，没想到医治康王妃的就是贾大夫。这附子用量是不是再斟酌一下为好啊？治大病用猛药，云三老爷已经病到这种程度了，若寻常方子还对他有用，我也不会在这里了。不过赵院正的谨慎也没错，这方子虽然是我开的，但附子用量之大，我没有十足的把握。对云三老爷的病，我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药方我开了，若信王府担心，可以不用。当真一点别的法子都没有了吗？府上三老爷还剩多少时间？你问赵院正吧。你就和我说句实话吧。哎呀，即便我拼尽全力，也难保三老爷能活到太阳落山呐。你这方子有几成把握？至多4成。抓药，一般药铺很少有这么大量的附子，这一味药多派个小厮单独去买。你看什么呀？你有没有觉得那贾大夫的背影像咱们唐儿？天下之大，容貌相似都有，何况只是背影。咱们唐儿要能有贾大夫的医术，我做梦都能笑醒。这倒也是，唐儿打小就不大爱看书，更何况是寻常人都不看的医书，只怕呀，见都没见过。我看你气色一天比一天好，可是病情有所好转？不瞒岳父大人，这些天贾大夫一直在帮我医治，病情也大有好转。能痊愈？好，好，唐儿是个有福之人呐。能娶到唐儿是小婿的福分。我看贾大夫年纪不大，医术却这般过人，不知师从何人呐？苏老爷夸赞的过早了，等云三老爷病愈了，再夸我不迟。就凭你一针就让老王爷胳膊恢复，这夸赞你就当得。小女娇生惯养，从未做过煎药这样的粗活，
贾大夫为何留下小女煎药啊？苏老爷要听实话吗？苏老爷要听实话吗？请说。我嫌他跟来碍事。开玩笑的，灵儿对医术颇有兴趣，也颇有天赋，我留他在药炉帮忙打下手而已。我去煎药了，药就这一碗，没时间煎第二碗了，务必让三老爷一滴不剩全服下。贾大夫，喂不进去啊！你用嘴为三老爷服下。赵元正，我儿情况如何呀？贾大夫用药如神，三老爷病情大有好转，这条命啊是保住了。好啊，多亏了贾大夫了。有贾大夫出手医治，三老爷病愈是迟早的事儿。云三老爷的病情暂时稳住了，我就先告辞了。这几日劳烦贾大夫住在我信王府，药铺的一切损失，我10倍补偿于你。剩下的赵元正足以应付了。若实在需要我，让谢大少爷再找我便是。我还赶着去救治别人，恕我不能留在信王府。我送他回去。姑爷，贾大夫这是？他是我带来的，诊金只收我的。10万两。这回要你医治云三老爷的，不能算是我，至少不能全算是我。你想过河拆桥？你就不想知道在凉亭，岳父大人和我聊了什么？聊什么了？岳父大人怕你真和贾大夫学医，让我拦着点。10万两可以给你，但你得告诉我，你的医术从哪儿学来的？我天赋异禀不行吗？你不是真的苏塔。停车！你下车做什么？我处心积虑才混入靖南王府，这么轻易就被你识破了，我还跟你回去做什么？被你送去见官，还是准备私设行楼把我关起来？哼！居然怀疑我的身份，姑奶奶我不伺候。这女人脾气说来就来，真是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哼！走路也不看路，撞疼没有？没事，没事就好。你怎么不问问我撞没撞疼？哼，你撞疼了。疼死了，活该。你和他认识几天了？8、9天吧。才8、9天？谢百庭啊，你太过分了！我和你认识10几年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还比不上一个才认识8、9天的人。什么时候回京的？昨天傍晚，我们几个离京去找云逸，你居然不等我们回来就成亲了，我们连喜酒都没喝上一杯。哎呦，大家都说你移情别恋了，我还不信，现在我信了。10几年的兄弟比不上一个才认识8、9天的，10几年的未婚妻比不上新婚妻子，不很正常？以前真是看走眼了，没看出来你谢百庭竟然是这样的人。我自己的喜酒，我也没喝上。这次错怪你了，下回喜酒一定要叫我们。我这辈子只成1次亲。谢百庭不是真的喜欢上那什么苏姑娘了吧？当着我的面还敢说再去吗？要我也换个地方问的。不打扰你们聊天，我先走了。你要去哪？走什么？别走了，你是百庭兄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一会儿一起喝2杯。怎么感觉百庭兄浑身散发着一股浓郁的醋味？不就搭一下他新结识兄弟的肩膀吗？至于这么对我吗？郡王，酒买来了。
压得我肩膀酸死了。他搭你肩膀，你都不反抗。我那是没反应过来好吗？这次不会是吃醋了吧？他是谁？安王府新安郡。他成亲没啊？你问这么多做什么？我觉得他性格挺有趣的。他要是还没成亲，也没有心上人，回头你帮我撮合一下。我真想掐死你！来，给你个脖子，看你敢不敢掐。走，去醉仙楼吃饭。不去。我请客。不去。齐兄和穆兄也在。不去。你主子今天吃错药了？没吃错药，吃醋了，也有事儿，没法陪郡王爷几个喝酒。原来是有事儿，还以为对我有意见呢。你有没有时间啊？我有啊。走，去喝酒。他也没空。你干嘛？他已经成亲了，你少打他主意。又一个英年早婚呢。你这都什么形容？就算成亲了，也还是能一起吃个饭嘛。我饿呢。回府吃。我要在街上吃。你想吃什么？先看看。就吃面吧。你不是要吃美味佳肴吗？你去醉仙楼吧，我吃碗面，在附近逛逛，然后就回府。穆兄，你来看一下，那在小摊子上吃面的，是不是百庭兄啊？你什么眼神？百庭兄能是路边摊儿？不信你来看啊。哎，还真是他。你们在看什么？百庭兄和一男子在路边摊吃面啊，我心痛。你们俩把手拿开。罗莽了，你是百庭兄的兄弟，就是我们的兄弟，还不知兄台高姓大名啊？我叫贾，我记性不好，经常忘记自己叫什么。我叫什么来着？我看你姓能信口拈来，名字还能不能？假男人。切，原来是男人凶啊！你们找云逸可有什么消息？哎，回京途中我倒是看到一人影，像极了云逸。等我回头叫他们俩，就没再看到他了。他们俩都说我是看花眼了。你还提呢？就因为你那一眼，我们在那小镇子上来回找了7、8天，没找到你说的酷似之人，还成功把百庭兄的喜宴给错过了。没找到云逸的尸体，他就还有一线生机。找云逸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就好。你要做的事是养好身子。我们已经失去一个兄弟了，不想再失去你了。不说这些了，难得一聚，又新结识了个好兄弟，聊点高兴的。你有内伤啊？你只听他咳嗽一声，就知道他有内伤。你们去找人，怎么会内伤？别提了，回京途中和人打了一架，对方武功极高，要不是我们3个一起的，一准得被打个鼻青脸肿的回京。要不是我们3个一起的，一准得被打个鼻青脸肿的回京。 3个打1个还没赢。什么3个打1个？我们是3个打2个。你要不要脸？要不要脸？哎呀，别提这么丢人的事了，赶紧说正事。百庭兄，我们想找你借点钱。好吧，借钱也是正事。借多少？3万两。你们要这么多钱做什么？正经事儿，开铺子。3万两数额不小，回头我帮你们问问。啊？问谁啊？你们大嫂。你借我们钱还要大嫂同意？虽然我们打小一起长大，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了，但这么没面子的话，百庭兄是怎么说出口的？这话一说，
不就跟把巨那2个字刻在脑门上一般了吗？我的钱都给他了。论富庶，谢百庭绝对是京都世家子弟之首。靖南王府太夫人过世，把名下的田产庄子和银票都传给了他，成亲几天钱就没了。他就不怕把太夫人气得从地底下爬起来骂他？我们不在的这些日子，百庭兄都遭受了什么惨无人道的对待，惨的面色都红润了不少。还要大嫂同意，还不如我们自己去向大嫂借，免得你在中间左右为难。嫂夫人好说话吗？不好说话。当着我的面就敢败坏我的名声。没事，可以走了。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嫂夫人让你跪搓衣板了吗？滚！你另外2个兄弟长得也很养眼啊，都成亲了吗？他们有我好看吗？不一样。你的容貌是无可挑剔，可是你心里住着别人啊。回府。大庭广众之下，2个大男人牵手，你想轰动整个京都啊？你不跟我回去，我就把你扛回去。你不怀疑我是假的啦？你身上有胎记，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检查一下不就知道了。不要脸！哎，你仔细点看路。还不是被你气的。公子走路可得看仔细点儿，撞到我们最多也就赔点医药费，要是不小心啊，撞到哪个娇滴滴的姑娘，你可是要对人下半辈子负责的。抱歉。哎，你说靖南王府大少奶奶抠门的事儿啊，这是什么怪癖呀？喜欢抠门玩，门得罪他了？你喜欢抠门玩，我怎么不知道？哎呦，什么抠门玩？就是抠门，抠抠搜搜的意思，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呦，怎么可能呢？谢大少奶奶弄了一只假玉镯给谢三姑娘，据说价值500两，结果被人看出来了，听说都气哭了。那这也太丢人了！以谢大少奶奶的身份，5000两也送得起呀。所以说她抠门呢。我又没有惹你。我要不嫁给你，我能认识他们吗？你想挑拨三省和南康郡主，仅靠一只玉镯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日在松鹤堂，我就知道谢柔培给我的玉镯是假的，本想送给谢薇假意回礼，让他们互生不满，谁知就这么转个手的功夫，让我落了个抠门的名声，老老的，实在可恨。一直不行，那十指呢？或许你可以试试。哼，那就试试。大少奶奶，大姑娘和三姑娘因为假玉镯的事情在花园里吵起来了。嘿，机会这不就来了，看热闹去。府外传我抠门，送你假玉镯是怎么回事啊？你送我的这只玉镯是假的。怎么可能呢？这不是大姑娘花500两买的吗？谁知道呢？我找大姐姐了，但是她不承认，你去问她吧。你和她关系那么好，她都不说，我就更不可能问出来了。我被人笑话不识货，把榆木当珍珠，大嫂更被人说抠门。假玉镯的事不解决，他们俩以后都没脸出去见人了。你放心，这事儿我一定摆平。陈七，你让陈青去做什么了？听你的，试试。爷，大少奶奶让属下拿那只假玉镯换了10只真玉镯。人家换了，换了，而且成色都不错，
每只至少在400两以上。我听说陈青回来了，事办的怎么样？不错嘛，个个玲珑剔透的，就这么全送人，还真有点舍不得。不过这些东西留在手里也是祸害，还是送出去的好。属下就没见过大少奶奶这般聪慧的人，她想做的事肯定能成功。去拿面铜镜来。大少奶奶，大少爷让奴婢来拿铜镜。他要铜镜做什么？照镜子啊，铜镜除了这一个用处，还能做什么用啊？唉，问了一句废话，真没看出来，类似竟然这么自恋。大少奶奶对爷的影响真是太大了，都让大少爷怀疑自己的好看程度了。有什么办法变丑？得，爷不是怀疑自己的容貌了，他是过于自负了。爷不会觉得大少奶奶是看上兴安郡王和宁阳侯世子他们的丑了吧？让大少奶奶介怀的又不是爷您的容貌，是你有心上人这事儿。我哪来的心上人？可大少奶奶又不知道啊，不仅不知道，还坚信不疑。爷又不肯和大少奶奶说自己没心上人的事儿，不过说了，大少奶奶也未必信，只能说大少爷要想俘获大少奶奶的芳心，还任重道远呐。爷，你可抓点紧吧，万一大少奶奶真喜欢上别人了，就迟了。成个亲这么麻烦，还好我是个暗卫，这辈子不用娶媳妇。姑娘，大少奶奶来了。她来做什么？说是让姑娘您消气的。一再的被人耍，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每天心情好的，就这么没心没肺吗？大嫂怎么来了？给你送玉镯来呀。这匣子可真不小啊，什么样的玉镯要用这么大的匣子装？大嫂是准备让我从中挑一只吗？我怎么会这么小气呢？这10只都是送你的。大嫂，你和我开玩笑的吧？怎么会呢？别看这10只玉镯多，其实我1两银子也没花，就用你的那只假玉镯换回来的。这怎么可能？那只假玉镯已经让你我名声受损了，你在街上没抖出大姑娘来，我就不为难她了。问了车夫，这玉镯从哪家铺子买的，直接去让铺子赔了我10只真的。人家就赔你了？人家就赔你了？那铺子要不赔我，我直接状告他铺子卖假首饰，别说损失10只玉镯了，他铺子都得关门大吉。霸气，大少奶奶果然霸气，那铺子都敢卖假首饰给大姑娘了，可见后台很硬啊。一个个这样反应做什么？做生意讲诚信，假1赔10，我又没多要。大嫂可知道那铺子叫什么名字？好像叫什么金什么阁，新月阁。哦，好像是这个名儿。那可是南康郡主娘家郑王府的铺子啊。这些玉镯是陈青随手拿的，我也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假的，我看不出来，你仔细看看啊。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大少奶奶，南康郡主以帮大少爷娶了您为由，让王妃帮他找您要回那10只玉镯。王妃没帮忙，但送了大姑娘1只玉镯。真够不要脸的，憋着坏心还有眼要光。南康郡主不会要大少奶奶你去要回那只玉镯吧？她来找我，我就再去三房一趟呗。要得回来，那三太太肯定恼南康郡主过河拆桥；要不回来，南康郡主顶多恼我脑子缺根弦，顺带还恼三太太贪心。反正梁子结的已经够深了，不怕这笔账了。肌实如玉，月松如翠，狼烟独绝，绝无其二。好一个养眼的少年郎，
哪怕我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技也找不出什么缺点。哦，也不是没有，他性格不好。10万两。你说什么？我让你把10万两给我。我费了9牛万虎之力才把人救活，却要便宜别人，人带不走，总要把钱带走，给别人留个穷光蛋。做人不能言而无信。陈清，拿银票给他。让你那几个兄弟早点来借钱啊！大少奶奶，您可真敢说呀！您不能仗着自己能解爷的毒，就这么把爷往死里头气啊！真是可怜了爷，一向不喜欢别人说他长得好看，现在吃醋吃到开始挑锦袍了。爷都表现的这么明显了，大少奶奶还看不出来吗？大少爷长得可真好看。长得再好看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谁说的？长得好看的要饭能多要一碗，哪个乞丐要长大少爷这样，都能要到3菜1汤了。见过不少夸赞大少爷长得好看的，但真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别具一格的夸赞。得亏大少爷不在，要不然不得气出血。苏糖，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你说呢？你信？这可是你让我说的。刚刚差点吓死奴婢。大少奶奶，没事拿这么多书做什么？当然是用来看呢。好拿的地方不拿，偏要拿够不着的地方，说不是故意砸姑爷，我都不信。你去睡吧。奴婢不会。明天再看了，还有许多时间呢。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和离吗？大少爷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大少奶奶迫不及待的想和离？你不会舍不得我走吧？你觉得可能吗？爷到底是怎么想的呀？大少奶奶本就倔强，自尊心强了，爷还说这些气人的话，他是想打一辈子地铺吧？既然没可能，那我做攻略，你这么生气做什么？我没生气。还说没生气？那木气都快掀翻屋顶了好吗？这小乞丐长得还不错，省他3菜1汤，外加2个大馒头。怎么把大少爷蒙得这么凄惨？要是哪天被他知道了，不得打死我啊！大少爷和本是奶奶苦担千万，却让和元清举人起不行贴心。我决定这1天、3天都不跟这厮说话。
和齐萧木之他们游玩戏水，笑得那么开心，在为笑气之前，谁要和他说话，谁是狗。大少爷，信王府苏老爷派人来传话，说让您立刻马上请贾大夫去信王府一趟。信王府出什么事了？来人特意叮嘱大少奶奶，您别回去。快点儿，救人如救火。是云三老爷病情恶化了。应该不是他。大少奶奶，老夫人让您去他那一趟。信王府出事了，我赶着回去，等我回来就去给老夫人请安。可老夫人急得很。让开！站住！这时辰也该去给老夫人请安了。老夫人不是有要紧事，不会派丫鬟去请你。信王府是出了事，但也传了话不让你回去，你却罔顾老夫人回去凑热闹。是我要带他回信王府的。谁带都不行。怎么，苏老爷是你岳父，难道你要忤逆他吗？偌大一个靖南王府，太太姑娘这么多，有什么事是非得我这个大少奶奶不可的？玉镯之事，玉镯也不在我手里，三姑娘是她嫡亲孙女，不比我这个才嫁进来的大少奶奶亲吗？老夫人想做什么，还要我从中周旋。我爹娘的性子我了解，是怕我担心才不让我回去。本该尽孝道的机会，却因为几个破镯子脱不了身。这一耽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要金月阁名声扫地，关门大吉。这一耽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要金月阁名声扫地，关门大吉。假一赔十，金月阁也赔了你10只玉镯，再出什么事，与金月阁何干呢？你以为自己是信老王爷的孙女儿，我靖南王府大少奶奶就能不守王法了吗？既然玉镯和金月阁再不相干，那些玉镯我是扔是砸，还是送给三姑娘，也不妨碍别人的事儿，还要找我做什么？就是老夫人要你去捏肩捶背，也容不得你不愿意。我先带他去信王府，老夫人那怪罪下来，我一力承担。把他们给我拦下！让开！哎呀，大少爷还是听郡主的吧。您去信王府，大少奶奶去老夫人那儿。哎，我们走。嗯。爷，有人跟踪，杀了。爷，是二少爷的人。南康郡主母子到底想干什么？我回不回信王府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怎么了？谁家被抄了？这是镇国公府。国公府被抄？怎么事先一点都没听说？你回头还是恶补一下，京城世家大族都有哪些吧。镇国公府16年前就已经被查抄了。可这阵仗不像是在查抄吗？镇国公府确实在16年前就已经被查抄了，但皇上看在过世皇后的面子上，一直留着镇国公府大宅，没有赏赐给臣子。按说镇国公府里什么都不会有了，现在被官兵包围，还抬出这么多箱子，确实奇怪。既然是李叔，他可是爹最信任的人，还能不能医治？我尽力。怎么样？只能说是福大命大，他中的是剧毒，活不过1时3刻。但因为剑伤和后背上的伤紧挨着，反倒因为失血过多，大部分的毒血都流了出来，这才保住一命。天哪，贾大夫怎么会是不衣服？李叔真是条汉子，受这么重的伤，竟然能忍住一声不吭。能活下去吗？止血的效果还好，有9成把握会没事。好啊。老王爷，他不会武功，可经不起您排解。哎，一高兴就忘了。
你这胳膊手上呀，还不知道记了多少人命，万不能受伤啊！这是我调制的解毒丸，不能说解百毒，至少大部分的毒能延缓毒发的时间。信王府的人死的死，病的病，我实在不想爹和娘趟这浑水，可眼下这个身份又不能说什么。有了这解毒丸，万一再受伤，至少能扛到找我救命。多谢贾大夫救了我爹，拿钱办事，不必言谢。我和百婷哥哥单独说几句话，我让丫鬟。你做什么？避嫌，我与他不便在私下说话，你得陪着我，给我作证。没话说就请让开。这么冷漠，谢百婷不会是知道了云家不想嫁给他守国馆，才把我推出来，因此提来生恨了吧？这厮说他看不透三太太，可是又有谁能看懂他呢？贾大夫医术高超，你的毒是不是能解了？有90%希望能把体内余毒清除干净。可惜家儿与你有缘无分，不过到底还是我信王府的女婿，往后还是一家人。堂儿本该在京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长大，却流落青州，吃了不少的苦头。好好待他。这话还算有良心，没白救他，只是怎么听起来怪怪的。你站住！爹，佳儿没那么不懂事，何况还有人贾大夫在，你养好身子才是要紧。都是你惯出来的好女儿。老夫人不会刁难我们吧？说找你是为玉镯的事，老夫人不会刁难你的，但别的我就不敢保证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狼子野心，料准了皇上念着先皇后的旧情，留着镇国公府不赏赐臣下，竟然偷偷把兵器和黄金都藏里头。据说呀，光是黄金就有10大箱子呢。哎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儿应该是已过世的镇国公府老夫人的寿辰吧？10几年前的旧事儿，三嫂还记得呢。我记得给镇国公府老夫人贺寿丸，没几日啊，就是完圣佛的寿诞，去祈福，遇见了我家老爷。哎，那时候的镇国公府有多风光，谁能想到会那么快就倒了？不过镇国公府不是没剩什么人了吗？怎么还有人记着镇国公老夫人的寿辰？就算要祭拜，也是去坟前，怎么去镇国公府？是云三老爷的病情恶化了。薛夫大人不放心，让我领贾大夫去看看，换了张方子而已。信老王爷一生功绩无数，信王府却接连出事，云三老爷能好，也是不幸中的万幸罢了。我担心信王府出事，急着和相公回府，也没先来给老夫人您请安，还请老夫人原谅苏堂不敬之罪。百善孝为先，以爹娘为重是好事，只是你懵懵懂懂，不知金月阁是谁的，就贸然让人去要了10只玉镯，还一股脑的全送给了薇儿。你为了不落抠门的名声，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但金月阁说卖假玉镯给柔儿，只是考验柔儿的眼力，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我和三姑娘并不是在乎什么玉镯，只是觉得名声受损，咽不下这口气。既然是误会，那金月阁当众澄清这事儿，挽回我们受损的名声，我也不让三姑娘把玉镯退回去。金月阁的损失我如数赔偿。就这么办吧。拿回10只玉镯的损失，却要赔进去1间铺子。这诚心声明要真发出去，谁还敢去金月阁买东西？
再有半个月就是婷儿的生辰了，过几天又是多宝佛寿诞，你抄几篇佛经，到时候去替婷儿祈福吧。你过多少岁生辰啊？20。你这是什么表情？不敢相信啊！我居然嫁了个20岁的男人。你这是嫌我老？20岁就老了，那我这个前世28还在相亲的大龄女青年算什么？就是感慨一下自己好像吃了嫩草，那么大反应干什么？那边的花我能采一点吗？我说不能，你是不是就不采了？去拿竹篓来，我采一篮子。难怪要和离了，我娘说话也忒气人了。去拿吧。怎么了？打中了，打中了！哪家的熊孩子，鹅卵石也能砸死人的好吗？爹娘也不知道管教。好像不是府里的少爷。不是府里的，那就是客人了。算你走运，要不然非得替你爹娘好好管教管教。不管他，我们继续摘花吧。半夏，把他抓过来。你们敢抓我！我是赵王府小少爷，我让我姑母打你们板子。不好意思，我连你姑母都不放在眼里。我招你惹你了？要拿弹弓打我？我打你，你活该！谁让你爹抢我爵位了？赵王府利用云家的亲事，让云三太太过继赵王府小少爷的事，还有一个小孩怎么知道？是赵王府的家教，也真是绝了。把我的弹弓还给我！谁告诉你你要继承信王府爵位的？你不说，我可就把弹弓扔火里去了。你敢！我姑母会让你下去给我捞起来的。是丫鬟姐姐告诉我的。什么时候？半年前啊。不是云大少爷出事后才有过继的吗？怎么半年前就……算计呗，还能是什么？赵王府已是王局，既然还嫌不够，为了自己的孩子去算计别人的孩子，当真是大夫。小少爷，你跑什么？哎呀，这可怎么办啊？是他们追我。有7岁大的孩子这么会污蔑人，给我甩屎盆子是吧？可弟弟要有个3长2短，我跟你没完。你要倒大霉了，才让赵王府损失4、5千两，现在又伤了赵王府的小少爷，今天非得让你扒层皮不可。现揉你个小人嘴里，幸灾乐祸个什么劲儿？不知死活的丫鬟，把他给我拉开！我看谁敢动一下！把他给我丢到佛堂去！没有我的允许，不许任何人探望。我娘的话，你们没听见吗？大少奶奶，得罪了。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怎么能把大少奶奶关进佛堂？不管他有什么理由，他都不该追安儿，追得安儿摔倒，磕掉2颗大门牙。是赵王府小少爷自己摔倒的，大少奶奶没有追他，反倒是赵王妃小少爷拿弹弓打了好几下。先让堂儿回寂寞轩，等事情弄清楚再处置不迟。王府是我在掌钟馗，怎么处置这事儿，还轮不到王妃你来教我。把人给我带走。放了大少奶奶。王爷今儿怎么这么早就回府了？王爷把内院交给我管，我也只是按照家规处置大少奶奶。她采花园的花，还追得安儿摔伤，我只罚她去跪佛堂，已经算是轻的了。难道王爷要为了大少爷，就让我们靖南王府家规变成摆设吗？先前一再的纵容，已经纵得他无法无天了。
父王顾着赵王府的脸面，想放了我娘子息事宁人，但可惜没人领情，我也不愿意委屈我娘子，还是叫安卫现身，把花园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说个清楚明白的好，免得两头都不落好。还是叫安卫现身，把花园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说个清楚明白的好，免得两头都不落好。丫鬟不敢忤逆我，可王爷的安慰可不会帮我骗王爷。母妃，咱们快走吧。冤枉了我一通，就想这么一走了之吗？你还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我想问问赵王妃，府上小少爷说我爹抢了他的爵位是怎么回事？童言无忌，这么点大孩子一句话，大少奶奶何必较真呢？许是哪个丫鬟多了句嘴，叫安儿听见，记住了。府上小少爷年纪小还不懂事，我不怪他。但赵王妃作为母亲，自家儿子闯祸，觉得把儿子带走就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吗？还是养不教父之过？赵王妃准备让赵王亲自来靖南王府给我赔礼。安儿摔伤成这样还不够吗？他自己跑摔倒的，还要别人为他负责吗？郡主管钟馗，查也不查，问也不问，就要锅斩我。今日不给我一个交代，就别怪我以后有样学样了。大少奶奶那性子，以后不小心撞她枪口上，岂不就是一巴掌？今日之事确实是我处置不周，让大少奶奶受委屈了。这丫鬟忠心为主，赏20两。还真赔礼了，算你南康郡主识相。回去上药吧。把大少奶奶给我关佛堂去，叫人人都如大少奶奶这般随意采花，这花园还能看吗？今日我若不严惩，他日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有样学样。念在是初犯，采的又是少人去的地方，还被砸伤了，这回就算了。以后你要什么花，派人告诉赵管事一声，让人出府买回来就是了。多谢父王，如此倒省得我亲自采摘了。这性子，但愿婷儿能吃得消吧。半夏，你快坐下，我给你上药。我担心上药。半夏，你不听我的话了。你忍着点啊。我没事，夫人为了救姑娘都摔断了腿，奴婢皮糙肉厚的，只是挨了一巴掌，受得住的。好了，姑娘，奴婢不疼了，让奴婢给您上药吧。我来。被个孩子欺负成这样，我都不敢相信。赵王府小少爷不只知道自己要继承信王府爵位，而且是半年前就知道了。你是怀疑要云一命的是赵王府？我也不知道赵王府小少爷知不知道半年是多长时间。我知道京都不少皇室宗亲想把子嗣过继给信王府，其中赵王府的可能性最大。那时候谢百庭命悬一线，云三太太舍不得自己女儿守补，南康郡主拿过继和她做交易，云三太太十有八九会同意。还有哪被砸伤了？没有了。谁说没有了？姑娘的后背和胸前都被砸了。半夏给我上药就行了。姑娘，你和姑爷不会还没圆房吧？要是圆了房，不可能上药还逼着姑爷啊。可新婚宴，姑娘不是扒了姑爷的衣服吗？我那是为了救他好吗？老爷和夫人不会同意姑娘你和离的，而且姑爷病都好了，和离不是便宜二姑娘了吗？大少爷，西安郡王他们来了。让他们去醉仙楼等我。让他们去醉仙楼等我。爷，他们是来向大少奶奶借钱的。爷的钱都给大少奶奶了，这钱总不可能不见面就借出去吧？
我去堵他们，你一会儿去告诉他，就说母妃找他。大少奶奶，王妃刚派人请您去她那儿一趟。奇怪，王妃不是才让谢百婷带我回来上药吗？才没一会儿，又找去做什么？母妃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找你。那陈星怎么说母妃找我？只是婷儿和你开玩笑，真不懂事。你额上有伤还这么胡闹。母妃没事找我，那我就先回去了。王妃，大圣让你把大少奶奶留在天香院半个时辰。不早说，苏桃已经走了，现在追怕是也来不及了。谢百婷，你太过分了，你居然耍我！我勒个去，我的形象！这是世嫂吧？这是内子。见过世嫂。丢死人了！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嫂夫人这脾气也太火爆了吧？习惯了。大少爷，你把大少奶奶往死里黑吧，爷你可长点心啊！西安郡王他们嘴一向不牢靠，回头不小心捅到大少奶奶跟前，你想过后果没有啊？等等，娘说过，男人的钱在哪，心就在哪。百庭兄的钱都在大嫂那儿了，心能不在人家身上吗？你不会喜欢上大嫂了吧？她是我媳妇儿，我能不喜欢她吗？那你惨了。你怎么说话的？不盼着点百庭兄好啊？你不知道，我出门的时候还听我父王说起，百庭兄带了位医术高超的贾大夫去信王府医治云三老爷。云三老爷的病情大为好转，治愈的可能性很大。本来朝廷上只3-3两人质疑苏老爷私生子的身份，今儿早朝一大半的朝臣都不赞同让苏老爷上皇家御蝶。听我父王说，皇上只让信老王爷给苏老爷一个义子的身份。那百庭兄救云三老爷，岂不是把苏老爷给坑了？这事远比你们想的还要复杂。送一只去给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大少爷让奴婢给您送一只烤鸭来，大少爷让您尝尝味道如何？这些烤鸭又柴又腻，端走。半夏，去拿4万两银票给西安郡王他们。他们不收，不是专程为借钱来的吗？他们不是来借钱的？本来是，现在不需要了。什么意思啊？他们回京途中遇到一家烤鸭店，觉得味道很不错，胜过醉仙楼的烤鸭。正好那铺子出了些事，他们就把人带回京，准备开间烤鸭铺子。今儿特地送来给你我尝尝，但你说又柴又腻，他们哪好意思的开口借钱？他们已经打消开铺子的念头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告诉你了，还能得到又柴又腻的评价吗？不是比醉仙楼的好吗？烤鸭确实比醉仙楼的要好几分，但还没有好到仅凭一道烤鸭就能在京都立足的地步。你是故意的是吧？只要我活一天，你休想打他们的主意，更别想左拥右抱。救你的命很难吗？谢百听这次昨天绝对是故意的，明知道我在气头上没好话，还让人送烤鸭给我吃，更何况那烤鸭真的不好吃好吗？故意把我支开，害我在他兄弟面前丢脸，今天非得做顿好吃的给他们送去，好挽回一下颜面。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谢百听得逞啊！人生在世，不争馒头争口气。哎呦，地上湿，
小厨房要有烟状，大少奶奶怎么来了？不用下小厨房。哎，大少奶奶要吃什么菜，只管吩咐一声就是。这雨呀，怕是停不了一会儿。大少奶奶还是回屋吧。给我准备5只鸭子，我要做烤鸭。大少奶奶人呢？大少奶奶去小厨房做菜了。她还会做菜？爷，大少奶奶让我去小厨房一趟。真是奴婢吃过最好吃的烤鸭了。陈青呢？被我使唤去安王府、齐国公府，还有宁阳侯府送烤鸭去了。我的烤鸭呢？我就做了4只，没你的份儿。姑娘，我也生气了。他昨天害我那么丢脸，我气还没消呢。怎么会有这么会气人的媳妇？就算夺姐了，也迟早被她气到短命。这是什么？属下给您要的烤鸭。他们都知道，大少奶奶烤鸭有他们的份，没我的份了。端走。爷，您真让我端走啊？那我可就吃了啊！放下。这么酸，哪儿好吃了？爷，您是吃醋了吧？你说什么？得，吃醋了还不让输，您消消气再吃。大少奶奶不是故意不准备爷您的份儿的，大少奶奶要了5只鸭子，是大厨房只剩4只了。西安郡王他们不好送了这个，落了那个，只能委屈爷您了。你倒是帮他解释的清楚。不解释能行吗？不解释还不知道爷要算到什么时候去。有个这么要面子的爷，真是太难了。皇上会不让信老王爷认私生子归宗，只肯给个义子的身份。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了？坑岳父的不止我们俩，还有岳父他自己。哎呀，医治好云三老爷病的贾大夫可是咱们府大少爷领去的，他往后还怎么见苏老爷？云大少爷对大少爷有救命之恩，他要顾着自己的岳父而罔顾云三老爷的生死，那真要被人戳脊梁骨了。听说云三太太找了好些朝中大臣施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云三太太这么做，倒也无可厚非。大嫂好像一点也不生气。我爹娘本就没有打算继承信王府，认不认祖归宗无所谓。这话说出来骗鬼的呢。信老王爷贵为皇叔，备受皇上信任，手握兵权，跺一跺脚，京都都要抖3天。这样的权势富贵，会有人不想要？不过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罢了。不想认祖归宗，那赶着进京做什么？不想认祖归宗，那赶着进京做什么？这人可真够讨厌的，回答他还不行，还要刨根究底，非要让我生气才满意吗？我爹只是怕信老王爷气坏身子，也不想有心之人得逞罢了。我爹比谁都希望云三老爷恢复。哼，这漂亮话说的可真好听，也得有人信啊。亏得他说的脸不红气不喘。哎呦，听府里的丫鬟说，大少奶奶还会烤鸭呢，甚至比大厨房的厨子烧的还要好啊。哟，
京都的大家闺秀能分清韭菜和蒜苗的都没几个，没想到咱们靖南王府大少奶奶还做得一手好菜。那我们可得尝尝大少奶奶的手艺啊！分不清蒜苗和韭菜是什么很光荣的事吗？真是头一次见到有人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说得这么骄傲。明日就是多宝佛寿诞了，去礼佛也不宜吃得太荤腥，等祈福之后再吃也不迟。老夫人，新王府云三太太带着云二姑娘来了。你去迎接一下。老老板，让我去迎接赢家母女，这不是存心膈应我吗？我陪你去。大少奶奶去迎接就成了。大哥大嫂手牵手出去迎接，这哪是去接人，分明就是去气人的。他对王府的熟悉程度还比不上云三太太，他去迎接还不知道把人迎去哪儿。不用去迎接了，我已经让宁妈妈去了。许久未见，老夫人比上回见还要硬朗了。哎呦，都说云三老爷病情大好，看来是真的了。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多亏了婷儿领了位医术高超的大夫去，我家老爷才有好转的一天。他把我家老爷的安危放在心上，我信王府实在不好让他垫付医药费，今儿特来道谢，顺带把垫付的诊金送来。佳儿，这是给你的诊金，你给我做什么？我的不就是你的？你给我，不怕我花完？这是给你花的，不够再找我呢。这日子是想气得云三太太母女被抬出靖南王府吗？那就谢谢相公了。佳儿，佳儿，南康郡主说他们是天作之合，我原还不信，看来缘分的事当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你气云家就算了，你连云三太太都气，你不想好了？我就是想好才这么做的。云三太太留步。云三太太可是为假银票的事恼我，做人不要太贪心。你我都被人算计了，万柳阁被偷了2张万两银票，柔儿和二姑娘的合谋早被识破，掉进了人家挖好的坑里。我这辈子就看走了一回眼，栽了这么个大跟头。我靖南王府这位大少奶奶也不知道耍了什么手段，大少爷对她几乎是言听计从，便是王爷为我摔断了一只胳膊，也不曾这样。哼，婷儿是我和我家老爷看着长大的，他是什么性子的人，我一清二楚。他要真对苏唐言听计从，就不会救我家老爷了。府上还有事，我就先告辞了。郡主好心提醒，云三太太一点也不领情，迟早有吃亏的时候。哼，等吃了亏，他会来找我的。苏唐，你抢我百婷哥哥，还盼着我爹死，我要你的命！姑娘，该起床了。刚才做了个噩梦，好不容易眯着，又喊我做什么？啊，这么早叫我起来做什么？今天要去大昭寺上香祈福啊。他都没起呢，这么急的催我做什么？姑爷又不去替他祈福，他竟然还不用去。
1个时辰后用斋饭就回府，别玩的忘了时辰。女儿知道啦。在下，我们也去逛集市去。姑娘，怎么一转眼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都不见了？不见就不见呗，反正也玩不到一块。我心里觉得被谁伤是谁有。哎呀，奴婢的荷包丢了。丢个荷包就气成这个样子了？荷包里有2两银子。那也没什么。出门的匆忙，奴婢只带了那2两银子。我那么多钱，你出门就带2两，还被人偷了，你是想气死我吗？姑娘是有钱，我都是1万两的，奴婢就是带出来了，也没人能找得开啊。以后出门不带钱，我就不带你了。哼！百庭兄来了，这么晚才来，叫我们好等。怎么就你们俩？木指呢？别提他了，约好了在醉仙楼见。谁知逆阳侯夫人得知户部尚书夫人请了钦天监刘大人的夫人去大昭寺帮忙相看未来儿媳妇儿，逆阳侯夫人觉得机会难得，就逼着木兄陪她去大昭寺了。爷最怕大少奶奶和他们碰上，结果真是防不胜防啊！那姑娘是有什么奇特之处啊？刚刚那姑娘的面相之好，是我生平仅见，也不知道是哪家府上的姑娘。瞧这面生得很，有这么好吗？那姑娘一身云锦缎子，身份必然不差，可惜我刘家高攀不上。这大昭寺外面的风景还是挺不错的嘛。咦，不知道是谁拉了块玉佩在这里。这块玉佩不错，玉佩的主人丢了，必定急着寻找。你送去给大昭寺的和尚，问问是谁丢的。姑娘不和奴婢一起去吗？我去那边凉亭等你。那姑娘别跑远，奴婢快去快回。我去，大白天的穿一身黑，起码尊重一下头顶的太阳了。这桩买卖不亏呀，这么漂亮的女人，滋味一定很好。她是不是吓傻了？看到咱们都不知道跑。这是识物，要叫她从我们俩手里跑了，以后我们也不用在道上混了。来，让哥哥疼你呀！来，让哥哥疼你呀！你们是什么人？谁派你们来的？等哥哥疼完你，再告诉你。嘿嘿嘿。这娘们居然随身带毒，快追，别让她跑了。我来这里没多少天，从没主动招惹过什么人，只是被动还手了而已。竟然对我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姥姥的，真不是东西。哎呀，你别这样。不这样，那哪样啊？讨厌。我去，别告诉我这两人是来偷情的。你什么时候去我家提亲啊？你都是我的人了，还怕我不娶你吗？你们两个能不能对神佛有点敬畏之心？到哪偷情不好，跑大昭寺来，你俩最后要能成就有鬼了。那娘们到底跑哪去了？坏我兴致，找死！宋世子，
会被人发现了吧？发现了不正好？我把你娶回家，天天疼你。哎呀，讨厌！我娘肯定找我半天了，我先走了。这俩人总算是走了，长得人模狗样的，就是不干人事。那姑娘也是傻，都带你到这地方干这事了，还能对你是真心？我勒个去，腿都麻了。姑娘，你在哪儿啊？烟花玉佩，应该是那两人留下的，还是不要捡的好。姑娘，你跑哪儿去了？小奴婢好找。我就四下转了转。啊，吓死我了！没事就好，咱们快走吧，也快吃斋饭了。没想到在这碰到师嫂，我正想找师嫂告状呢。告状？告谁的状？自然是百庭兄的。之前班门弄斧，让师嫂看了笑话。师嫂赠我们几只烤鸭，但都被陈青要了只烤鸭腿走，怎么能不告百庭兄一状？回头我帮你骂他。大少奶奶，该用斋饭了。刘夫人口中面相极好的姑娘，不会就是她吧？刚刚和你说话的是哪家姑娘啊？娘，她是靖南王府大少奶奶，百庭兄刚过门的媳妇儿。就是那位替云二姑娘出嫁冲喜，还送谢三姑娘贾玉镯的空门大少奶奶。这和刘夫人口中的心地善良、聪慧过人、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大富大贵、权势滔天，差的有点太远了吧？你们大嫂来京没多少时日，人生地不熟的，即使人又多，你们几个只顾着玩，也不知道带着他点儿。南康郡主今天是吃错药了，竟然这么关心我，还是说这话是在铺垫，免得我真的在大昭寺出了事，王爷会怪罪谢柔、谢微他们。你跑哪儿去了？丫鬟在集市里找了你好几遍，也没看到你人。早上出门的急，忘了带钱，想找你们借点，但没找到你们，我就带着丫鬟四下逛了逛。用斋饭吧。四弟妹怎么来的这么迟啊？大少奶奶回府后，记得把发髻梳起来，以后出门再带只桃花簪。大少奶奶回府后，记得把发髻梳起来，以后出门再带只桃花簪。啊，这是为何啊？咱们靖南王府大少奶奶不是从小在京都长大的，京都的贵夫人都不认得她。今天见刘大人的夫人，受户部尚书夫人的邀约，来大昭寺帮她相看未来儿媳妇儿。结果你猜怎么着？刘夫人一眼就看中咱们靖南王府大少奶奶了。户部尚书夫人到处派人打听是哪家姑娘呢。王爷要苏姑娘过门，你知道该怎么说吧？苏姑娘和谢大少爷八字不合，不宜成亲呐。刘大人只说大少奶奶是大少爷活下来的唯一希望，别的倒没说，我也没问。刘夫人擅长看面相，她看出什么了？伏羲谷。母妃，伏羲谷是什么？伏羲谷是天下第一谷，主大富大贵、大名大寿，可享帝王之福。最次也是将相之才，英明神武，大有机智。消息于全国有安危，喜怒于百姓有祸福。当今皇上就有伏羲谷。哎呀，不说还没注意呀！大少奶奶的额头确实挺像皇上的。一刻钟后回府，你们几个小辈儿想逛就再去逛会儿，不用陪着啊。就一刻钟，有什么好逛的？更何况我又没钱。才上身的新衣服就这么毁了。
我可带了更换的衣服。带了，在马车里。我已经尽量连4门都不出了，谁能想到这算计还是防不胜防。不好了，大少奶奶出事了，马车受惊，带着她狂奔下山了。快带人去救大少奶奶！赵管事已经带人去追了。大少奶奶有伏羲骨，必会逢凶化吉。王妃呀，别太担心啊！缺胳膊断腿的人，照样也能活个7老80。这回真是死定了。唯一遗憾的大概就是没帮谢柏婷把毒解了，他这种情况最多也只能活3年了。夫人，夫人！我去，不会是撞人了吧？别怕。你还要压为父到什么时候去？你没事？爷，我没事儿。王妃，大少奶奶没事了，赵管事怕您担心，派小的前来禀报一声。大少奶奶没受伤吧？没有受伤，大少爷及时赶到救了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只是受了些惊吓。晴儿，确定是大少爷救的人？确实是大少爷救的，我们都看到了。哎呦，大少爷没事儿。大少爷吐了口血，但是人没有昏，大少爷已经带着大少奶奶先回府了。太好了。大少奶奶今晚没事，有事的是左相夫人。左相夫人怎么了？大少奶奶马车狂奔下山的时候，左相夫人正好坐软轿上山，他们避让不及，把左相夫人甩了出来，听说摔得很严重。哼，吃午饭的时辰，左相夫人来大昭寺做什么呀？你怎么会突然来大昭寺？和七笑他们跳完铺子回去，我心里总觉得不安，就来了。爷，查清楚了，马车失控，并非是意外。你知道不是意外。这是今天的第2波了，目的不只要我的命，还要我身败名裂。是我不好，以为你跟母妃一起的，不会出事，便没派人跟着你。以后不会了。没事儿，我没事儿，胳膊疼，你先松开我。姑娘身上哪里受伤了？我去给你请大夫。我还用请大夫吗？一点皮外伤，养2天就好了。有什么话就说。左相夫人摔断了胳膊，与我金马有关。大少爷、大少奶奶，王妃来了。晴儿，小四说你吐血了，你没事吧？我没事。万幸都没事。你要去大昭寺替婷儿祈福，自己出了事，母妃怎么和信老王爷交代？让母妃担心了。婷儿，左相夫人摔断了胳膊，
虽然只是意外，但到底因我们靖南王府而起，你去赔个不是，为表诚心，把贾大夫一并请去。左相夫人受伤，会请太医。母妃，相公会带贾大夫去左相府的。唐儿，你好好休息，母妃先回去了。左相不是不通情理之人，左相夫人有太医医治，你不是非去不可。我已经没事了，我去看看也安心些。我能说我其实是不想应付那些来探望的人吗？我去让许妈妈准备探望礼。脖子被捏得粉碎。你在大昭寺还欠了谁的人情？一会儿我一并去还了。我没欠谁人情。那是谁帮你杀了那2个黑衣人？不知道。是木指。都说了不知道，还问是不是木指？不是他。那是谁？不知道。是个长得还不错的男人。你想疼死我啊？疼死你，也比气死我好。你还生气，我更生气好吗？我替你祈福九死一生，上个药也不安生。不想我夸别的男人，我还就夸了。那男子不止脸生的不错，身材更好，还有8块腹肌。你再说一遍。那男子和个姑娘在那里偷情，那2个黑衣人坏了他的兴致，才被他当场掐断了脖子，和我没关系。你干嘛？把眼睛给我洗干净。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就听了一场活春宫。弄我一脸的水，刚换的衣服也脏了呀，烦死了。大少爷，东西准备好了。我一定是气疯了，才会干这么蠢的事。哼！我们听说大嫂惊马了，特来陪你说说话。大嫂这是要去哪儿啊？母妃让相公请贾大夫去医治左相夫人，我不想一个人待在屋子里，顺带去找贾大夫把个脉。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时辰不早了，我们就先去了。大嫂也太厉害了，要换成是我遭遇惊马，绝对会吓个半死。你又没遭遇惊马，怎么就这么肯定自己不如他？哼，不过就是个私生子的女儿，居然拥有和皇上一样的伏羲骨，这简直是对皇上的羞辱。来人是谁？我靖南王府大少奶奶接出意外，连累了左相夫人。我家大少爷特地领贾大夫来替左相夫人诊治。快请。夫人忍忍。贾大夫，你医术高超，胎位不正，横胎，你有没有办法保证母子平安啊？谁胎位不正？小女。我没有十足的把握能保证你女儿母子平安，不过我尽量试试，至少能保证令爱和您的外孙活一个。尽量保小女吧。你快去玉国公府救我女儿，有太医给我接骨就行了啊！贾大夫，请。谢大少爷要有事忙的话，可以先回府，等这边事了了，我会派人送贾大夫回去的。我在玉国公府等他。胎位正了。可喜可贺，大少奶奶生了个小少爷。怎么了？
是你。碰到个硬茬，看来今晚得在巡城司过夜了。你可是靖南王府大少爷，巡城司都不卖你个情面。要是碰到别人就算了，巡城司骆大人是出了名的铁面无情，别说是我了，就是我父王叶心，只怕也得被抓去巡城司。谢大少爷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想回靖南王府，想去巡城司过夜，带去巡城司。真的要抓呀？抓！大晚上的，爷是抽风了吗？难道巡城司的床比芥末轩的睡得舒服？哎，也是，爷回去得打地铺，在巡城司的话，好歹还能睡床。抓归抓，得给我和内子安排一间上房，再换2床新被褥。上房？这是把巡城司当客栈了吗？巡城司抓人还说这么好吗？宵禁之后抓人是巡城司分内之事，但我好歹也是靖南王府大少爷，总要在规矩之外给我行点方便。就一张床，总不好让谢百庭打地铺，要是传出去，不得笑话死我们。今晚只能委屈你和我睡一张床了。不委屈又能怎么办？总不能让他睡房梁吧？怎么不睡？你脑袋怎么了？没什么，就是白天经马的时候不小心磕了2下。我看看，你没上药。夜深了，睡觉了。你睡外面去点。不睡，我怕掉下去。那我睡外面。不行，我怕你掉下去。这厮绝对是故意的。啊，你干嘛？今晚就这么睡吧。刚刚是什么声音？哼，谢大少爷、谢大少奶奶才成亲没多久，大晚上的，你说还能做什么？你们能不能说的小声一点啊？听得很清楚好吗？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没天理啊！一个大男人皮肤这么好，连个毛孔都看不到，还是个睫毛精。你这是在玩火，你知道吗？你早就醒了。我哪是醒了，我是一晚上压根就没睡。天已经大亮了，我看你还在睡着，想叫你起来呢。你就是这么叫人起床的？不行吗？谢大少爷可起了？有事儿？左相知道您被抓了，特来巡城司解释您昨晚宵禁之后夜行的原因。您和大少奶奶可以回府了。这么一大早，左相就知道了。哎呀，昨日谢大少爷领着贾大夫去玉国公府救了小女一命，却不成想连累你被巡城司抓了，我这心里啊实在是过意不去啊。左相不怪内子行马车，伤了左相夫人就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要没昨儿的意外呀，我们却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比起失女之痛，这不算什么。我昨晚想了一夜也没想明白，谢大少爷为什么要来巡城司过夜。左相一来，我突然就明白了。你这是哭了多久啊？姑娘不带奴婢出门，结果一晚上没回来，怎么能叫人不担心？我和你家姑爷出的门，你还怕我会出事啊？当然怕啊，我爷爷没多靠谱啊，世上有毒没解，只要有什么事还得指着姑娘救他。昨儿姑娘和姑爷走后不到半个时辰，老爷和夫人得知姑娘已在大昭寺金马赶来看你，你不在，他们就走了。你没和他们透露我和医术的事吧？奴婢一个字也没说。昨儿没受惊吧？相公及时赶到救了我，
我就没那么害怕了。大少爷去左相府赔礼，你跟去做什么？满京都还没哪家的少奶奶被巡城司抓过，叫别人以为我靖南王府冷血，逼着受惊的大少奶奶去给人家赔不是。我只是不想和相公分开。郡主言重了啊，满京都也没哪个大家闺秀能做到受惊还能跟没事人一样出门的，说到底还是受了些惊吓。婷儿一离开就惶惶不安的。这世之玉镯倒也不是白送，还知道帮我说话。三房可真是墙头草。左相府管事给大少爷送了一堆谢礼来，都是给你的。他们又不知道，你就是贾大夫。可谢礼也没有贾大夫的份儿。因为贾大夫是我带去的。那你要怎么谢我？那为夫就谢娘子你，给机会让为夫救你。这是在提醒我，他救了我，我也欠他一份谢礼吗？大少爷，宫里来了人，贤妃娘娘有赏。不看看贤妃送了些什么？不看，又没有我的份儿。万一有呢？贤妃有那么缺心眼儿吗？送东西感谢我撞了他娘？把这些东西都搬库房去。你不看看？没什么好看的，比起这些，我更想知道你会怎么谢我。牢牢的，收礼没我的份，送礼缺不了我。行，一码归一码，我又不是送不起了。一会儿给你。你刚刚经马，不要累着自己。要谢我等伤好了再谢不迟。放心吧，累不着。我就写几个字，能累到哪儿去？喏，给你的谢礼。这是什么？解毒的方子啊，一张是药方，一张是施针的方子。你就拿这个谢我？我这谢的还不够诚意？有这2张方子，就算我挂了堆，他也没影响了。我这可是雪中送炭。谢的一点诚心都没有。你干嘛？我写了半天呢。有你给我解毒，我还要什么方子？你不怕再发生昨天那样的意外吗？我就没见过你这种不盼着自己好的人。我这不是怕有万一吗？没有万一，另外谢我。你什么都不缺，除了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谢你了。那就给我做只烤鸭。你说什么？给我做2只烤鸭。救命的药方不要，要烤鸭？这脑子是被驴踢了吗？你不是已经吃过了吗？我什么时候吃过？说，还说。我让陈青给西安郡王他们送的烤鸭，你不是扣了只腿下来吗？陈青告诉你的。我可没跟大少奶奶吐露半个字啊。不是陈青，是你的好兄弟木指告诉我的。还好大少奶奶帮我澄清了，要不然也绝对饶不了我。你和他在大昭寺都聊了些什么？我们就聊了这个。不信我，你去问他好了。让陈青懂事的，把药方粘好。我死了没准就抄回去了。谢百庭要是挂了，那可能就真的挂了。那么妖孽俊美的脸，死了太过可惜。大家好歹相识一场，还是好好活着，留给世人养养眼吧。大少奶奶，康王妃带青阳郡主来探望您了。烤鸭做好了。我是来问你，是在书房吃还是回屋吃？回屋吃吧。你尝尝，味道如何？怎么样？马马虎虎。你这评价也太低了吧！你尝尝。奴婢的意见不重要。挺好吃的呀。你是嘴太刁，还是对我有意见迁怒这2只烤鸭啊？你就说，是这回的好吃，还是上回的好吃？这回。怎么了？你说的是实话吗？嗯。还
还吃什么呀？气都气爆了！你自己吃吧。不怪姑娘生气，这明显没有姑娘做的好吃嘛。你主子怎么了？这2只烤鸭是西安郡王派人送来的，这不是他做的。康王妃带庆阳郡主来了，姑娘都没进小厨房。别，这比不上大少奶奶做的呀。爷上回是含了醋吃的，这回心里塞了蜜糖，哪怕是炭，也肯定是这回好吃啊。我都还没生气呢，你还先生气了。你有什么好生气的？你去给我做烤鸭，结果拿别人做的打发我。我要说这回的不好吃，你还不得把烤鸭呼我脸上？再说了，就算上次的更好吃，那也不是给我做的。我娘子给我做的烤鸭，不及给别人做的。我不要面子。高啊！照这架势，也拿下大少奶奶指日可待。许我的烤鸭什么时候做？等我有空再说。你才吃了半碗饭，再陪我吃半碗。地铺铺好了，很软。很软，我也不喜欢。我也这么看我做什么呀？我脸上又没有脏东西。笨手笨脚的。大少爷息怒。地铺没法睡了。没事没事，床褥多着呢。底下隔寒的狐狸皮肯定也湿了，狐狸毛也备了2块，我这就让人送来。大晚上的，大少爷就别生气了，谁都难免有失手办杂事的时候。铺得很厚，不会寒气入体。天色已晚，大少爷大少奶奶早点休息。以这厮的尿性，地铺湿了他肯定要睡回床铺，没想到都不用我出马，许妈妈就摆平了。待在马车里看就行了。不让我下去，我来做什么？我也不下去。我还想吃半只烤鸭呢。人太多了。铺子开张，你还想人少吗？这铺子虽然是木指他们开的，但我占股最多，我这个最大的东家不到场合适吗？人太多。这回我不下去就算了，下回铺子开张你再拦我，我就不客气了。你还要开铺子？还没想好。今天我们天下第1楼开张，所有客人一律半价。天下第1楼，9楼名字起得这么大，要是烤鸭不好吃，我们可是会砸你招牌的。要是不好吃，还用你砸吗？我自己就先砸了。哼，就冲郡王爷你这话，这烤鸭呀，我今天说什么也要尝尝。婉婷兄和大嫂不进去坐坐？今天就不进去了。我带你们大嫂出城转转。出城？去哪儿啊？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来这里你怎么不提前和我说一声？我要在这里烤鱼、烤肉、烤蔬菜。姑娘要的东西我都带了。你连鱼都带了，河里就有。你只让我多带些菜，又没告诉我不用带鱼。你知道也不告诉我。姑爷想吃姑娘做的菜，这不是怕姑娘知道了会不同意，要先斩后奏吗？哎，你小心点，别掉下去。掉下去也没关系，我会浮水。
几时会浮水了？那些田能买下来吗？我想在这里建个庄子。我早前就有这想法，托新安郡王打听你，但这方圆5里地不知道是谁的，出多少钱都不卖。你要喜欢这里，我常陪你来便是。姑娘，你内不内急啊？我和你一块儿去。你要去哪？我去采草药。你别过来啊！你们都别过来。没想到这里还真的有草药。怎么了？有人在那里！姑娘，太危险了！怀疑人还活着呢，不能见死不救的。肩膀受伤，还在流血。他不会死了吧？死倒是不会，他中的毒不算难解，就是后遗症比较大。若不能及时压制毒性，就算最后解毒了，最多也只能再活10年。碰到我，算他有福气了。他的额头和姑娘你像极了，不会也是伏羲骨吧？我听许妈妈说，整个京都只有皇上有伏羲骨。他不过是皇上吧？皇上在宫里，能出现在这里吗？除非是昏君。阿鱼，醒醒，你认错人了。不知姑娘府上事，你们救了我，必有重谢。这块玉佩挺好看，就当做枕巾吧。也不知道来的是敌是友，你自求多福吧。你采的草药呢？刚刚用来救人了。汤儿做的烤鸭是一绝，别的菜不知道是怎么做的。怎么了？锅把手突然掉了，弄了我一身水不说，锅底还砸了个洞。怎么这么不小心？是你的锅不小心吧？本来还想围观大少奶奶的手艺，现在锅破了还怎么做？好，先去马车里把湿衣服换下来。锅坏了怎么办？直接回府吗？附近应该有农家，去买一个。我去买。半夏，鞋子呢？我忘记带了。回府吧。不做菜了。我忘记带鞋了。爷没吃上大少奶奶做的饭菜，这账也不知道给不给我报销啊。这锅本来就值5000银子，我可是花了5两啊！找个铺子买双鞋。我现在这个样子也不好回府，总不能让谢百婷再抱回去吧？放上来。不用。怎么这么凉？姑娘，姑爷，奴婢刚才买鞋的时候，听人说天下第一楼被人给砸了。开张第1天就被砸了，还能更晦气一点吗？
被人打成这样。啊，别提了，上回不是和你说过木指被人打出内伤的事儿吗？和我们打架的那兄弟俩也进京了，酒楼开张要来吃烤鸭，我不肯卖给他们，然后一言不合就这样了。和你们打架的人呢？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被我们打伤后被巡城司架走了。他怕是不知道巡城司是我的地盘，待会儿看我给他点好果子吃。巡城司是西安郡王的地盘，那上次洛阳还一点面子不卖。郡王爷，跑这么急做什么？刚刚郡王爷让我们骆大人带走那一对兄弟，他们自称是晋南王府大少爷的大舅子和小舅子，让谢大少爷去巡城司捞他们。令弟叫什么？苏北。姐，大少爷，你没事吧？没事，死不了，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还不赶紧放人？这可是谢大少奶奶的兄长，晋老王爷的孙儿。大哥，你快帮帮我呀！你就是我妹夫，晋南王府大少爷。见过大舅子。瞧着也不像别人说的那样，病入膏肓，随时会一命呜呼啊。大哥，咱能不能别这么直白啊？我们几个是百庭兄的好兄弟，你是百庭兄的大舅子，就是我们的大舅子。小少爷，你怎么还不出来啊？你以为我不想吗？我被卡住了，出不去。大哥，你到底帮不帮我？姐夫，你帮我吧。说了你出不去还要试。娘说的，做人要有主见，不要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试试怎么知道大哥你说的对不对？结果呢？不听大哥言，吃苦在眼前。姐，我好想你呀！你也有脸说这话？一路上磨磨蹭蹭，小8个月的路，硬是被你拖到现在才进京。大哥，我们送你们回信王府吧。我们就不去信王府了，改日再宴请苏兄。哦，对了，酒楼被砸了，我看还是重新挑个黄道吉日再开张。大嫂意下如何？你们看着办吧，我没意见。天下第一楼是大嫂开的。好妹妹，哥哥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也想不到那店是你开的，要不然我也不可能砸。原主的记忆里，苏记这个大哥是个很疼妹妹的妹控，要是以前遇到这样的事，苏唐绝对会趁机提要求，但我实在是做不来啊。没关系，酒楼重新挑个日子开张就行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看大哥伤得不轻，先回信王府上药吧。你是不是训我妹妹啊？我只有被训的份。你没训我妹，我妹怎么变得这么懂事了？先回信王府吧。姐夫，你带我吧。今日不便，改日吧。为什么？我手碰你姐脚了。我谢百庭，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不是？啊，我姐脚臭吗？你这是和人打架了？没打架，就是随便切磋了下。杨又没瞎。切磋能把脸切成这样子吗？这样子怎么见老王爷老王妃啊？北儿一路上可还听话？听话？爹，你自己生的儿子你不知道吗？还好，除了给我下泻药，半夜偷马试图逃跑，还让人误会我是人贩子之外，还是挺听话的。娘，大哥他差点真的把我卖给人贩子了。
哦，为什么最后没卖啊？你怎么不大声告诉娘？人贩子嫌你太闹腾，要我倒贴10两才肯把你收了。再有几日就是大少爷生辰了，这是绣坊给他做的锦袍，应该是合身的，但最好还是让大少爷试一下。奴婢去书房请大少爷。嗯。如何？相公穿着一身锦袍，我走在你身边，收到的刀枪剑戟应该足够我开间兵器铺子。大少奶奶夸大少爷夸的可真是清新脱俗，一句一格。大少奶奶的尺寸量过了，大少爷的锦袍也合适，那奴婢就先告退了。为夫有这么好看吗？好不好看，你心里没数啊？就这张脸，从小到大听到的夸赞，绝对能听得人耳朵长老茧了，好吗？既然让娘子这么不安，那为夫以后穿丑点出门。可别，万一叫别人误会你娶了我，审美直线下降，我怕我走在路上就被人拿石头砸死了。那要怎样才行？离我远点就行了。哎呀，你放开我！还有几天就是我生辰了，你准备送我些什么？哪有这么直接跟人要礼物的？作为靖南王府大少爷，你缺啥？最多去个西眼，这我也给不了啊。我就没打算送啊。你说什么？你也没送我礼物啊。服了，这是有备而来啊！想要什么直接买不行吗？非要我送，不会是没钱了吧？我给你1万两。你要把我给你的银票当做生辰礼物再送给我，还能更敷衍一点吗？你是不是还想送完了再要回去？这样也行吗？你说呢？要来的礼物又有多少诚心的？你过生日，我肯定送你礼物，包你满意。徐妈妈，你打我做什么？大少奶奶这丫鬟也太大胆了，既然敢偷听大少爷和大少奶奶说话。怎么了？现在有人，你总不能再对我动手动脚的了。之前我们明明相敬如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厮动不动就对我搂搂抱抱的？我没什么定力，我尽量的好吗？来，和往年一样，这碗长寿面呀，是王妃天不亮就起来做的，大少爷记得一口气吃完。母妃手艺见长了。卖相是好看了不少，可还是一如既往的难吃。敢为母妃起个大早做一碗这么难吃的面条，希望明年能放过我。大少爷福泽深厚，定能长命百岁。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我的礼物呢？急什么呀？时辰还早呢。还早，我都等了4天了。姑娘，你给姑爷准备的礼物呢？我可是寸步不离姑娘，可还是不知道姑娘给姑爷准备了什么礼物，要不然就能挣陈青收买我的那5两银子了。时辰差不多了，我们去小厨房吧。爷，吴妈妈走了。她还在学规矩。怎么可能呢？大少奶奶不想做的事，哪有人能逼迫得了她？大少奶奶去厨房了，应该是给爷您做吃的。爷，您中午要去醉仙楼，西安郡王他们给您过生辰。去回了他们，就说我不去了。是您约他们在醉仙楼的。大少奶奶要什么？
小厨房没有的，奴婢派人去大厨房取来。我要的东西都有，你们忙你们的，不用管我。大少奶奶，云儿姑娘来了。云家不是被谢老王妃禁足了吗？前几日回去，阿娘帮着说情，谢老王妃都没有放云家出来。这才过去几天啊，不仅能出院门了，还能来晋南王府了。二姑娘肯定是来给姑爷送生辰礼的，咱们去看着点。这有什么好看的？不看着点，姑爷被勾搭走了怎么办？那正好，趁机考验他一下。我去帮姑娘看看。姑爷太过分了！怎么了？二姑娘送姑爷生辰礼物，姑爷就收下了。或许我能让你更快乐一点。大少奶奶，新王府来了人，说是奉苏夫人之命给您和大少爷送东西，把食盒送书房去。也在忙什么？怕什么？说就是了。姑爷在擦拭匕首。得，我就不该多嘴问这一句。我能让你送什么来？夫人昨儿去大昭寺给姑娘和姑爷求了2道护身符，特意让奴婢送来。二姑娘来晋南王府了吗？来了。怎么了？之前新老王爷禁足二姑娘，但夏贵妃传召二姑娘进宫，新老王妃以二姑娘病了为由回绝了。谁想今日一早，夏贵妃派了宫人领了魏太医入府，老王妃没办法，就让二姑娘进宫了。二姑娘岂止来了，她还送了姑爷生辰礼呢。可是一把匕首。你怎么知道的？那不是二姑娘送的，那是二姑娘的兄长云大少爷离京之前准备的，说是怕赶不及回来给他过生辰，提前备下。二姑娘给姑爷准备的是一条腰带，绣了整整3个月，昨儿被老王妃一剪刀给剪了，二姑娘心疼的哭到后半夜。误会，写错字了。你就这么想和离吗？你就这么想和离吗？疼，你快松开我！这就是你的保我满意。谁让你说云家送你的匕首的？那是云逸送我的。我又不知道。丫鬟说你爱不释手，我就想早日和离，成全你和云家。我都这么大度了，你还冲我发火？就没人让你大度。我和他这辈子再无可能，下辈子也没有。没法吃了。你还让我吃这个，嫌弃我的还不够吗？我做了半天呢。只是这个，我也不会满意的。那你要什么？我要你。你刚刚看到什么了？羞死个人了！秋葵呢？奴婢让丫鬟送她出府了。秋葵说，最近新老夫人一直在给云儿姑娘挑选夫婿，估计要不了多久就定下了。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半夜下厨的事你听见没有？什么事？信老王妃在给云家挑选夫婿了，还有定亲了，
他定亲与我有关系吗？10几年的未婚妻啊，真能做到无动于衷？你没做别的菜吧？我约了西安郡王在醉仙楼喝酒，中午我就不陪你吃，晚上在母妃那儿吃饭。你体内的毒还没有完全解，不宜喝酒。这女人，做人媳妇不及做大夫一半称职。你看我做什么？莫名其妙。半夏，现在什么时辰了？10时3刻，怎么了吗？还有半个时辰才去天香院，够泡药浴了。一定要泡？你喝了多少酒啊？9半壶。就2个月都忍不住吗？有些事是忍不住的。你过生辰，父王就送你兵书啊？这么容易就摔坏了？这兵书的质量也忒差了点吧？兵书里有房契和地契，你不高兴啊？偷偷摸摸给的东西，有什么值得高兴？父王还怕南康郡主不高兴吗？太夫人临死前说，父王这辈子爱的最微，可见是怕的。我怎么一点没看出来父王怕南康郡主啊？倒是今天父王深晚要母妃给他夹菜，有那么一丝卑微的感觉。姑爷怎么又这个眼神？不会是又让我泼水吧？这会儿又没铺地铺，铺湿了也没用啊。哎，等等，地铺是没铺，但地要是湿了，许妈妈总不能把地给换了。怎么了？我小心崴脚了。笨手笨脚的，拖出去打30大板。半夏又不是故意的。这已经是第2回了，上回的还能换被褥，现在的湿成这样，我晚上怎么打地铺？剑墨轩这么大，哪间屋子不能打地铺啊？来人，把屋子里收拾一下。我现在看到半夏这丫头就头疼，看着挺机灵的小丫头，怎么笨手笨脚的呢？虽然地面还有点潮湿，但狐狸毯子厚实，再多铺2床被褥，应该不影响大少爷打地铺。都退下吧。我的小姑奶奶呀，你是不让大少爷打一顿板子，你都不长记性是吗？许妈妈，你再坏大少爷的事，大少爷可要打你的板子了。你要睡这里？你说我还能睡？那我去药房睡。药房的地方夜里凉，你要病了，谁给我解毒？哪那么容易着凉？我多盖些被子就是了。我不想冒险，还是你让我给你丫鬟30大板。睡就睡，又不是没一起睡过。我去，又来。就这么睡吧，我不会碰你的。你不睡床了？我去冲个冷水澡。总算是醒了。早。
奇怪，昨天他回来的时候我都睡着了，醒来怎么会睡他胳膊上？你可以把我推开的。我敢吗？不敢，他可真敢说。不敢推开我，却敢打我贴身丫鬟30大板，让我一半床也站得理直气壮。你说你有什么不敢的？昨天都是我不好，下回长点心。姑娘没生气，姑娘最好了。头发梳得不错，赏10两。多谢姑爷。奇怪，这发髻和平常梳的也差不多，之前怎么不见赏？甚至昨天还要打半下板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奴婢对姑娘忠心耿耿，日月可见。老天爷，我可没有撒谎啊！我帮姑爷，那也是希望姑娘和姑爷能早点生小少爷，别再想个合理的事儿了。我这可不是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拐，我对天发誓。半夏这丫头忠心，又与我寸步不离，应该是我多心了。拿来10两银子。你找错人了，不是找你拿吗？像这样的赏钱都是从公账上走，你呢去找许妈妈拿。大少爷昨晚要打半下板子，一早上就有赏赐他，才一下就赏10两，这是在闹哪样啊？想不到你靖南王也有错过上早朝的一天，是何原因让你这么反常？起晚了。温柔乡确实让人难以自拔。皇上又为何免朝3日呢？靖南王不上朝也不告假，罚1个月俸禄。没什么事的话，臣就去军营了。娘，肯定是谢如算计我的。他有今日的尊荣，都是我给，他就这么报答我呀？娘，您什么意思啊？娘就是太心疼你了，好在这1年的苦不会白吃啊。花了3天，这百寿图终于修复好了，赶紧送去松鹤堂吧。你就准备这么送去？不然呢？你还真信这百寿图是你三妹妹绣的？啊？你什么意思？难道不是吗？这幅百寿图有一半是她绣的，就不错了。也是，就谢薇那性子，但凡有出去游玩的机会，都不会在府里待着。她也不可能熬夜做绣活。我看她哭得那么伤心，我还真以为这百寿图是她绣的呢。你用药粉哭的时候，也没人怀疑是假的。说别人呢，非得拉我出来踩一脚干什么？不过谢百庭考虑的也没错，虽然这百寿图修复好了，但吊水里是府里上下都知道的，万一他们一口咬死非说没修复好，那也没辙，所以这次就听他的吧。哎呀，大哥大嫂怎么还没来啊？百寿图都修复这么多天了，就算今天修复好也没法用啊。就你性子急，再等等。百寿图修复好了。是的，已经修复完毕，特送来给您和王爷过目。其实前天就修复好了，还有瑕疵，还特地送到京都各大绸缎铺子让绣娘辨别，都没有看出来有修复的痕迹。又花了1天时间装裱，刚刚才拿到手，就赶紧拿来了。哇，这真的和新的一样了。父王看看，这百寿图可有问题？绣得不错。薇儿绣了1年，自然是不错，但百寿图毕竟掉进了水里，虽然修复的看不出来，
但难免对太后有不敬之意。这话自己说着恶心不？我要修复时不阻拦，现在修复好了又说对太后大不敬，真是好赖话都给你们说了。哎呦，老夫人思虑周全，我怎么没想到这一茬啊？倒是让大少奶奶吃力修复了这么多天呢。幸好谢百提了解他们，专门挑个王爷在的日子送过来。那真的不能用了吗？怎么不能用啊？这文武百官往年送给太后的东西，要是真追究来历的话，只怕是没几件能送到太后跟前了。百寿图送的是心意，心意在就能送。父王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三姑娘1年的心血，要不能叫太后知道，那就真白费了。时辰不早了，该进宫了。母妃怎么没来啊？她不进宫吗？派人去请王妃。往年王妃都不曾进宫，今年婷儿病情大好，王妃也没病没痛，没有理由不进宫给太后贺寿的。皇后娘娘，夏贵妃请谢大少奶奶去花船说话。贵妃娘娘，谢大少奶奶到了。容貌不错，不在嘉儿之下。贵妃娘娘谬赞了，不知贵妃娘娘找我来是？谢大少奶奶嫁进靖南王府也有些日子，你觉得靖南王妃和南康郡主相处的如何呀？王妃生性淡雅，不爱管事。南康郡主为人干练，把王府打点得井井有条。靖南王府内里和睦，人人称羡。我这么说，你信吗？都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靖南王的内宅这般和睦，我相信谢大少爷也能办到。嘉儿和谢大少爷的亲事虽然是靖南王府太夫人定下的，但这其中也有本贵妃的功劳。你推嘉儿落水，抢了她的亲事，念在你冲喜有功的份上，本贵妃不予追究。但嘉儿对谢大少爷一往情深，非他不嫁。他们原本也是一对璧人，本贵妃有意让他与你共侍一夫。你不愿意？只要我相公同意，我没意见。请谢大少奶奶去船头待会。大少奶奶请。不知夏贵妃找我来是？本贵妃叫你来，是恭喜你和嘉儿能再续前缘。我已经成亲了。谢大少奶奶已经同意和嘉儿共侍一夫了。快下水救人！奴婢不会水。你还愣着做什么？快救嘉儿！哎呀，真是一出好戏，可惜这手里缺点瓜子，看不尽兴。你救他。谢百提，我真想掐死你！好家伙，别说参与夏贵妃和云家的计谋了，他连热闹都不看。这云家看来是真不会水，再不救他就真的淹死了。不能上船，夏贵妃和云家是一伙的，谁知道上了船会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再者，我救了云家，可不能白救，得让大家看到才行。
放你下来，我现在只恨不得活活掐死你。你果然是想淹死我。你会浮水，淹不死你。谁告诉你我会浮水的？你自己。啊，好像是说过在长桥的时候。没准我是吹牛的呢。吹牛把自己淹死了，也不算冤枉。你要救云家你自己去，你让我救他，你太过分了。我过分？他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过分？你连与人共侍一夫你都愿意，这般大的，用不着我推你下水，你就该主动下去救人。这般大的，用不着我推你下水，你就该主动下去救人。夏贵妃问我愿不愿意和云家共侍一夫，我说只要你同意，我没意见。这叫愿意吗？快找个地方换身衣服，小心着凉。带谢大少爷和谢大少奶奶去换衣服。疼死了！你又吃错什么药了？谁让你没事盯着别的男子看呢？他是谁啊？这就是我和你提到过的有8块腹肌的男子。我什么时候能开始练武？再逼一次毒应该就差不多了。为了谨慎起见，最好再逼2次。哎，你还没说他是谁呢？他是宋国公世子，宋皇后的侄儿。你怎么能推堂儿下水救家儿？花船上没人会水，我下去救人，最后娘子不止得救2姑娘，还得救我。你不是会水吗？太久没下水，已经忘了。哎，不要责怪婷儿了，她做的没错。王爷，这救错人呢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有时候呢会惨重到你无法承受的。王爷救南康郡主摔断胳膊，可是传闻一段佳话，怎突然生出这番感触？娘子手下留情。留情？我只会给你留点淤青。我不这么做，你就不担心会被反咬一口，说你推云家落水吗？你信我没有推云家落水？你没必要这么做。我问的是上回。你要云家的命，能有180种不被人察觉的方式，不会用这么蠢的办法。以你的聪慧，完全能置身事外，甚至压根不会和袁家在湖边起争执，却偏偏上了套。娘子当真不是早看上了为夫，谋嫁于我？真是一点小心思都瞒不过相公，将相公猜准了。我就看上你病恹恹的，一嫁给你就能立马守寡，不用像别人似的要等上20、30年，要运气不好，可能一辈子都等不着呢。别看我，你脸上金片太多，伤我眼睛。王爷头疼吗？皇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都起来吧。谢皇上。这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这不就是那天在长桥遇刺的中年男子吗？大庭广众之下，就对为夫这般投怀送抱，是不是太猴急了些？猴急你妹啊！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太后驾到！祝太后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起来吧。哀家知道皇上有孝心，但这般大办，实在叫哀家心底过意不去。太后高兴就好。太后您可算是来了，大家可都好奇皇上给您献的寿礼是什么呢？哎呦，
让皇上费心了。哎，怎么只有信王叔一人进宫了？信王府其他人呢？好不容易才接回府的儿子孙子，也不带进宫给哀家瞧瞧。好不容易才接回府的儿子孙子，也不带进宫给哀家瞧瞧。红山虽然是我儿子，但毕竟没有上皇家玉蝶，名义上也只是我的义子。带他们进宫，名不正言不顺。义子只是暂时的，等找到正人，自然会让他认祖归宗。再者，哀家听说信王叔的孙儿了不得，一进京就名声大噪，颇有王叔年轻时候的风范呐。继儿确实是颇有武学天赋，只是性子偏急躁了些，还需历练。我肚子疼，我能不能先回府？怎么突然就肚子疼了？谁知道呢，反正就是疼。等诸位王爷敬完茶，和太后请罪，我陪你回府。用不着吧？为免后患，必须如此。算了，我肚子不疼了。这女人怎么就突然这么反常了？先是扑到我怀里，现在又装肚子疼要走，只是让她起身给太后赔个礼，就又改主意了。扶风王世子到。家父远在边关，无暇抽身回京给太后拜寿，特命臣子回京，献上一对东珠，还望太后不怪罪。扶风王有心了。哎呀，难得见大家闺秀有这般绣功，着实不错。多谢太后夸赞。谢大少奶奶是怎么了？怎么一直低着头啊？抬起头来，让哀家看看你的伏羲骨。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早思早超生。完了，这是认出我了。皇上，朕没事。这么怕见朕？朕是昏君吗？皇上您威仪天下，万民敬仰，法纪严肃，内政修明，整饬纲纪，仁厚礼贤，公勤政事，事必躬亲，爱恤民命，睦邻安边，纳言求治，贤明果决，任有良臣，气度恢宏，从谏如流，辅定内外，乃万世之明君。哼，三妹妹要有大嫂一半会拍马屁的功夫，就用不着戳伤10根手指绣百寿图呢。恼就恼吧，明知道半夏是被陷害的，还咬着半夏不放，这对母女根本不值得拉拢。都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日百寿图落水，许是老天爷被三妹妹的诚心感动，特意免你今日笑话。谁想倒霉碰到了大嫂，这一劫愣是没躲过去。为什么？谢大少奶奶，你是第7个上场献舞。你怎么没和我说这事儿？怎么回事？这奴婢不知道，奴婢只是来传话。谢大少奶奶，别忘了换上舞衣。大嫂，本该我上场献舞的，只是我刚刚不小心把脚给崴了。府里你和我身量最像，只能由你替我上场了。你们谁替我一下？我给他1000两。
太后寿宴是夏贵妃协助宋皇后办的，司仪是夏贵妃的人。看来今儿我不献舞是不行了。难不成大嫂不会跳舞？我说过，你们不了解我。大嫂她跳的这是什么舞啊？我都没见过，你们见过吗？啊，是惊鸿舞！天呐，谢大少奶奶竟然在皇上面前跳惊鸿舞，她是不想活了吗？不仅在太后的寿宴上触皇上的眉头，还失误把鞋子给甩掉了。今天可有捏好果子吃。跳得很不错，鞋子都掉了还说跳得不错，皇上不会是夸完再把我拉下去打一顿吧？谢皇上赏赐。你怎么不把我的衣服换下来？皇上不过是赏赐我一块玉佩，这么看着我干什么？这么多年，你是唯一一个在皇上面前跳惊鸿舞，没被罚，还得了赏赐之人。惊鸿舞没那么难跳啊。我勒个去！救命之恩就这么被我霍霍完了。轮到我献舞了，我可不会像你似的丢人。踮起脚尖，提起裙边。有句话叫“可别高兴得太早”。靖南王府是怎么回事？怎么频繁出岔子？皇上恕罪，臣女。是我干的好事，怎么了？同样丢人，皇上怎么只赏赐大嫂啊？都赏赐，没得叫人误会，跳砸了会得赏。给咱们靖南王府一回脸面就够了，还要给几回啊？只能怪大姐姐自己运气不好了，毕竟也不是谁都有伏羲骨。你不会是今天才赶回京吧？回京有些日子了。那你都不露面，也不告诉我们一声？这些日子一直在养伤，怕你们笑话我，就没告诉你们了。你武功那么好，谁能伤你？我也不知道对方是谁。当日啊，误会他是人贩子，亲了一个6、7岁大的孩子，便出手相救。他以为我抢他弟弟，我们俩都觉得自己在替天行道，打得不可开交，最后才知是误会一场。你们也认识他？岂止是认识，我们也被他打过。我替我大哥跟你赔礼了。令兄武功之高，令人敬佩，兄弟之间相处的方式也很不一样。我还正打算这几日去靖南王府道谢呢。谢什么？嫂夫人拾金不昧，我家传玉佩遗落大昭寺，若非嫂夫人，怕是难找到了。怎么了？你帮我个忙吧。帮忙？你让我帮你什么忙？帮我把这块玉佩物归原主，行不行嘛？你总不会让我白帮忙吧？我给你辛苦费就是了。确实该给，我要的不是这个。那你要什么？那就看娘子的诚心了，总要我满意才行。
我不让你送钱了吧？满意了吗？马马虎虎吧。满意了就赶紧给我送去，10万火急。你还没告诉我送给谁？皇上。送给谁？皇上。皇上的玉佩怎么会到你手里？我不是和你说过吗？在长桥我救了个人，今天我才知道那个人是皇上。当时他说要谢我，我见地上有块玉佩，看图案还有点眼熟，就要了这块玉佩做真金。就那么小会功夫，他就救了皇上，难怪今儿太后寿宴，皇上一出现他就开始反常了。原来他是抢了皇上的玉佩，皇上赏赐他玉佩，也不是因为他惊鸿舞跳得好，而是想要换回这块被他抢走的玉佩。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的？我替皇上压制完毒性，听到有人过来，我不知道是敌是友，让皇上自求多福，就赶紧走了。还有呢？没了。当真没有了？我还说了皇上是昏君。你倒是快去啊！这块玉佩可不好送，为夫没把你管好，少不得要挨皇上一通训斥，挨打都有可能。你这报酬给的可不够啊！这架势怎么跟要远赴战场似的？哎，救人就成我这样，也太坑了！但愿谢百庭别挨骂吧。扶风王每个月都会派人送折子进京，这回还让世子回京给太后贺寿，莫不是以此表示对皇上的不满呢？皇上，靖南王府谢大少爷求见。让他进来。内子不知在长桥处遇到的人是皇上，有所冒犯，臣也不知皇上遇险，没能及时护驾，还望皇上恕罪。你的病是他治好的？京都横空出世了个贾大夫，救了康王妃，救了云三老爷，还救了玉国公府大少奶奶。这些人获救都和你有关，莫非贾大夫就是他？皇上圣明，什么都瞒不过你。他怎么会救云三老爷？他心地善良，早在化身贾大夫去献王府之前，就准备救云三叔了。只是临界门被云二姑娘惹毛，才不了了之。后来云三叔病危，岳父大人发了话，只要能救云三叔，就是要他的命，他都在所不惜，才有了贾大夫救人之事。臣替内子向皇上请罪。这么点小事，朕不会怪他。倒是你，夏贵妃在朕面前提过一句，说霞儿始终钟情于你。臣这辈子能娶到内子，已是前世修来的福分，此生只想与她相守，永不负她。倒是和你父王一样钟情。你怎么看扶风王派儿子进京给太后贺寿一事？扶风王若真想和宁王交好，绝不会如此大张旗鼓地给太后祝寿，引起皇上您的怀疑。前不久扶风王还送信给父王，让父王帮着催军饷。臣猜此举必和军饷有关。扶风王让世子回京抛诱饵，要宁王真有野心，必然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拉拢机会。扶风王最想要的东西，必会如他所愿。不愧是靖南王的儿子，缠绵病榻许久，还对朝堂和边关有如此见地，
不错。这都去了1个多时辰了，怎么还没回来？大少奶奶，不好了！大少爷被踹进水里了。被谁踹的？皇上？哎呀，不是皇上，是您的兄长苏大少爷。大哥好好的踹谢百庭做什么？我明白了，今天谢百庭把我扔到水里，大哥这是在帮我出气。大哥肯定有分寸，他总不至于让我守寡的。别以为你替皇上送个赏赐给我，我一高兴就不挠你丢我妹妹下水救人的事了。我从小疼到大的妹妹，我都没舍得说她一句重话。你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和她动手，这回只给你一个教训，再有下文，我打得你爹靖南王都不认识你。大少奶奶，大少爷回来了。怎么脸色这么苍白？什么情况？踹得这么严重吗？你装病！我不这样，你大哥怎么会放过我？那还不是你活该！乞丐！你大哥我实在惹不起。这次太过分了！你别说惹不起大哥，你别有可劲儿的欺负我！你属狗的呀！你才属狗的呢！谁让你欺负我的？欺负？我这是还你的报酬。你大哥把我训了一顿，训得我哑口无言。教教他知道，我帮你跑腿进宫给皇上送玉佩，还收你报酬，只怕就不是踹我入水这么简单了。我惹不起，只能顺从了。顺从你老了？你这是顺从吗？这分明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你再这样，你信不信我让我大哥再打你一顿？你都不问问我，皇上骂没骂我？皇上骂你了吗？没有啊。要不我把他打死算了吧。皇上非但没骂我，还御赐了你烤鸭铺子1块匾额。我有这么大面子吗？当然不是，不过是新老王爷在帮你大哥善后而已。快起来！在水里泡了半天，没力气。没那么烫，再给婷儿重新准备一碗。你这女人，你是要和我同归于尽吗？你个混蛋，听到外面的动静还不起开，不拿脑袋撞你，我撞谁？刚刚我不小心撞了王妃，把王妃烫着了。刚才王妃来了，谁也别拉我，先让我去死一死。你去给母妃送烫伤药。这么点小事，让丫鬟去送不就行了吗？那是你亲娘，对自己亲娘都这么不上心，她是不是亲儿子了？说的话怎么听着都透着一股捡来的味儿。许妈妈端给我的姜汤，烫不到哪里去。母妃关心你才来寂寞轩的，你去正好给她看看。你确定要我去？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我脸皮薄，但娘子一定要我去，我也只能听命了。你脸皮薄，城墙都没你脸皮厚了，好不好？我去，差点忘了我把他嘴给咬肿了。啊，你才落过水，还是让丫鬟去吧。不是让母妃看我吗？你吐血都死不了，何况只是落水，母妃还能担心到哪儿去啊？相公口渴了吧？喝口茶润润喉。嘴疼的连茶都喝不了了。
亲我一下。你说什么？我说你再亲我一下，我。是为父太不称职了，还有娘子开口。不过娘子想亲为父，直接亲就是，为父又不反抗。亲你个大头鬼，亲他个姥姥啊！晚上泡药浴的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好叫你知道什么叫我为刀俎，你为鱼肉。王爷在去书房的路上碰到了三老爷，叫三老爷让三姑娘给您赔不是。可是三老爷说大少奶奶赢得了皇上的赏赐不算丢脸，然后就把王爷惹恼了。王爷让三老爷管好三姑娘，再有下回绝不轻饶。三老爷就罚三姑娘去祠堂抄300遍家规了。不愧是将军王，就是比一般人深明大义，通情达理，不像某些混蛋就只会欺负我。你先别夸得太早了。难道还有变数？三太太求王妃帮三姑娘求情，王妃就帮着跟王爷说了几句好话，王爷就改变主意，只让三姑娘抄100遍家规了。脸疼不疼？要不要为父给你揉揉？你还咬人咬上瘾了？谁让你幸灾乐祸的？好不容易碰到替我出头的，结果还有拖后腿的，这个人偏偏还是王妃。姑爷，不是我想铺地铺，是姑娘的话我不能不听啊。先下去吧。你还让我打地铺？让你睡地铺怎么了？要不是怕你大半夜摔下来扰我清梦，我都想让你睡房梁。母妃对我这么好，我当然要好好报答你了。地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睡了。是吗？我这记性也太差了，昨晚是谁说这辈子都不再睡地铺的？我的头怎么这么疼？我才不会告诉你，是昨晚把你拖到地铺上的时候撞的。你放开我！你怎么就这么认定我会委屈你呢？姑娘，昨儿祠堂闹鬼，三姑娘和丫鬟都吓个半死。三姑娘逃出门的时候，不小心绊倒门栏，摔晕了过去，大半夜被抬回了南院。不会是这厮搞的鬼吧？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你倒是给我开口的机会呀！我给你上药。迁怒，还把我迷晕，让我打地铺。你说这账要怎么算？我今晚睡地铺行了吧？把自己迷晕再睡地铺，你这是准备考验我能不能把持得住，还是给我机会呢？啊？怎么不说话了？你想太多了，我能让自己置身险境吗？一定要把自己迷晕不可？那必须先让你不举啊！你连不举都知道，你知道的是不是太多了？我怎么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我是大夫，我不仅知道，我还会治呢。有个见多识广的媳妇儿不好吗？爷，赏你的，昨晚的事办得不错。属下受之有愧。昨晚赴汤闹鬼不是你，那只是个意外，属下什么都没干。三姑娘和她的丫鬟就吓得鬼哭狼嚎，夺门而出，把自己摔晕了过去。大少爷，
老夫人让您去松鹤堂一趟。老夫人这时候找你去做什么？不知道，一起去看看吧。三妹妹也太倒霉了些，我刚刚去看她，她额头都撞肿了，我都不忍心看。都怪父王，大嫂对三妹妹多好呀，一口气送她那么多只玉镯，替三妹妹给太后献舞，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再说了，皇上都夸大嫂舞跳得好，要不是三妹妹，她还没机会得皇上赏赐的玉佩呢。要我说，就是把玉佩送给三妹妹都是应该的。我还不知道皇上赏的玉佩能随便送人，一会儿等父王下朝，我去问问他。大姐姐只是说笑的，大嫂别当真。我一直以为父王是个很严肃的人，在父王面前我大气都不敢喘，没想到还能拿他说笑。佛堂重地，什么样的鬼祟敢去那儿啊？我看分明是有人存心要吓唬薇儿。可佛堂有婆子值夜，三姑娘一惊叫，他们就赶到了，里里外外找了一圈，什么人都没发现。老夫人找我来是，昨儿被踹落水，身子骨没大碍吧？这关心也太假了，头一次简不去探望，而是把人叫过来的，真有大碍还能来得了吗？虽然苏大少爷踹你落水，但你把大少奶奶丢下水救云儿姑娘，确实不该。一会儿去信王府，给你岳父岳母赔个不是。我已经命人准备好赔罪礼了。那就退下吧。小少爷，你怎么能拿弹弓打姑爷呢？你丢我姐姐落水的事儿，你要说你有苦衷，大哥也帮姐姐出了气，我就不为难你了。但你再敢欺负我姐姐，我可不认你是我姐夫。但你再敢欺负我姐姐，我可不认你是我姐夫。弹弓打人很疼，不能随便用弹弓打人哦。半夏姐姐，我姐被人拿弹弓打过吗？谁啊？吃了雄心豹子胆，胆敢打我姐姐？是赵王府小少爷，那回把姑娘额头都给打肿了。不过姑娘很厉害，已经让赵王妃和南康郡主给她赔不是了。姑娘，还是请个大夫进府看看吧。你什么意思？是嫌我脸丢的还不够吗？哎呀，我悄悄让人从侧门请个大夫进来，不会有人发现的。如今信王府不再是我娘管了，有什么事能瞒得过苏夫人呢？我自己的身子我清楚的很。姑娘，戚大少爷来府里给苏老爷苏夫人赔不是了。我让你们办的事呢？我照姑娘的吩咐办了，苏大少爷骑马出去了，他不会出事吧？哼，他不就是武功很高吗？如果一匹受惊的马都摆不平，他也不配做我信王府的少爷。不好了，苏大少爷在街上惊马了。继儿有没有事啊？大少爷摔伤了。只是惊马而已，怎么会摔伤？大少爷惊马撞到青阳郡主坐的马车，青阳郡主从马车内摔飞出去，大少爷扑地上给他做了垫背的。伤得重不重？应该是内伤了。救人就好好救人，怎么给人做垫背的？跟妹夫学的，避嫌。你和青阳郡主是堂兄妹，不必如此。救人之前我又不知道，不败坏人家姑娘清誉是应该的。那青阳郡主没受伤吧？从砸我的力道来看，大伤没有，淤青肯定少。从砸我的力道来看，大伤没有，
淤青肯定少不了。回头我去看看青阳郡主，正好顺带给康王妃把个脉，看要不要调整药丸配方。哎，对了，好好的大哥怎么会惊马？我也不知道，突然就发狂了，毫无征兆，像是中了毒。这男人呀，都喜欢英雄救美，最好能成就一桩良缘，传为一段佳话。可这苏大少爷放着英雄救美不要，偏偏给人姑娘做垫背，甚至被砸伤也在所不惜，当真是品行高洁，称得上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谦谦君子，和我们抢烤鸭的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把天下第一楼开张就砸得关门大吉的温润如玉。酒楼被砸才几天啊，这些人就不记得肃纪干的好事了，要不要这么健忘？小绵羊，这大夫怎么还没请过来？看什么看？以为我不想给大哥治内伤吗？可这样一来，我不就暴露了自己会医术的事吗？谢大少爷从来没有用过这种眼神看过嘉儿，他是真的喜欢烧酥糖。可我的傻女儿还对谢大少爷情根深重，就算勉强如了他的意，真的嫁给了谢大少爷，他这辈子也不会快乐。老王妃说的对，长痛不如短痛，不能由着嘉儿的性子胡来，拿下半辈子赌气，给嘉儿挑个忠厚之人，平安顺遂的过一辈子，比什么都重要。姑爷，二姑娘病重，新老王妃让您领贾大夫去府里一趟。我和贾大夫还没有你们信王府苏姑奶奶和贾大夫熟，请贾大夫治病这样的事，以后请照顾我，直接找你们姑奶奶。还愣着做什么？去信王府。老王妃去请贾大夫的小厮回府了，快请贾大夫来！还不快去！贾大夫没来。怎么会没来？谢大少爷说，他和贾大夫还没有苏姑奶奶和贾大夫熟，让咱们信王府直接找苏姑奶奶帮忙。要不我派人去找唐儿吧。贾大夫来了。啊？谁领贾大夫来的？谢大少爷。给嘉儿治病要紧。贾大夫，求您救救小女吧。这温度得有41度了吧？怎么回事？怎么会变成这样？还是因为落水，姑娘回来就伤寒了，又不肯请大夫。以后这样的蠢病不要请我来了。有劳贾大夫了，我会管教好这不孝孙女的。能管教好才怪。妹夫，你这是几个意思？都这个时辰了，你不回去陪我妹妹，还想留在信王府过夜不成？我每日要泡药浴，还需施针，一日不能间断。我必须要等贾大夫一起走。贾大夫要是实在脱不开身，那你怎么办？那就只能先等着了。你怎么没走啊？你在这里，你让我去哪？你现在不怕别人误会你了？别人误会我不在乎，你不误会不就行了？你做什么？这要来个人瞧见了，可就真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赶紧睡会儿，我不希望你为了别人把自己累坏了。姑爷，给您泡药浴用的浴桶送来了。你大哥赶我走，我不接泡药浴的幌子，根本留不下来。又没人要留你，做这样的可怜小模样做什么？你做什么？贾大夫，我家二姑娘又高烧了，等着您去救命。得亏谢百婷逼着我睡了一会儿，要不然这身子骨真熬不了一晚上。烧已经退了，剩下的按时服药就行了。昨晚辛苦贾大夫了，这是给您的诊金。我的出诊费可没这么便宜。不知贾大夫要多少啊？我现在就去取。2万两，出诊费1万两，过夜费1万两。这诊金也太多了些吧？拿2万两给贾大夫。老王妃，大姑奶奶回门了。哼，她还有脸回来？下来。你又不是我什么人，要你管我这么多？我姐夫都不管我。快回去。姐夫，我可是你的小舅子，你带我逛逛吧。谁许你和我姐姐似的连我衣领子？姐夫。今天姐夫实在没空，下回带你逛街。姐夫，我都许久没逛街了，你忍心拒绝我吗？你祖父祖母、你爹娘、你大哥都忍心，你觉得你姐夫能不忍心吗？你祖父祖母、你爹娘、你大哥都忍心，你觉得你姐夫能不忍心吗？把他给我拉开！这苏小少爷战斗力之强，真是生平仅见。我去，锦袍都撕破了。姐夫，你这衣服质量也太差了，等改日我送你一件耐撕的吧。这小子力气是有多大呀？给你姐夫赔不是。姐夫，对不起。我让继儿拿套锦袍给你换上，以后北儿再这样，你就直接把他丢开，别由着他。没事儿，不麻烦了，马车里有。我还是先送贾大夫回去吧。对不起啊，我弟性子太顽劣了。以后还是生女儿吧。生男生女，是谁想生什么就生什么的吗？如果可以，还是生一双龙凤胎吧。万一你以后生了儿子，你是准备塞回去还是丢了？这女人也忒会抬杠了吧！你要真生了儿子，我也只能勉为其难接受了。我生的儿子，要你勉为其难的接受做什么？又不是你儿子。你再说一遍。喂，我耳朵都快要被你震聋了，你让我说我就说啊！真是没见过爷这样的，都还没和大少奶奶圆房，就想将来生儿子生女儿的事了，居然还吵起来。圆房才是你现在要想的事好吗？没圆房，别说小少爷小小姐了，就是个蛋也生不出来呀。衣服好换，这头发真难搞。帮个忙呗。你不帮我，我可到大街上找别人帮忙喽。在街上披头散发，罚跪佛堂半个月，抄家规1000遍。既然一心想和离，又为何欺我？你以为轻薄了我，就不用负责了吗？完了，爷已经在不要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是你先亲的我好吗？
你这是要我对你负责？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我负责，那是你的事。但我要你对我负责。不就亲你一下吗？我给你钱行了吧？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卖鸭子，我这是今年的新鸭子，味道肥美极了。我发誓，我真的不是故意笑的。大少奶奶，大姑娘、三姑娘他们明儿要去大昭寺给老夫人祈福，南康郡主让您一块儿去，还叮嘱您别忘了抄几篇佛经。你还真准备去大昭寺呢？在大昭寺被黑衣人追，还撞破宋国公世子与人偷情，还惊了马车，这人都没有什么心理阴影吗？就是因为不去，所以更要抄佛经。别抄了。你别闹，这一篇就剩最后2句话了，让我写完。啊，你做什么呀？要回去我自己会走。我抱你回去睡觉，就没人怪你不用心抄佛经了。我佛经还没抄完呢，我要再抄2篇。老夫人更盼望你早日给她添个重孙。为夫不努力，她怎么如愿呢？兄弟，你加戏可以，你不要加这样的戏行吗？可以放我下来了。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害羞的女人。你抱过许多女人吗？没有。哦，你又没抱过，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你确定没骗我？你这手在我胸前摸来摸去的，在撩拨我吗？什么撩拨？我们就是正常聊个天。你觉得这样聊天很正常？好吧，为夫也觉得很正常。为夫觉得这样的姿势聊天更正常。正常你个姥姥，死沉的，都快压扁我了好吗？你要聊什么？你知道我想要什么？这个姿势本就危险，再聊这么敏感的话题，鬼知道会聊出什么火花来。但我别的不会，我会泼冷水啊。合理。我想掐死你。其实从嫁给谢百庭以来，她的所作所为大体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可是等她的毒解了，就会被封为世子，这样尊贵的身份，会一辈子跟我一个人厮守吗？反正我绝对是接受不了3妻4妾的。你在走神什么？差不多1个月，你体内的毒就能清除干净了。你可真是敬业啊！这时候还想着给我解毒的事儿。谢谢夸奖。我希望你做大少奶奶的时候，也能这么敬业。你离我远点儿，要压扁我了。压死了倒省心了。你去哪儿啊？不聊天了？好，娘子舍不得为夫走，那为夫就再陪你聊会儿。算了，时辰不早了，明天再聊。给我老黄历做什么？新安郡王他们为天下第1楼开张而来，上回开张的日子是他们定的，结果半天就被你大哥砸了，他们不敢再挑，特意送了本老黄历来，让你挑个吉利日子。哇，幸好大少奶奶今天没出门，这上头写着不宜出门呢。就3天后开张吧。这老黄历一点也不准啊！不宜出门，不一定立刻就显出来，也可能是今天遇到的人或者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会在未来某一天带来不可估量的伤害。大少奶奶，苏夫人派人来传话，说云儿姑娘腹痛不止，看了好几位太医都止不住疼。太医猜可能和服用贾大夫开的药有关，让您请贾大夫去信王府看看。贾大夫去鱼游了，不过留了药方，我这就送去信王府。我陪你去。陪我做什么？
你直接去送药方不就行了？哎，我开玩笑的。相公，你陪我回信王府吧。父王是惹你了吗？我刚看到你瞪他了。没有。那你瞪父王？看他不顺眼。贾大夫说，他开的药方可能会有些头疼、脑热、肚子不适这样的后遗症，不是什么大问题，只需要用黄连熬水，喝到症状消失为止就成了。他只让我口头传话，我怕口说无凭，还特意让他把方子写了下来。照方抓药，看着二姑娘服下啊。是。老王妃，二姑娘听说苏姑奶奶专程回来给她送药，心下感激，想为苏姑奶奶在宫里救她一事，当面和苏姑奶奶道谢。我去看看她。姑娘，良药苦口，您就喝了吧。端嫂，不愿意请贾大夫来医治我就直说，犯不着拿张方子来糊弄我。这就是云二姑娘对我的道谢。你要质疑这方子，不喝便是，一点肚子疼也要不了你的命。忍个3、5日，贾大夫差不多也回京了，到时候再让你的百庭哥哥请他来医治你便是。过以我对贾大夫的了解，来了之后他会开一样的方子，还会收信王府1万两的出诊费。当然了，信王府家大业大，又岂会把这区1万两放在眼里？我有几句话单独跟苏姑娘说，你们都退下。是。你要把我的百庭哥哥霸占到什么时候？霸占？他不是你拱手送到我手里来的吗？那你把百庭哥哥还给我。你把我当什么？又把谢百庭当什么？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我劝你有点自知之明，百庭哥哥喜欢的人是我，担心我的安危，他丢你落水救我，还丢下你在信王府守了我整整1夜。我和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情分，岂能是你能比的？青梅竹马我信，但两小无猜，你们配得上用这个词儿吗？他恼我没有嫁给他，拿你来气我，你看不出来吗？你就这么甘心被百庭哥哥利用？你连我和他是如何相处的都不知道，就妄图对我使用挑拨离间之计，很蠢，你知不知道？既是青梅竹马长大的，就该知道，从你放弃他那一刻起，你和他就再没可能了。他就算休了我，与我和离，娶的也不会是你。这么急的挑拨，看来是好事将近了。我提前恭喜你，觅得良婿，就是不知道哪个良婿这么倒霉。我这辈子只会嫁给百庭哥哥。王妃，屋内外都找遍了，没有找到您丢的那只玉簪。没找到就算了。哎呀，这怎么行啊？那可是王妃您最喜欢的一套头饰了，丢了一只玉簪就不好佩戴了呀。再私下找找，王妃没去什么地方，找仔细点啊，总能找到的。是。母妃，您这丢什么了？只是丢了只玉簪，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恢复了？母妃找我有事儿。母妃没什么事，只是你父王先前把我叫去，问我你在王府大门口瞪他的事。父王最近是有多清闲，这么点小事儿，也值得把母妃您叫去问一通。你父王以为你瞪他是母妃和你告状了？告什么状？你还没告诉母妃，你为什么瞪你父王？没什么，就是不小心瞪了父王一。相公说他看父王不顺眼。你父王
哪里让你看不顺眼了？容貌遗传了父王，每回出府都压力很大。我去，这死不要脸的，有这样夸自己的吗？他还说的脸不红气不喘的，好像就是这么回事似的。给他一张为祸四方的脸，他还不乐意。这要遗传出点岔子，相貌平平，他还不得把王爷瞪死？好吧，那母妃也没什么要问的了。父王委屈母妃你了？你父王没有委屈母妃。没有，那父王心虚什么？以后父王对我有什么意见，直接冲我来，不要为难母妃。王爷，这是王妃的玉簪。给我5000两。理由呢？封口费。给我5000两，我就不告诉母妃你偷藏了她的玉簪。父王是不是有些事儿没有教过你？这是什么？另外的一些兵书。这是什么？兵书。我不打扰你看兵书了。是你告诉父王，我和大少奶奶还未圆房的事的。最近我没和王爷说过这事儿。爷成亲醒来第2天，王爷问原因，我就如实和王爷说了，包括大少奶奶约定独姐与我和离的事儿。有事吗？爷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流鼻血了。你找我的事儿，你家爷知道吗？别让他知道你找过我，不然我怕他把你打死。爷，大少奶奶知道您在看。我不饿，午饭我就不陪你吃了。奇怪，怎么会不饿呢？姑爷也是忙了一上午了呀。他不是不饿，他是丢不起那个人。安夏，将2个梨送去书房，另外再吩咐小厨房熬2碗绿豆汤给大少爷送过去。又让我打地铺。不过我现在的情况确实也不适合睡床。你没睡？你这来来回回的冲冷水澡折腾，我能睡得着吗？需要我帮忙吗？你确定要帮我？这需要犹豫吗？你不后悔？这有什么好后悔的？不要帮忙就算了。你就是这么帮我的？
不然呢？你失眠睡不着，我帮你入睡，你不谢我就算了，你还恩将仇报。我怎么娶了你这么个没心没肺的女人？算起来，你是被迫娶了我。既是被迫的，可以责怪别人，不必自我懊悔。你就这么确定我醒着不会娶你？没想到你是这样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人，真是看走眼了。这女人还真是伶牙俐齿啊，瞬间就把脏水泼给我了。怎么不说了？为夫还是谢娘子你，帮为夫入睡吧。这还差不多。谢老王妃决定将云家远嫁了，多准备些天装，到时候送她出嫁。新王府原本给她准备的陪嫁，都给她送去。都送给他了。那我呢？你有我就够了。你有我就够了。有你就够了。有你就够了。那你说，我要送人礼物，我是不是要把你切下来一块给人送去？大少爷和大少奶奶这辈子是蛮说甜言蜜语了，说着说着就变成泥石流了呀。行，你做主就好。这还差不多。要是你还坚持把谢王府给他的那些陪嫁送走，我可真的要下狠手了。哎呀，大少奶奶，奴婢肚子疼，奴婢去方便了，您先睡。怎么肚子疼了？我给你把脉看看。不用不用。还好我跑得快，要不然姑娘肯定又要我铺地铺了。今天没有铺地铺，难道是桃儿想通了？等我一会儿再睡。总算想开，要与我圆房了。哪儿跟哪儿啊？这人一天脑子里是不是除了圆房就没别的东西了？别用你那饿狼扑食的眼神看我。我要是狼，你现在连骨头渣都不剩。给我个准话，什么时候圆房？18。下个月18。我说的是18岁。那你还是替我守寡吧。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憋死了。要不要这么夸张？别说2年，忍一辈子也不会死的好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想好了再说。那等你毒解，等云家嫁人了再。等我毒解了，我能接受。可是她要是一辈子不嫁人，你就一辈子不和我圆房了。我这不是怕你后悔吗？我是不会接受我的相公纳妾的，娶平妻更是想都别想。你能做到吗？这有什么做不到的？有你了，我还要别人做什么？我是认真的。我也是认真的。睡觉吧，毒解之前我不碰。爷呢？在书房后院练武呢。才解毒就练武，要不要这么勤奋？玩2天不行。你肚子不疼了？好，好了。气息还算稳，不过最好呢，还是要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我是为了谁？还不是想早一点练出来8块腹肌。这么看为夫做什么？有这么多人关照天下第一楼的生意，你不高兴？可这人也太多了。上回天下第一楼虽然只开张了半天，但吃过的人也不少。今天开张和上回一样打5折，想吃的人必然不想错过。还要下去吗？算了吧，你还是自己去吧，我去挑首饰。小心些。
我还以为百灵兄你就要陪大嫂，不陪我们呢。你们要我陪吗？我们不用陪，但扶风王世子还是要的。我可是拼尽全力才把他留到现在啊！他明儿就要启程去边关了，今日一聚，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相见了。边关无战事，扶风王要的军饷也送往边关了。他这么着急回去做什么？我也觉得奇怪，所以我灌了荣离近身护卫的酒，旁敲侧击出来原因。荣离急着离京，是赶着去青州参加什么花灯会。青州有他中意的姑娘，你们俩喜欢的都是青州长大的姑娘，甚好。甚好什么？我们几个从小一起长大，口味应该差不多。百庭兄和荣离喜欢的都是青州的姑娘，我们仨应该也差不多。回头我母妃再催我成亲，我就说我喜欢的姑娘在青州，我母妃还能说什么？多了一个拖延成亲的理由，不好吗？或许成亲不是坏事呢，百庭兄不就乐在其中？他娶到中意的了，当然乐在其中了。我母妃给我选的几个，说实话，我连他们脸长什么样都没记住。不得不说，百庭运气真好，躺着都能娶个中意的。我们这些站着的，是不是我们选媳妇的姿势不对？哼，与其猜测，不如一试。是什么？把你打得昏迷不醒，这点小忙，我还能帮。被王爷给了大少了，暗卫变明卫，现在又跟着大少奶奶，直接降格成了小厮。能不能尊重一下我这个暗卫啊？明明杀人才是我擅长的事啊！那么多年辛苦训练，才定居的七情六欲，现在又有了回来的苗头，实在不是好事啊！姑娘，拿不了了，这些都是我买的，不然呢？难不成还是哪个大善人送给您的不成？好吧，那送到马车里去吧。我去前面的首饰铺子逛逛。好，那属下快去快回。大少奶奶，您注意安全。不知夫人要些什么？先随便看看。是晋南王府大少奶奶，就是那个一口气在庆玉轩买了几万两首饰的谢大少奶奶。哎呀，可不就是她，那一次可是把庆玉轩所有人都羡慕坏了。她这是庆玉轩买够了，来光顾晚翠阁生意了吗？快去后院把刚送来的首饰都拿过来，让谢大少奶奶挑一下。不必如此，这也太热情了，感觉不买个128千的都对不住掌柜的热肠。大少奶奶这边请。宋世子到底要走哪边？宋世子到底要走哪边？我还以为苏姑娘不认得本世子呢。苏姑娘，这称呼怎么听着那么不对呢？宋世子该称呼我为谢大少奶奶。哦，忘了，苏姑娘已经嫁人了。不过苏姑娘在太后寿宴上献的惊鸿舞，着实惊艳了本世子。如苏姑娘这般出岔子还能从容不得，获皇上嘉许的，可不多见呢。请叫我谢大少奶奶。一个称呼而已，苏姑娘就这么在乎吗？谁说称呼不用在意？我当街叫你一声鸭子，你敢答应吗？相公，你来了。这耳坠样式不一样吗？你买2对做什么？奴婢1对，福陵1对呀。这些赏赐是给你的，福陵那边我不会亏待他的。福陵仙家没法陪着姑娘，
心里一定很难过。我送一样的首饰过去，对他来说肯定也是一种安慰。苏糖姐姐，没想到这么巧，在街上碰到了。这些日子一直打算去康王府找你，结果拖到现在也没去。那明儿我和母妃去荆南王府，给你母妃换方子是其次。我大哥街上惊马险些伤了你，准备登门替我大哥赔个不是。苏大哥不是故意惊马，我也没受什么伤，哪用得着苏糖姐姐登门给我赔礼啊？你的马车停在晚翠阁，是来买首饰的吗？我想挑一枚玉簪。宋国公世子现在还在晚翠阁里，那位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刚好买了玉簪，送给你吧，就当给大哥赔罪了。我是来晚翠阁买玉簪，却不是我戴。秦为长公主府过节日举办牡丹宴，给我下了请帖，我挑只玉簪，到时候送给他。我送你玉簪确实不好再转手送人，不过不急，咱们先去逛街，一会儿再买不迟。等我们逛街回来，那宋国公世子应该就已经走了吧？荆南王府大少奶奶在街上吃糖葫芦，是青州小地方来的，她指望她有多懂。我奉劝你一句，有些人还是离他远点的好，别被人带出来一身的小家子气，举止粗鄙，失了郡主的身份，惹人笑。你笑什么？我在笑，在街上吃串糖葫芦就是行为粗鄙了，那惦记别人家产，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我青州小地方来的，没读过什么书，还请迦南郡主赐教，难道迦南郡主也不知道吗？我不和粗鄙之人说话，去荆南王府。哼。谢大少奶奶，可算是让我找着您了。找我家大少奶奶什么事？有个男子的媳妇难产，说是横胎，急着找贾大夫救命，求到谢大少爷跟前去了。谢大少爷让我来找您。人命关天的事儿，苏糖姐姐快去吧，延误了时辰。要去哪儿？去找贾大夫。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就一坛。你确定就一坛？我怎么感觉你喝多了，脑子都不大好使了？一会儿你就知道，为父脑子好不好使。让他逃了。属下不查，男子咬碎了藏在牙齿里的毒药，自尽了。到底怎么回事？这个男子求到我跟前，找贾大夫救他难产的妻啊。起初我并没有怀疑，直到我扶他起身的时候，看到这男子虎口处的老茧，那是常年拿兵器才能磨出来的痕迹。可他却口口声声说自己上有60岁老母，下有2个3、5岁的孩子，一家人靠种地为生。所以你就确定这男子有问题？我早上练武，可能他们觉得要我的命不容易，要贾大夫的命易如反掌了。以后怕是要在刀光剑影中过日子了。你怕了？怕？我的字典里就没这个字儿。当你娶了我，一定会是他们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儿。大嫂怎么回府了？不是领贾大夫去给人接生了吗？谁告诉你贾大夫回京了？难道没有吗？当然没有了。今儿当街求相公的男子是假的，只是可惜让他服毒自尽了，不然定能从他口中盘问出是谁指使他这么做的。唉，可惜了，死无对证。你的丫鬟不在，我帮你打下手。今天要调制的药，你没法帮我。为何？如果说我要调制让人不举的药，你肯定又要炸毛了。你要没事的话，我就给你准备药浴吧。哎，姑娘，
娘，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亲王府一切安好吧？夫人挺好的，老爷上任刑部，奴婢不知道。大少爷没人打得过他，就是小少爷不太好，还和以前一样调皮，被夫人关起来了。北儿又怎么了？二姑娘因为远嫁的事情闹绝食，小少爷翻墙进怡兰院，看到了二姑娘啃烧鸡，不小心把这事捅到了老王妃跟前，夫人就把小少爷关了起来。诗云家可真是，唉，真不知道二姑娘要把人折腾到什么时候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罢了。我带你出府。出府做什么？扶风王世子启程回边关，我去给他送行，带你一起去。你吃错药了？你不愿去就算了。你不担心我觊觎人家啦？他有意中人，还很巧，是你们青州的姑娘。青州哪家的姑娘？他自己都不知道，旁人就更不可能知道。唉，我怎么觉得谢百庭的这些个兄弟都这么的不靠谱呢？都意中人了，还不知道是哪家姑娘？这意中人意的也太随意了些吧？那你等我一会儿，我去拿点东西。这么沉啊？当然沉了。大少奶奶装了不少药在里头，我要是解毒完就有10颗。要是早告诉我，我就多准备些清创药了，边关肯定用得上。我怎么觉得你对我的兄弟都特别好，对我这个夫君却很一般？有吗？没有吗？给他们做烤鸭，送烤鸭秘方，他们借钱的时候更是恨不得送上门去，现在又大方送药，还一送就是一包袱。我呢，替我解毒还要和离书，真是越想越心痛的慌。哎呀，走了走了，给人送行不能叫人久等。百庭兄怎么回事啊？说好的来送行，怎么到现在都不见他人影？他不是会爽约的人啊。嗨，百庭兄已经成亲了，拖家带口，情况和咱们不一样，不能对他要求太高。百庭兄来了。哎，怎么是坐马车来的？看来这温柔乡挺伤腰的。注意言行，妹子也在。大嫂，我口没遮拦，你别见气啊。本来没腰疼，现在坐实了。你护送大少奶奶去长桥。什么情况？不是来送扶风王世子的吗？怎么又要去长桥了？师兄师嫂的感情令人羡慕，有郡王他们送我就行了。你陪师嫂吧。送你到十里亭，再陪妹子也不迟。这一别，再见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虽然边关没起战事，但暗流一直在涌动。或许再见，不是我回京，而是你们去边关了。这次我回京，最高兴的莫过于知道你中毒快痊愈的消息了。只是可惜啊，贾大夫离京了，不然我还真准备去拜访他一下，求些药带去边关。包袱里装的都是贾大夫亲手调制的药，希望你和伯父都用不上。若还需要，只管写信回来。这不是大嫂的笔记吗？大嫂写给我们的烤鸭秘方的字迹和这贴纸上的一模一样。你主子怎么改主意送我去长桥了？爷没改主意啊，本来就是这么计划的。吃午饭还早，现在就抓鱼吗？等生火了再抓也不迟，吃最新鲜的。可带小锄头了？带是带了，可是去拿来。上次就在树林里见到不少药材，这次一定要挖了带回去。姑娘，真的要去吗？万一再碰到皇上怎么办？要这回还碰上，那皇上就真的是昏君了。先别忘，好像有打斗声。不会是皇上吧？
我现在有点怕你的乌鸦嘴了，你就不能盼着点皇上好吗？我可不是乌鸦嘴啊，也没有不盼着皇上好啊。是不是因为在树林碰到过皇上嘛？那是皇上的可能性很大嘛。而且夫人说过的，不长记性的人会习惯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陈七，你去那边看看。我就不和你们一起回城了。可关键是我们也没说回城里，都知道长桥风景好，我们也想去逛逛。就不能带我们一起蹭个饭吗？我们吃的又不多，就吃一点儿，尝个味道还不行吗？菜带的不够，菜不够，鱼管够啊。再不行，还能让大嫂给我们红烧个西北风，总能填饱肚子。他可是皇上啊，出宫身边都不带侍卫的吗？连太子都没立，就敢这样的疏忽大意。遇到这么个不靠谱的皇上，吃苦受累的是黎民百姓啊！还有，我们目睹了皇上被人虐打的样子，皇上不会把我们杀了灭口吧？留活口！走！别追了，护送皇上回宫更要紧。你有没有受伤？我没事，那两个人应该没想要皇上的命。刚刚交手的时候，我隐约感觉那黑人有些熟悉，对我也手下留情了。原来姑爷有这种感觉，我要不要和姑爷说，刚才那两个人的身形好像老爷和李叔啊？可是揍皇上那可是诛九族的死罪啊！老爷又久居青州，怎么会认识皇上？更别说结仇了，一定是我感觉错了。皇上为什么一而再的来长桥？曾有传闻，沈皇后死后并未葬入皇陵，就埋在长桥附近。看来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今日是沈皇后忌日，皇后还能不葬入皇陵吗？沈皇后在死的时候已经被打入冷宫了，是被废之身，可以不葬入皇陵。皇上把沈皇后葬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或许更方便她祭拜吧。还做饭吗？我已经放弃让你在长桥做饭这事了，我怕皇上会没面。上回来做饭，皇上遇刺，这回来就碰到皇上被人打，再来一回，天知道皇上会遭遇什么。啊，不好让皇上骑马，就坐了大嫂的马车。无妨，皇上有令，让我去那边沈皇后墓前取2条烤鱼。既然是放在沈皇后墓前的，那就是祭拜沈皇后的。皇上让带走，这是不给沈皇后吃，还是和沈皇后抢吃的？看我做什么？长桥我去过几十回，一次没碰上皇上。你去了2回，就救了皇上2次。看来我和皇上挺有缘分。绝对是孽缘。会不会说话呀？大少奶奶，老夫人派人请您去松鹤堂一趟。这老太太不知道又做什么呀，真烦。不知道老夫人叫我来是？昨儿个柔儿和我说你在大街上吃糖葫芦，因着和青阳郡主一起，我便没说你什么。今儿你和大少爷同乘一骑，穿街过市，甚是招摇。可有这事儿啊？府里的长辈一直体谅你是青州小地方来的，对你没有过多要求，但你仗着大少爷宠你，就这么不把规矩礼仪放在眼里。以前你怎么样，我靖南王府管不着，但既然嫁进了我靖南王府，就要守我靖南王府的规矩。再纵容你，没得让你带坏府里的少爷姑娘。不就是小夫妻大庭广众之下骑了一匹马，撒了点狗粮，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好像我们做了什么道德败坏的事似的。郡主说的对，我也觉得骑一匹马不合适，但相公非要带上我，我不配合他还生气。
请老夫人重重责罚他，不然他还有下回。我脸皮薄，实在不习惯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都说出其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但这也不是什么大难，连点小难都算不上。大少奶奶就这么被弃大少爷了。大少爷，老夫人罚您去贵祠堂。大少奶奶呢？怎么罚她的？老夫人只罚了您，没罚大少奶奶。我犯什么错了，要被罚？刚才在松鹤堂，就是这样。大少奶奶一向是请完安就走，今天怎么做了这么老半天？难道她是怕了南康郡主，拿自己夫君受罚向南康郡主做投名状？若真如此，那大少奶奶可真是个狠人了。老夫人，皇上派人来赏赐大少爷、大少奶奶。可知皇上为何赏赐大少爷？你和大少爷做什么了？可能是因为相公把我的马车借给皇上用了下吧。哼，你把马车借给皇上用，自己才不得不和大少爷骑马的事儿，为何不说？可是皇上又怎么会用到你的马车呢？老夫人要罚相公的时候，我说了有原因的，但没人给我机会说呀。谁长在你身上，谁捂住你的嘴，不让你说了吗？去放了大少爷，让他去领赏。你可真是我的好媳妇。还有丫鬟在呢，画得我脸都红了。这媳妇我不想要了，谁能来把她带走啊？真生气了？说好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呢？谁跟你说好的？我没说过啊。谁跟你说好的？我没说过啊。这还用说吗？得，缺乏默契了。我一直以为我们俩的关系是有福我享，有难你当。你把钱都给我了，不是这意思吗？我今天一定是骑马吹坏了脑子，才会妄想从这女人嘴里听到好听的。我还要去安王府、齐国公府和宁阳侯府送赏赐，就先告辞了。久劳公公了。赵管事，送公公出府。公公请。这玉佩真不错。当然不错了，这同心佩是去年的贡体，赵阳公主和玉阳公主都想要，争得不可开交。皇上赏赐谁都不好，就都没赏赐了。说以后哪位公主先嫁人，就把这玉佩赏赐给她做定情信物。没想到最后竟然赏赐给了你和大哥。皇上日理万机的，估计早忘了这事了。赵阳公主是宋皇后所出的嫡公主，玉阳公主是夏惠妃所生，因为夏惠妃受宠的缘故，最得皇上宠爱。两位公主都得不到的东西，她苏唐凭什么能这么轻轻松松的得到？哼，等牡丹宴的时候，有你好看的。我这身打扮怎么样？我娘子真好看，可是今日却要被那么多人看到。丑，换一身。切，没眼光。刚才用早膳，大少爷掰包子的时候，不小心把油溅到了大少奶奶裙头上，那么漂亮的裙子就这么给弄脏了。唉，大少爷一向稳重，这次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我看呀，大少爷就是不想让大少奶奶穿得太好看去参加宴会。有道理。你是故意的，把我没穿过的裙长都拿出来，不自己挑，不让我穿好看的衣服出门，我还就偏穿了。这衣服不行，刚才那件还素雅一些，这件日月星辰皆含在内。
奏动间熠熠生辉，实在太过耀眼。怎么不行？这衣服不是你替我选的吗？当下你先出去。你干嘛？请安去迟了，没准要挨骂的。你把衣服换了，我陪你去请安。没圆房之前，我不会让你穿这样出去的。你不换，那别怪我食言了。圆房之后就能穿啦？也不行。换，我换就是了。还要再换吗？这已经是最保守的一套了，再换可真没了。就这样吧。真难伺候。姑爷不是说陪姑娘去请安吗？怎么没跟上来呀？大嫂这穿的怎么还不及平常？到底怎么想的？呀，好漂亮的牡丹簪子呀！三姐姐什么时候买的？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啊？就前几日出府买的呀，让你们陪我去，你们都不肯。还站在这里做什么？去给老夫人请安了。姑娘，三姑娘头上戴的牡丹簪，就是当日婉翠阁宋国公世子定制的那一只。你确定没看错？那么漂亮的牡丹簪，看过的人都不会忘记的。我在街上吃糖葫芦，都被指责身份有失，何借百听同城一计，还罚跪祠堂。若这些微真上了宋国公世子的钩，看老夫人和南康郡主怎么处置。你这也太招摇了吧！不让我穿好看的衣服，自己却打扮的花枝招展。哼，还不是被你逼的。我几时逼你了？为夫比他们都好看，你要看上别的男人，别人会说你眼瞎。你这样子出门，别人该说你眼瞎了呀。我倒是没想这么多，是算了。已经成亲的人打扮成花蝴蝶一样，这是要准备出府招蜂引蝶吗？还不快回去换了！你还笑？谢蝴蝶，你别太过分了，不然我穿的好看就算了，现在连我笑都要管了。谢蝴蝶？你喊我什么？你再喊一遍。你让我喊我就喊啊，我就不喊。叫我什么？相公，叫你相公行了吧？什么，一言不合就亲了，技术还不在。他说什么？我技术不怎么样。你说我技术不行？完蛋了，他怎么听见了？就凭这人的小心眼，我还能有好果子吃吗？本来就不怎么样啊，还不让说了。你懂得还真是不少。找谁练的？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一个大家闺秀，上哪里见猪跑去？没见过这么会抬杠的，这人是杠精投胎吧？反正你是第一个亲我的男人，也是我第一个亲的男人。至于信不信，随便你了。娘子说的对，为夫技术确实不怎么样，还需勤加练习。我和你说正事儿。你说。宋国公世子送了你三妹妹一只牡丹簪。你要和我说的正事，就是这个。我连自己的娘子都没搞定，你觉得我有功夫管三房的闲事吗？可算是盼到牡丹宴了，想了一整年，就等这一天来长公主府上大饱眼福。这般想还来得这么迟，确实来迟了。一会儿呀，我自罚3杯，给长公主赔礼。得，来迟了还惦记我的牡丹酒。这就是谢大少奶奶吧？
苏唐见过金明长公主，那玫瑰香露确实不错，不过味道不是我，也不是太后最喜欢的。不知道谢大少奶奶从何得来？玫瑰香露出自贾大夫之手。哦，难怪了。贾大夫替人看诊，诊金之昂贵，一般人可看不起。出自他手的玫瑰香露，必是天价呀。价格是多少我不知道，但贾大夫说过，调制那么一瓶子香露，耗费的时间够他医治180个人了。贾大夫的医术远在太医之上，谢大少爷得他医治，想来身子骨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吧？相公已经恢复大半了。我高高兴兴来参加牡丹宴，金明长公主却往我伤口上撒盐。宜春在玩投壶，柔儿你们去找他玩吧。大少奶奶，青阳郡主来了，在喊你呢。走路不看路啊！看我指缘都断了，你去给我捡回来。怎么了？刚才迦南郡主推着放风筝，我们不小心撞了，风筝飞走了。哼！我先去捡纸鸢，再来陪你上牡丹。我和你一起去。嗯。要不分开找吧，快一些。好。啊，不会纸鸢早就被人捡走了吧？应该没有。是韩胜带着隐忍的痛楚，难道是有人受伤了？擦擦擦，怎么又撞到宋国公世子跟人野餐了？看到了不该看的，四姑娘倒是一点也不脸红啊。又不是第一次看到，脸红个屁啊！相比之下，上回在大昭寺那才叫劲爆，这回都还没来得及奔主题，就被我给搅黄了。不好意思，打扰了。把本世子到嘴的鸭子弄飞了，四姑娘不陪我一只就准备走？以宋世子的权势地位，要多少只鸭子没有？那丫鬟是你故意放走的，与我何干？我和半夏一路说话过来，假山离得这么近，他不可能不知道我们在往这边走。但丫鬟还是不受控制的发出了叫声，除非故意为之，实在想不到第二种可能。你果然聪明，本世子还没碰过聪明的女人。姑娘，我拦住他，你快跑！卑鄙无耻！我劝你收敛一点。夫人，我叫你下半辈子都在悔恨中度过。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也敢威胁本世子？被本世子看上是你的荣幸。荣幸你老了，相公。一样的招数用2回，你觉得本世子会信吗？本世子难道还比不上你那病秧子相公？一样的招数用2回，你觉得本世子会信吗？本世子难道还比不上你那病秧子相公？本世子让他把你献给我，我帮他夺世子之位，你猜他会不会同意呀？有胆量你就问吧。半夏，半夏，这傻丫头也太忠心了，忘了我随身带着毒药的事了吗？别说宋国公世子占不到便宜，就是谢百庭也难呐。半夏，你醒了，你怎么样？头，有点疼，有点晕。你给他下毒了。
踹人脚疼。他毕竟是宋国公府世子，宋皇后的侄儿，你废了他，宋国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毕竟那丫鬟跑了，要是没有，还能来个死无对证。那就这么放了他？我给他下药了。什么药？不取药。这不取药和废了他有什么区别吗？你身上怎么连不取药都有？感情是给我准备的呢？没有，那一份不是给你准备的。我给宋国公世子的不取药，他会在3个月之内慢慢的那啥，神不知鬼不觉。给你下这样的没用。他之前就调戏过你？不算吧，他只是在晚翠阁挡住了我的去路，大庭广众之下没敢过分。但我知他为人，不敢掉以轻心，回府就调制了药，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此地不宜久留，快走吧。大家闺秀和世家少爷分开的，你和我一起去，不妥吧？苏兄不来一见？我对射箭不感兴趣，你们玩，我看看就好。嘿，大少爷最擅长的就是射箭了，能百步穿杨。苏大少爷太谦虚了，谢大少奶奶说你善弓箭，能百步穿杨，这等神箭术，怎么能不让我等瞧瞧？莫不是瞧不起我们？苏兄武功比我高，射箭还比我厉害，还让不让人活了？苏兄，说什么你今天也要露上一手给我们瞧瞧？我只射活物。苏兄，你这弓箭术神了，怎么练的？舍妹喜欢吃野味，我经常打给她吃，久而久之就练会了。我懂了，我之所以练不好弓箭术，是因为我父王没给我生个妹妹，我就知道问题不在我。我倒是有妹妹，但可惜她不爱吃野味。苏大少爷，这只鹰腿上有竹筒，应该是一只杏鹰，只是竹筒里的杏已经泡烂了。您看这该怎么处理？可有人知道这是谁家的杏鹰？长公主府为了让大家吃得痛快玩得痛快，可以找天下第一楼订了100只烤鸭。哎，说起来醉仙楼现在都不卖烤鸭了。岂止是醉仙楼，现在的京都除了不正经的鸭馆，正经的鸭馆都没生意了。鸭子还有不正经的吗？鸭子还有不正经的吗？鸭子走路不都是屁股一扭一扭的吗？应该谈不上不正经吧。哎呀，我下回注意。打保证比谁都快，打完还饭。哎，我们都习惯了。赶紧找个大夫给宋国公世子看看，万不能让他在我长公主府出意外。怎么了？没事。我听长宁说，宜春县主为了这回牡丹宴，还特意编了个舞，可是真的？这倒是真的，只是他才多大年纪啊，不过是瞎胡闹罢了。积极之灵能把舞跳好就很难得了，宜春县主就能自己编舞了，实属难得呀。贵妃娘娘驾到！夏贵妃身为贵妃，还能出宫参加牡丹宴，实在是给足了长公主面子。哟，本宫是不是来晚了？错过了宜春县主跳舞，你要再来晚一些，就真要错过了。本来早出宫了，临出门前想起来皇上前2日画了幅画，就去替你向皇上讨要，耽搁了些时间。
既是替我要了话，怎么不拿出来，也让大家看看皇上的墨宝？这么急呢？不要直接带来了，能藏着掖着不给你吗？皇上还未题字，一会儿题了词就差人送来。现在看宜春县主跳舞要紧，叫大家久等了，没得怨我来的不是时候。宜春县主这舞衣真好看，跳得真不错，班门弄斧，当不得这般夸赞。长公主对宜春县主要求太高了，京都大家闺秀众多，但得皇上夸赞和赏赐的寥寥无几。谢大少奶奶是懂舞之人，不妨点评一二。贵妃娘娘谬赞了，我舞跳得一般，就算跳得再好，也是跳的别人的舞。宜春县主已经会自己编舞了，又岂是我能点评的？我要真点评了，才是真的班门弄斧，别尽管刁难，我不接招，你又能奈我何？不错，长公主不嫌弃就好。要说新婚夫妻感情之好，当属谢大少爷、谢大少奶奶了。前些日子，皇上还赏赐了一对贡品同心配与他们二人，不知配合的默契如何呀？空然的时候配合的好，鬼知道其他时候有没有默契。我作画，我不会题词。我抚琴，你还嫌我刮掉鞋吗？我写字，我研墨算不上有默契吧？不肯小露一手，让大家看看吗？平时没人要求就大秀恩爱，现在让他们公开秀，反倒没声了，这显然有问题啊！这回要怎么秀？好，不错，好。他谢百庭心里没有云家，至少也不该有苏桃。谢大少爷这眼神百般柔情，是恨不得揉进骨头里的爱意，真是让人羡慕嫉妒啊！你要握我的手到什么时候去？地老天荒。谢大少奶奶推云二姑娘落水，才得了这门婚事。谢大少爷不生气就算了，还对她一往情深，这要叫云二姑娘看见不得气炸了肺。怎么了？我想多喝一杯。知道有问题你还喝？我喝就代表没有问题了。公主，皇上派了公公来，快请。可算是把话送来了，快呈上来让本宫瞧瞧。怎么没有题词？皇上准备题词的时候，又向进宫和皇上商议朝政。皇上怕贵妃娘娘您等着急了，特命奴才送来，让今儿来长公主府参加牡丹宴的大家闺秀和世家少爷们题词。最契合皇上这幅画的，赏东珠1颗。来人，抬桌子来，摆上笔墨纸砚。谢大少奶奶喝了加料的酒，半盏茶的时间就会发作。这都过去1刻多钟了，她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那药从哪里买来的？从江湖郎中手里买的。江湖郎中的药你也敢买？你不知道江湖郎中多是骗人的吗？办事如此疏忽，等着挨板子吧！你发什么呆啊？叫你好几声都不知道应我，快去给大家添酒。我腿软。哎，我替你去。还好买的是假药，应该出不了事，不然我就真的死定了。看了20多首，哪一首中意的？皇上对谢大少奶奶颇为赞赏，皇上的话，谢大少奶奶不准备题诗一首吗？我这脑子里倒是有不少关于牡丹的诗句，只是我这字有点拿不出手啊。我手腕有些疼，相公，你帮我带笔吧。哟，怎么就手腕疼？不过叫谢大少爷带笔，难免叫人怀疑是他替你作诗，你写不了，念出来就是。这话说的，好像我无才无德，只能靠谢白婷似的。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什么情况？这气氛怎么感觉这么诡异？难不成我和穿越前辈撞世了？我这诗有问题吗？皇上曾以芍药夸赞夏贵妃。天哪！气死我吧！我这撞枪口的本事也太强了。芍药和牡丹有几分相似，不熟悉的人很容易混淆。而夏贵妃是沈皇后的替身，是人尽皆知的事啊。你又做了这么一首诗，要说没有讥讽夏贵妃之意，谁信啊？是我真的没有这份心啊！皇上曾以芍药夸赞夏贵妃。没人愿意做替身，苏唐敢这么讥讽夏贵妃，简直是做得一手好死。太尴尬了，现场没有人比谢大少奶奶做的诗好，夏贵妃还得咬牙把东珠省点。有老鼠！蟑螂，好大的蟑螂！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发疯的不是苏唐？快扶他们下去，再请太医来。不是你？不是你。那这就有意思了。一个大家闺秀撒酒疯，可以说是醉酒了。一群人都这样，那就说不过去了。出了点岔子，牡丹宴就到这儿了，我送大家离开。哎，大嫂，他们是中毒了吗？我就说吧，是中毒，真是倒霉，他老王给倒霉开门，倒霉到家了。这只鹰是苏大少爷您射下来的，您带走处置。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人用鹰送信吗？确实不知道，一会儿回去后，我问问父王吧。妹妹，鹰肉味道也不错，你拿回去焚烧吧。大哥，你还能更心大一点吗？连谢百婷都不知道什么人用鹰传信，可见不一般啊！还不知道鹰是谁的，就要焚烧了，回头怎么给人赔礼？带一堆吃剩的骨头渣子去吗？我妹喜欢野味，以前没出阁，我这个哥哥责无旁贷。如今嫁了人，你可不能让我妹委屈自己。好，那我以后练弓箭术就全倚仗娘子了。大少奶奶，这鹰怎么办啊？还能怎么办？好生安葬啊！那属下拿去埋了。送天下第一楼去，像烤鸭一样给我烤了。得，大少奶奶这是要把鹰埋她五脏庙里。鹰肉性温味甘，可强筋健骨，补益五脏。真埋了，倒是真可惜了。那只信鹰呢？那只鹰是苏大少爷射杀的，
让他带走了。苏大少爷，那只鹰是我家主子的，不知现在何处。府上是？我只是奉命来取回姓鹰的。哦，给我妹了。要拿的话，去济南王府要。那只姓鹰啊，已经送到天下第1楼了。姓鹰啊，快拿给我！别急，已经上火炉烤了，再有1个时辰就可以吃了。找父王有事吗？父王可知道，京都有时用鹰传信？为何问这事啊？我只知道东薛草原上的人喜欢养鹰，用鹰传信。至于京都谁用信鹰，我还真不知道。没准儿就是京都有人和东决有所往来，苏季射杀信鹰，刚有一小厮急于取回被杀信鹰，但不肯透露身份，有些可疑。王爷，鹰取回来了。许是取回来了，就是这鹰也不知道是不是东决王派来送信的鹰，都烤得面目全非了，他的配偶雌鹰能认出来才怪了。王爷，您保重身体。让他送信回东决。临出门前，老夫人再三叮嘱：“你倒好，竟然那么明目张胆的卖弄文采，讥讽夏贵妃。今日再不严惩你，还真不知道哪天你会捅出什么样的篓子出来。”我没有讥讽夏贵妃的意思。这话你觉得谁会信？别人不信那是别人的事，我问心无愧。好一句问心无愧，把夏贵妃气个半死，她还跟个没事人一样。你年纪小，可以不懂事。可济南王府这么多长辈还管教不好你，那就是我们不懂事了。罚大少奶奶去跪佛堂。住手！夫妻一体，大少奶奶横冲直撞，惹是生非，首当其冲受牵连的人就是你。老夫人对她严加管教，是为你好。那首题诗好不好？皇上说了算。老夫人现在罚娘子跪佛堂，就不担心皇上会喜欢那首诗，派人前来赏赐娘子吗？沈皇后10几年前就死了，现在陪在皇上身边的一直都是夏贵妃。皇上会不顾夏贵妃的脸面赏赐大嫂？大嫂哪来那么大的脸，让大哥觉得皇上会为了她寒了夏贵妃的心，真是太可笑了。老夫人，皇上派了公公来赏赐大少奶奶大东珠。怎么这么不小心？谢大少奶奶那般讥讽臣妾，皇上还觉得她诗写得好。皇上心里没有臣妾，又何必在乎臣妾的死活？谢大少奶奶没有讥讽你的意思，是你多心了。哎呦，我的皇上啊，夏贵妃在等您哄她呢，您却帮谢大少奶奶说话，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不喜欢东珠，一般般吧。那你想要什么赏赐？我想要就有吗？没准真有。你2次得皇上赏赐，替我济南王府长脸，父王母妃都该赏赐你。上回忘了，这回让他们一并给你补上。我还是离你远点，免得等下王爷劈你的时候掌风扫到我。上次跳惊鸿舞掉了鞋，不怪我丢了济南王府的脸就不错了，还敢要赏赐？这次我得罪了夏贵妃，皇上拿大东珠堵大家的嘴，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还想讨赏？赏大耳瓜子吗？多谢相公你帮我讨赏了。
这都是为夫该做的事。谢你替我领了一堆的问候。大少奶奶，牡丹宴上那些大家闺秀撒酒疯的原因找到了。什么原因？中毒啊！谁下的毒？是姑爷。这黑锅怎么飞到谢百提脑门上去了？外面都在盛传，宋国公世子在赏花的时候，无意间发现有贼人翻墙进入晋明长公主府。那贼人武功高强，宋国公世子非但没能逮住他，还被他打晕在地。就是那个贼人在牡丹酒里下了毒。晋明长公主对那些中招的大家闺秀很抱歉，一人送了一颗大东珠以示歉意。有宋国公世子帮晋明长公主甩黑锅，又有大东珠陪饮，这事估计就不了了之了。大少奶奶，您的母亲苏夫人来看您了。娘和王妃聊什么啊？聊了这么半天。多等娘会儿，就这么没耐心吗？女儿只是好奇，娘怎么突然来王府了？来，给娘在这里吹吹风，喝盏茶。我去追！我去追！不用追，要抓丫鬟，娘就不会让我砸茶盏了。这摆明了是砸给大家看的，准确的说是砸给王爷看，让王爷去训南康郡主，可比我抓个丫鬟的效果要好得多。没想到娘还是个宅斗高手。娘是为你昨在牡丹宴上做的那首诗而来，那首诗娘和你爹都看了，你爹觉得你没那么大胆，更不会绵里藏针讥讽人，但难保外人不这么想，万幸皇上没误会。唉，夏贵妃疼云家，才对你有偏见。她其实本性不坏，你爹还承过她的情，我们一家欠她恩情未还。你和夏贵妃针锋相对，我和你爹都不愿意看到。为这事儿，你爹昨晚辗转反侧了一夜。夏贵妃能帮爹什么忙？她都不认识爹。娘还能骗你不成？那已经是10几年前的旧事了。娘怀你的时候啊，没照顾好你。你出生时身体孱弱，保命的药只有宫里有。信老王爷虽然贵为皇叔，但也有许多事是他办不到的。夏贵妃对你有相救之恩，他不知道，但娘和你爹一直铭记于心。原主的记忆里，是身体7、8岁的时候，还是病恹恹的药罐子一个，只是什么药连谢老王爷都要不到，他夏贵妃却能拿到了。我以后尽量避着夏贵妃，但她不要太过分了，女儿不一定忍得住。人家是贵妃，你忍不住还能把人家怎么样不成？既然娘觉得女儿没这本事，那娘还特意来叮嘱女儿。堂儿什么时候这般伶牙俐齿？夏贵妃是不知道云家的所作所为，以为你欺负了云家才会如此。等云家嫁了，老王妃会进宫和夏贵妃说清楚的。老王妃当真舍得把云家远嫁？远嫁只是暂时的，等过个3年5载，她消停了，老王妃啊就许她回京了。这倒也是，你信老王爷的事物，把一个外放的武将提拔回京，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只是云家的布置，3、5年他能放下吗？贾大夫人在不在京都？岳母大人让你我抓紧点生孩子，你答应的不是挺爽快？贾大夫人在不在京都？谁病了要找贾大夫？倒也没谁病了，只是你大姐姐云间出嫁2年，至今未有好消息。昨个早起作呕，还以为是怀上了，结果空欢喜一场。应国公夫人曾委婉地在老王妃面前提起过给应国公世子纳妾的事儿，老王妃忧心忡忡，便想找贾大夫给你大姐姐看看。大姐姐没找太医看吗？这1年来找了不少太医和大夫看，药也吃了不少，可就是怀不上。找个医术高明的大夫啊，
能少吃不少苦头。还有你，打小身子骨就不大好，别忘了让贾大夫也帮你调理一下。娘和你爹都等着抱外孙呢。这好好的说着正事儿呢，怎么突然开始催生了？满打满算我才见了2个月，至于这么急吗？大姐姐的事儿我记着呢，还有你自个的事儿，多上点心。小婿给岳母大人请安。没事，娘就先回去了。你们俩可抓点紧啊！知道了，知道了，我们会抓紧的。胜似没什么反应，应该没听懂娘说的什么意思吧？你说什么？你不是答应了？答应什么了？我什么都没答应啊！岳母大人让你我抓紧点生孩子，你答应的不是挺爽快？为夫不努力，岳母大人怎么早日抱上孙子？居然听出来了，耳朵要不要这么尖啊？你误会了，我娘是担心大姐姐，让你我早点请贾大夫去给她瞧瞧。你确定岳母大人是这意思？那是我娘，我还能不懂吗？明日我陪你回门。明日我陪你回门。没事，回去做什么？去问问岳母大人，要我们抓紧点的到底是什么事？这事儿你也问，你要不要脸啊？这么快就不打自招了？请贾大夫医治云间，可谈不上不要脸。反正你答应过我了，你不能食言。狠心的女人。有事？没事也得进来伺候啊。之前在花园偷听您和夫人说话的丫鬟被老夫人杖毙了，没蘸茶砸出去，就知道那丫鬟讨不了好。不过南康郡主肯定会私保那丫鬟，只是没想到老夫人会站在我这边，这绝对不寻常。身为下人，竟然敢偷听主子说话，偏偏还是当着我家夫人的面，这要是不严惩，我家姑娘在晋南王府岂不是半点威严都没有了？大少奶奶，绣房送来2双绣鞋。绣房的人呢？走了。大少奶奶都还没试过鞋合不合脚，怎么就走了？送鞋来的丫鬟说，绣房这几天绑的脚不沾地，这鞋是比着大少奶奶的尺寸做的，要不先让大少奶奶试试，要不合脚，我再送去绣房。现下也只能这样了。别穿鞋！为何不能穿鞋？奴婢，别紧张，有什么话慢慢说。刚刚奴婢在院门外扫落叶，瞧见绣房送鞋的丫鬟在院门外来回踱步了好久，对着绣鞋看了又看，好半天才进院子。走的时候还心神不宁，被另外一个丫鬟训斥了，说什么露了馅儿，大家都得死，然后把她拉走了。奴婢猜可能是绣鞋被人动了手脚。这里面竟然有一根杖！胡林曾促使丫鬟提围伴等丫鬟去账房领10两银子。谢大少奶奶。半夏，你手没事吧？奴婢没事，就是不知道是谁要刺激大少奶奶您。南康郡主和三太太蛇鼠一窝，不好明着要回绣房管事权，就借我的手达成目的。我上辈子是刨了南康郡主的祖坟吗？这辈子要逮着我霍霍。去绣房查一下是谁算计我，给我原样还回去。确实是南康郡主指使绣房往大少奶奶您的绣鞋里藏的断针，只是南康郡主的绣鞋已经送到她手里了，属下就把那断针
放在了大姑娘的绣鞋里。你说谁被扎伤了？三姑娘被绣鞋里落下的断针给扎伤了。这陈星办事也太不靠谱了吧！大姑娘抢了三姑娘的裙长，三姑娘气不过，抢了大姑娘的绣鞋。大少爷，西安郡王他们来了，请他们进来。怎么突然来找我了？不是找你的，不是找我，那就是找苏唐啊。这是天下第一楼的账册，因为生意太好，怕大嫂回头看不过来，把这几天的先送来给大嫂过目。天下第一楼交给你们打理，我放心，账册就不用看了。这怎么行？账册还是要看的。大嫂要不喜欢看账册，让百庭兄帮你看。你们对我可真好。这还用说？我们几个虽然不是亲兄弟，却胜似亲兄弟。半夏，让厨房送些点心过来，你们慢聊，我也去忙了。牡丹宴后，我们几个多方打听，也没打听出来谁府上用鹰传信。据不可靠消息，宁王养了一只鹰。不可靠，因为透露这事的人是宁王的爪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吃烤鸭诓我的。查查这个人和赵王府有没有关系。百庭兄怀疑云逸是为赵王府所害，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赵王府。你放心，我一定把这人的底细查个一清二楚。西安郡王，天下第一楼小伙计来找您，说是英国公世子请您、齐国公府大少爷还有宁阳侯世子到醉仙楼吃饭，知道你们在靖南王府，请大少爷也一块去。英国公世子也算是你连襟了，走，一起去。去和大少奶奶说一声。英国公府世子找你，也是为了请贾大夫？请烤鸭。请烤鸭。英国公老夫人过寿，其中一道硬菜就是烤鸭，只是普通的烤鸭已经撑不起场子，得天下第一楼的才有面子。英国公世子请郡王他们吃饭，就是想让他们行个方便。至于我，只是顺带着为云间帮云家之事道歉。道歉？还只是顺带？靖南王怎么没来呀？郡中临时出了点事，王爷要忙完才能来。还是军中事务要紧。怎么了？没什么，就是出了点小事，需要我去处理。那你快去吧，你堂妹堂妹夫有我照顾。等我忙完了，我们姐妹好好说会儿话。小姐，二姑娘不是被老王妃禁足了吗？她怎么还能出府啊？我比你更想知道。既然是从后门进了府，那应该是偷溜出来的。可二妹妹身边的丫鬟婆子都被换了，她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大姐姐，祖父禁足你是怎么出府的？反正我就是出来了。大姐姐，你再帮我一回吧。上回我帮你，险些酿成大错，祖母已经狠狠训斥过我了。我要再帮你，她以后都不许我再回兴王府了。大姐姐，你就帮我最后一回吧，我宁愿死也不要被嫁去齐州。我真的帮不了你，你求我没用。祖父祖母一向疼你，他们不会害你，我差人送你回府。祖母不会真的让大姐姐你以后不回兴王府的。你就是晾准了祖母心软，才一而再的把她的话当耳旁风是吗？送她回兴王府。你们逼我，你们都逼我！
逼死我才甘心是吗？我不能心软，不然祖母真的不会让我回信王府了。你要真在英国公府寻死，祖母恼了我，从此不让我回信王府，我给你陪葬就是。是让丫鬟送你回信王府，还是我让三叔三婶送你回去？你自己选吧。你送他回去，务必看着他进信王府。是。刚听丫鬟说，在街上看到了二妹妹，三叔三婶怎么没带她一块来啊？丫鬟看错了，你二妹妹被老王爷禁足在府里，就是插翅也飞不出来。看来三叔三婶也不知道云家出府了，左右已经送回去了，还是不告诉他们吧。是催情香，他居然下这么猛的催情香！二妹妹性子执拗，你以后遇到她小心些。她也来英国公府了，我不知道二妹妹是怎么溜出的府，不过我已经差丫鬟送她回去了。信老王爷都下禁足了，还想出来就出来，那还进个毛线球？真是扫兴。好，不过云间没有帮云家就够了。前几日，老王妃让我娘到靖南王府找我，让我找贾大夫来给你把个脉，看为何迟迟没怀身孕。只是贾大夫不便来英国公府，让我把你这1-2年服用的各种方子先拿给他看看。我以为祖母再也不理我了，没想到还惦记着我。快去把我这2年吃的方子都取来。是。要不我给你把个脉吧。如何？你还真信我会医术啊？回头我把这些方子交给贾大夫，看是他来英国公府，还是领你去他的住处。我等你的信。快入座。我相公怎么没和你们一起啊？他和我们没待一会儿就去找大嫂你了。找我？并没有啊。就是那丫鬟给百庭兄传话，说你找他，他就走了。不是让你送二姑娘回信王府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二姑娘不让奴婢送她。我几时让你给我相公传话，说我找他了？回话。二姑娘拿奴婢爹娘的命要挟奴婢，帮他约谢大少爷说混子话，奴婢不敢不照办。他们在哪儿？在莲花池那边的竹屋。谢白天，不要！谢白天，是催情香，他居然下这么猛的催情香！他作茧自缚，死不足惜，但我欠云逸一条命，没法坐视他抱条望而不管。就找了个人救他。非礼勿视，你懂不懂？我还以为你没中招，那刚刚床上的男人是谁？你看到什么了？我看到了4条腿。还有呢？没了。你倒是快说啊！他作茧自缚，死不足惜，但我欠云逸一条命，没法坐视他抱条望而不顾，就找了个人救他。大少奶奶，什么是半瞎子呀？什么半瞎子？是英国公府里的丫鬟说陈安博世子是半瞎子。陈安博世子眼睛有毛病。什么毛病啊？1年前，陈安博世子为救人中毒，一只眼睛看不见了，
难怪被人说是半瞎子，原来如此。治不好吗？这是我想问你的话。我尽力。我进去就行了，你在外头等我。我信王府待你不薄，你就这么对待我的嘉儿，你到底有没有良心？难怪养出云家那样恬不知耻的女儿，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云家用下三滥的手段达成目的，害云三太太不替自己的女儿羞愧，反倒对不愿上当的谢百庭行家指责，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嘉儿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你要对她这么狠心，推她入刀山油锅？你们对内子的委屈，到今日为止，再让我知道你们委屈他，我绝不答应。承安伯世子没有这么不堪，他比京都绝大部分世家子弟品行都要好，足够配得上府上二姑娘了。府上二姑娘，本来信老王妃和云三太太就恼了谢百庭，这么生分的称呼更是火上浇油了。谢百庭会不会挨骂呀？苏唐那狐妹子到底怎么勾引的你，让你对我女儿这么视若无睹，狠心至此？够了！苏唐嫁给我，从未在我面前说过云家半句不是。不管你怎么替苏唐辩驳，我一个字都不信。云家窗外那棵银杏树，是我毒死的。你毒死银杏树做什么？我唯一对不起信王府的，就是毒死了那棵银杏树。当日三太太对云家袒护，老王妃对云家所作所为的训斥，和最后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在树上听得一清二楚。你们对内子的委屈，到今日为止，再让我知道你们委屈他，我绝不答应。是我把承安伯世子卷了进来，云家敢任性负他，我会支持承安伯世子休妻。原来你早就知道云家不是我推落水，他是装和你的。其实云家不知道，我那时候已经求父王取消婚约了，只是还没说出来，云家就算计了你。你这个妹夫，我认了。认归认，但你要欺负我妹妹，我一定会带她离开。你要带唐儿去哪儿？暂时还没想好。这女婿虽然得来的便宜，但真不错，做事果决不拖泥带水，不愧是晋南王的儿子。娘，云家到底怎么出的佛？父王给的是正经兵书，不适合在屋内看，我去书房换一本。娘，云家到底怎么出的佛？你道。信王府可真够宠云家的，连逃生密道都告诉他了，告诉了又不防备，不怪有此结果。娘，贾大夫没空去英国公府，等这2日英国公府忙完，让大姐姐去城南的庄子见贾大夫。爹不在府里？还在府里？你爹能晚上回来住就算不错了。刑部有这么忙吗？你爹勤奋。我爹真有那么忙吗？刑部尚书是宁王的人。行吧，这是被顶头上司穿小鞋了。事情处理好了？不错，处理这些事比父王要果决的多呀。他日上了战场，必定是所向披靡。父王那儿得了本新兵书，拿回去钻研一下吧。为什么一听见兵书这俩字，我就浑身不自在？我能不能先问一句，是正经兵书吗？不正经我可不要。我娘南康郡主才是父王心尖上的人，可是为什么父王从不督促我看兵书？是父王偏爱他谢百庭，还是觉得我不及他有天赋？父王给的是正经兵书，不适合在屋内看，我去书房换一本。我口渴，回屋喝茶。
谁要看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兵书了？书房一样能喝茶。你不是要看兵书吗？看再多兵书，读没几，也没用武之地。这人居然和我玩一语双关，以后再不提兵书2个字了。好花好景莫负韶光。自己脱。自己脱不了，在英国公府冲冷水怎么？穿衣服的时候手忙脚乱，写了死结。那你这锦袍是？等我体内毒完全清了，圆房的时候就有腹肌了。那你这锦袍是？找英国公世子拿的。等我体内毒完全清了，圆房的时候就有腹肌了。谁要你的腹肌了？你不要我的，你想要谁的？我就不能谁的都不要吗？腹肌能当饭吃吗？就算呢，那也可以啊。温度正合适，快跑！微醺酒梦眼间，好花好景莫负韶光。爷，二少爷来拿王爷的兵书，给他。爷，二少爷没拿到要的兵书，动怒了。没拿到？那他要哪本？二少爷要烧回王爷给您的那一包子兵书。他执意要的话就给他。看完了让他别忘了还回来。你还要不要脸啊？你不是不愿意我把书给他吗？我那是不愿意吗？我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看了那样的话本子，尤其我压根就没看过，到他这里就成了舍不得给，真是气死我了。大少爷说了，那些书二少爷眼下还不适合看，但二少爷非要不可的话，也可以让你拿走。你觉得我干坐在这里半天是为了什么？这是珍藏版的兵书，二少爷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把包袱打开，大少爷让你看完了送回来。好歹是靖南王府大少爷，竟然这般小家子气。你小气，我偏要大方。哼！皇娘啊，您这是在被休妻的边缘疯狂试探。您不仅要大少爷管，还想替着大少爷管。二哥拎的是什么？兵书。二哥看完了，借我们看看。这么大一包袱，等我看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先拿2本回去看。还是二哥大方。你也太狠心了。这就叫狠心了？你是没见过更狠心的。大少爷，王爷让您滚去书房见他。父王也太过分了，居然让相公你滚去外院。总算知道疼自己相公了。那是自然，我的相公我不疼，谁疼啊？就是从静默轩滚去外院，难度太大了，一个人很难办的。我看陈信也不敢帮你，要不还是我来吧。我就想问一句，有个这么贤惠的娘子，做相公的要怎么感心，才不辜负她的一片好意？大少奶奶真是个妙人，把羽翼仙阳玩得溜溜的。姑娘啊，您这是在被休妻的边缘疯狂试探，您不仅要大少爷管，还想替着大少爷管。果然没有最狠心，只有更狠心。知道就好。哎，你听说了吗？刚才2少、3少、4少在花园凉亭里不知道看了什么，那里直接红成煮熟的虾米了。我知道的刚好比你多一点儿。我还知道南康郡主为了2少爷直接去找了王爷，结果最后脸色很不好的出来了。那2少他们到底看的什么书啊？果然惹谁都不能惹我家娘子，插的我也太疼了。我就犯什么事了？谁让你把那些书给眼儿的？
他以为你给我的是兵书，执意要，我就给他了。他要你就给吗？给就给了，多大点事儿。再说了，谢白燕只比我小几个月，也到了娶妻的年纪了。那些书迟早是要给他的，我不过是提前了一下而已。父王至于这么大动肝火？你知道母妃受伤了？父王砸我，不小心砸到母妃了。他要世子之位，我给不了。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他要给他就是。父王不怕和南康郡主解释，我还怕他不屑，去烦母妃。快请太医，连块玉佩都接不住。以后每天给我扎2个时辰的马步，还杵在这里做什么？还不滚回去反省！我怎么感觉父王还挺在乎母妃？是我的错觉。脸色这么丑，还是别问了，毕竟没人愿意分享自己被骂的经过。大少奶奶，王妃被打伤了。你知道母妃受伤了？父王砸我，不小心砸到母妃了。父王准头有这么差吗？是我没抓住砸来的玉佩。你反应怎么这么迟钝了？我去看母妃，你不去吗？我才被父王封回来。那我去看看。算了，我陪你去吧。你不怕父王骂你啊？砸伤母妃的是他，我没骂他就不错了。他哪有立场骂我？虽然我没能接住玉佩，但我也没说什么惹恼父王的话，就莫名的要挨砸。我完全是被父王担心母妃的样子给惊住，才没有朝父王发难。但父王是绝对怕他责问，才先发制人轰我走的。赵叔，我和孙太医说几句话。谢大少爷要与我说什么？孙太医一会儿给我母妃把脉后，就说我母妃受了轻微内伤。轻微内伤？孙太医不肯帮忙。啊，不是不肯帮忙，是王爷叮嘱让我说王妃受了很严重的内伤。那我听大少爷您的，还是听王爷的？听王爷的。父王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反正肯定和你的目的不一样。有机会给父王把个脉吧。我怀疑他脑子有病。太医说王妃受了严重的内伤，这消息真是令人心情愉悦啊。不用了，你内伤严重，他扶不了你。都杵在这里做什么？我怎么觉得父王这么做，只是为了光明正大的报母妃？不对不对，这一定是我的错觉。我身边这人怎么就没遗传到王爷的薄脸皮呢？我觉得这才是父王的目的。有机会给父王把个脉吧。我怀疑他脑子有病。都不喜欢吗？王爷并非故意砸伤我，用不着如此。男的王爷愧疚努力弥补，为什么不要啊？越多才好了。平儿犯了什么事，惹得王爷这般动怒？我不要这些东西，只希望王爷宽待他一二。宽待？我还不够宽待婷儿呢。宽待到婷儿觉得脸生得太好了，都敢在王府大门口就瞪我这个父王。和我说话一向也不客气，弥补你是弥补你，罚他是罚他，岂可混为一谈？我罚了，王爷请回吧。我只是罚婷儿扎马步而已，对他有益无害。算了，你好好休息吧，我会在天香院住到你痊愈为止。我先走了。
王爷赏了王妃不少东西，南康郡主正在屋子里砸东西泄愤呢。切，只是赏了点东西而已，就这么生气了？回头王爷让大少爷继承世子之位，他还不得气疯掉？太夫人都死好些年了，王爷又一向宠南康郡主，会让大少爷继承爵位吗？嫡一长子，这3个字的分量有多重？四弟妹掂量不出来吗？四太太一向藏不住话，太太这么说，不担心她会传到南康郡主耳中吗？本来大少爷是要抱着姑娘您上床睡觉的，但他高估了自己的定力，看到您光着身子泡在浴桶里，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姑娘，大少奶奶，大少奶奶，你醒醒啊！怎么了？大少奶奶累了一天，也没午睡，泡着澡就睡着了。你别叫醒她了，我抱她到床上睡吧。是真的好吗？谢百庭昨晚打地铺睡的，我在浴桶里睡着后发生了什么？按下一个人肯定扶不起来，我起来的不会是谢百庭吧？我了个亲娘，4就老了，我岂不是被谢百庭看光了？大少奶奶脸怎么这么红呀？可是发热了。我没事，以后我在浴桶里睡着了，一定要叫醒我。奴婢叫了好几回您都没醒，大少爷心疼您，不让奴婢吵您睡觉。知道是谢百庭抱我上床的。姑娘，您还不准备和大少爷圆房吗？这是你一个小丫鬟该管的事吗？你说什么？大点声说。姑娘迟迟不和大少爷圆房，大少爷辛苦，奴婢们跟在后面也要多辛苦些。这话什么意思？本来大少爷是要抱着姑娘您上床睡觉的，但他高估了自己的定力，看到您光着身子泡在浴桶里，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他强忍着要抱你起来，只是刚走了2步，就果断转了身，出门把红莲叫进来帮我扶您上床的。是你和红菱扶我上床睡的？姑娘死沉的，我和红菱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你扶上床。奴婢没见到大少爷流鼻血，但红菱见到了。红菱说大少爷是遮着鼻子使唤他进的屋，他那是药浴泡酒了。起来，和我无关。晚上折磨我还不够，白天还要使唤我跑腿。怎么是我使唤你？明明是父王。门没关，叫人听见了。心情有这么好吗？我有一个这么好看的相公，心情当然好啦。多吃点饭，少诓我。夸他好看怎么就是诓他了？真心的好吗？算了，不提这事儿。我一会儿要去看母妃，你去不去？我要补觉。得，往他枪口上撞。婷儿没和你一起来。相公有事忙就没来。坐。母妃找相公有事吗？我一会儿让他来一趟。我压根儿就没有内伤，是不是？母妃为何这么说？母妃虽不懂武功，却也知道内伤不是我这样。是不是婷儿让太医这么说的？母妃多虑了。父王是习武之人，玉佩又是他亲手砸的，你有没有内伤还能瞒得过父王吗？再说了，借孙太医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帮着相公欺骗父王啊。可我真的不疼了。每个人对疼痛的忍耐不同，有的人手划破口子，眉头都不会皱一下，有的人则会疼得嗷嗷叫。母妃许是对疼痛不敏感，越是这样，越是要细心调养，不可掉以轻心。相公最在乎您，您要不养好，留下什么后遗症，他一定追悔莫及，父王也会自责。书房里有一盒东珠，色泽不错，让婷儿去拿给你。
父王赏了我一盒东珠，在书房，让你去拿给我。父王好端端的怎么赏你？反正你也睡不着，你去给拿一下吧。晚上折磨我还不够，白天还要使唤我跑腿。怎么是我使唤你？明明是父王。门没关，叫人听见了。你打劫父王了？怎么能叫打劫？这是父王给我的封口费。门没关，叫人听见了。门关了。我可没说门关了就能为所欲为了，是哪个小可爱关的门？看我不打死他！那盒东珠我不要了，行吧？王爷也真是的，傻子就傻子，还让谢百婷去拿，直接让二位拿给我不就行了？何必多此一举？哼！我又没说不给你啊。你的东珠。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这些是从父王的库房里拿的。你打劫父王了？怎么能叫打劫？这是父王给我的封口费。你确定啊？父王赏你东珠，却让我去拿，明摆着是要顺带封我的口，我自然不客气了。有道理，你是真不客气，但是你就不怕把王爷气吐血吗？大少奶奶，靖王府派人来找您。总算是派人来了。风铃，你怎么也来了？你腿伤好了？已经好了。哪里好了？大夫明明叮嘱要多休息，这1-2个月不可多走路。只是福临知道奴婢要来靖南王府，说什么也要跟来，夫人只能同意。在靖墨轩休养也一样。夫人让姑奶奶问问贾大夫哪天有空，好让云大姑奶奶去找他。回去告诉我娘，贾大夫在相公城南的庄子上歇脚，明天让英国公府大少爷带大姐姐直接去就行了。怎么到今天云大姑奶奶才得空啊？英国公府老夫人风风光光办寿宴，那么多大臣夫人都登门道贺，却被二姑娘给搅和了。徐老夫人气得不轻，当天夜里就病倒了。大姑奶奶愧疚自责，也无心治病。靖王府忙着二姑娘出嫁的事，顾不上她。还是夫人觉得不对劲，去了英国公府一趟，开解了大姑奶奶。云家呢？她最近如何？听说二姑娘这几日都没出门，没日没夜的哭。三太太恨不得把整个靖王府给她陪嫁，惹恼了老王妃。老王妃把二姑娘准备陪嫁的事交给夫人管了。居然让我娘替云家筹备嫁妆，这一点我还真是没想到。信老王妃是不是过于信任我娘了？从轻易发现丫鬟偷听，让我摔茶盏来看，我娘应该是个极聪明的人，也该知道这事不好管。我爹呢，又不在乎信王府的爵位，我娘不至于吃饱了撑着管这些闲事啊，绝不担心最后不落一句好，还被人埋怨吗？刑部尚书刁难老爷，把最棘手的案子交给老爷查。老爷忙的是早出晚归，昨晚更是快宵禁了才回府。那小少爷呢？没闹腾？小少爷不仅没闹腾，今儿老王爷还夸他懂事了不少呢。这几天小少爷一个人安安静静的玩自己的，既没有霍霍花园，也没有吵着要出府。小少爷怎么变得这么懂事了？小少爷说，老爷早出晚归，已经很忙了，不能再让老爷腾出时间来打他了。能说这个话，说明性子压根没变啊。孩子静悄悄，肯定在作妖。骗我也不骗得认真一点。我没骗你。没骗我。你我和姑娘一同长大，你告诉我，姑娘什么时候学的医术？就连姑娘睡觉都是咱们2个轮流在屋子里守夜，偷学都不可能。你说的是在理，但是姑娘就是会啊。哎呀，我不管你信不信，姑娘就是会医术，她就是贾大夫。怎么可能呢？这真的是咱们家姑娘吗？不会是被人假冒了吧？
其实我之前和你一样也怀疑过，我还偷偷试探了姑娘呢，是真的，没错。大少奶奶，属下好像看到你弟弟苏小少爷了。看错了吧？我爹娘不许他出信王府的。大少奶奶，是您弟弟没错，他发现了我，转身就跑了。抓住他！快放我下来！怎么这么久？让大少爷、大少奶奶久等了。街上人多，苏小少爷又机灵，要不是一个小叫花子发现了他，属下都没法把人带回来。你是怎么溜出府的？姐，你放了我，我就告诉你。你帮我送他回信王府吧。姐夫，不用你送我回去，我自己能回去。你姐在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我怕她呀。我也怕。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惧内呢？你连惧内都知道？我也不想知道那么多的，谁让我爹也惧内呢？我这妹夫什么时候去了信王府，还把我弟弟带出府逛街？你们这是？两人偷跑出来，唐儿让我送他回信王府。既然碰到了大哥，那你送他回去吧。你让我送他回去？这语气好像不情愿似的。妹夫，不是我说你，我妹妹交代你的事，你也敢假手于人？也不知道我不靠谱吗？姐夫，我亲哥亲姐都不送我，使唤你送，你不生气吗？有点。那你放我，让我自生自灭吧。我要真放了你，我就是在自取灭亡。你要真心疼你姐夫我，你就走快点。姐夫，我走不动了。你主子谢大少爷没来，来的路上无意间发现大少奶奶的弟弟苏小少爷溜出了府，爷送他回信王府了。云家才溜出府，现在又是苏小少爷，信王府的守卫都是木头人吗？贾大夫似乎不在小院，贾大夫喜欢睡懒觉，你们来早了。不过这会儿他已经起了。这时辰都不能用日上三竿来形容了吧？贾大夫请你们去药炉。让英国公府大少爷、大少奶奶久等了。是我们冒昧了。别担心。怎么能不担心呢？这一年来见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药，可一点效果都没有。贾大夫医术最高，不是贾大夫都治不好我，我这辈子只怕就真的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我可不敢保证自己不会嫉妒，更不敢保证能做到把数字视如己出。我还能有自己的孩子吗？你身子只是有些小毛病，我给你拿些药丸调理一下就成了。你没骗我？我骗你做什么？没事不好吗？难道你还希望自己有事啊？生孩子是2个人的事儿。你之前看过大夫没有？我没问题啊。坐下，我帮你把个脉。别紧张。我没有。还说没有？话都说不利索。你出去吧。让我出去干什么？难道大少奶奶要给徐大少爷检查？不出去，坚决不能出去。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回头被爷知道了，还不得剥了我的皮呀！是我的问题吗？这么害怕做什么？又不是治不好。放心吧，按时服药，3个月就好了。
能不能不要随便脑补？大夫说什么就听什么？这副脸色做什么？你的问题还没人谢大少爷的大呢。你看他像是有事的样子吗？没事，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我的问题没有谢大少爷的大。谢大少爷有什么问题吗？我和徐大少爷治病的经过，不要和你主子说。属下能否问大少奶奶一句，大少爷身子骨？没毛病。那大少奶奶刚刚那么和徐大少爷说，是为何呀？身体的毛病好治，难治的是心病。你应该看到我说你主子时，徐大少爷脸色的变化了。我不这么说，是把他的病非但治不好，还会因为胡思乱想而更严重。没有对比就没有宽慰，我也是逼不得已。能守口如瓶吗？能不守口如瓶吗？被大少爷知道，后果不堪设想，当场气死都有可能。什么守口如瓶？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堂姐身子骨没毛病，倒是徐大少爷有点问题，虽然并不怎么严重，但事关他颜面，我怕小院小厮会传出去。小院小厮们的嘴很紧，你要不放心，就在下道封口令。北儿是怎么溜出的信王府？据我猜测，应该是密道。猜测？到信王府的时候，他让我帮他凿个狗洞，我没答应。回信王府之后，岳母大人打得他上蹿下跳，他也不说自己怎么出去的。我问了信王府下人这几天他的情况，每天按时吃午饭，可见在信王府进出自如。信王府守卫没那么差，除了守卫监督不到的密道，没别的可能。信王府密道就那么容易被发现吗？你这个做姐姐的，还不知道自家弟弟的厉害。长安伯世子什么时候来？他已经来了，就在门外。坐。也不知道苏家为什么让大少奶奶学医，还什么毛病都会治，实在是太奇怪了。怎么样，能治好吗？中毒时间太久了，我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让他恢复如初。百庭兄不必替我难过，我已经习惯一只眼睛视物，恢复不了也没什么。那你有几成把握？5成。我给你开张药方，你每日服药8个时辰，如果半个月之内能看到一丝光亮，就有恢复的希望。好，多谢贾大夫。他和陈安伯世子的婚期定下了，下个月初8。怎么是那天？那天怎么了？没什么，我还以为他几天之内就会出嫁，算上今天还要19天呢。信王府特意找刘大人、刘夫人算的日子，那一天最好，就定在那一日了。我换衣服，你跟进来做什么？这还用问？自然是伺候娘子你更衣了。李叔，你这是？老爷忙得错过了吃午饭的时辰，我来醉仙楼啊，给他叫几个菜。这时辰了还没吃午饭，我爹这是有多忙啊？你要想去刑部看岳父大人，我陪你去。这些卷宗我已经批阅过了，这些犯人只等秋后处斩。我让你把卷宗整理入库，你在卷宗上写证据不足，发回重审是什么意思？这些案件尚有疑点，我把卷宗发回让各府衙把证据补齐，是避免发生冤假错案，这是我身为刑部侍郎的职责所在。把这些卷宗给我一字不落的誊抄一遍，整理入库。老爷，姑娘和姑爷来看您了。这刑部尚书果然不愧是宁王的人，长得跟宁王一样不像的好人。怎么想起来刑部了？女儿回信王府也见不到爹，只能来刑部了。老爷先吃饭吧，不然一会儿饭菜要冷了。爹，你这总是不按时用饭，身体怎么受得了？爹爹这几日比较忙，才会耽搁用饭。
以后不会了。老爷饭菜摆好了，你们先吃。苏大人，不好了！尚书回府途中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人晕了过去。尚书大人在哪儿摔的？离刑部不远。时辰不早了，你们回去吧。爷，刑部尚书的马是李叔用石子打的。你确定没看错？而且属下发现李叔的时候，他也发现了属下。谋害朝廷命官，那可是死罪。要不是李叔认识陈清，估计都得杀人灭口。怎么了？没什么。我下手的时候被姑爷身边的暗卫看见了。怎么这么不小心？我也没想到他会那么机警。无妨，做女婿的总不至于大意灭了我这个岳父大人。府里谁病了？先前大姑娘、二姑娘他们几个在花园赏花，不知怎么的，从树上掉下来一条死蛇，吓得大姑娘仓皇而逃，结果不小心绊倒石头摔了一跤，脑门磕到了石头上，摔晕了过去。三姑娘、四姑娘他们都受惊不轻。死蛇，这摆明了就是谢百庭干的，只能说干得漂亮。倒霉的还是三姑娘，被大姑娘推了一把，撞到了旁边的月季花上，脸都划花了，眼睛差点戳瞎。三姑娘就是被大少奶奶先前夸赞好看的那株玉带紫袍划伤的。那玉带紫袍岂不是被压惨了？姑娘您这关注点会把三姑娘和三太太气死的。也不知道那条死蛇是怎么上的树，把四位姑娘都吓惨了。也让许妈妈准备4份探望礼，我一会儿去探望大姑娘他们。陈清，王爷让你去他那一趟。郡主，大少奶奶来探望大姑娘了。大少奶奶不过是来探望姑娘，郡主怎么这副表情？让她进来。本来我还只是怀疑，但看这眼神，在马车里放蛇的绝对就是南康郡主无疑了。吐成这样，还不是脑震荡了？怎么就摔得这么严重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黑心烂肝的人拿蛇害人，也不怕遭报应。陈星去哪儿了？我要找他出府买药呢。他被父王叫去了。不会是因为大姑娘他们受惊一事吧？父王不会罚你吧？我没用活蛇，就已经手下留情了。他敢罚我，就等着给南康郡主收尸吧。怎么去这么久？碰巧维远将军来和王爷商议军务，属下多等了王爷一会儿。父王说什么了？属下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禀告王爷知道，王爷很生气，当时就派人去查了。查到什么了？查到什么了？马厩处死了一个小厮，那小厮昨儿出过府，今儿检查大少奶奶马车有没有问题的也是他。然后呢？王爷有些失望，属下也不知道王爷到底失望什么，没敢多问。王爷让爷以后不要伤及无辜，再就是问了问爷您解毒的情况，余下的没多说，就让属下回来了。爷让我吓唬南康郡主，只是他一直没出牡丹院，我逼不得已才吓唬的大姑娘，只是没想到爷累了另外几位姑娘，伤及无辜的是属下，请爷责罚。起来吧。二姑娘、三姑娘，他们也没少给姑娘添麻烦，倒也算不得无辜。你是父王培养出来的人，让你去吓唬父王的心尖，确实太为难你了。属下虽然未承认，但王爷了解爷您，猜到了。属下离开的时候，王爷让属下以后只听您一个人的。王爷说这话是不介意谢百庭拿死蛇吓唬南康郡主了？
也是，谢百庭是他儿子，南康郡主要害谢百庭的命，谢百庭只拿死蛇吓唬南康郡主，王爷都不许，这太说不过去。要说王爷也是真难，一边是心尖儿，一边是嫡亲的儿子，两人掐起来，他夹在中间是真为难，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办不到，总不能任由他们斗个你死我活。事到如今，还真有点好奇王爷要怎么处置这事儿。他不能知道了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吧，还要放任不管，最后要么痛失挚爱，要么白发人送黑发人，必须要谨慎处理。做噩梦了？梦到被蛇咬了。你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我在，别怕。睡吧。睡不着了。那我陪你聊会天，做点别的事也行。这个时辰还能做什么事啊？你让开一点，我去点些安神香。你起来做什么？真是禽兽啊！我做噩梦都吓醒了，他居然还想那档子事儿。而且要说受惊吓的人，应该是他才是。毕竟他才是真的从鬼门关前溜达过了一圈。许妈妈找我有事儿。昨晚上我起夜，看到大少爷、大少奶奶的屋子还亮着灯，可是没睡好。哦，昨晚做了个噩梦，梦到被蛇咬，吓醒了。大少奶奶当真梦到被蛇咬了？这反应，我被蛇咬，许妈妈激动个什么劲儿啊？被蛇咬是胎梦，大少奶奶呀，一准是要怀小少爷了。都还没有圆房呢，做什么胎梦？指不定啊，已经怀上了。那个许妈妈，您先出去吧，我要伺候大少奶奶起床了。大少奶奶这丫头怎么回事？我话都没说完呢，而且说话也不妨碍伺候大少奶奶呀。要是再由着你说下去，别说小少爷没有了，大少奶奶都快没了。你这小丫头，快别推了，我的老腰都快要闪了。被蛇咬就一定是胎梦吗？许妈妈知不知道，昨晚上大姑娘做噩梦被蛇咬，夜里吓醒好几回，这后半夜还发起了高热，天不亮太医就进了府。哎呦，这能一样吗？你难道不希望大少奶奶怀身孕？我当然希望了，可这是希望就能有的吗？刑部冯尚书坠马摔断了腿，告假在家养伤呢，少说也要休养100来天。朱侍郎又被皇上指派离京查盐引案，没2个月怕是查不清的。偌大一个刑部，由苏老爷一人独掌大权了。怎么这副脸色呀？我知道南康郡主心情不好，可威儿的脸伤成这样，越早用舒痕膏恢复的越快。他南康郡主担心女儿，我就不担心了吗？王爷求皇上要一盒舒痕膏不是难事。昨儿王爷睡在天香院呢，早上知道大姑娘高烧，王爷都没去看望大姑娘一下。听老爷说，王爷下朝也没回府，直接就去军营了。你去静默轩找大少爷，让大少爷进宫向皇上讨一盒舒痕膏。我和谢百庭也算一个屋檐下住了不少时日了，他有这么好说话吗？能是老夫人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吗？北院出了点事，我就告退了。大少爷
不肯帮这个忙。有话就说。奴婢一传您的话，大少爷就笑了，问我皇上是他爹还是他岳父。他一没官职，二没立功，凭什么向皇上要书很高？连自己孙儿都不了解就敢使唤人，真是自取其辱。之前青阳郡主和云二姑娘马车相撞，额头上的伤比三姑娘还要严重，用了贾大夫的膏药，恢复得很快。贾大夫医术虽好，但诊金药的黑细，这个银子谁来掏？你去打听一下，看四房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和南康郡主也算是正式宣战了，其他三房也都不是善茬，小事就算了，但大事必须要清楚。半夏，拿些碎银子给红绫。机灵点啊！以后牡丹院知道的事，我也要知道。机灵点啊！以后牡丹院知道的事，我也要知道。主子这意思是让我收买些眼线，这是我擅长啊，我可是跟府里好多丫鬟关系都很好的。我明白了，大少奶奶。大少奶奶让你去打听四房的事，你怎么脸红成这样回来？五少爷偷偷让小厮买春宫图，被四太太的丫鬟发现了。四太太怕管五少爷太严，五少爷会偷偷进花楼，就把身边的一二等丫鬟给了五少爷。今儿五少爷宠幸那丫鬟，结果用力过猛，那丫鬟晕了过去，血流不止，好像小产了。这也太那啥了吧！等等，谢百轩第一次宠幸丫鬟，那丫鬟怎么会怀孕？又怎么会小产？听说那丫鬟生得貌美，四太太见四老爷和那丫鬟说过几回话，不放心才给五少爷的。这四太太是什么心理？不许四老爷动貌美丫鬟，她生的儿子就可以，将来谁做四太太的儿媳妇，简直到了8辈子显摆。四太太仗变了那丫鬟，又把那丫鬟的老子娘和弟弟一同卖了。五少爷出事的时候，三少爷、四少爷都不在府里，二太太、三太太不放心，当即就派人去找，听说是在一家花楼找到了2位少爷。难怪四太太会担心自家儿子进花楼了，还真不全是杞人忧天。对了，爷呢？爷去哪儿了？姑娘不会以为姑爷也去那种地方了吧？大少奶奶您别担心，大少爷洁身自好，不会去花楼的。我不是担心这个好不好？我担心他会被打死。2房、3房、4房的少爷都沦陷了，又都是春宫图之后，他们肯定会把过错推到谢百听头上。他和谢白眼一个敢要，一个敢给，才惹出这种风波。上回这事捅出来，王爷就拿玉佩砸谢百庭了。这次事态更严重，王爷肯定会更生气。谢百庭这下惨了。让大哥给我来见。脸色这么臭，看来王爷骂的挺脏啊。这怒气怎么好像是冲着我来的？我惹你了？这1万两是英国公世子给你的准金。为了别的男人脸面，就不顾自家相公的面子，你可真是我的好媳妇儿。我错了。你做错什么了？你没错。我没错吗？他难道不是想让我认错？你说的没错，我的问题确实比英国公世子大。成亲至今连房都没有，距离生孩子隔了10万8千里。既然我没错，那你生气做什么？真今天不办了他，别说心里了，眼里都没我这个相公。父王找你，你去见过父王没有？没有。府里出事儿了，你还是先去见父王吧，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出什么事儿？难以启齿，我还是不说了，见了父王你就知道了。
我去见父王，你好好想想怎么消我的气。消你的怒气？谁又来消我的怒火呢？我现在只想找人把应国公狮子打一顿，这人太坑了。谁打的？啊！你主子下手也太狠了。我帮大少奶奶您欺瞒爷，爷没打死我，就算手下留情了。有机会把应国公狮子打一顿出出气。虽然我也有这想法，但应国公狮子可是大少奶奶您的疼姐夫呀。爷这回气大了，午饭都没吃几口。大少奶奶还是想办法消爷的怒气吧。我勒个去！这花梨木的桌子都被谢百婷给拍裂了，这掌力要是拍我身上，我不得粉身碎骨啊！哎，这怒气可不好消啊！哎，我银票呢？我那么大一张银票呢？原来掉在这里了，还好没被拍碎。大少奶奶，不好了！王爷罚大少爷去跪祠堂了，只罚了大少爷一个人，不止大少爷，2少爷、3少爷、4少爷，还有5少爷都被罚了。这还差不多，都罚了就不用去了。罚跪多久啊？罚跪到明天早上。姑娘，大少爷罚跪不许人送饭的，这回送没事儿。几位少爷，吃点肉包子垫垫肚子吧，别饿坏了身子。从来没觉得肉包子这么好吃过。大少爷，您也吃点吧，王爷罚的你们，也就老夫人敢给你们送点包子了。祠堂重地，岂是你一个女子能进的？太夫人和先老夫人的灵位都在祠堂里，怎么女子就不能进了？这能一样吗？活着的能跟死了的比吗？看不起女子，还娶媳妇做什么？没有女子，你们男人能只靠自己延续香火吗？你们男人能因为女人被罚跪祠堂，女人反倒不能进来，是何道理？实在是无法反驳大嫂的话，但祠堂就是不许女子擅入的呀。枪狗，我亲自下厨做了几个小菜，你尝尝。够了吗？还不够。还不够？大哥可是一口气吃光了5个分量十足的菜。若非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实在不敢相信，平时千方季月般的大哥，居然是个饭桶。真够难伺候。他不吃，我吃。我吃个肉包子怎么了？小的刚看到一只小飞虫落在包子上，怕3少爷您吃坏了肚子，您吃这拿走，我不吃了。哪里有什么小飞虫，还不是那包子有什么问题？相公，没事我就先回去了。丫的，给他一点脸色，染房就开遍整个宁朝了。下回不许女眷擅入祠堂。南康郡主本就等着抓大少奶奶您的错处，他肯定会训斥您的。不就是祠堂吗？要不是为了消谢百婷的怒气，请我进我都不进。不过半夏担心的也不无道理。虽然刚才那番话镇住了谢百安他们，可却应付不了南康郡主和老夫人，得想个应对之策。大少奶奶找属下是？帮我拿到小厮手里吊底下的那只肉包子。拿不了了。为什么？那小子把肉包子丢进了莲花池里。那肉包子果然有问题，看来以后要打起12万分精神了。差点着了这女人的道，以为几个小菜一个笑脸就能消我怒火了，这回不让她长点记性，保不齐还有下文，吓吓我。哼，我还没消气呢，她倒是闹上脾气了。
大少奶奶这扇子抡的哪是在煎药，分明是想把盐扇九霄于外去。去边儿去，别妨碍我煎药。这是在笑我怒气了，分明是在火上浇油。娘子好本事，竟然能说服父王放我回来要玉。我哪有这本事？是母妃劝说的父王。母妃？什么味道？好像是头发烧焦的味道。我的头发！让你一边去你不听，现在你满意了？自己煎药。亏得大少爷雄赳赳气昂昂的回来，等大少奶奶消他怒气，结果一回来说了3句话不到，就成他要灭大少奶奶的火了，实在是不得不佩服爷扭转乾坤的本事。这你可不好哄。古人看重头发，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谢百庭一定以为我难过坏了，那就让你郁闷一会儿，谁让你得了几分颜色就开染房了呢？进去。上次疼得我胳膊抬不起来，这次竟然不痛，不会是有什么更狠的手段准备招祸吧？你不至于对我这么狠吧？喊什么？自个脑补去吧。我只是烧了你几根头发，还不是故意的。你至于这么半天不搭理我吗？你打我骂我都行，别不说话。你快把衣服穿好，才泡过药浴，最是容易寒气入体。你要病倒了，吃苦受累的还是我。我没生气。真的？当然是真的了。那你半天不搭理我，谁让我亲自下厨做菜给你赔不是？你还不肯消气的？快点穿衣服。你帮我穿。好。答应的这么爽快，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还是我自己穿吧。不是要我伺候你穿衣吗？在伺候我穿衣这件事上，你从来没这么好说话过。我想想还是算了，我可扛不住你给我下毒。你是不是过于了解我了？在你这里，为夫一直和敌人享受一样的待遇，还能没点自知之明？好吧，一时间也无话反驳了。有劳娘子了。别耽搁了，快去祠堂罚跪。这可真是我的好媳妇，打着灯笼都难找的那种。罚跪是什么好事吗？要这么急的赶去的？习惯真是个可怕的东西。谢百庭不在，我竟然睡不着了。这2个多月和谢百庭相处的还算愉快，被谢百安他们一衬托，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同样是看春宫铺，那几个睡丫鬟的睡丫鬟，进花楼的进花楼，而谢百庭只是流了点鼻血，这还是泡药浴上火的缘故，要不然可能连鼻血都不带流的。睡一张床也挺克制的，说不碰就不碰，一晚上洗几次冷水澡也信守承诺，我还有什么好挑的？更何况他还长得那么好看。你放过我吧。他不是睡着了吗？你没睡啊？我每一次快要睡着了你就折磨我，你知不知道你是怎么折磨我的？不可能，你污蔑我！算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要起床了。半夏，进来。你又薄又拧的，你不准备给我检查一下有没有出问题？回来，我起床了。我才不信我会做这么出格的事，就算无意识做了，他不会掀翻我吗？又不是没掀过，反正我一个字都不信，不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你又不会有你污蔑我，算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要起床了。半夏，进来。回来，我起床了。你
莲花池出事了。怎么了？莲花池里，南康郡主最喜欢的锦鲤一夜之间死了一大半，府里都说不是好兆头。是那肉包子吗？除了是包子，没别的可能了。什么肉包子？昨儿给你们送肉包子的小厮，把给你准备的肉包子丢了一个进莲花池里。之前怎么没听你们提过，大少爷要每日药浴啊？老夫人不知道吗？我以为父王和老夫人您说过。王爷军务繁忙，老夫人见到他的次数都不多，哪会说这事儿啊？倒是府里从来不曾听闻大少爷要每日药浴呀。给相公煎药熬药的一直都是我，静默轩其他人哪怕许妈妈都不知道，但猜也猜得到啊。相公病情一直在好转，治药不药浴，这是不可能的事。老夫人，叫王妃来了。大蛇吓住大姑娘的树就是这棵，咱们快些走吧，太危险了。真是个傻丫头，死蛇要能上树，那就没哪棵树是安全的，躲又有什么用？哈，大少奶奶，你看那树上有个鸟窝，可惜小少爷不在，不然他肯定喜欢。呀，这谁的玉佩掉在这里了？怎么还不捡？我就等着他捡起来揣怀里，好抓他个现行，让他挪为小偷身败名裂，为人不耻。谢大少奶奶一脚把郡主你的玉佩给踩碎了。大姑娘高烧不退，二姑娘崴脚养伤，三姑娘伤了脸，四姑娘也不出门，这玉佩会是谁的呢？你怎么不长眼睛嘛？这么大块玉佩在地上，你没看见？这块玉佩是太后昨儿才赏赐给我的，就被你一脚给踢碎了。我确实没注意，踩了这玉佩一脚，但是玉佩早就摔碎了，我只是让它更碎了一点而已。就是你踩碎了太后赏赐给我的玉佩。迦南郡主请慎言，太后赏赐给你的玉佩，你不细心保管，却让它掉落在青石地面上，这是对太后赏赐之物的大不敬。玉佩易碎，砸在这么硬的地面上，怎么可能不碎裂？我担心谢大少奶奶看不见玉佩才放到路中间的，一时倒给了她信口雌黄的理由。郡主本就恼了谢大少奶奶，我办事不力，回去肯定要被打个半死。怎么了？玉佩怎么会被踩碎呢？母妃，我刚才突然肚子不适，蹲下来缓了会儿，不小心让腰间玉佩掉在了地上。丫鬟急着扶我走，也没回头看一眼，结果等我们回来，就被谢大少奶奶一脚给踩碎成了这样子。迦南郡主无意落下玉佩，有负太后厚爱，你走路不看路，把玉佩一脚踩碎，即刻给我进宫和太后请罪。这是问都不问，就直接信了迦南郡主的话，认定是我踩碎了太后赏给迦南郡主的玉佩啊！看来上回花园发生的事，一点也没让南康郡主和赵王府长记性。要我进宫和太后请罪可以，但我要带个人证进宫。什么人证？花园树上掉下了个死蛇，惊吓了大姑娘他们，明显是有人蓄意为之。父王派了暗卫看守花园，我相信花园发生的事，暗卫知道的很清楚。不是要进宫吗？请吧。上次花园的事已经惹恼了靖南王，这要是再来一回，南康只怕是要被训斥了。是你自己不小心把玉佩落在地上，人家谢大少奶奶才无意间踩到你的玉佩，她进宫请罪，没得叫太后恼你推脱责任。一会儿我带你进宫，你好好向太后赔个不是。我肯定会去和太后请罪，她呢？她就不用去了吗？你柔表妹病重，谢大少奶奶还得赶着去请贾大夫来医治你柔表妹呢。我都把安慰拎出来了，赵王妃还一点不心虚的给我做安排呢，这可真是人至见则无敌，算盘珠子打的都崩我脸上了。大姑娘是相公的妹妹，要是请得了贾大夫入府，早请。既然迦南郡主要我进宫和太后认罪，那我这就派人去军营禀告父王，
让父王同意我带暗卫进宫。王爷军务繁忙，你竟要为一点小事去劳烦王爷。太后赏赐的玉佩碎了，怎么是小事儿？你要坚持说是小事儿，那我就不派人去了。但你南康郡主胆子大，庭广众之下说这话吗？见你几颗胆子，你也不敢。大少奶奶，大少爷有事找您，让您快回去一趟。那人不是在睡觉吗？找我做什么？还找得这么巧，这是有什么急事儿？都等不及我回去了。难道又有谁病了，急着找我去救命？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没找你啊，是雪妈妈听丫鬟说，你踩碎了太后赏赐给迦南郡主的玉佩，担心你应付不下来，把我叫了起来。不知道是什么人在给南康郡主和赵王妃递台阶下。那传话丫鬟好像是三房的，那我们要回去吗？回去做什么？我本来就没想去请罪，他们也不敢再让我进宫。你接着睡吧。你不陪我睡，我没法睡安稳。大少爷也真是的，有什么话不能人几步等进屋了再说吗？在门口就说这么露骨的话，还有一堆丫鬟在呢。大少爷真是太宠大少奶奶了，晚上折腾还不够，大白天也不放过大少奶奶。咱们金墨轩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听小少爷。嘿嘿，真是心累啊！许妈妈，你怎么还担心大少爷纵欲过度呢？万一哪天他真的叮嘱大少爷，不得把大少爷气吐血啊！你确定这样能睡着？你别说话就行。不说话就行了吗？感觉要不呼吸才行。我控制不住要说话怎么办？控制不住，那就把你的嘴堵上。还有多久，我体内的毒就能清除干净了？不说话，我就当毒已经解了。还有17天。怎么还要这么久？有什么事？跑得这么急啊？新安郡王他们来找大少爷，我来禀告一声。大少爷这会儿没空。我只是禀告一声，不耽误大少爷忙事呀。怎么了？新安郡王他们来了，这会儿已经进暗门了。赶紧禀告大少爷知道啊。这会儿禀告不妥吧？有什么不妥的？就大少爷大少奶奶两人，大晚上睡一张床都擦不出火花来，能做出白日宣言这种事情来吗？他们的睡觉那就是单纯的睡觉，最多盖着被子瞎聊天，总之干啥都可能，唯独就是不干正事。什么事儿？新安郡王他们来了。还坐着做什么？快起来了！我怎么从百庭兄脸上看到了不欢迎？岂止是不欢迎啊，我感觉他有点想打我们。我们最近做了什么吗？什么不欢迎？什么想打我们？百庭兄不是那样的人，他现在能练武功了，我们好不容易来一趟，他肯定想和我们切磋一下。见过师嫂。见过师嫂。去书房说话。师嫂也一起吧。让他一起，这是有事找他。找我有事？有些东西留在手里烫手，特送来给大嫂处置。什么东西？银票，烫手之物。我能说一句，以后这样的烫手东西多送些来吗？你确定这东西烫手？
从哪儿得来的？我们几个刚刚去信王府找苏兄，结果苏兄不在信王府，去打猎了，说是给大嫂准备生辰礼物。我们离开信王府的时候，碰巧遇到南康郡主身边的吴妈妈去信王府找云三太太，要贾大夫之前给云家妹妹开的退烧方子。就当这8000两是从我这里买药方的吧。小心些，点到为止啊，别伤着了。大嫂放心，齐萧不会伤了百庭兄的。我不是担心谢百庭好吗？我是怕谢百庭伤了齐萧。谢百庭还憋着一肚子火呢，齐萧很难不成为他的出气筒啊。百庭兄占上风，大嫂还这般担心，难怪百庭兄病好了都不怎么出门。郡王是不是有点想成亲了？说实话，有点。你不是已经成亲了吗？不，露馅儿啊！我成亲了？这反应，谢百庭这样骗我。谁跟大嫂乱传我的谣言啊？喏，就是他。木指，快帮我！直觉告诉我，谢百庭的武功应该在他们之上，1打2应该不会输。百灵兄，你还得再接再厉啊！你们2个都打不过我，和我说这话合适吗？苏兄可是能一个打我们3个，你还不是他的对手。不过百庭兄才刚恢复，就能与我和木指打个平手，假以时日，为啥不是苏兄的对手？你想太多了。百灵兄，你可不能掉以轻心，苏兄对大嫂的宠爱远超你的想象。这才刚入夏，苏兄就在给大嫂准备过冬的狐毛斗篷了。你要欺负大嫂，苏兄能轻饶你吗？我的意思是，内子压根就不会给他兄长出手的机会。你们也切磋完了，没事的话，我们就先告辞吧。大嫂留步，有百庭兄送我们就够了。你们这是要做什么？找你要个答复。找你要个答复。你为什么要和大嫂说我成亲了，还和大嫂说齐萧和木指定亲了？我的王妃在哪呢？我现在就去接她回家。跟我们定下了大家闺秀是主位，我们立刻马上发派大轿把她娶回来。晋安郡王他们压根就没成亲，也没定亲，你骗我！我不这么说，你怎么会打消给予我的兄弟们？虽然我爹没有认祖归宗，但他是信老王爷的私生子。晋安郡王算是我堂兄了，我怎么觊觎他？是，我当时没想那么多。然后呢？现在他们3个开始找我要媳妇了。活该，谁让你骗人的？你以为我愿意骗人造他们的谣吗？还不是被你逼的。你还笑？你就没有什么是隐瞒我的吗？是我质问你，你怎么反倒倒打一耙？你快过生辰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作为我相公，你连我哪天过生辰都不知道，你还有脸质问我？你以为你长得好看就可以这么理直气壮？不占理就是不占理。爷这是以百步穿杨的雄浑潇洒姿势，一头撞向了大少奶奶的枪口上了。不对不对，是挂在了大少奶奶的红缨枪上下不来了。你怎么不说话了？是我忘了问，你想要什么生辰礼物？哪有这样的？送什么是你的心意，哪有我开口要的？你就不怕我要星星要月亮？自己过生辰找我要礼物就算了，我过生辰又直接问要什么，有这样的吗？生辰礼物最起码要保持一丢丢的神秘感吧。我知道了，只是你还不准备告诉我，你哪天生辰？下个月初8。下个月初8？这日子怎么有点耳熟啊？是陈安博世子迎娶云家过门的日子，难怪那天在城南小院他会那么诧异了。
哼，等着为夫的礼物吧。那你要送我什么？我能不能把保持神秘感那句收回来？这属实有点尴尬啊。送给苏唐什么东西好呢？他平时似乎也没表现出对什么东西特别喜欢。难不成生日当天给他准备一堆疑难杂症的病人让他过瘾？昨晚大姑娘退烧了，听说用了一次姑娘之前给云儿姑娘开的退烧方子，退下去又反复了。急得南康郡主身边的吴妈妈去求王爷请贾大夫，王爷让南康郡主再按药方用一次药，没想到真的退了下来。云三太太把你开的方子给了南康郡主，你要不想暴露自己是贾大夫的事，自己就得多练练。云三太太对南康郡主未免也太好了吧？那么管用的方子，她就不怕以后还会用上？云三太太倒也不至于如此大方，手里肯定有誊抄好的，只是把贾大夫的亲笔给了南康郡主，南康郡主肯定会更感激。虽然我写药方的时候已经尽量防备了，不过以防万一，还是得多练练。姑娘的字怎么变化这么大？我不知道啊。等等，你不会还怀疑姑娘是假的吧？你们俩说什么呢？让我也听听。是茯苓说姑娘的字变化很大，问姑娘你手腕是不是受伤了？啊，等等，我拥有苏唐全部的记忆，连惊鸿舞都会跳，写字按说应该也会才是啊。这不是和以前写的一样吗？这哪一样啊？形似谁也不似啊。以前姑娘的字透着懒散和敷衍，现在的字看着就干练爽朗，顾着遮掩墨迹，倒险些忘了我本来是怎么写字的了。想到去请安之前，谢百庭说出府回来就教我练字，我现在写出来这种字，等他回来还不得吓他一跳。唉，也不知道谢百庭出府忙什么去了，都1个时辰了还不回来。你是靖南王府大少爷吗？有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怎么会有人让小乞丐给我送信？爷，你小心信有问题。记名长公主献给太后的佛经被人下毒，佛经能被人动手动脚害人性命，信自然也行，不得不防啊。一封信而已，应该不至于。爷，您怎么把信烧了呀？一封挑拨离间的信，不烧了，留着做什么？相公回来的正好，我找了一些字帖，你看这字帖怎么样？本来字就写的难看了，跟着这么丑的字帖学，你不怕越写越丑？这些字帖拿去丢了，回头我给你写几张照着练。这字帖可是大少奶奶花半天写的，就为了得到大少爷一句夸赞，结果这些字帖拿去丢了。字帖是大少奶奶写的。赶紧瞧瞧有没有值得夸赞的人。我嫌弃难看了，还看什么？丑是丑了些，但比之前已经好很多了。以娘子的聪慧，不出3、5日就能写得一手漂亮字。我才出门2个时辰，你这字就脱胎换骨。这般天赋，要不是亲眼所见，谁都不敢相信。你拍马屁拍马蹄子上去了。娘子的字可是1字千金，别人想求都求不到。我之前的字真有那么难看吗？
你直说就是了，我不生气。这可是天坑，大少爷你可千万别掉进去啊！你直说就是了，我不生气。比鸡爬出来的，还是要好看一点的。脚被断了，活该！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我让你说你就说啊！你不知道人偶尔是需要昧着良心说话的吗？我已经昧着良心回答你这个问题了。你的意思是，我的字连鸡排的都不如了？我的老天爷呀！大少爷，你不光掉坑里了，你还把坑挖得更深了。看我今天不咬死你！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大少爷出府给大少奶奶你带的礼物啊。礼物？不过年不过节的送什么礼物？还送的这么财大气粗。不过一看到这么多东西，似乎也没那么生气了。王妃内伤也有些日子了，还没恢复吗？我昨儿去看过王妃，王妃气色红润，瞧着已经完全恢复了。太王爷不放心，让她安心静养，以免留下后遗症。要真留下了后遗症，王爷怕是会愧疚一辈子。这几日我忙着忧心柔儿，都没顾上让太医去给王妃瞧瞧。王妃才是王爷的正妃，她南康郡主说白了就是个妾，哪有妾室这么关心主母身子骨的？好像没了她南康郡主同意，就没太医给王妃整脉了似的，真是脸大。三姑娘脸恢复的如何了？舒痕膏是贡品，效果自是不必说。薇儿的脸用过后，才一夜，脸上的伤疤就淡了不少。这回他们几个实在受惊不轻，等他们都恢复了，一起去大昭寺上个香祈福吧。哎，我也正有此打算呢。奇怪，我这眼皮怎么跳起来了？此地不宜久留，还是赶紧回静默轩吧。大少奶奶，老夫人派丫鬟来传话，让您去松鹤堂一趟。我勒个去！我才刚从松鹤堂回来啊，是有什么了不得的事非找我不行吗？真是烦死了！我靖南王府真是瞎了眼，娶你过门。无碍堂儿，我勒个去！我活了2辈子没有被人叫得这么恶心过，还什么对我矢志不渝的爱，看他自己门第不显，看我弃旧爱择高门，最后心灰意冷，跟我要1万两的回乡费，姥姥的，实在是给我气笑了。你还有脸笑？我也不想笑的，实在是憋不住了。青州距离京都虽然远，但1万两路费够他雇180个仪仗队，一路敲锣打鼓的送他还乡了。事关我靖南王府名声，你就这么轻浮吗？父王手握重兵，威名赫赫。嫁进来前，我想靖南王府其他人肯定好相处，不会辱没了他的威名。但今儿这封信倒真叫我开了眼了，一封来历不明的勒索信，败坏我名声，毁我清誉。靖南王府不想着把人揪出来，却先找我发难。有句话叫空穴不来风。今日要不是下人办事粗心，把送给你的信误夹到了请帖里，我们也不会发现。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就因为这封信一句空穴不来风，就认定我要在青州时与人不清不楚吗？那要哪天有人送封信给老夫人，说他杀人了，要老夫人付1万两的封口费，老夫人也要给吗？我只是打个比方，老夫人反应这么大干什么？倒像是真杀人了，让我说中了似的。混账！老夫人是长辈，岂容你为了替自己开脱就说这样的话？我只是举了个恰如其分的例子而已。但如果今日靖南王府因为这一封信就要轻易惩罚我，他日还真难保不会有别的威胁信送入府来。你是在威胁我？我这只是就事论事，怎么就成威胁人了？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何况只是封子虚乌有的威胁信，有必要那么在乎吗？不知道是谁要败坏我名声，但我清清白白不怕人查。如果靖南王府查不出来，那就上报大理寺，
事关我清誉，我绝不姑息。这么丢人的事，大少奶奶不藏着掖着，却要捅到大理寺去，难道她真的是清白的？我靖南王府丢不起这个人。丢不起人，这是准备自己查了，还真是自信。大姑娘被毒蛇惊吓有结果了吗？府里的事尚且查不出来，对查远在青州的事倒自信得很。怎么不说话了？还是靖南王府压根就没准备查，想直接定我的罪？是准备给我一纸休书，还是直接毒死我？休书你想都别想。直接毒死太狠了吧？你不给我休书，不怕别人说你喜欢戴绿帽子啊？我要怕，昨儿就给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昨儿在街上有人送了封挑拨离间的信给我，我没信，直接丢进火炉烧了。没想到挑拨我不成，把信送到靖南王府，还这么巧到了老夫人跟前。老夫人，府外有个男子鬼鬼祟祟，被赵管事带人抓了。他说是大少奶奶的旧相识，让大少奶奶去救他。连环套啊！挑拨不了谢百庭，不来借老夫人之手休了我，这还不够，还要把我与人有染这事儿捅得人尽皆知，这是要逼死我，然后让谢百庭抬不起头来做人，被人背后耻笑啊！就不说心肠歹毒的，连谢百庭的行踪都能掌握，还能轻而易举的把信送到老夫人手里，摆明了就是府里人干的。好，非常好，相公陪我去见见我的旧相识。发髻有些乱了，这样见可太失礼。我陪你先回去，换身衣服再去也不迟。好。大少爷对大少奶奶深信不疑，那封信看来是真不怀好意。大少爷太年轻，不知道人心险恶，真情能伪装，东西能造假，何况只是区区清白之身。哎呀，郡主说的是啊。你昨天就收到信了，你怎么不和我说一声？有必要吗？没有吗？你当初可是连我都没看上，我不信你会看上别人。我去，竟然这么自信，自信到我都没话反驳，甚至有点想窝里反，泼他2大盆冷水。不过这种被人信任的感觉还挺不赖的。多日不见，你变得更漂亮了。你连我的面都还没见到，就夸我更漂亮了？我们以前见过吗？果然攀了高枝就不念旧情了。你狠心，就别怪我不义了。我说过我不认识你。是富贵荣华迷人眼，还是你怕了靖南王府，不敢与我相认？你确定你以前见过我？你这张脸就是化成灰，我也认。哎，这是靖南王府大少奶奶吗？我怎么记得她不长这样？是我记错了吗？你没记错，我并非靖南王府大少奶奶，我只是我家大少奶奶的贴身丫鬟。这男子挑拨大少爷，离间大少爷和大少奶奶的感情。大少爷对大少奶奶信任有加，令我做这般打扮，就是为了当众拆穿这男人的奸计。你想怎么处置他？我与你素未谋面，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败坏我名声？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你这么做的？你如实招供，我留你一命。你要嘴硬不说，我会让你牢底坐穿。给我打！我说，我与谢大少奶奶并不认识，是有人看中我荆州人的身份，给了我600两，威逼利诱，要我来靖南王府前说这些话。我不是有意要败坏谢大少奶奶名声，谢大少爷饶命。是什么人逼迫的你？我不知道。剩下的交给大理寺审问吧。你想做什么只管做，捅破了天，有我顶着。倒还真想做点什么，不就是传流言吗？谁还不会了？
消息，是有什么好消息吗？府外盛传南康郡主为夺世子之位不择手段，南康郡主气头上拍桌子，不小心把指甲掀翻了。指甲掀翻了，天哪，那不得疼死了！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气性这般大，心性也未免太差了。这还只是第一步，我还没往他伤口上撒盐呢。大少奶奶，你要去哪儿啊？回新王府。靖南王府既然这么容不下我，我还不识趣自己走？难道要等名声被人败尽，拿扫把撵出去吗？侯离，帮我喊一下福临。这个时候还喊什么福临啊？应该通知大少爷才最要紧吧？看，你生气归生气，你连我都不要了。我要不起你了。不是已经查清了吗？这又是怎么了？这女人做戏要不要这么整，下这么狠的口？府外都在传，那青州男子是南康郡主指使来的。娘子听后就觉得王府容不下他，闹着要回信王府。我不肯给他和离书，他就要休了。女子也能休夫吗？你还真敢问，想死也别拉上我。尚没有证据的事，怎么就气成这样？父王这话就有失偏颇了。娘子为何这么生气？还不是因为府里一堆人信了那封污蔑勒索信，对娘子横加指责。我好好的一个知书达理的娘子，才一上午就被带歪了。在松鹤堂，南康郡主指责我的时候说过，空穴不来风。这夫妻俩唱双簧逼我严惩南康，但不拿出证据，仅凭几句流言，怎么定罪？你内伤还没好，出来做什么呀？情欲对女子而言有多重要？现在有人欺负到堂儿头上，甚至敢到靖南王府面前撒野，这事必须要查清。如果王爷没把握查出来，那就交给信王府查吧。这叫什么话？我靖南王府大少奶奶被人污蔑，哪有夫家不查，让娘家查的道理啊？你消消气，这事儿我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什么叫给王妃交代？被污蔑的人是我好吗？而且我怎么觉得王妃一过来，王爷就看不见我和谢百庭两个大活人站在这里了？王爷，郡主被府外流言气得伤了手。既然手受伤了，就好好在屋子里养着。大少奶奶听信流言，闹着要回信王府。既然叫他空穴不来风，就别埋怨他学得太快。勒索信的事是我不对，可府里也不止我一个人信了。他怎么就不记得是我为了大少爷的身子骨求皇上，才有他嫁进我们靖南王府这回事？我要对他有意见，要替俨儿夺世子之位，我大可以袖手旁观，何必自寻烦恼？既然无心帮俨儿夺世子之位，那我就不用等婷儿体内毒解了，再立他为世子，等立世子的奏折递进宫，皇上点了头，那些流言自然是不攻自破。还不快扶郡主回去！王爷决定封大少爷为世子了。我刚刚禀告过了吧？大少爷和大少奶奶。世子之位本来就是谢百庭的，只是4年前出了意外才推迟到现在，倒也没什么值得激动的。都咬出血了。我居然咬这么狠，莫名有点心虚。咬出血了。我不咬狠点，怎么骗过父王？父王哪那么好忽悠？你就是把我手咬断也没用。你确定父王不好忽悠？
那南康郡主是怎么得父王的心的？不好忽悠，但眼下我去拿药膏给你上药。咬得这么狠，只上个药可不够。上药还不够？那你想怎么样？休了我？你还敢提这3个字？我就提一下，怎么了？怎么了？你还敢问怎么了？我就是随口一说，以后不会了。小气巴拉的，不就咬你一下吗？让你咬回来行了吧？他还真咬，坏了！你居然在手上下毒！我没有，我真没有下毒要害你，只是刚才看到南康郡主，气不过想给她下点毒。只是王妃突然走了，我也只好跟着你们一起走。回来后也没净手，就这人的小气性子，醒来后肯定饶不了我。大少奶奶不准备去给老夫人请安了？这丫头是不是觉得我没脾气？昨天因为那封勒索信，老夫人对我是什么态度？戳穿的男子的阴谋后，也没有任何人来跟我赔礼道歉。我再是小辈，也不能这么忍着。在爷册立为世子的旨意下来之前，我都不会去松鹤堂请早安。大少奶奶，皇上册立大少爷为咱们晋南王府世子的圣旨到了，您和大少爷快去前院接旨。要不要这么快啊？昨天才说立谢百庭为世子，今天旨意就到了。本来还以为能偷上几天来，没想到王爷这么雷厉风行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晋南王嫡长子谢百庭，谦虚有礼，温文尔雅，能文能武，一群之才，着册封为晋南王世子，钦此。谢主隆恩，谢主隆恩。皇上看好谢大少爷，不是谢世子你和世子妃，对二位是赞不绝口。将来由谢世子你继承王爷的爵位，定不会辱没王爷的威名啊！袁公公，这是贾大夫调制的一些养生丸，每日服1丸，夜里能睡得更安稳。这么好的东西，世子妃何不自己献给皇上呢？这是给袁公公您的。啊，给我的？世子妃怎么知道我晚上睡不好？多谢世子妃，那我就却之不恭啊！哼，他还真会巴结人。我正准备派人去谢王府找你，没想到你就来了。妹夫被立为世子，这么可喜可贺的事，我作为大舅子怎么能不来道贺？百庭请客，咱们去醉仙楼边喝酒边聊。靖南王妃留步，丫鬟送我出府就行了。这几日你辛苦了，我带了些糕点回来，你尝尝吧。这糕点，我知你喜欢文王府的金玉糕，特地找文王要了2盘，还是热的，你尝尝吧。特地找文王要的，这王爷怎么知道我喜欢金玉糕呢？即便是宁妈妈都不知道。看着我做什么？难不成要我喂你吗？怎么感觉到一股子稠腻的味道？这几日你也累坏了，这糕点味道不错，你也尝尝。父王特意给母妃您要的，我就不尝了。有2大盘呢，母妃一个人哪吃得了这么多呀？好，那我就尝一点，看看王爷特意为王妃要的糕点到底有多好吃。这些糕点好漂亮，比得上宫里的御膳了。这金玉糕原就是宫里的一道御膳点心，只是皇上不爱吃，连带做这道点心的御厨都险些砍了脑袋，为文王所救。这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我还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吃到这道点心了。因为不爱吃，就差点砍了厨子的脑袋。感觉皇上也不是这样的人呐，难道这其中有什么故事？
奇怪，被太阳一晒，怎么感觉晕晕的？这种感觉从未有过，很陌生，很难受。怎么突然就这么不舒服了？世子妃是不是怀身孕了？一定是怀身孕了。世子妃没怀孕。你怎么这么确定世子妃没怀孕？哎呀，世子妃和世子爷都还没圆房，怎么会怀身孕？还没圆房？嘘，你小声点，被别人听去了。啊，大少爷，不是世子爷和世子妃都成亲2个多月了，竟然还没圆房。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到底怎么了？你不说我就请太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但我能肯定我没有中毒。吃错东西了？也没有，吐了2回，已经没那么难受了。世子妃迎来送往一上午，只喝了几杯茶。刚刚回来的时候才吃了几块糕点，不会是那糕点有问题吧？应该不是，王妃也吃了，还特地让代谢回来给世子爷尝尝呢。就是这个糕点。你这是做什么？试试是不是糕点有问题。一次别吃太多了，你要是喜欢，我再向文王要便是了。这怎么好意思？你喜欢吃就好。走得这么急，出什么事儿了？我刚才从外面回来，听俩小丫鬟在小道那边碎嘴，说什么？说世子爷、世子妃至今还没圆房呢。这怎么可能？那天我明明看到他们4只脚叠在一起，连门都没有关。我当时就要杖责那俩碎嘴的丫鬟。那丫鬟跪在地上，说是听世子妃的贴身丫鬟半夏说的。刚刚世子妃从天香院出去，在小道那边吐得天昏地暗，福陵还怀疑世子妃是怀了身孕呢。半夏说世子爷、世子妃都还没圆房，不会是婷儿身子有问题吧？云儿姑娘都已经是承安伯世子的人了，他们2个也不像是没有感情，难道婷儿身子真的有问题？世子妃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会吐？请了太医没有？我从外院进来，没听说府里要请太医呀。要不是丫鬟说，都没人知道世子妃在小道那儿吐了。世子妃是被丫鬟扶回去的，也只当世子妃是崴脚了。去请太医入府，我去静默轩看看唐儿。王爷找属下是灵儿身子府有没有问题？爷毒还未减轻的事，不是人尽皆知吗？王爷为何这么问？爷这些日子一直在药浴施针，痊愈在即。我问的不是他解毒这回事，请王爷明示。灵儿成亲至今还是尚未圆房，可是那方面有问题？我虽然被王爷给了世子爷，照顾爷日常起居，确保世子爷进出安全，可爷那方面有没有问题，我哪里知道啊？这也不在我职责范围之内吧？世子爷有没有问题，属下不知道。不过世子妃第一次给世子爷药浴的时候，加了壮阳药，世子爷知道后很生气，世子妃就没再加了。应国公世子夫人出嫁2年未怀身孕，前些日子世子妃给应国公世子、世子妃诊脉，曾说世子爷的情况比应国公世子还要严重。不过世子妃说他那么说，只是为宽慰应国公世子，卸下他的心理负担。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严重了？可是这几日太累了，去前院催催，让太医快点来。母妃，我没事，不用请太医。都虚弱成这样了，还说不用。
十有八九啊是吃错了东西。我开张止吐的方子，世子妃记得服用啊。尊太医医术一般，他连世子妃为何呕吐都不知道，只怕方子也没什么用。你快去请贾大夫来给世子妃看看。孙太医医术不错，母妃的内伤，他治的就挺好。哪里不错了？上回说我内伤严重，可我感觉我根本没有内伤。你去请贾大夫入府便是。贾大夫病了，来不了。原来如此。世子妃，苏老爷来了。我爹怎么来了？亲家老爷怎么突然来我靖南王府了？我刚巧在靖南王府附近办事，碰巧遇到丫鬟去靖王府禀告堂儿病了，不放心就来看看。怎么这病症听着那么像？今儿上午堂儿都吃了些什么？就是从天香院回来的时候吃了几块糕点。吃了什么糕点？今日糕。啊，不用担心，吐3天就好了。吐3天就好了？爹，你要不要这么吓唬我？堂儿为何突然呕吐，还要连吐3天？堂儿随了我，不是什么糕点都能吃，有些糕点我吃了也会呕吐不止，吃药也不管用，但一般3天就恢复了。这几日尽量吃的清淡些，刑部还有事，我就先去忙了。要是母妃害了你啊！还有哪些糕点是你不能吃的？我不知道啊，世子妃吃过的糕点不下180种，呕吐还是第一次。要不是老爷说，我都不知道这世上有糕点是世子妃不能吃的。唉，老爷也是的，怎么也不提醒一声，不然这一通罪，世子妃不就能避开了吗？没事的，我应该是对金玉糕里加的某些食材过敏。过敏？就像有些人不能吃花生，有些人不能触碰花粉，不然就浑身瘙痒起红疹。只是我的过敏反应是呕吐而已。既然没事，那母妃就放心了。不过，母妃有什么话直说就是。你们成亲也有2个半月了，怎么还未圆房？贾大夫说我体内毒素未清，不宜圆房，让毒解了再。原来如此，那堂儿你好好休息。不用担心了，是贾大夫说婷儿没解毒前不宜圆房的。本来不太担心，这么一说反而更担心。万一真的是婷儿身子有毛病，苏唐为了顾及她的脸面才那么说的，那岂不是？世子爷，王爷让您去书房一趟。去告诉父王，就说我没空。世子妃睡下了，一时半会儿也不会醒，就算醒了也有奴婢们伺候。世子爷还是去见王爷吧，不然世子妃醒来会很自责的。父王找我什么事？我差人把孙太医请了回来，让他给你把个脉。找我来就是为这事。你和世子妃至今仍未圆房的理由，骗骗你母妃还行，骗不了你父王。父王这是怀疑我身体有毛病了。不知王爷找我回来是，最近一直是贾大夫给犬子解毒，犬子瞧着恢复了，但是具体如何，本王并不知道。找孙太医来，就是想知道犬子恢复的到底怎么样。世子爷基本已经完全恢复了，王爷不必担心了。已经完全恢复了。那苏唐怎么说？我还要再逼一次毒。当然，我还是更相信我娘子。那犬子的身子没大碍吧？我指的是传宗接代方面。前几日才立大少爷为世子，这立完啊，才考虑世子爷能不能传宗接代，是不是太迟了些？王爷多虑了，以世子爷的身子骨，让世子妃3年抱2，不在话下呀。
既然婷儿身子骨没毛病，该教的也教过了，为何还未圆房？许是脸皮薄吧。这事儿一个脸皮厚的不就行了？咱们儿子脸皮可没薄过。婷儿的脸皮没你想的那么厚，不喜欢强迫人，这一点随了我。王爷可真爱开玩笑，不喜强迫人，亏得王爷有脸说这话，还当着我的面说。他嘴上不喜强迫人，做的可都是强迫人的事儿。世子妃睡着后，王爷把世子叫去了外院书房。你就不好奇，父王找我去是何事？不好奇。托你的福，一直没圆房，以至于父王怀疑我不行。苏唐，我不是故意的。相公，我带福临和半夏去请安了。就这么喜欢去松鹤堂请安吗？喜欢才怪了。可我病好了，没力气去松鹤堂请安，却有力气逛花园，甚至逛街，说得过去吗？只是去点个卯，最多再做一刻钟就回来了，何必让人画饼呢？已经恢复了，已经恢复了。这几天让老夫人担心了。恢复了就好。世子妃好端端的突然就呕吐不止，也不知是何原因。东西吃杂了导致的。这几日你病了，也没找你和世子来问话。你们成亲快小3个月了，怎么还未圆房啊？这事说起来真是神奇。世子爷成亲了没圆房，3少爷、4少爷、5少爷却先尝到了做新郎官的滋味。想来是你出嫁的匆忙，信王府该交的都还没来得及交，平常身边也只让2个丫鬟伺候。你大病初愈，我不为难你，但世子身边不能没有知冷知热的人。我挑了2个懂事的，一会儿你带回去放在世子身边，帮着暖暖床。暖床就不用了吧，天这么热，还不得把我相公热出痱子来。长者赐，不敢辞。老夫人的好意，你要拒绝吗？这样的好意给你，你要不要啊？我是为老夫人好，这2个丫鬟一看就是精心调教的，乖巧懂事。我带去见墨轩，万一相公看他们不顺眼，使唤他们去做挑水、扫落叶这样的粗活，我怕老夫人会心疼。毕竟给了小辈的人，不好再要回来。我不希望我们靖南王府里有善妒之人。那我就替相公谢谢老夫人了。哦，差点忘了，这2个丫鬟的卖身契还没给我呢。拿卖身契给世子妃。相公这是要出府？我也去。你大病才好，还需休养几日，下回我再带你去。先别急着走啊，老夫人赏了你2个暖床丫鬟。我还纳闷，这是从哪带过来2个让人想剜眼珠子的丫鬟？原来是老夫人点，让你带回来，你就带回来了。我拒绝了，但老夫人执意要我带回来，长者赐不敢辞，我也没办法。我不让他们给你暖床，没得说我善妒不容人。暖床？我自己都没床睡，要打地铺，哪来床给他们暖？我可真想捂住你的嘴，当着一院子的丫鬟这么说。再说你都多久没打地铺了？你把床让出来给他们暖，晚上你和我打地铺。你不能让他们给你暖地铺吗？老夫人的吩咐，你也敢敷衍？怎么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反正人我带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既然是老夫人赏赐的，我就不送回去，留在静默轩做个粗使丫鬟。没有我允许，敢进内屋和书房一步，我打断你们的腿。别愣在这里，快去干活。我们是老夫人给世子爷的，也是你们能使唤的。老夫人把你们给了世子爷、世子妃，连卖身契都在世子妃手里了。世子爷让你们做粗使丫鬟，你们心存抱怨，是想挨板子被卖出府吗？能够做世子爷的人，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谁想还没高兴半个时辰，就从姨娘的美梦中跌落，成了粗使丫鬟。老夫人没保住我们的卖身契，今后的死活就都攥在世子妃的手里了。世子妃，王妃请您去天香院一趟。可算是完全好了，才几日就消瘦了一圈，让母妃担心了。要不是母妃，你也不至于吃这一通苦头。不怪母妃就好，我让小厨房多做几个菜，午饭你和婷儿在母妃这里吃。相公出府了，也不知道去忙什么，没说什么时候回来。这时辰出府，那十有八九是不回来吃午饭了。改日再吃也一样。母妃要和我说什么？你和母妃说实话，你喜欢婷儿吗？怎么突然问这么猛的问题？你不用顾虑这么多，婷儿性子随王爷，不讨人喜欢很正常。您可真是谢百庭的亲娘啊！王妃这问题问的，不就跟之前世子妃让世子爷点评她的字一样吗？这可是天坑啊！喜欢。那为何你和婷儿至今没圆房啊？哦天爷呀，能不能把这个话题绕过去？虽然都是女人，但也还是很尴尬的，好不好？好了好了，母妃不问了。我就说不用问吧，世子爷把世子妃捧在手心里疼呢，世子妃又怎么会不喜欢世子爷呢？还是问问放心些。那奴婢准备暖情酒，准备吧。再逼一次毒，体内毒素就清除干净了。之后你还要不要泡药浴？你才是大夫，泡药浴还容我选择？我准备的药浴对你强筋健骨，有百利无一害。这些日子你练武，按理说应该感觉出来了。我问你，这不是怕你嫌麻烦吗？我武功突飞猛进，是药浴的缘故。一半一半吧。不用一日不落吧？那倒不用，不过3天打鱼2天晒网，效果会大打折扣。偶尔偷懒1-2天不泡也无妨。那就继续泡吧。好花好景莫负韶光。世子爷、世子妃，许妈妈在布置内屋。好好的，布置内屋做什么？世子妃还是自己去看吧。歪了歪了，往右一点。我的老天奶，这满目的红，简直要亮瞎我的眼。王妃特意命奴婢布置的，世子爷、世子妃瞧瞧，可还缺点什么？要拒绝就赶紧，不然我就当你同意了。拒绝？都装扮的这么喜庆，还怎么拒绝？这是什么？许妈妈让奴婢拎来的，说是王妃给的。三姑娘拔胶来了，挺严重的，丫鬟扶着回的府。刚才在花园碰到谢薇，她不是出府见宋世子的妹妹宋娇儿了吗？怎么会崴脚？看半夏的反应，我大概能猜出这包袱里是什么了，绝对是春宫图无疑啦。谢百庭管这玩意叫兵法，我要是一点不懂，那不得被打得丢盔弃甲？我勒个去！我还以为会很模糊，没想到画得这么清晰。这地方也是如此大胆，在马车里，在房顶，在……哎呀，完了，大姨妈来了！
许妈妈他们呢？已经走了。我大姨妈来了，把这些东西都撤了吧。你大姨妈来了也不住咱们屋，撤掉做什么？况且都这个时辰，你姨母怎么会来我晋南王府？我指的是癸水，我癸水来了。你没骗我，骗得过初一，我也骗不过15啊！我真想咬死你！世子妃，天色不早了，该歇了。我把这半本书看完就睡。世子妃勤学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明儿再看也不迟。唉。奇怪，怎么越喝越热？这厮的脸怎么红的有点异样？这酒哪儿来的？母妃让人送来的。这酒怎么了？加了点催情药，没那么狠，泡个冷水澡冷静一下就成了。你别乱来啊！别跟过来。还好王妃是亲娘，下的催情药温和，不是云家那种不行房就暴毙，不然今天真没法收场了。世子妃，世子爷冲冷水澡不管用啊！怎么会呢？他中的催情药要比酒壶里的多1倍不止。那怎么办？我用银针只能暂缓一时片刻，剩下的只能他自己扛了。你走，快走！明明只是很温和的促情药，怎么会有那么大反应？好家伙，茶里也下了药。王妃这是怕我们不喝酒，又备了茶，以确保万无一失吗？怎么这么冷？你们这是去哪儿了？冰窖。快扶他到床上去。我一直以为世子爷成亲2、3个月没圆房就够可怜的，原来更可怜的在后面。唉，2个洞房花烛夜，一个晕着不省人事，一个在冰窖里度过，还真是忍不住好奇，世子爷和世子妃到底会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把这件事情给办了？直觉告诉我，似乎会格外的惊心动魄呢。王爷王妃，世子爷伤寒了。什么？圆房还能伤寒？世子爷寒气入体，冻伤寒了。怎么会冻伤寒了呢？不知道什么原因，昨晚世子爷世子妃没有圆房，世子爷吃了催情药，靠药浴不管用，在冰窖里待了2个时辰，把自己冻着了。你放了多少药量？我只放了1点儿，是催情之用，绝没有这么大的药劲儿啊！你给婷儿下药了？我给他们送了1壶暖情酒，我没想到会这样。我也没想到你会给婷儿送暖情酒，我还以为你……只能说你我夫妻太有默契了。我给他送了盏暖情茶。我去静默轩看看。母妃往酒里下药还不够，还在茶里下一份做什么？茶里那一份是王爷下的，王妃不知道。我就知道，坑我的手不要父王。果不其然，婷儿如何？王妃放心，世子爷已经吃过药了。世子妃说3、5日就能好。婷儿没说什么吧？
世子爷说，幸亏靖南王府只有您和王爷疼他，再多来2个，他昨晚呀就暴毙身亡了。世子爷还让王爷王妃以后做事商量着点儿，别再把他往死里头坑了。婷儿气头上，并非有意。婷儿说的没错，昨晚之事确实是我与王妃缺少沟通导致，以后有事我会与王妃多商量。王爷还会和人商量事儿？他不是一向说一不二，做的决定谁都不能忤逆吗？我要是真信了，才迟早被气死。世子妃照顾了世子爷半天，这会也睡下了。找世子妃的是老夫人，你们有几颗胆子敢让老夫人等世子妃？呵，老夫人已经动怒了，你们是想让老夫人更生气是吗？气坏了老夫人，你们担待得起吗？去禀告世子妃。世子妃，世子妃，世子爷息怒，老夫人要找世子妃。回了，老夫人，就说世子妃睡下。奴婢说了，带来传话的丫鬟说老夫人动怒了，一定要见到世子妃不可。醒醒！别闹啊，困死了。你想憋死我啊？不是世子爷要叫醒世子妃你，是老夫人要见你。肯定是叫我过去挨骂。哼，我去可以，但愿他别后悔。站这么久不累吗？不敢言累。好一个不敢言累，这是不敢。我昨儿才说，我靖南王府容不得善妒的女子。昨晚你就把我靖南王世子送进了冰窖。我连靖南王府冰窖在哪里都不知道，何谈把相公送进去？还敢顶嘴！你身子不爽利，不便伺候，这不怪你。但你怎么也该给世子爷身边放个人，哪有让世子进冰窖的？婷儿是我们靖南王府世子爷，王爷对他寄予厚望。这要冻坏的身子，莫说是你，就是信王府也担待不起呀。王爷不管，王妃不管，谢百婷也没说什么。好家伙，这些平时巴不得别人不好的人倒跳出来关心人了。你们干脆搬到海边去住得了。我是没往相公身边放人，但昨儿老夫人赏了2个貌美丫头给相公，我也把人带回去了。相公看不上眼，我能怎么办？三婶总不至于觉得我能左右相公的想法吧？父王对感情专一，相公是父王所生，随了父王。老夫人一定要怪到我头上，我也无话可说。巧舌如簧，身为世子妃，照顾好世子身子是你分内之事。昨儿是药量不够才能忍下，要是命悬一线，你也坐视不管吗？去佛堂给我好好反省，什么时候把这几本书倒背如流，什么时候出来。世子妃，请吧。世子妃被罚跪背书，可她坐在那里，咱们要不要管啊？你敢管？看守佛堂的周妈妈都懂事的扭伤了腰，现在趴在床上连面都不敢露。世子妃之所以罚跪，还不是世子爷太宠她了？就算不给世子妃面子，他也得给世子爷面子。做下人太难了。世子爷醒了。世子妃呢？世子妃被老夫人罚跪佛堂了。知道老夫人没好事，但苏唐也不是好欺负的。怎么这一次被罚跪佛堂就真去了？他几时这么听话了？派人去禀告老夫人，就说我找世子妃。老夫人，静默轩派人来传话，
说世子爷要世子妃回去伺候他。堂堂静默轩，难道连个伺候世子爷的人都没有吗？让我昨儿赏给世子的那2个丫鬟进屋伺候。老夫人，世子爷嫌那2个丫鬟长得太丑，杖责了他们30大板，削了人牙子进府，把他们卖了。要我说，世子爷连王爷王妃都不怕，又怎么会怕老夫人？老夫人又是何必呢？还有什么没禀告的？照实说。世子爷说，您罚世子妃是为了他好，他心里对您感激。但这事的罪魁祸首是给他下药的人，只罚世子妃不够。老夫人装病的本事真是炉火纯青，现在也只有这样才能免去帮世子爷罚王爷了。王爷，老夫人罚世子妃跪佛堂，是因为婷儿在冰窖冻病一事吗？不过老夫人腹痛不止，请了大夫进府。这定是世子妃的手笔。老夫人罚他，不是想不开自讨苦吃吗？只是让腹痛，已经是手下留情。世子爷还说，要是您和王妃下了，不能只罚世子妃，让老夫人罚。您和王妃，我怎么生了这么个混账儿子？难道是因为从小没打过他，才对我这个父王没有一点敬畏之心？放了世子妃。3位爷留步，世子爷身体不适，这几日不见客。身体不适？百庭兄不是病好，都被立为世子了吗？这才几天啊，又身体不适了。身体不适，我们就更要探望了。 3位爷还是请回吧。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既然百庭兄身体不适，那我们就改日再来看他。我会转告世子爷的。百庭兄，你来的正好，快让你晋南王府的暗卫放了我们。就抓他们做什么？我们也不想抓他们，实在是他们太过分了。他们做什么了？他们扶着墙笑话世子爷你和世子妃成亲至今还未圆房，还笑话你装累的腰疼。把他们给我丢出府！哎，别，我们来找你是有正事儿。百庭兄，我没骗你，你让我查的事有进展了，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放了他们。暗卫肯定以为我们不敢在百庭兄面前笑，才躲在墙边笑的。我们那是不敢吗？我们是怕笑的他招架不住，才提前笑一阵的，完全是为了他们世子爷好。就这还要挨打，真是没天理啊！百庭兄，像大嫂这样的女子，已经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你不抓紧点，别最后被人撬了墙角，那就悔之晚矣了。你们想挖我墙角？怕我们挖墙角，就赶紧告诉我，我的郡王妃到底在哪儿？百庭兄不会是怕大嫂看上我们吧？哼，长得丑的，你们大嫂看不上。大嫂，百庭兄眼睛瞎得厉害，你记得给他找个庸医看看。我相公眼睛怎么瞎的？他居然说我们长得丑，他不瞎吗？百庭兄只说了你，可没说我们长得丑。他们不丑。你们百庭兄没少怪王爷遗传了他一张为祸四方的脸，他这么说，完全是出于羡慕。羡慕？为祸四方？坏了，用错形容词了。我几时为祸四方了？哎呀，跪久了腿酸。你们聊吧，我先回屋了。去书房。查到什么线索了？你让我查的那来自云州的武将，我查了这么多天，总算查到一点线索了。那武将原是云州一猎户，以打猎为生。赵王妃的表兄永安伯前年奉命去云州办差，发现了此人，就推荐给了当时驻守云州的武德将军，成为了武德将军的左膀右臂。半年前随武德将军入京，现如今是武德将军麾下7品副尉。4个月前，蒋副尉在与人比武中断了只胳膊，养了半个月的伤，就按捺不住要回军营，被武德将军打发离开，就索性告了假回云州探亲。也就是说，
云逸出事的时候，这个和赵王府拐着弯才能攀上亲戚的都尉并不在京东，但他手里又有要云逸命的剑士，而且这人弓箭术极好，一个断了胳膊的人是用不了弓箭的。这副都尉的胳膊真断还是假断，一眼便知。你不是挺喜欢大嫂的吗？怎么至今未圆房？你不会是……你不是挺喜欢大嫂的吗？怎么至今未圆房？你不会是……行吧，行吧，这也是凶的。我要真说出那3个字，他都能把我大卸8块之后丢出府去。他先前误会我喜欢云儿姑娘，约定治好我的病情合理。真合理啊！合理。他这辈子只有丧偶一种可能。国父晋南王那般霸道，我还以为你青出于蓝胜于蓝呢，还真出乎我预料。我虽然没娶媳妇儿，但女人脸皮薄，该强硬一点的时候就得强硬一点。少给我出馊主意。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女人天生慕强，我不信大嫂会例外。她随身携带了180种毒药，我连那些毒药藏哪里都不知道。怎么不说话了？一时间竟不知道是该羡慕你，还是该同情你。实在不行，要不你试着吃软饭，身体要紧啊。毕竟有一张为祸四方的脸，硬的不行，还能来软的，用用美男计。脸不能白长了呀。就大嫂的本事，挣钱是小菜一碟。百迪兄负责貌美如花，大嫂负责赚钱养家，也挺好的。去，净给我出馊主意！有话好好说嘛。我为祸四方。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小名叫四方。什么时候取的小名？刚刚。想了这么半天，就这么敷衍我？哪有想半天了，分明猜疑会好吧？为什么苏唐稍一服软，我就没辙了？把药喝了，这药有些苦，一会儿我调制成药丸，就不难服用了。不用这么麻烦，换一种蜜饯，这种我不吃。你也不怕传染给我？茯苓还在呢。哪儿在了？刚刚在的。你果然眼睛有问题。眼睛有问题的是你，不信你去问问他刚才在不在屋子里。我去，没见过这么死不要脸的。我去问茯苓，茯苓敢说自己在屋子里吗？今儿的饭怎么这么软？建安郡王不是建议世子爷年吃软饭吗？说对身体好。许妈妈就吩咐让小厨房给世子爷您把饭焖软点儿。许妈妈一把年纪了，吃软饭什么意思？她不知道吗？吃软饭虽然不是什么好话，但以世子爷的身份，应该不会吃软饭。再加上是谢安郡王说的，应该就是字面意思，没别的可能了。端走。你下丫鬟做什么？快把饭端下去吧。你还笑？相公，你这样子就太辜负许妈妈对你的关心了。这静默轩最关心你的人就是许妈妈。狐狸不太关心。等世子和世子妃圆了房，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许妈妈。嘿嘿。我希望以后这样的关心能少一点，不是，是别再有了。世子爷，世子妃，不好了！街上都在传你们没有圆房的事。不会是西安郡王他们传的吧？他们虽然坑，但还不至于这么坑我。
最希望谢百庭丢脸的，非南康郡主无疑了。要说传，找南康郡主准没跑。我去给你准备药浴驱寒。赶紧擦干净，别又着凉了。你受伤了？手下并未受伤。没有受伤，那我怎么闻到血腥味了？可查到什么？什么也没查到。手下去了蒋父卫的住处，但他人不在，手下便回府。路上碰巧遇到了李叔，他一身夜行衣，手下好奇就跟了上去。李叔？你口中的李叔，不会是我爹的人吧？李叔去做什么了？李叔进刑部尚书府偷钥匙。如今的刑部，爹一人独掌大权，有什么钥匙是爹不好开口要，刑部尚书也不会给的。不过那钥匙是李叔豁出命才偷出来的，属下哪敢随便就扔了，就用泥巴团把形状拓印了下来。找人尽快把钥匙打造出来。一大清早，二少爷院子里飞来一只喜鹊，府里都在传二少爷要有好事发生。谢白眼的好事，世子之位是没他的份了，难不成是定亲？二少爷院子里的彩虹和奴婢关系不错，奴婢去问他是不是真的有喜鹊，他偷偷告诉奴婢确实有喜鹊，但喜鹊来了之后，清风轩院墙上飞来了只乌鸦，他吓得脱了鞋就砸了过去，把那只乌鸦吓跑了，还叮嘱奴婢不要往外传。喜鹊是报喜鸟，乌鸦却代表晦气灾难，人人避之不及。一大早又是喜鹊又是乌鸦的，这谢白也真不知道到底是大喜还是大悲了。世子妃，二少爷在文国公府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听说是被人下了药，和右相府赵大姑娘有了肌肤之亲。谁吃饱了撑着给谢白眼下药，撮合他和右相的女儿？这么看着我做什么？二少爷和右相之女是你的手笔吧？我就算吃饱了撑着，我也不会管他的闲事，尤其是这样的闲事。我成亲至今都没圆房，他倒先把房圆了，我不要面子的吗？右相之女赵嫣，老夫人可是对她赞不绝口，还一心替三房的四少爷谢白允求娶，只是右相始终不松口，没想到最后还是要嫁进荆南王府。这世家大族的宴会可真不是好参加的，前有云儿姑娘终要委身成安博世子之事，这还没出嫁，文国公府又出这档子事。往后大家闺秀们再参加宴会，可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了。爷，钥匙打造好了，要给苏老爷送去吗？尚不能确定这把钥匙有用，你去刑部一趟，看看这钥匙能不能打开锁。世子爷，您是不是过于谨慎了？就算钥匙不管用，光是这份心意就弥足珍贵了。爷，钥匙能打开锁。这把钥匙锁，锁的是什么大案？匣子里装的是16年前镇国公府通敌叛国案的卷宗。进来。这不会就是李叔豁出命也要拿到的那把钥匙吧？这不是那一把，这是我拓印打造出来的一把。把钥匙给我做什么？你明儿送去给岳父大人。还是你自己送吧，我不能抢你的功劳。我爹不会是镇国公府的人吧？据我所知，镇国公膝下仅有2子1女，女儿是沈皇后，难产而亡。长子因镇国公府投敌叛国案被当众斩首，次子于战场上被人一箭穿心，连尸体都没留下。如果岳父大人和镇国公府有关，那只有可能
是镇国公的私生子了。又是私生子，就没有好听的话了吗？镇国公府二老爷不是没找到尸体吗？没准还活着呢。绝无可能。当年那一战，父王也在，射中沈二老爷心口的那支箭，是从背后射来的。杀他的不是敌军，是自己人，不偏不倚，正中心口。这么多年，父王一直自责没把沈二老爷的尸体从战场上带回来，让他的尸体被敌军践踏成泥。你不是去药房煎药了吗？怎么回来了？世子爷说他不吃药了。不吃药了？你陪我去母妃那一趟。你找母妃有事？去了就知道了。世子妃，药，你先把药煎上吧。你不准备吃药了？我是不准备吃了，但你兼职让丫鬟煎药，不吃也得吃啊。这话怎么听着这么不得劲呢？骂他吧，人家也挺识时务；不骂吧，他又擅作主张想停药。你想干嘛？我只是嫌药苦。骗鬼呢！再苦的药，他喝下去眉头都不皱一下，现在居然说苦，举止反常，有问题。好吧，我想你替我煎药。我煎的药更香些吗？敷衍我也不找个好点的借口。如果我说是，你会不会踏我？王妃，这是奴婢你的添妆单子，您看看要添减些什么？王爷来的正好，这礼单，王爷看看还缺什么？礼单就不看了，你做事我是放心的。准备了几台啊？6台。再添2台吧。依照王爷的意思准备。母妃这是准备什么？王爷怎么渴成这样？端起王妃剩下的茶就喝。那我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倒茶呀？伤还好了？已经不渴了。这么严重的伤寒，满京都也就只有贾大夫能治得这么快，而且人都没入府就治好了。没王妃这么好糊弄的。贾大夫哪是没入府，他是压根就没出去。明儿是信王府与二姑娘出嫁的日子，你父王让我准备8台天妆，你和世子妃明日回府的时候带回去。这几日忙着照顾相公，都没顾上这些，多谢父王母妃帮忙准备。这几日照顾婷儿，辛苦你了。相公不嫌弃我笨拙就好。嫌弃他笨拙，这话也就他能谦虚2句。我要真敢嫌弃，这伤寒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啊。明儿是你生辰，母妃给你做碗长寿面。母妃，不麻烦你了，我们明儿一早就得去信王府了。那也不用那么着急，吃了长寿面再去也不迟。母妃就得早起了，我不想母妃太累了。母妃又不是天天早起，偶尔一次不妨碍。你过生辰，母妃做了长寿面，自然要一视同仁。岳母大人肯定做了长寿面，娘子还是去信王府吃吧。云儿姑娘出嫁，苏夫人都忙不开了，哪有时间给世子妃做长寿面？我给世子妃做也一样。这怎么能一样？哪不一样了？母妃，你做的长寿面很难吃。有那么难吃吗？不是一般的难吃。那么难吃，你还全吃完？我能怎么办？那时候病恹恹的，随时都可能见阎王。我怕一根长寿面不一口气吃完，母妃一整年都会忐忑不安，才硬逼着自己吃下去。我都忍受不了啊。苏糖能吃得下去？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回去了。你来找母妃，不过就是劝母妃别给我做长寿面吧？难道这事不值得跑一趟？值得，太值得了。你做的面是有多难吃？要不我做一碗，王爷尝尝？还是别了。婷儿最在乎这个母妃的，能把婷儿逼得说这话，
那就不是一般的女痴了。我可不想和自己过不去。至少进步空间很大。世子爷刚才在马车上还和世子妃有说有笑的，怎么一下马车又突然咳起来？终于知道这厮为什么突然说不吃药了，是想带病来贺云家和陈安博世子的喜酒，在云家和云三太太伤口上撒盐呢。伤寒还没好，怎么来信王府了？信王府嫁女出阁，前来道贺的人多，人多手杂，小婿不放心娘子一人回府。多好的女婿啊！可这么好的女婿，堂儿却一点也不知道珍惜。亏得我以为他装病是为了气云家和云三太太，感情是冲着我来的。姐夫，我姐掐你腰，你不疼吗？习惯了。我去你姥姥的习惯！我总共也没掐过她几回，好不好？而且哪回不是她自找的？这死不要脸的，居然这么明目张胆的告我的状，能不能要点脸？你给我过来！娘，他骗你和爹的，他的伤寒早好了。寒气入体哪是那么容易好的？田儿都咳成这样了，你不知心疼还掐他，娘和你爹真是把你惯坏了。真是没想到呀，没想到来的路上还有说有笑的枕边人，闷不吭声的就给我挖了这么大一个坑。更气人的是，我居然还以为他要坑别人，还想给他竖个大拇指，赞叹他干得漂亮。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太阳也没打西边出来啊！我这弟弟是吃错药了？这可是你爹、你娘、你大哥我都没享受过的待遇。你对你姐夫这么好，是有什么企图？我对姐夫好，那是因为姐夫值得。大哥，你别以你的小人之心夺我的君子之腹。等你伤寒痊愈了，一起去打猎。岳母大人，你到底想做什么？讨岳父岳母大小舅子欢心，以后好指着他们给我撑腰。你说什么？你一个堂堂靖南王府世子，还用得着别人给你撑腰吗？说实话，非常需要。哎呀，我帮180位新娘子梳过妆，还从来没见哪位新娘子是这副神情。新郎官掀开红盖头，瞧见这般模样，心窝子非得凉透了不可。抛开家世和演技之外，陈安博世子也算是良配了。当然和靖南王世子是没得比，可那般好男儿可遇不可求。云二姑娘没能抓住，也难怪这么不高兴了。只是事已至此，毫无转圜余地。大喜日子还这样，太不给程安博世子面子了。以后夫妻关系怎么好得了啊？把我女儿害成这样，还有脸来信王府道贺？太太，夏贵妃来了。她还有脸来？要不是他给嘉儿催情药，嘉儿又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今日前来道贺的宾客多，恐会惊了贵妃的驾。贵妃还是先回宫吧。皇叔这么说，就太小瞧本宫了。本宫岂是那么容易受惊的？皇上知晓，我一向疼嘉儿，特许本宫出宫送驾。本宫人都进信王府了，等宋嘉儿上了花轿，再回宫不迟。那老夫就替嘉儿道谢了。这位莫不就是信皇叔认的义子？
皇上不同意苏老爷认祖归宗，夏贵妃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也太不给面子了。这苏老爷怎么有一股没由来的熟悉感，竟让我内心生出一丝不安。靖南王世子妃和苏大少爷名噪京都，本宫一直好奇是怎样一双爹娘能生出这般大胆的儿女来。贵妃娘娘谬赞了。娘之前说夏贵妃对我有救命之恩，叮嘱我不要和她交恶，可娘怎么又把夏贵妃的阴阳怪气当夸赞？娘能轻易发现丫鬟偷听，应该不至于听不出来夏贵妃是在指责爹娘没有管好自己的儿女。娘不是让我敬重夏贵妃吗？那您怎么不听夏贵妃的话，骂我2句，让她高兴高兴？没见过这么欠揍。娘是让你念着夏贵妃的救命之恩，但知恩图报是一回事儿，这个人值不值得尊敬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做人首先得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而不是被恩情蒙蔽双眼，甚至失去自我。娘，你说的话我没听懂。云家有今日之祸，夏贵妃得负一半的责任。身为贵妃，去教一个女儿家使用龌龊的手段达成目的，夏贵妃对云家的疼爱让人不寒而栗。宋国公府不知道谁病了，请了好几位太医进府。昨儿傍晚，赵院正出宫，还被请去了宋国公府。这是我也有耳闻，一般请赵院正入府看病，那病的可就不是一般的严重了。我旁敲侧击那些进过宋国公府的太医，他们一个字都不肯透露。郡王消息一向灵通，可知道宋国公府谁病了？别提了，我昨儿回府上碰到孙太医，孙太医生怕我多问，吓得一头钻进了个死胡同。我本来不想打听的，孙太医躲着我，我还偏就问了。结果孙太医不仅不说，还让我少打听，免得惹祸上身。别看我，是不是宋国公世子，我也不知道。你下的毒，你不知道？我自己调制的毒药，我当然了解了。我不了解的是宋国公世子，1、2天行房一次，宋国公世子毒发要2、3个月，可他1天要好几回，那毒发的就快了。这女人学的都是些什么艺术？怎么连这些乱七八糟的毒药都知道？陈安博世子的眼睛能看到光亮了吗？陈安博世子没找过我，又没去小院找过贾大夫，想来没什么效果。可是我已经尽力了。我们得去陈安伯府。去陈安伯府做什么？去喝谢美酒。陈安伯世子和云家的亲事是我一手促成，不去喝一杯谢美酒，说不过去。谢美酒是要喝的，你们去吧。今儿是你生辰，娘这些日子忙着二姑娘出嫁的事，都没给你准备生辰礼物，今年的先欠着，希望明年能给你风风光光办回生辰宴。风风光光办回生辰宴？娘是这些日子忙晕乎了吗？我已经嫁人了，以后的每一个生辰，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都要在靖南王府里过，而且也极少有我这般年纪的人大办生辰宴的呀。那娘去忙吧，我改日再回来看您和爹。姐，你这么着急走做什么？我礼物还没送给你呢。姐，你这么着急走做什么？我礼物还没送给你呢。你给姐姐送什么生辰礼物？喏，给你。小少爷，你就送世子妃一只蛐蛐啊？嘿，这不是一般的蛐蛐，这是我找遍靖王府花了整整3天才找到的威猛大将军。那也是蛐蛐。我本来是要出府买礼物的，但你们都不让我去，我能怎么办？北儿送的礼物，姐姐很喜欢。真的喜欢吗？看看大哥给你准备的生辰礼物，喜不喜欢？大哥还真是送礼鬼才啊！这才刚入夏就送狐毛斗篷，这是担心我大夏天的冻着吗？这狐毛看着就不错，穿上试试。贾克害我被训斥，现在又想让我大热天的穿狐毛斗篷，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我大哥精心准备的，当然不会错了。半夏，
收起来。不错，以后有妹夫照顾你，大哥也能放心的离开了。以后大雪纷飞时，穿着斗篷，一定要想着大哥我。谢谢大哥送的生辰礼物了。你大哥要出远门？没有啊。没有。但苏静的话不是摆明了要出远门，而且很久不回来了。从我10岁起，每回我过生辰，我大哥都说这话，但没有哪一次真的出门了。有一回把我惹毛了，我都帮他把包袱收好了，送他出门，送了整整1个月，都没把他送出去。算了，当我什么也没问过。我帮你给他找个好去处。你要怎么处置他？我送这小东西去战场厮杀。斗蛐蛐？那没问题了。身为一只蛐蛐，战死沙场也不枉活一遭了。多损呐！我还活着呢，就想我战死沙场。苏兄过来了。别搭理他，枉我们拿他当兄弟，他居然骗我。一定要我去承安伯府喝喜酒，居然不等我就走。苏姬，你们在搞什么鬼？我还以为我会隐身了呢。你太过分了！我前儿问你有没有定亲，你还斩钉截铁的说没有。回去后我就说服我母妃想撮合你和我表妹，结果你倒好，早半年前就定亲了。我差点让我表妹沦为笑柄。我什么时候定的亲啊？装，你接着装。谁说我定亲了？伯母。我娘？妹妹，娘什么时候给我定的亲啊？定的哪家姑娘？我不知道啊。听见没有？我妹妹都不知道我定亲了，我怎么可能会知道？苏兄，你不会是捡来的吧？我是捡来的，有这么明显吗？你不觉得我长得有几分像我娘吗？苏兄，你这一本正经的样子，真让我哑口无言啊！出什么事了？拿到钥匙了。你又去刑部尚书府了？我没去，这把钥匙是姑爷交给我的。这钥匙是他印的，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啊，就擅作主张的去了刑部尚书府。钥匙能开锁，我把那铁匣子也一并带了回来。现在担心长安伯世子已经晚了。没有信王府在背后撑腰，云家欺负不了任何人。他就算再不喜欢长安伯世子，也不敢毒死他，让自己守寡。何况信老王爷孙女婿这个身份带来的好处，足够长安伯世子养活10个云家了。既然不是担心长安伯世子，那你半天不说话？我只是在想你当初嫁给我的事，我们都不算正式拜堂，委屈你了。你想怎么弥补我？我再娶你一次。脑子里没有10个8个天坑，绝对做不出这样的事。你从头躺到尾，是不知道我顶着沉甸甸的风棺有多累，真是躺着说话不脖子疼。行啊，你先给我一封休书。世子爷在承安伯世子喜宴上绝对撑着了，不然不会没事往世子妃枪口上撞。当初世子妃上花轿是逼不得已，真给了休书，还能不能娶回来可就难说了。给你休书也行，你给我想个休妻的理由。要不就家暴吧。什么？我暴揍你一顿，你怒而休我呀7出这条里没这个。哎，做人不要太死板，你我开个先例，以后就是8出这条了。啊，你干嘛去？我吃太饱了，我下去走走，消消食。世子爷、世子妃可算回来了。晌午之前，老夫人派人来传话，让你们回府后去见她。赵管事可知道，老夫人找我们何事？今儿宋国公夫人来过府里，好像宋国公府谁病了，需要请贾大夫。烦死了，又是请贾大夫。
以前没有贾大夫，就没有人能看病了吗？今儿宋国公夫人来府里找贾大夫过府治病，但府里除了世子爷、世子妃，没人知道贾大夫的下落。宋国公夫人啊，就留了1万两诊金，托世子爷、世子妃帮忙。这银票，你们这是不愿意帮宋国公府的忙了？没把握的事，我不会随便接人家的银票。等贾大夫愿意替人出诊了，我会帮宋国公府问的。就该这样狠狠打老夫人的脸，要不然她真以为自己脸大到能请来贾大夫了。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回去了。可这1万两，老夫人已经收下了，再送回去实在不妥。老夫人要是觉得不好还，就送去给父王，让父王处置。大哥大嫂，三姑娘找我们有事？我来找大哥大嫂，只是不愿意祖母为我爹的事烦心。怎么又把三老爷牵扯进来了？朝中又空出来一好差事，不比刑部侍郎差。因为征刑部侍郎一职，苏老爷、苏夫人都不好意思来咱们荆南王府了。祖母想着，要是父亲谋个好差事，这芥蒂自然就消了，这才答应帮忙。老夫人为了帮三老爷，不惜帮太后和静明长公主找我背黑锅。老夫人都好意思，今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和谢百婷都不愿意帮宋国公府，竟然又让谢薇过来威胁我，还真是一个比一个会求人啊！老夫人和我们还是太见外了。三姑娘这么说，我不就懂了吗？大哥大嫂愿意帮忙了，这么好消三叔三婶气的机会，我们怎么可能会错过？家和万事兴嘛。谋官的事，我爹娘也没那么生气。放心吧，宋国公夫人找上门来，又主动提帮三叔谋个好差事，肯定有把握。你帮我转告老夫人和三叔三婶，宋国公不帮着三叔高升了，我和相公是绝技不会帮忙请贾大夫的。就是父王母妃来找我们说情，我们也绝不会松口。啊，大嫂，救人如救火啊！等宋国公帮我爹高升，只怕人命都没了。那你可知宋国公府是谁病了？我不知道，连谁病了都没传出宋国公府，这从哪门子着急啊？要真急了，早贴告示遍寻名医了。治病救人的是贾大夫，老夫人只是帮忙传了个话，没多少人情，难保宋国公转过头就不认账了。万一贾大夫治不了宋国公府人的病，到时候老夫人都不好再要求宋国公。有些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多了难免被人听去，横生事端。相公说的是。完了，我怎么还帮到忙了？宋国公夫人只说我爹错失刑部侍郎一职可惜，没说帮忙某官啊，这可怎么办啊？世子妃，金安郡王他们来了。这么晚了来我静墨轩，是有什么事吗？难道又是来替我送汤守山芋的？这些银票哪来的？赢来的。什么赢来的？说出来我都不服气。想当年我们几个在山林抓了一天的蟋蟀，上了战场3个来回就败了，在信王府随便抓一只就是极品区区，一下午19战19胜，堪称蟋蟀王，赢了6800两，都在这里了。那只我收了没地方处置的蟋蟀，一下午竟然给我赢了这么多钱。大嫂，我能不能求你件事儿啊？你说。你把蟋蟀借我养几天吧，你放心，蟋蟀赢的所有钱都归你，我一个铜板都不要。养几天不行？养几天不行，那养1天总行吧？你带回去好好养着，等死了再送回，他好风风光光的送他入土为安。我就是想借回去养几天，要不要这么讥讽啊？他没有讥讽你，我就是这么想的。你们这么说，我可当真了啊？没骗你，我不擅长养这小东西，我正愁没人帮我养呢。时辰不早了，那我们就先走了。大嫂放心，我一定好好养它。世子妃，皇上派公公前来宣读圣旨，让您和世子爷快去前院接旨。
袁公公气色比上回见好了不少。哎呦，这都是托了世子妃的福啊！这些日子我一直想问问袁公公服用养生丸可有效果，这会儿瞧见我就放心了。正好我那还有一盒，一会儿您带回去。那我就不和世子妃客气了。这世子妃可真会借花献佛，用贾大夫调制的药丸去讨好袁公公。南康郡主这表情，难道这道尚不知来意的圣旨是南康郡主的手笔？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卓靖南王世子、世子妃离京寻找云逸，不得有误。钦此。靖南王世子、世子妃，快接旨啊！臣接旨。都起来吧。皇上怎么突然派我和相公出宫找云大少爷？昨儿云二姑娘出嫁，夏贵妃送了24台天妆，云三太太今儿进宫向夏贵妃道谢。突然信王府就派人来向云三太太报喜，说是有人看见了失踪许久的云大少爷。哎呀，云三太太这是怎么了？回皇上，是好事呢，云大少爷可能还活着。有云逸的消息了？刚刚信王府派人来报，说有人在望州的小镇子上看到了云大少爷。臣妾想向皇上保举2个人去找云大少爷。你要派谁去找逸儿？靖南王世子和世子妃。夏贵妃这是什么意思？她比谁都清楚，佳儿会嫁给承安伯世子，就是靖南王世子和世子妃害的。她居然还让他们去找逸儿。有云大少爷的消息是好事，但靖南王世子大病初愈，还需静养。最近靖南王府事也不少，没几天就是2少爷迎娶赵相之女过门，接着又是靖南王府老夫人过寿，这一离京，怕是都要错过。贤妃妹妹说的是，本宫又不是不知道。本宫既然和皇上保举他们，自然有理由。云大少爷对靖南王世子有救命之恩，若非因为云大少爷出事，也没有他和世子妃的这一桩缘分。靖南王世子去找云大少爷，一定会尽心尽力。至于错过谢2少爷的喜宴，靖南王世子自己成亲都是在病榻上过的。我相信他不会在意这些，也不会想去闹谢2少爷的洞房。至于靖南王府老夫人的寿宴，望州距离京都不过300-400里，事情办得顺利，完全赶得及回府贺寿。贵妃保举靖南王世子去找人也就算了，让靖南王世子妃跟去，不是添乱吗？如果靖南王世子和世子妃只能去一人，我倒更倾向让靖南王世子妃去。他有和皇上一样的呼吸骨，是大福之人，做什么事都比旁人顺遂些。靖王府找了几个月都没有找到云大少爷，保不齐靖南王世子妃一去就找到了呢。我真是谢谢你啊，我的伏羲谷。2个我讨厌的人出的馊主意，我真怀疑他们动机不纯。别是我和谢百庭待在靖南王府，要我们的命不容易，故而找个借口把我们支出去，好痛下杀手。能推掉这差事吗？我不能推，但你可以。你有把握找到人吗？你一个人去，要把人找到还好，要是找不到，我保证夏贵妃还会向皇上请旨，你还得再陪我离京一趟。还有，我们一起去。既然没法抗旨，那就顺从吧，能找到人最好，找不到也可以当做蜜月旅行嘛。尽情的笑吧，出了京都就没机会再回来。王爷已经派了人给相公，不会有问题的，不用大哥和李叔跟着一起去。为什么不让我跟去？你不会是嫌弃大哥我碍事吧？大哥，你别胡说。妹妹和妹夫一路上同乘一骑，打情骂俏，我这个做哥哥的跟在一旁确实比较尴尬。万一一个没忍住，
打了妹夫就更尴尬了，再万一没打过妹夫，就更尴尬了。刑部的事太多了，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还是让继儿进刑部帮你吧。我另外派几个暗卫护送堂儿和婷儿。如此也好。离京寻人，务必尽心尽力。此去望州找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昨儿你们三婶去宋国公府送还银票，知道病的是宋国公，还宋国公，他是我们你猜我信吗？肱骨之臣，皇上的左膀右臂。肱骨之臣，这些日左膀右臂都是在强撑上朝呢。别人不知道我就是贾大夫，皇上可是门亲。宋国公要真那么重要，皇上能不让我医治他？宋国公府感激不尽，以后但有所求，无不应允。哎呀，虽然京都太医大夫不少，咱们靖南王府谁病了都能请到赵院正，但赵院正的医术远不及贾大夫呀。我们有点病痛就算了，就怕王爷王妃。三婶要帮宋国公，我管不着，但为了帮宋国公就咒我父王母妃，三婶怕是忘了自己脚下踩的这片土地是谁的。哎呦，我没这意思啊。母妃且不说，父王的身子骨3、5年都不带伤寒一下，我们离京找个人，三婶却担心父王会病到连赵院正都束手无策的地步。我不知道三婶的担心从何而起。不怕1万就怕万一。我不明白贾大夫的下落有什么值得隐瞒的，他还以面具示人，定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咱们靖南王府和宋国公府是要结亲了吗？不会的，他不可能知道的。这和结亲有什么关系？宋国公府要是靖南王府的亲家，极力帮宋国公府说情也就罢了，什么关系都没有，却为了宋国公府起争执，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靖南王府怕了宋国公府，极力讨好呢。这一走，大概多久能回来？夏贵妃不是说了，快的话，赶得及回来给老夫人贺寿。出门在外，不可欺负堂儿。母妃该叮嘱娘子别欺负我。堂儿一个女儿家，能欺负得了你吗？刚才在王府门口看到三婶神色匆促，像天要塌了一般，是出什么事了吗？三太太赶着回明德侯府，可能是明德侯府出事了。唉，叹气的。吃不了瓜了。属下这就去办。你让暗卫去办什么？自然是确保你能吃到瓜。这多不好意思啊！爷，新安郡王他们来送行，苏大少爷和苏小少爷也在。姐姐姐夫，我最会找人了，你们带我一起去。不要得寸进尺。大哥，我要被你打傻了。真被打傻了，还能意识到这问题吗？你受伤了？你和谁打架了？别提了，昨儿皇上给百庭兄和大嫂下圣旨，我想到穆旨说看到了云逸的事儿，就感慨了一句。我父王知道我没信你的话，还没把这事儿告诉信老王爷，气得要打我。我能老实坐在那被我父王打吗？我当时起身就跑了，结果出门的时候被自家父王拿糕点砸到了脚脖子，人往前一踉跄，绊倒了门槛，4仰8叉的栽了出去，养了一整晚，到这会儿呼吸都还疼呢。唉，这事也不能怪你。我们在那镇子上来回找了7、8天，都没找到云逸的人影。按说他要还活着，为何不回京？云三太太让我和你们一起去找云逸。随便。他是谁？忠永侯世子张子修，他是云三太太娘家长嫂的侄儿。难怪谢百听对人态度这么冷淡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临出发前又派了个人过来，这摆明了就是不信任我们。这么不放心，干脆别让我们去，牢牢的。要不是因为皇上下了圣旨，云逸又对谢柏提有救命之恩，我高低给你表演个撂挑子不干。啊，要来回颠簸10几天，这马车一点减震都没有。这才刚出来，我怎么就开始烦了？你要的瓜来了。这么快，不愧是王爷的人，办事效率杠杠的。属下不知世子妃喜欢吃什么瓜，集市上能买到的，属下都买了回来，有装这一车。这不是你要的瓜。是我错了。谢柏提说让我吃到瓜的时候，就该反应过来我们之间是有代沟的。不过这瓜也挺不错的，看着就甜。这不是你要的瓜。我的吃瓜是指八卦的意思，不是真的吃瓜。好吧，你还是先吃这个瓜吧。无论明德侯府出的是什么事，10天半个月都出不了结果。回来的及时，还是能吃到新鲜瓜的。母妃和三婶是表姐妹，明德侯府算是母妃的娘家啊。你怎么好像一点也不担心？年少时不懂事，把明德侯府上的几位少爷打。谈了以后，父王就不让母妃带我去明德侯府了。不至于吧？小孩子打架不都是前一刻打完，后一刻接着玩的吗？年少时，我也把西安郡王他们给打了。父王也不让你和西安郡王他们来往？恰恰相反，父王不仅没说过这话，还带着我去给他们赔礼。路上碰到安王爷他们，带着西安郡王来府上，父王便请他们到醉仙楼吃饭，安王爷结的账。打那以后，我和西安郡王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兄弟。这也太差别对待了吧？父王是不喜明德侯府吗？岂止是不喜，甚至可以说是厌恶。所有人都觉得父王对明德侯府态度冷淡，是因为母妃。但据我观察，应该是明德侯府做过什么事儿，惹怒了父王，与母妃无关。明德侯府出事，王妃肯定是没本事帮的，就只能求王爷。可以王爷对明德侯府的态度，他肯定不会出手，所以这把火也烧不到王妃身上，难怪谢柏廷这么放心。我现在相信我这身体是骄阳长大的，坐马车电得5脏6腑疼，起码大腿都磨破了皮，速度根本快不起来。你晕不晕船？问这个做什么？京都到望州根本没有水路啊！我要带着内子绕道坐船去凉州，再去望州。钟永侯世子是继续往前，还是与我们一起走水路？这一绕道，少说也要耽搁2天半的时间。云三太太思子心切，思子心切就自己离京找人啊，怎么自己坐在新王府里动动嘴，然后让别人跑断腿？我家世子妃没吃过这样的苦头，要是当初赶着回京，老爷也没有这么不顾及世子妃。钟永侯世子要召集小云大少爷，自己先去就是了，为什么非要世子爷、世子妃跟着你颠簸？你以为我家世子爷愿意这样吗？还不是云三太太托我家世子爷照顾你家世子世子妃，这分开了还怎么照顾啊？照顾？云三太太不想着害我们世子爷、世子妃就不错了，还突然照顾？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那你家世子爷可以跟我们一起坐船。走水路太耽误时间了，本来就已经走得很慢了。我只是在通知你，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至于你如何选择，与我无关。那是钟永侯世子吗？是的。钟永侯世子赶着去望州，迫切的不愿意走水路，这会怎么会在凉州？钟永侯世子，你怎么受伤了？早知道骑马赶路会遇到刺客，我就该劝世子爷跟着晋南王世子和世子妃走水路的。都说晋南王世子妃有伏羲骨，
可冯兄话及遇难成祥，连夏贵妃都深信不疑，我们不该质疑的。路上出什么事了？路上遭遇了伏击，属下只随身携带了1颗解毒丸，4颗的剑有毒。属下、中永侯世子还有信王府两暗卫都中了毒。属下擅自翻了马车，用了世子妃的解毒丸，特向世子妃请罪。解毒丸本来就是拿来救命之用，是我疏忽了，我应该每人给1颗，以备不时之需的。你们都没事就好。晋南王世子妃真是人美心善啊，亏得我之前还说要照顾人家，结果真是打脸啊，让晋南王世子、世子妃看笑话了。凉州虽然比不上京都，却也很热闹了。你们坐了几天船，舟车劳顿，咱们就在凉州歇1天吧。也好。那些刺客似乎是冲着爷您和世子妃去的。他们要我们的命便罢，怎么连中永侯世子都不放过？我也想不通，但这一路要更小心谨慎了。苏唐，苏唐，我没看花眼，真的是你。哼，我还理你做什么？前1天才约好到我家给我过生辰，第2天就人去屋空了。我满青州的和人打听你的下落，结果你倒好，跑凉州来也不和我说一声。原来是原主在青州的闺蜜，青州知府千金冯苑。当初确实有这么回事，但当时着急离开，就把这事给忘了。幸亏我把你找到了，不然你就要错过一段好姻缘了。好姻缘？什么好姻缘？前不久，扶风王世子，就是咱们宁朝唯二2个异姓王之一的扶风王世子，到了咱们青州，他在找你。我在青州的时候没见过扶风王世子。你没见过他，但他见过你啊！你忘了去年青州办花灯会，那我在莲花台上献舞，结果我把脚崴了，求了你许久，你才答应替我。这事知道的人不多。扶风王世子让他献舞的姑娘找到了我府上，他一眼就认出不是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丢失的葫芦玉佩找到了。在哪儿？就在扶风王世子手里。哎，你之前说你大哥模样生得好，真没骗我？这是我相公。你已经嫁人了！不知者不为罪，我相公很好说话的，你别吓唬人嘛。我介绍介绍为夫，这是我相公，咱们宁朝唯二2个异姓王之一的靖南王世子。相公陪我逛了半天市集，也累了，找个地方歇歇脚，喝杯茶。我们姐妹难得遇上，说会儿提起话。我不知道你嫁人了，我相公和扶风王世子关系还不错，我在京都见过扶风王世子，在这之前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相公知道的，不会介意的。啊，对了，你怎么在凉州？你忘了，我有一个姨母在凉州，上个月她旧疾复发，比以往都要严重，我娘怕她熬不过这一回，就带着我来凉州探望，已经来了有10日了。你姨母得的什么病？我不知道，大夫说已经病入膏肓，就这1、2天了。李家花重金从京都请大夫来，表哥来接人。我娘怕我闷坏了，让我跟来市集转转，我还不愿意来。幸亏我娘坚持，不然我就碰不到你了。冯渊这个姨母挺好的，每次从凉州送小丸衣给冯渊，都会给原主带一份。没想到病得这么重啊！只是你现在贵为靖南王世子妃，又怎么会来凉州呢？我只是路过凉州，此行奉旨去望州找人。那你在凉州逗留几日啊？明日就得离开。姑娘别不舍，老爷回京述职，林清倩不是说了，这次有很大机会留京。要是老爷留京了，那姑娘和苏姑娘以后就能在京都见面了。留京哪那么容易啊？好不容易才碰上，不说这些糟心事了，我们好好逛逛。要不是我姨母病重，你如今身份又太尊贵，我就请你去李家住了。我姨母肯定很高兴见到你。表姑娘，大少爷要回府了，让我来问问你是一起回去，还是再逛逛？
表哥接到大夫了？那大夫没来，从京都方向来凉州的船被人重金包了一只，大夫没能上船，要几天才能来？不用问了，那条船肯定是被谢百庭重金包了。时辰还早，我去给李大太太见个礼吧。这，我一木哪里受得起啊？我们此行有大夫随行，我本就准备去李家给你姨母看看。李家请的大夫十有八九是因为我们包了船才没能来，就更不能不去了。我真的不知道扶风王世子找的人就是我。我知道，如果他知道自己找的人就是苏唐，就不会迫不及待地往青州赶了。那块玉佩，我会帮你拿回来。只是那葫芦玉佩，是谁送给你的？我爹送给我的啊。在仪式之前，我从不离身，连睡觉都带着。是岳父大人送的就好。是岳父大人送的就好。他难不成怀疑是别人送给我的？这么看我做什么？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送给过哪个姑娘玉佩？没有的事。得，还真有，看这表情就知道了。你不会也送过哪个姑娘葫芦玉佩吧？袁家满月的时候，太夫人带我去献王府道贺，我见尚在襁褓中的她乖巧可爱，就把随身带的葫芦玉佩送过来。但玉佩是祖父给我的，谁要我都不给。太夫人觉得我和袁家缘分不小，就和献王府把亲事定下。那葫芦玉佩则当作定亲信，等回京，我找承安伯世子，看能不能把那块葫芦玉佩拿回来。因为他送出去过一只葫芦玉佩，所以就怀疑我的玉佩也是哪个男子送的。到了。午饭后，让李大少爷到福来客栈拿药方子。冯姑娘姨母的病能治好吗？臣客顾及，拖的时间太长了，就算我尽全力帮着调养，也难完全恢复了。我只能保证她10年之内不死，至于到底能活多久，我也不知道。吃饭吧。叮嘱李大太太半年后到京都去换方子。客官，您打尖还是住店？就这隔音效果，我哪里敢做什么？回头传出出门在外不懂克制的名声，我是男子无所谓，但不能不顾及娘子。隔壁包间的战况还真激烈啊！原来谢百庭是因为听到了隔壁的动静，才把我掀开的。好吧，我承认作为2个成年人，听这动静不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是什么反应？不搭理我了？不搭理就算了，女孩子要矜持，她不主动的话，我绝不会主动的。那个，我已经没事了。刚刚是谁在说话？这绝不是我的声音，好吗？什么没事了？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没听见就算了。你确定要在这里把自己交给我？你先起开。这破闯，想做点什么还是忍着吧。我要脸。隔壁这人不行啊，才摇这么2下。你是故意的吧？床不允许。起来，给我继续摇。我又没病，我摇床干嘛？你没事摇这么2下，隔壁以为我有病。我勒个去，晚上就算了，这一大清早就，能不能顾及一下别人的感受？别人饿肚子呢，你吃肉可以，但不要吧唧嘴，要不然容易挨打的。这方子不错，少夫人有机会试试。我去，我怎么下意识的就接了？昨晚吵到你休息啦？
祝你幸福。岂止是昨晚吵的，早上更折磨人好吗？只是一大清早就收到来自陌生人的祝福，这感觉怎么这么奇怪呢？既然是壮阳的方子，真别说，这方子开得极好。这是什么方子？清心寡欲的方子。瞧那脸，都快气成黑炭了。小气鬼，喝凉水。走路没长眼啊！明明是你先撞的我。我撞你怎么？我就撞了。哎，怎么就打起来了？和财不露白一个道理呀！做人啊，太嚣张招摇了，总是要挨打的。哎，但不得不说啊，武功还真不错。难怪昨晚和早上动静那么大。哎，行了，弄错了，别打了。什么弄错了？招摇的不是他，是他隔壁的客人花重金赎了个啊！良家妇女能叫的那么……抱歉，兄台，这个弄错人了。兄台隔壁的客人忒气人了，我昨晚就想揍他了。我说什么来着？隔壁的男子绝对得挨打，可是没想到居然会认错人。提前派人到今晚落脚的镇子上，买间小院。这次不管说什么，今晚也要把房圆了。图画错了。哪里画错了？去望州应该走这条路。这是我家世子妃画的出行图，怎么可能会错？错的是你还差不多。虽然晋南王世子妃的地图是去望州，可要真那么走，根本就到不了。晋南王世子那么宠晋南王世子妃，只怕是错了也会依他。那咱们岂不是又要和他们分开走了？奉旨找人的是他们，不是我。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已经不想立功了，只想活着回到京都。爷，咱们好像走错路了。属下跟着中永侯世子走的，我家世子爷是跟着晋南王世子妃画了地图走的。带路的是中永侯世子，他按照世子妃的地图走什么？原来我家世子妃真的把地图弄错了。中永侯世子明知道我家世子妃的地图是错的，还按照地图走。中永侯脑子是不是不太好使？那现在怎么办？都到长林镇了，先找个地方住下，再看后面怎么走吧。这间小院不错，就是买得及，几乎贵了1倍。不过对于晋南王府世子妃来说，住的舒心最重要。我们世子妃可是最会赚钱了。布置好了，希望世子爷、世子妃早点圆房，最好能喘个仔再回去。奇怪，安叔早该到了，怎么还不来？别是出了什么事啊？原路折返去望州，要多花1天时间。继续前行，穿过随州去望州，也要多花1天时间。那就继续往前吧。之前刺客没能要我们的命，我想他们一定不会死心。只要我们不走寻常路，刺客就没法伏击我们。世子妃说的不错，连我们都不知道走哪条路，不信刺客能猜到。亏得云三太太还指着中永侯世子看着我们家世子爷世子妃，就中永侯世子这好忽悠的价，被我们世子妃卖了，没准还帮着数钱呢。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没准我们就在随州把云大少爷找到了呢。我是不是没告诉过他，云逸离京办差和回京都不路过随州？要是这样，要都能在随州找到云逸，那以后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什么福冈，不要也罢。那随州知府竟然误会我和谢柏廷是来接人的，
他三老爷养外事是什么光彩的事吗？会让我们堂堂晋南王府世子和世子妃来接，这简直就是侮辱！三老爷养外事，若说三太太不知道我信，可老夫人要说不知情，打死我都不信。那老太太动不动就拿家规压我，结果却纵容自己的儿子肆意践踏家规，一想到这茬，我都要气得呕血。你怎么不说话？现在呀，有点期盼你的望州之心了。我之前说过，娘子若能在随州找到原意，这讣告就不要了的话，现在收回还来得及吗？爷，距离下一个驿站还有30里路。找找附近有没有农家，等雨停了再走。打扰了，雨下的太大，没法赶路，想在府上借宿一晚。外头是什么人呐？娘，是路过的，想在咱们家借宿一宿。出门在外，谁还没个难处？请他们进来吧。里面请。打扰了，贵人坐。要不是这一场雨，我们这农家小院哪能接待夫人这样的贵客？啊，我去给你们倒茶。他们不肯收下，不收就算了，回头走的时候再给也一样。奇怪，这菜看上去还不错，怎么会这个味道？谢兄，不苦吗？我吃过比这更难吃的。你没在军营吃过饭吗？你在军营吃过？我7岁生辰那天，被祖父带进军营，自己排队打的饭，比这难吃多了。祖父让我一粒不剩的吃完了。这些菜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你要实在吃不惯那一点苦涩，就吃馒头，馒头不苦。夫人，厨房油烟重，我闲得无聊，借用一下厨房。夫人还会做菜？我们家少夫人做菜可好吃了。夫人看这些菜可够，不够的话，我让我男人去摘些回来。足够了。要不我给你收火吧？别碰那些鸭蛋。哎呀，怎么是臭的呀？小儿鲁莽，惊着贵人了。怎么这么多臭鸭蛋？是要砸贪官吗？我怎么没想到，我可以把这些臭了的鸭蛋卖给那些要砸贪官的人。不是，这些鸭蛋都臭了，是要拿出去埋了的。那边几十个是昨儿才捡的，夫人随便拿。这么多鸭蛋呢？我养了100多只鸭子，每天至少收40、50个。但鸭蛋味道腥，不好卖，我们每天吃到腻也吃不完。做成咸鸭蛋呀，也很好吃的。盐那么贵，不是大户人家，谁会泡咸鸭蛋啊？啊，那当我没说。既然鸭蛋卖不出去，为何养那么多鸭子？今年是运气不好，我家养的这些鸭子原本是供应镇子上一间烤鸭铺子的。1个月前，那烤鸭铺子突然就关门大吉了，改做起了绸缎生意。这些鸭子没人买，我们家人不多，一只鸭子得吃2天，到这会儿还剩100来只。这里太偏了，即便把天下第1楼开过来，估计也帮不上什么忙。一会儿我多杀几只，你们多吃点儿。这么多鸭蛋放坏了实在可惜，不能泡咸鸭蛋，但可以做成松花蛋。这盐，我们穷人家吃不起血盐。你们平常就是这样的盐？这样的盐有多少？还有大半袋子。都拿来。半夏，去把陈庆喊过来帮忙。没想到弟妹还会厨艺，
能娶到她，是我的福气。还真一点不错，世子妃晕个马车都能带着她避祸，不愧是有伏羲骨的人。爷，世子妃把粗盐变成血盐了。这怎么可能？血盐的价格可是粗盐的5倍，有时候甚至高达10倍。你真的把粗盐变成血盐了？要不要这么吃惊啊？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陈青，速去买一桶粗盐，我要亲眼看看。啊，这有什么好看的？外面下大雨呢。很简单的，我来说半下，你来操作。把粗盐融化、过滤，然后放锅里煮。今年的研判是哪天？这个月19。巧了，这次负责谈这事儿的就是我爹钟有侯。你不会是想，这事比寻找云缨更重要？我这就启程去边关。什么研判？明朝有盐田，也有盐矿，但都是粗盐。朝廷每年都要从北疆等地买盐，花费巨大。有这么夸张吗？又没人和我说过这事儿。我要是知道，我肯定不让朝廷花这冤枉钱。粗盐变血盐的法子，绝对不能泄露出去。别害怕，我相公只是嘱咐你们，没有恶意。来客人了，已经打烊了，让他们走。是只肥羊。你可别动歪念头，少当家已经洗手不干了。我们此番出来是劫色的，不劫财。世子妃，你要不要去净手？客官，先喝杯茶润润喉。我们面摊的面是10里8乡最好吃的，客官要不要来一碗？先一人上1碗面，外加2斤牛肉。好嘞。还有俩女的缺方便了，怎么办？这还用问？一起抓了。咱们大少爷缺个压寨夫人。爷，这桌子下面有把扇子。这不是我送给康王世子的折扇吗？怎么会在这里？皇上的玉佩怎么会在这里？他不会来这儿了吧？那是不可能啊！皇上要是离宫1、2天还有点可能，来望州一个来回就要10天了。皇上突然失踪这么久，朝廷得炸了不可。不过仔细一瞧，还是有一些微小的差别的。他们是怎么了？他们是怎么了？应该是晕了。沈清在，安危也在，谢百婷呢？她去哪儿了？那咱们怎么办？你没晕？都没晕。感情只有我和半夏晕了呗。一群不懂医术、不擅长下毒的没晕，我这个浑身藏毒的，却被人用迷药药倒了，真行啊！既然没晕，那你被抓做什么？这是我送给康王世子的折扇，在面摊桌子底下捡的。康王世子是青阳郡主的兄长，去东庸贺寿至今未归。谢百庭恐怕是担心康王世子中招，才假装上当去人家老巢一探究竟。
水山庄，这名字真是绝了，还能更难听一点吗？大少爷带回来的那3个男人，二小姐看上哪个了没有？二小姐挑得很，一个也没看上。去告诉二小姐，我们又抢了个更好看的回来，这回包她满意。吹牛吧，你们抢的还能比大少爷亲自出马抢的好？不信自己看。我这就去禀报二小姐。我就知道这张招摇的脸迟早会闯祸，果不其然被抢了吧。我说过我不嫁人，我大哥抢3个回来还不够，你们不拦着我大哥，还帮着抢人，是想气死我吗？把他们都给我放了。二小姐息怒，没有大少爷允许，我们哪敢放人啊？您真看不上他们，等大少爷回来，您再放他们走便是。那我大哥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啊，大少爷总会回来的。要不您先瞧瞧，这男子可还顺眼？你们还抓了女子回来？他们是一起的，男的好看，女的也漂亮。我们想着大少爷也到了成亲的年纪，就顺道带回来了。要是大少爷看不中，再放了便是。顺带，姥姥的，我只是顺带。还有哪2个字是比这个更羞辱人的吗？把男的和我大哥抓回来的那3个男的关一起，女的我带走。你别怕，我不是坏人，我会让我大哥放了你们的。只是你好像并不害怕呀。我叫李继月，你叫什么？苏糖，名字很好听。你的也好听。这对话怎么听都像是要做好姐妹的节奏啊！抢人的可是山匪，世子妃的身份何等尊贵，怎么能和山匪做朋友？会为人所不齿的。对了，我看这地方是个山庄，你们为何落草为寇？我们不是落草为寇，我们是山匪从良。啊，这世上还有不被朝廷镇压就主动从良的山匪吗？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吧。虽然我们以前是山匪，但我们没做过杀人放火的勾当，平常栽树、修桥，挣的都是辛苦钱。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把打劫说的这么清新脱俗，也真是没谁了。那为何从良了？还不都是被朝廷那些人给逼的。我们黑水寨以前不在这里，依山傍水，环境极好。可朝廷那些贪官污吏太黑心了，以前诬赖我们劫官船、抢军饷，还装模作样的带兵来攻打我们，这些我们都忍了。几个月前，晋王府大少爷出事，也栽赃到我们头上，让我们背黑锅。我大哥一气之下不干了，从此金盆洗手。不是金盆洗手吗？没有金盆啊，为了金盆洗手，我大哥还专程去打劫了望州知府，他只有银盆。好心塞呀！我家世子妃洗漱用的都是铜盘，他一个山匪，一个从良的山匪，竟然用银盘。请吧。你客气点，万一咱们二小姐看上他了，他就是咱们黑水寨，哎，不是，是咱们黑水山庄的姑爷了。小心给你穿小鞋。姑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手欠。谁是你姑爷？你看他像不像靖南王府大少爷？岂止是像，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是百庭兄一病几年，没有这般精神，人也消瘦不少。我们一走许久，也不知道他情况如何了。同样是被款，为什么你轻轻松松就挣脱开了？在下云城，不知兄台叫什么？母妃和康王妃情如姐妹，我们2个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秦皇认不出也就算了，换个地方你竟然也认不出我，说好的化成灰都认得呢。谢百庭，连名字都一样。我为什么要装晕来救他们？他们待这地方挺好的。你是百庭兄啊？没想到真是你啊！你怎么也被抓来了？我在面摊看到了这把折扇，就知道你出事了，不放心过来看看。你来了，我就放心了。和他站一块，傻子也知道该选谁啊！
我已经成亲了，我娶的是谢老王爷另一个孙女，苏唐。你们走后没2天，云逸就失踪了。现在有他活着的消息，我和内子奉皇上之命到望州找他。明朝京都到望州不经过随州吧？我们走错路了。走错了都能顺道救了我们，真有你的。石珠很难栽种，没想到庄子里竟然有这么多的石珠花。但是这种花的手艺就足够养活这一庄子的人了。这些花是自己长的，没人栽种。自己长的，那就是野生的了。石竹花生存能力极差，很难见到大片野生石竹花聚集生长，除非……二小姐，不好了，陆公子头疼欲裂，晕过去了。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晕倒啊？嘿，不知道呢，突然就这样了，已经被送回去了。要不你们也一块去看看吧。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屋里要真少点什么东西，也确实说不清楚。快请大夫！难怪李七月这么抗拒成亲了，原来是心有所属。我会些医术，我给他看看吧。他怎么样了？他是不是之前伤过脑子？哦，对，他是我从路上捡回来的，伤了脑子，什么都想不起来。大夫说他脑子里有淤血，这些日子一直在吃药，但淤血散了，他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大夫又说他需要刺激，可能要到他以前生活的环境中才可能恢复。他要离开，想知道自己是谁，可我舍不得他。你可以嫁给他，陪他一起下山。他不肯带我一起离开。二小姐，大少爷回来了。他可算是回来了。大少爷心情不是很好，一回来就喝酒。我大哥为什么心情不好？大少爷弄丢了那块他从不离身的信物。怎么会把信物丢了呢？都怪我的乌鸦嘴。早上大哥带人出去，我就提醒一句，别忘了当初金盆洗手发的誓。要是再做回山匪，这辈子都找不到爹娘和家人。大哥说又不是真的断人，不算做回山匪违背誓言。结果下山就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丢了。我家大少爷已经命人去牢房放了你相公他们了，你们可以下山了。还真是抓着玩的。他们没欺负你吗？这是康王世子，青阳郡主的兄长，这是左相府秦大少爷。我们要去望州找云逸，就在此分别吧。要不是赶着回京城复命，我们就和你一起去找云逸了。希望你们能把云逸找到，然后我们兄弟在京都再聚。这是我在面摊找到的玉佩，是你们谁落下的？不是你们丢的？不是。等回京了，问问皇上吧。那人瞧着不像是咱们明朝人。他是东爵人。东爵人？东爵离这里可不近。他叫谢天瑶，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意思很明显，感谢老天爷养活他。13年前，他出门放羊，羊跑了一只，他骑着马去追，因为玩得太高兴回来晚了，结果发现整个部落都没了。出来的时候好好的，哎，结果回不去了。那年他还不到7岁，从此开始一人一马的流浪，找了很多年也没有找到。1年前听说咱们宁朝有道法高深之人，能靠生辰八字测算人生，没准能帮他找到家人。他便算了一卦，高人给他指了条路，说他的希望在京都。他莫不是遇到了骗子？他的家人怎么可能在咱们宁朝京都？那倒不至于是骗子，他找的人确实有几分本事，乃万福寺的慧海大师，算出宁王是独眼龙的，就是慧海大师的师兄。宁王确实瞎了只眼睛，这卦倒也不能说不准。徐州是我朝心腹之地了，快马加鞭4天就能到京都了。
你们要找什么人，我多少能帮上点忙。我要找你们宁朝皇上。你要找的是我们当今圣上。慧海大师说，帮我找到家人的人有伏羲谷。我问遍你们宁朝人，几乎没人听说过。只有一个须发斑白的老者说你们宁朝皇上有伏羲谷，我只能找他了。怎么不说话了？我虽是康王府世子，但我还真不一定能说服皇上见你。别乱动。石竹花生长条件很苛刻，可这一带却长得茂盛，实属难得。等找到云翳，我带你来看个够。我想说的是，这一带极可能有金矿。你说什么？我说，这一带极可能有金矿。不是在和我开玩笑。这个是比粗盐变血盐还要大的事，我能跟你开玩笑吗？《酉阳杂俎》中记载，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蟹，下有金；山上有姜，下有铜锡；山有宝玉，木旁枝阶下垂。若世子妃只是寻常女子，这话听听也就算了。可世子妃，她是寻常女子吗？世子妃能把粗盐变成血盐，她说有金矿，那肯定就是有吧。看来皇上的国库是别是宝，都要靠我们家世子妃了。云城他们还未走远，我去追他们。你没事吧？要不要我扶你进去？我自己能走，你去忙吧。好吧，有事你就喊我。我得去问问。世子爷闲着没事，给马养成了没事喝两口的恶习，还得当大爷供着。这告示上的是信王府大少爷。没错，这告示上的就是信王府大少爷。你要是有他消息，可以跟官府领100两的赏银。你要是能找到他，赏金就更多了，足足1万两。哎，没事你撕告示干什么？世子妃，你是不是不知道信王府大少爷长什么模样？怎么了？云大少爷他长这样。这是云翳吗？画的足有9分像。怎么了？我前天就见过云翳了。什么？在什么地方？我怎么不知道？就在黑水山庄。没事，先吃饭吧。等吃完饭，我们就折返回黑水山庄。是什么人啊？去禀告你们大少爷二小姐，就说靖南王世子世子妃求见。前2日你们下山了，我才知道靖南王世子世子妃来过我们山庄，当时还觉得遗憾，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只是不知靖南王世子这么晚来我黑水山庄，所谓何事？冒昧了，此番星夜赶来，是想见见被你们兄妹搭救的那位失忆的陆公子。那这边请。去请陆公子。自从那天他突然头疼后，这2日他时不时的就头疼，大夫也没办法。那日，陆公子是不是去过大牢？你怎么知道？一会儿就知道了。云翳，真的是你！他没事吧？没有大碍，只是看到我相公，刺激了他过往的记忆，才会头疼欲裂的。那日他突然头疼，就是在山庄大牢看到了我相公和康王世子他们。他真的是信王府大少爷吗？我之前不知道是他，不然我就认出他来了。你们现在需要带他走吗？天都这么黑了，贵庄不准备留我们住1晚上吗？留，快收拾客房。哦，对了，你们不再确认一下他的身份吗？云翳右肩处有块伤疤，看来他真的是信王府大少爷。他恢复了记忆，会不会把我忘了？有云三太太和云家，这2人应该很难走到一起吧？唉，那云翳喜欢你吗？我不知道。若没有一点喜欢，以姬月的大哥就不会对云翳用激将法了。
再说喜不喜欢，怎么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呢？世子妃和土匪姑娘聊得投机，世子爷又和山匪头子喝上了。你说咱们世子爷、世子妃是不是也有做山匪的潜质？瞎说，世子爷、世子妃才不会。再说人家从良了，是从良的山匪。陆公子请了。云逸情况如何？看到我就头疼。熏死了！看来福冈我这辈子是不会有。为什么没有福冈？酒味真的很重。我们就这么带走云逸吗？你想多住几天？我无所谓，只是李二小姐对云逸一往情深，我们就这么带走云逸，总有些于心不忍。才把人找到，你就开始操心云逸的终身大事了？他是你兄弟，你不希望他能娶个两情相悦的姑娘吗？他是你堂兄，云家还是我堂妹呢，不照样反目成仇？云逸为人正直，更像云三叔和新郎王爷。那就好。别想了，睡觉吧。你恢复记忆了？是啊，恢复了。相公，佳儿，这脑袋是好了还是没好？他不是云家，是你的，你才恢复记忆，其他的事回头我再告诉你。多的话我就不问你了。如今的我，或许比你还要更了解你呀。你想要和李二姑娘子厮守一辈子，路还很长。但可以肯定的是，让新王府接受一个山匪大少奶奶，要远比让他们同意你迎娶一个山匪姑娘做大少奶奶要容易得多。这么看着我做什么？你居然怂恿云逸把生米煮成熟饭再回京？你忘了自己昨晚睡觉前咕噜了什么？我说什么了？你说他们要想在一起，只有先成亲再回京这一条路。为夫深思熟虑后觉得可惜，帮人帮到底，不仅帮新王府找回了云逸，还帮新王府多找了个大少奶奶。这般尽心，云三太太一定会感激你我的。深思熟虑，很贱，这人可真是蔫坏啊！他是想活活气死云三太太吧？不过我想撮合云逸和李姬月，倒也不是想气云三太太，完全是不能相信云三太太的眼光。回头他挑了个中意的儿媳妇，必然跟云三太太一起仇视我们。枕边风的威力可不容小觑，别到时候吹着吹着，兄弟就反目成仇了。如果是李姬月的话，那可是自己人，枕边风自然是朝着我们这边吹了。不过自古婆媳关系本就不好维系，就云三太太那人，李姬月真嫁过去，搞不好也是要受粗磨的。两难全啊，两难全。你也是来劝我的吗？这里虽然不及京都繁华，但这一片宁静也不是京都能有的。让你放弃这样的宁静，跟云逸去京都，确实为难你了。但最美好的感情是双向奔赴，而不是一人在努力，一人在退缩。你可以选择终身不嫁，你大哥逼迫不了你，但云逸他不可能这辈子不成亲。你当真愿意看到他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家闺秀过一辈子吗？你要真狠得下这个心，明日一早我们就启程回京了。去告诉二小姐，她不来送行，信王府大少爷就不走了。祝你一路顺风。
他就这么走了？再等等。他们怎么还不走？难道要等我让人关山庄的大门再走？我们才是山匪吧？竟然当着我们的面把二小姐给掳走了！真是奇耻大辱啊！不介意我们喝杯茶再走吧？这边请。二小姐同意嫁给新王府大少爷了。立刻马上给我布置喜堂，明日就拜堂成亲。李二小姐被带走的时候眼睛红肿，好家伙，这一回来嘴唇都是肿的。看来想要抱得美人归，不要脸才是真理啊！奇怪，我可是个安慰啊，我为什么会领悟这些乱七八糟的知识？真漂亮。京都的大家闺秀出嫁是什么样的？一个字，累。想当初我出嫁，那可是替嫁。我相公当初昏迷在床，二少爷替他迎的亲，那厮年缓，让人还我的轿子，我一下轿就吐了他一身，还摔坏了皇上赏赐的玉如意。后来拜堂还是和公鸡拜的，拜完就给我个下马威，把我关进柴房。姑爷，信王府来人了。云烨决定要做的事，没那么容易阻拦。大少爷，我尹大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您身份尊贵，您的终身大婶岂能如此敷衍？在这小小的山庄拜堂，也太委屈了李二小姐了。聘为妻，奔为妾，今日拜堂，只为能名正言顺的带霁月回京而已。等回了信王府，自然会再择良辰，重新拜堂。好了，继续拜堂吧。大少爷，该怎么做，用不着你来教我。余下的话，等我拜完堂再说。哎呀，真等拜了堂就迟了呀！靖南王世子啊，你快帮着劝劝我家大少爷呀！快要过吉时了，一辈子的事，还是图个吉利的好。再劝的话不必多说，愿意就留下喝杯喜酒，不愿意就先回京吧。大少爷，轰出去！继续拜堂。一拜天地！你们怎么不阻拦大少爷？大管事，我们给您飞鸽传书，是体谅你在望州找了几个月没找到人，想让您先回信王府的，可不是让你快马加鞭赶过来阻拦大少爷成亲的。大管事有所不知，李二小姐本不想嫁给大少爷的，大少爷好不容易才让李二小姐点头，我们哪敢把大少爷打晕带回京啊？靖南王世子世子妃都不反对大少爷这么做，要不是因为世子妃那逆天的运气，能不能找到大少爷还另说呢。李成送入洞房。这是喝了多少？醉成这样，腰要被你压断了。这么快就睡着了，看来谢百听总算是放下这一桩心事了。这回云三太太再不能说谢百听接信王府了。世子妃可算是醒了，怎么不叫我起来？哎呀，我倒是想叫啊，世子爷不让啊。
云大少爷和李二姑娘圆房了。奴婢这么说的意思，世子妃，你应该懂的吧？我们是今天走吗？一会儿就出发。你不会想赶回去给老夫人贺寿吧？我能为了老夫人委屈你吗？赶是肯定赶不上给老夫人贺寿了，但态度还是要给一个的。这么急的就要走吗？我还想你多住几日，我们一起回京，路上季月他们也有个伴儿。老夫人过寿，我们得赶回去贺寿。你回去之后告诉祖父祖母，我3日后就启程回去向他们请罪。你得在黑水山中多住些10日。半个月之内，朝廷会派人来随州和望州交界处办事。有云逸在，对朝廷对黑水山庄都能省去不少的麻烦。老王爷、老王妃为大少爷失踪是夜不能寐，如今好不容易找到大少爷，靖南王世子还要阻拦大少爷回京，这一带都是山呢，有什么事非要大少爷留下不可的？我们奉皇上之命前来找人，难道我们不想大少爷早点回去吗？我相公这样安排，自然有这样安排的原因。信老王爷那儿，自有我相公去解释。我们走吧。那就京都再见了。靖南王世子好像笃定我会去京都一般。我没说我去京都啊，可他的眼神却那么肯定，真是有趣。我自己都不确定的事。从哪条路回京？走这条吧。随州的路走过了，回城路就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吧。好。回眸云峰心下，青山有古白鹤成行，零散无踪。卖什么的？生意这么好？我让人去买。孩子他爹抢到盐了吗？太黑心了，才半天时间，盐价就翻了3倍，粗盐都快要卖出血盐价格。朝廷真是要逼死我们这些老百姓了！怎么会这样？粗盐的价格从来没卖这么贵过，应该是朝廷和北疆的研判谈崩了。看来是周永侯世子及时赶到了，而且研判失败的消息已经传到了望州。有包间吗？哦，楼上已经没有包间了，不过楼上还有座。盐很快就要降价了，甚至比之前还要低。这些人现在抢盐，回头肠子都给悔青了不可。大家都在抢盐，他却说盐要降价。江兆兄怎么看这回朝廷和北疆研判谈崩一事？他说的没错，盐确实要降价。江兆兄何故认为盐要降价？因为反常。我们宁朝和北疆的研判虽然1年一谈，但往年谈的盐供应都到9月份，北疆却突然违背承诺，接下来3个月都不卖盐给我们宁朝。做买卖最讲究信守承诺，国与国之间就更不能儿戏了，一个弄不好，甚至会引发战乱。北疆不是气急了，断然不会这么做。食盐与民生息息相关，朝廷派去谈判的人，岂敢把这事谈崩？这会儿铺天盖地的都是在骂钟永侯办事不力的，众怒难犯，民怒更不能犯。一个不能崩的谈判却崩了，说明我们宁朝用不着向北疆买盐了，一点儿也不需要了。咱们宁朝盐够吃了，不用向北疆买了，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可一点风声也没传出来。江兆兄，对研判一事，你还是谨慎些吧。万一真有人信了你的，不去抢盐，回头朝廷盐不仅不降价，还疯涨了，你会被骂惨的。朝廷的事是不好妄议，但一个姑娘都有胆识说的话，我堂堂一7尺男儿，畏首畏尾的像话吗？这坛女儿红是那边江大少爷送给2位的，还有夫人刚刚叫的一桌子菜，都算在他账上。陈青，去请他们过来一起用饭。请坐。在下江兆，这位是我同窗杜司礼。谢百庭，这是内子。今日一早，边关研判谈崩的事传到望州，大家就开始抢盐。刚刚听夫人说盐要降价了，与我想法不谋而合，这才想过来和谢公子聊聊。唐突了。
江大少爷仅凭北疆接下来3个月，不再卖盐给我们宁朝，就猜到朝廷不需要再向北疆买盐了，实在令人佩服。莫非谢公子知道些内情？半年之内，雪盐就会取代粗盐。希望如谢兄所言，咱们宁朝所有人都能吃得起雪盐。听谢兄的口音，不像是我们望州人。我们自京都而来。望州有很多景致，我请你们去游湖如何？望州的风景确实很不错，不过我们得赶回京了。今日谢你们款待了，到了京都我请你们吃饭，告辞了。再会。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还怎么再会？不知你主子府上是？靖南王府。我竟然请靖南王世子和世子妃吃了顿饭。真的要赶回京都了？还是回去吧，我担心万一边关研判谈崩的真正原因没能及时传到皇上耳中，皇上会一气之下抄了中永侯府。不至于这么严重吧？关于研判，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这几年去边关商谈买盐的都是宁王的人，朝廷步步推上。以前盐价还1年涨1成，去年直接涨了2成。今年中永侯去边关谈判这事，是父王和谢老王爷他们极力举荐。我明白，我又不是不懂事的人。这一次委屈你了，以后我陪你游遍咱们南朝。一路从望州快马加鞭的赶路，眼见就要到京都了，这刺客应该是放弃要我们的命了吧？怎么了？有点跳得厉害。该来的总会来，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任你们命再大，运气再好，我们把所有人都召集回来，埋伏在这回京都的必经之路上，我看你们还怎么躲？杀，一个活口也不留！你待在马车里，别出来。我要是会武功就好了，我一定把他们全都毒死。对了，风是朝着刺客那边刮的，我可以用毒，暗卫都有我准备的解毒丸，问题应该不大。要包袱，要罐子，今天可指望你了。相公，相公，解毒丸。完了，妈可能不小心吸到了药粉，发狂了。快上马车！你有没有摔伤？我没事。完了，是刺客！我不会让你有事的。怎么不接着逃了呀？啊！对付你们4个，我未必没有胜算。哎，你以为什么毒解毒丸都能解的吗？谢柏廷中了剧毒，因为服用了解毒丸的缘故，所以才扛到现在才毒发。别做无谓的挣扎了，乖乖受死吧！你不过是想带着我跳崖吧？你不肯与我一起死，那就跳吧。你要信任为父。他们未必不知道悬崖下有水潭，先找个地方躲起来。解毒丸虽然不是什么毒都有用，但我可是毒药的克星，有我在，绝不会让你毒发身亡的。
好了，好了，好了。怎么会冷成这样？呀，好了。我已经到极限了。都病成这样了，还想那档子事，是不要命了吗？飘呀飘，一路行着。不行了，不行了，饶了我吧！我去，是时给我摇伞架了。阴险小人，趁虚而入。娘子是气得脑子不好使了吗？趁虚而入，是这么用吗？给我成亲都4个月了，到现在才圆房，正人君子都没为夫这么正。我好饿。为夫也饿，饿了足足4个月，那可能是一顿就吃得饱的。你干脆饿死我算了。你怎么知道悬崖下有个水潭啊？这回是托了皇上的福。这和皇上有个毛线关系？18年前，皇上曾和镇国公府2少爷遭遇刺客，皇上被打落悬崖，镇国公府2少爷为了救他，一起跳了下去。当时他们就藏身这山洞，躲过了刺客的追杀。不要进来！去通知王爷、王妃、苏老爷、苏夫人，世子爷和世子妃找到了。这么大的事，可不敢隐瞒王爷。还好世子爷、世子妃没事。世子妃受伤了，一点小伤，养几天就好了。世子妃平时不小心烫了手，世子爷都要心疼老半天。现在世子妃受伤了，世子爷居然这么云淡风轻，不太正常。瞧这衣服破成这样，再加上世子妃的虚弱劲，以及世子爷意气风发的神情，看来爷是如愿以偿了。世子爷，王爷和苏老爷知道您和世子妃都平安无事，怕王妃和信王府担心，就先行回去了。回去了就好。哎，现在是真的不想跟王爷还有爹碰面，真的太尴尬了。先找个地方吃饭，吃过早饭再回去。办事不力，活该被抄家。大叔，谁办事不力要被抄家？还能有谁呀？钟有侯呗。快去钟有侯府。尚书大人，晋南王世子过来了。晋南王世子找我何事啊？我奉命取回皇上查抄钟永侯府的圣旨。奉命？爷这是奉的世子妃的命。世子妃，户部尚书说，没有皇上收回查抄钟永侯府的旨意，他不能让世子爷带走圣旨，也要守在钟永侯府，让您进宫找皇上拿圣旨。我捡的那块玉佩，这不就派上用场了？你怎么过来了？我就说皇上不是把这块玉佩赏赐给我的吧？你偏要这么认为？什么赏赐玉佩？我怎么没听懂？我相公是没带皇上的圣旨来，但皇上知道研判谈崩的内情后，把这块玉佩交给了我们。皇上有多看重这块玉佩，不用我多说了吧？我相公已经把话传到了，尚书大人
也看到了皇上的信物玉佩。如果尚书大人还坚持一定要见到圣旨才肯把官兵撤走，放了中永侯府上下，我们也拦不住。中永侯府的事与我们夫妻有关，所以我和尚书大人多说几句。中永侯这回不仅没办砸差事，还立了大功夫。官兵们粗手粗脚损坏中永侯府之物，再或者有人手脚不干净顺手牵羊，再万一中永侯府老夫人被下了狱，不堪受辱寻了短见，皇上不说摘几颗脑袋，少说也要摘掉几颗乌纱帽来安抚中永侯。言尽于此，剩下的事，尚书大人您看着办吧。该说的都说了，咱们走吧。好了好了，我让你们带皇上的圣旨走。世子爷好言相劝，户部尚书不听，世子妃这么一忽悠，居然管用，真是不得不让人佩服啊！你快去找皇上。我送你回去，再换身衣服。哎呀，这样更显得咱们对皇上忠心耿耿。陈青，我说的对吧？那我进宫了。这是有什么10万火急的事情，急着要禀报，连换身衣服的时间都没有。衣衫褴褛，知道的是赶着来面授，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宫闭口要饭呢。臣有罪，特来向皇上请罪。圣旨哪儿来的？臣假传皇上口谕，去中永侯府户部尚书手里要回了皇上查抄中永侯府的圣旨。假传圣旨，你好大的胆子！哎呀，皇上，您别气坏了龙体呀。这靖南王世子不是鲁莽之人，假传圣旨是死罪呀，藏着掖着都来不及呢。他即刻进宫向您请罪，肯定是有苦衷的。说，到底什么原因让你连靖南王府上下几百口人的性命都不顾，也要假传朕的口谕？中永侯谭崩研判非但无过，还立下了大功。谭崩研判还立功了？中永侯替朝廷省下了几10万两，自然是立功了。不花钱就是省钱了啊！你让宁朝那么多人不食言了是吗？去找云逸的路上，臣和中永侯世子发现，内子能轻而易举的把粗盐变成血盐。为了不让朝廷多花冤枉钱，中永侯世子冒着倾盆大雨，星夜兼程赶赴边关，阻拦研判。他替朝廷省下几10万两，朝廷该嘉奖他，却因为消息没能及时传回来，就抄了中永侯府。回头真相大白，不仅寒了忠勇良将的心，更有损帝王威严。当时情况紧急，赶不及进宫禀明皇上，臣只能先去中永侯府阻拦户部尚书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粗盐能变成血盐？臣以项上人头担保，粗盐能变成血盐，我们宁朝从今往后再也不需要向北疆买盐了。哎呀，皇上，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云逸娶黑水寨从良的女山匪，你不阻拦就算了，还让她在山匪窝多待些时日。你可曾体谅过新老王爷的思孙心切啊？臣体谅了新老王爷，就体谅不了皇上您了。体谅朕？随州和望州交界处，几乎所有石竹花绽放的地方都被黑水山庄买下来了。臣不让云逸娶李二姑娘，不留下她主持大局，朝廷派去的人根本进不了黑水山庄范围内，更别提查探有没有金矿了。黑水山庄的地盘，他们又才从良，匪性未改，这一耽搁，可能3、5个月，皇上都没法知道结果。算他忠心。说完了就退下吧。这是内子捡到的，和皇上那块玉佩极其相似，找不到失主。问问皇上可知道这玉佩是谁的？朕不是已经下旨把镇国公府所有查抄之物都封存入库吗？怎么镇国公府的玉佩还遗落在外了？这样的玉佩一共有3块，远远看去一样，其实有细微差别。是镇国公当年用1块玉石打造给自己3个儿女的。哎，奴才把玉佩送去户部，再交代一下。留在户部库房，最后也不知道便宜了谁。世子妃不是挺喜欢这样玉佩的，朕就赏给她了。那臣替内子谢过皇上。我帮着南康郡主把人治离京都，这么好的机会，
竟然让他们安然无恙的回来了。这王府办事这么没用的吗？世子妃，热水准备好了。不行，我这一身的印记被福临看到，简直要羞死了。我自己可以，你退下吧。混蛋谢百庭，谢百庭大坏蛋！世子爷可是伤寒了，我让人请太医来给您看看。不用。可世子爷您，我这是挨骂了。啊？谁会骂您骂得这么凶啊？世子妃。大混蛋谢百庭！那些黑心烂干的刺客，让世子被你伤成这样，等抓住了，得把他们千刀万剐了不可。怎么了？世子妃身上好多红印子，后背、胳膊上都是。你给我出来！那些痕迹是世子爷弄出来的。世子妃薄脸皮，哪经得起你这么咋呼啊？世子爷弄出来的，这怎么可能呢？世子爷、世子妃圆房呢？圆房啊？不会这一路世子爷、世子妃就没圆房吧？昨晚上有没有圆房我不知道，但之前都没有。什么？你说他们昨儿才圆房？依世子妃身上的印子来说，是的。成亲4个月才圆房，我怎么生了这么个没用的儿子？还抓什么刺客呀？我都想谢谢刺客了。皇上罚你了吗？赶去中永侯府拿回圣旨不怕，现在知道怕了。我们又没做恶事，就算犯了国法，法理之外还有人情，没什么可怕的。快去洗澡，换身衣服。你没把玉佩还给皇上啊？世子爷，西安郡王他们来了。回头我再告诉你。把人的好奇心勾起来就走，先说清楚再做不行吗？他绝对是故意的。哼！西安郡王他们走了？他们在书房。他们是来找我的，给我送钱的。你那只蛐蛐，在跟你赢了23600两后，立即而亡了，死了有7、8天了。他们已经帮你把蛐蛐风光下葬了。你大哥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现在输的要靠借钱度日。苏季看大嫂的蛐蛐大杀四方，手痒也去抓了一只，结果2个来回就挂了，于是就去求小北帮他抓一只蛐蛐。小北愣是端了2天架子才得逮了一只，结果你猜怎么着？连1个来回都没抗住。哎呦！他们来的匆忙，钱没带，回头给你送来。不用送来，天下第1楼要开遍宁朝，那钱就拿来开酒楼吧。在你我离京去找云逸的第2天，陈安博世子的眼睛能看到一丝光亮了。这些日子，他一直在用你开的那张方子，但效果不大。那张方子主要是喂养他眼睛周围的经脉的，回头我看过后给他换个方子，能看到光亮，恢复的希望很大。那就后天吧，让他去城南小院等我。换城北小院吧。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啊？城南小院药房都是现成的。城南小院被烧了。怎么会被烧？什么时候的事？就在陈安博世子去城南小院的当天夜里。也不用去什么城南小院了，请陈安博世子到静默轩来吧。也好。啊，玉佩的事你还没说呢。这玉佩是以前镇国公府大少爷的，封存在户部库房里，被人偷盗走了。皇上也要送回去，想起来您喜欢他手里那块玉佩，就把这块差不多的赏赐给你了。皇上也是够小心眼的，这么久了还记得我拿过他的玉佩。
三太太娘家明德侯府出什么事儿了？具体奴婢也不知道。听许妈妈说，前年泉州水灾，朝廷拨给泉州30万两赈灾，被他没了一大半。泉州知府是明德侯保举的。去年初，明德侯府老夫人过寿，泉州知府特意进京贺寿。明面上只送了一尊紫檀木雕刻的佛像，实际上孝敬了明德侯府老夫人足足8万两。泉州知府有记账的习惯，1个多月前账簿被偷，这事儿就捅了出来。目前还不能证明明德侯府参与了贪墨赈灾款，但收受贿赂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收受贿赂和贪墨赈灾款还不是一个量级的罪名，一旦证实，轻则抄家流放，重则灭族都有可能。难怪三太太当时急成那样。明德侯被下了狱，如今在刑部大牢里关着。明德侯府其他人则被禁足在府里，每日递钱出来买米粮，没有皇上允许，任何人不得进明德侯府一步。被封控了，活该！既然做了，就该付出应有的代价。明德侯府出事后，老夫人就不准备大办寿宴了，怕被人说晋南王府也趁机敛财。消息不知道怎么传到太后耳中，太后说王爷对朝廷忠心耿耿，让老夫人只管放心的办寿宴。毕竟贪墨的只是少数，总不能满朝文武家的老夫人都不过寿了。老夫人这才又办了寿宴。世子妃猜后来怎么着了？哎呀，别让世子妃猜了，倒是快说呀！王爷见老夫人顾虑多了，让她安心办寿宴。第2天下朝给文武百官撂了话，人来给老夫人贺寿就行了，人多热闹，但带着贺礼来的一律不让进府。王爷不想老夫人好不容易过个寿宴，还因为担心这担心那，过个不痛快。王爷这招干得漂亮啊！办寿宴说白了就是趁机敛财，送出去的贺礼是宫中的，老夫人收的就成了他的私房钱。王爷这么一搞，不得把老夫人气吐血啊！报贺的宾客人山人海，但都是空着手来的。老夫人笑容满面，夸赞王爷做得好，可是晚上就病倒了。老夫人这一回病的时间有点久，病了10天半个月，到前2日才好些。唉，可惜了，这种场面都没见到。那二少爷成亲呢？成亲不就那样，和云儿姑娘嫁给成安博士子没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就是二少爷带着花轿回府的路上，不巧碰到有人家在办丧事，觉得晦气，抢先走了。喜事遇上丧事不吉利，怪不得二少爷房顶上又是喜鹊又是乌鸦呢。只是逝者为大，一般都会让办丧事的先走，这二少爷也太没有谦让之心了。哼！这是王妃特意命奴婢熬的乌鸡汤，世子爷世子妃这一路奔波劳累，都消瘦了，多喝些补补啊。王妃都没见过我和谢百婷，怎么就知道消瘦了？而且熬乌鸡汤分明是……确实要补补。你才要补！为夫实不该联系娘子，竟叫你觉得为夫身体需要多补补。晚上为夫一定好好表现。好好表现你个大头鬼！晚上你就老实打地铺睡吧。今儿就是天塌下来，也别叫醒我。我的，都是我的。
世子妃可算是醒了。你睡着的时候，夫人、大少爷还有小少爷来看你了。我娘他们来了，你和福林怎么不叫醒我？今儿就是天塌下来也别叫醒我。脑子睡懵了，我睡着的时候打的是谁的手？是夫人的手。夫人心疼世子妃您消瘦了，摸你的脸，结果被您狠狠地打了一下。我只打了我娘，没别的了吧？没别的了，那是不可能的。小少爷一不小心看到了世子妃脖子上的印子，说山洞里怎么那么多蚊子，居然有那么大包，还说要给世子妃送驱蚊子的药膏。当时那个气氛，别提多尴尬了。你瞒了我什么事？奴婢不敢。世子妃不信，可以问世子爷呀。要问我什么？我娘来看我，我除了打了她一下，没做别的事吧？你以为是我碰你，拍手不算，还要踹我下床让我打地铺？你骗我！若是这事儿，半夏不会瞒着我的。再说了，我明明是梦到好多相公给我挑凤首2024，我怎么可能拿脚踹？岳母大人抓住你不老实的脚，说你以前不这样，你大哥怀疑是为夫带歪了呢。哼，我大哥的眼睛就是雪亮。爷，刺杀一事找到一点线索。爷，刺杀一事找到一点线索，这是暗卫在巨石滚落处找到的。什么令牌？知道是谁的吗？怀化大将军。怀化大将军，那不是云三太太的娘家？云三太太痛恨你我，但这个是……怀化大将军不是目光短浅之人。云三太太可能会被仇恨蒙蔽双眼，但怀化大将军应该不会这么糊涂。你怎么想的？南康郡主和赵王府野心太大了，要靖南王府世子之位还不够，还惦记信王府爵位家产。如果我们昨天真死在刺客手里，怀化大将军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明日你陪我回门一趟。好。世子爷，世子妃让您去泡药浴。怎么是在给我准备药浴？这么急的给我准备药浴做什么？给你去寒气的。上次寒气入体，少喝了2副药，落个水就冷成那样。这样太辛苦了，不是有现成的药吗？哪有现成的药？你就是我的药。带你去边关打仗，能带我去吗？啊，军营禁止女子进入。不能带我去边关。那你要在边关寒气发作，你是准备抱头驴去寒吗？还不赶紧进浴头！怎么了？水不烫啊？膝盖破了皮，有点疼。活该！下午睡多了，一点都不困。若想吃个夜宵夜这么清汤寡水的，天知道我想吃的是烧烤味，烤的冒油的羊肉串，撒上孜然，真是馋得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想吃羊肉串。我还以为谁欺负他了，结果只是没知道羊肉串委屈了，而且那羊膻味那么重，哪里好吃了？府里没人喜欢吃羊肉，大厨房不知道有没有，我让陈青去看看。只有羊肉也不行。明天回门后，我到集市去看看有没有孜然。不能明天再忙吗？就差一点了，就忙完了。世子爷别听世子妃的，他的差一点能差半个小时，最后还差一点。你晚上睡地铺。你还让我睡地铺？你不睡，那我睡也行。我这老药可经不起折腾了。我今晚不碰你。真的？你不信我说的，那就是假的。
有没有受惊啊？要说没有受惊，会不会觉得我没心没肺，活得跟村口的二傻子似的？和相公同生共死，没什么好怕的。没有受惊就好。哎呀，看着是消瘦了些，不过还算精神。听说这回遇刺，刺客不仅武功高，人数还是王府派去保护你们的好几倍啊！能死里逃生，真是福大命大了。这样都不死，看来需要重新审视二房和世子世子妃的关系了。毕竟啊，世子妃有伏羲谷嘛，整个宁朝也就只有世子妃和皇上有，那运气岂是一般人能比的？新王府派人找云大少爷找了几个月，新安郡王他们也去找了，也就咱们世子妃一去就找到了。这就是你大表嫂。原来是大表嫂，我还打算一会儿去探望呢，没想到就见着了。刚瞧着眉眼有些像老夫人，还在猜是老夫人什么人，没想到是表姑娘。表姑娘不止容貌像老夫人，瞧这福气啊，也不在老夫人之下。不是说大嫂坠崖受惊了吗？怎么瞧都不像啊。不好意思，让你们失望了。坠崖是挺吓人的，但不能让亲者担心仇者快。那是挺吓人吗？那是要把人胆子都吓破好吗？坠崖都不当回事，简直就不是人。大嫂可别为了不让我们担心就死扛着。嗨，大嫂肯定是没事啊。当初大姐姐被蛇吓到，腿软的都下不来床，这可不是硬扛就能扛得住的。你不说，没人当你是哑巴。奉承大嫂就算了，还拉踩我。平常看着挺利索，今天是没带脑子出门吗？主母，大哥大嫂孝敬了您什么寿礼啊？让我们也瞧瞧，长长见识呀。世子妃还没送，怕是要过些时日才能送给老夫人您了。大嫂不会压根就没给祖母准备寿礼吧？一回来就找事，他不累吗？怎么可能不准备？云大少爷成亲，要留我们在黑水山庄多住几日。我们赶着回京给老夫人贺寿，第二天一早就启程了。实在赶不上了，才走走停停，到现在才回来。知道老夫人信佛，特意准备了一尊羊脂玉佛像，不带还价，足足花了6800两。只是没想到路上碰到了刺客，羊脂玉佛摔碎了。吃早饭的时候，我还在和相公说寿礼的事儿。相公让我等王府抓到刺客，赔了6800两，再重新给老夫人您打造一尊玉佛像。还要等抓到刺客再送，万一抓不到呢？再万一那些刺客的主子没钱呢？我和相公好歹也是荆南王府世子世子妃，都被刺客坠得坠崖了，父亲也在到处追查刺客的线索。大姑娘对父王找到刺客就这么没信心吗？我和相公离京找云大少爷，父王也不过才派了5名暗卫护送我们，刺客一口气来了10几20个，要我们命的岂是一般人？别说只是区区6800两了，就是68000两也不在话下。我和谢百庭出事，没见谁这么急的去关心我们，只是没及时送寿礼给老夫人，就催得急。咋的？老夫人今天收不到，明天就没命收了吗？越是催着送，还就不送了，就是这么倔。不服气就憋着吧。我当这个出头鸟被大嫂一通怼，老夫人这个当事人不说话也就算了，庆薇这个亲戚孙女竟然眼皮都不放一个，怎么还指望着大嫂能帮她弥得侯府吗？世子妃，世子爷派奴婢来请您回去。也不知道相公有什么事急着找我，那我就先回去了。二少奶奶今儿来给老夫人请安，比平时早，看来昨晚睡得挺好。姥姥的，这可真是明目张胆的区别对待。我来晚了不行，二少奶奶就可以。世子妃，承安伯世子来了。
我不是让长安伯世子明天再来的吗？怎么今天就来了？是我说错了，还是谢安郡王他们传错了话？你不用赔偿。其实撮合你和云家，我一直心怀愧疚。一码归一码，那件事也是我自愿的，你并没有强迫我。1万两足够重建小院了。是我疏忽了，才连累贾大夫没有了落脚之地。你多虑了，贾大夫就从来没在城南小院住过。先治眼睛吧，一会儿还得回门呢。坐，我给你把脉。什么？晋南王世子妃给我把脉？贾大夫就是内子，内子就是贾大夫。世子妃是贾大夫？世子妃是贾大夫？这么痴心做什么？我不可以是贾大夫吗？以德报怨，又何以报德？你倒也不必把我想的那么宽厚大度，好说话。我只是因为不便暴露会医术，也不想我相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才做了许多身不由己的事。有世子妃这样聪慧宽厚的女子陪在身边，确实是人生之大幸。坐。月迷思，怎人又见烟水两望？微醺旧梦眼间。如何？还行，恢复的可能性很大，有70%。我开几张方子，1张内服，1张外用，再配合施针。不过施针天天来找我，你也不合适，找个太医或者大夫，照着我写的方子做吧。这诊金不能不收。比起钱，我更喜欢清静。我们一会儿还要回晋王府，就不留你喝茶了，改日再聊。方才只收了1万重建小院的钱，这1万诊金，你替世子妃收下吧。内子要收下，不会同你客气的。钱财于他而言，不过多一张少一张的事。倒是我，有件小事需要你帮我一下。有什么吩咐，你只管说。云家满月时，我送过一只葫芦玉佩，当做定亲之物，你帮我找他拿一下。好，我回去找他拿，给你送来。不是受惊了吗？怎么今儿就回来了？小婿见过岳母大人。和娘说句实话，女儿就没受惊。相公知道悬崖底下有水潭，掉下去不会死。唉，今儿差点没把娘和你爹、你大哥他们吓死。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今儿回来了也好，省得老王妃还想去靖南王府看你。老王妃还准备去靖南王府探望我？娘，老王妃没生我和相公的气吗？娘，老王妃没生我和相公的气吗？你们找到大少爷，老王妃欢喜感激都来不及，怎么会生你们的气？女儿指的是云大少爷成亲和多在黑水山庄留一段时间的事。对老王爷、老王妃他们来说，大少爷人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活着，平安无事的活着。别说只晚半个月回来，就是1年半载的，他们也安心。同样都是老人，看看人家谢老王妃，再看看靖南王府那老太太，真是天差地别啊！快上前，让祖母瞧瞧。消瘦了这么多呀，小脸蛋儿都瘦没了。这一回离京，还遇到了刺客，吃了这么多苦头，叫祖母怎么谢你才好啊？要知道，只有堂儿和婷儿离京才能找到大少爷，我和老爷早就让他们去了，那样您和老王爷就不用担心这么久了。堂儿，真是我信王府的福星啊！自打你们一家进京，我信王府就一日好过一日，
久病不愈的三老爷病愈了，失踪已久的大少爷找到了，就连成亲许久的云间大姑娘都怀了身孕，这可都是托了我们家世子妃的福。唯独云儿姑娘不太好，不过那也是她自己做的，怨不得旁人。唐儿可不只是我们信王府的福星啊，她是皇上的福星，是我们整个宁朝的福星啊。老王爷对唐儿的赞誉过高了，唐儿小小年纪如何担得起？不必替唐儿谦虚，唐儿担当得起。老王爷，黑水山庄一事，你让伊儿留在黑水山庄的原因，皇上已经和我说过了，不为儿女私情所左右，以大局为重，不愧是靖南王的儿子。云三太太没来，不知是不想来，没脸来，还是被拦着不让来。那些刺客都自尽了，没有留下活口，想找到不容易呀。靖南王府可找到一点线索？昨就找到了一点线索，但我还没禀告父王知道。哦，找到了什么线索？怎么了？这令牌是在哪里找到的？这是暗卫在刺客滚落巨鲨藏身的地方找到的。我怎么可能会不认识？这是岳父党人的令牌。我和内子带这块令牌回来，只是想问问云三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毕竟当初是他和夏贵妃保救我和内子，离京找云逸的。来人呐，把夫人给我叫来。我做什么了，老爷要这么看我？做什么了？你还有脸问？是父亲丢失的那块令牌。这令牌果然有蒙。这么说，是刺客捡了怀化大将军的令牌，又不小心掉在了埋伏的地方，被我相公的暗卫捡到了。这世上哪儿来这么多巧合的事？他们没把令牌交给靖南王，是给我信王府，给你留了余地。你不从实招来，就别怪我把令牌交给靖南王，公事公办了。我没有派人杀他们，父亲就更不会了。怂恿皇上派唐儿和婷儿离京找义儿，到底是你的主意，还是夏贵妃的主意？是夏贵妃做的安排，我根本就不想他们去找义儿。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走后我过得有多提心吊胆。那日我回门，钟永侯夫人碰巧也在怀化大将军府，她好端端的喝着茶，突然就失手把茶盏摔了。义儿出事那天，老王妃拧断了佛珠，老爷失手摔了茶盏，这些都是不祥之兆。钟永侯世子是我让跟去的，他要出点什么事，我和大嫂都没法和钟永侯府交代。看来那日若不是靖南王府的暗卫相助，钟永侯世子就真的交代在刺客手里了。在怀化大将军府，我就在想夏贵妃让他们离京的事，越想越不对劲，我就进宫找夏贵妃。夏贵妃和我说了实话，根本就没人看到义儿，她是故意派人来信王府传的话。她心疼佳儿，见不得他们在佳儿出嫁的时候来创佳儿的心，才故意置他们离京的，让他们在京都外换上3、5个月，好让佳儿能按下心来和承安伯世子培养感情。我虽然恼夏贵妃拿义儿做谋划，可她本意也是为了佳儿好。我再气，我又能怎么样啊？我没想到他们真的把义儿找到了。一家人误会说清楚就好了，有些事三太太也别都藏在心底，可以告诉三老爷，告诉老王爷、老王妃。一个人总有思虑不周的地方，多个人也能一起出主意，补缺补差。你既担心钟永侯世子，却什么弥补措施都不做，真出点什么事啊，后悔就太迟了。娘这招绵里藏针用得好，表面上是安慰云三太太，实则是说她宁愿相信夏贵妃这个外人，都不信任自己最亲的人。还杵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回去，
给我好好反省。二姑爷陪二姑奶奶回门了。说好的清静呢？怎么今儿回来了？娘也当女儿是泼出去的水，不想再见女儿回来吗？靖王府没人当你是泼出去的水。没有吗？女儿，今儿是回来拿东西的。拿了什么东西啊？我和靖南王世子定亲的葫芦玉佩，有这么一块玉佩，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娘，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长安伯世子找我要呢。你要那块玉佩做什么？那就是真的有那么一块葫芦玉佩了。确实有这么一块葫芦玉佩。当年靖南王世子前脚被太夫人带走，后脚你就没握紧，给摔碎了。竟然给摔了！你现在信了吧？我真的不知道有那什么玉佩。怎么跟自己夫君说话呢？我信王府就是这么教你的吗？我说我不知道那块玉佩，他不信我。是我托长安伯世子拿回那块葫芦玉佩的，既然摔碎了，那就算了。娘，我只是陪相公回来解释大少爷留在黑水山庄的事。没事，我们就先回去了，改日再回来。吃了回门饭再走吧。不了，我和相公啊，还要去街上挑份寿礼送给老夫人。娘送你出去。娘，怎么没见到大哥，也没见到北儿？你大哥带着北儿上山捉蟋蟀去了。大哥，你这回赢了钱，你得分我一点。赢了什么都好说，分你一半都行。但这回要还是输，你就别怪你大哥我把你暴揍一顿。这哪像是一个20岁的成年男子和一个不到7岁大的孩子的对话，分明都才3岁吧。姐，你怎么回来了？你再晚点回来，姐姐都回去了。姐，你能不能别摸我后脑勺了？我不是小孩子了。知道，你是大孩子了。难怪姐夫碰到姐姐就浑身无力了，这感觉确实很无力啊。姐，你把我送你的蛐蛐给你赢的钱的小零头给我吧。你又出不去门，要钱也没用。男人身上没钱，腰杆子就不硬。谁说的？兴安郡王他们说的很有道理。大哥没钱，这不就才会求我去帮着抓蛐蛐吗？没钱只是腰杆子不硬，可找女人要钱，那是一辈子腰杆都硬不起来了。想好了再要啊。我不要了。才屁大点的孩子，居然这么在乎腰杆子硬不硬了？他懂什么是腰杆子吗？妹夫，昨儿有点事儿忘了和你说，我们去那边聊聊。妹夫，江湖救急就10两。10两？是不是太少了点？我没那么穷，你可以多借点。多了我怕还不起。素桃连1万两都不放在眼里，他嫡亲的大哥借钱，居然只敢借10两，这是在逗我，还是真有那么惨？10两没有，找不开，不用你还。那我不要，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好想揍他。哎，我找你的事还没说呢，你急着走什么呀？找我不就是借钱吗？还能有什么事？为何？没那么多为什么，就是看宋国公世子不顺眼，不想你们为国作伥。我大哥找你什么事啊？你大哥让我不要帮宋国公府请贾大夫。我大哥和宋国公世子有矛盾吗？我们离间这段时间，宋国公世子有没有出什么事儿？世子爷、世子妃离京没几天，宋国公世子就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抬回了宋国公府。
谁打的？就和在静敏长公主府牡丹宴上一样，不知道是被谁打的。书记自从来了京都，打的人可真不少啊！打了谢安郡王木质七蛟龙女，还穿我落水，现在又打了宋国公世子，几乎打遍京东无敌手了。怎么了？陪我逛街你头疼啊？现在流言真是越传越离谱了。靖南王世子妃不过跳个1丈高的小土包，也能传成深不见底的悬崖。哎呦，那么高掉下去，能这么跟个没事人似的出来逛街吗？流言不可信呐，谁信谁傻。你看着实在不像跳崖受惊之人，以至于大家怀疑我们跳的悬崖是不是才1丈高？1丈高能叫悬崖吗？连凹都算不上好吗？晋南王世子、世子妃，里边请。什么三子都舍不得让我看？没有。哦，是吗？这和大少爷的簪子瞧着一模一样啊！前些天苏大哥救我的时候，不小心把墨玉簪弄断了，我实在过意不去，就特地订了一只一模一样的配给他。做宋国公世子的是不是我大哥？你说的没错，宋国公世子不是好人，我大哥揍了他，他肯定不敢再欺负你了。世子爷、世子妃，不好了！出什么事儿了？你们假传皇上口谕的事被御史台知道了，这货正纷纷往宫里头递折子，要皇上严惩你们。现在怎么办？先回府再说吧。御史台弹劾没用吗？有用。那你瞧着一点都不担心？我穿着那么一身脏破烂的锦袍进宫，我不信御史台会不知道。这会儿弹劾我，必然是有人在背后支持。你是指宋国公府？软的不行，宋国公府要来硬的了。你们好大的胆子，竟然做出假传皇上口谕这样胆大包天的事儿来！相公已经向皇上请过罪了，皇上没有怪罪相公。皇上不怪罪就算了吗？我去，江山都是皇上的，皇上说了还不算，那谁说了算？哎呦，老夫人别气坏了身子呀！当务之急还是多找些大臣帮着说好话呀。相公，皇上并不怪我们，三婶要多找些大臣帮着向谁说好话。我也想知道，在皇上说话都不管用的情况下，又有哪个大臣说话管用？众怒难犯，文武百官要问责你们，皇上也保不住你们。文武百官要问责你们，皇上也保不住你们。吓唬我，我好怕哦。哪来的文武百官？父王和信老王爷在朝中的人肯定会帮我们，差不多就已经占一半了，还有一部分中立的。除了这些人之外，就只有宁王和宋国公他们了。老夫人和三婶儿不会还不死心，要我和相公帮宋国公府找假大夫吧？你要是还想帮宋国公府，就直说，不用这么吓唬我们。在你们眼里，我这个老夫人就是这样的人吗？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没数啊？闯下这般大祸，还敢顶嘴？给我拖下去打！我倒是纳了闷儿，我儿子是傻了吗？会为了帮钟永侯，把靖南王府的上下几百口人命都搭进去？连皇上都算了这事儿，一个个的这么着急冒烟的，连问都不问就要罚。可御史台，那些吃饱了嫌命长的御史，已经险些连累皇上做了昏君了，还不知死活的往皇上的枪口上撞。这回有他们苦头吃了。大哥息怒啊，不是我们故意找晴儿和世子妃的麻烦，实在是历朝历代
没有哪位臣子敢假传圣旨能全身而退的。父王，三叔三婶他们也是为了我们，为了靖南王府好，是我和相公没把事情办好，妲己去训斥也是应该的，还请三叔三婶告知我们现在该去找哪些大臣帮着说好话，才能全身而退。说吧，本王亲自去找他们，帮我靖南王府渡过此关。大哥，是我觉得该多找些大臣帮着说话的，我家老爷并没有这个意思。和三婶说的时候，三叔也没反驳吧？我还以为这是三叔的意思呢。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哼，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你这么护着三老爷，哪天知道他养外室，还生了一对龙凤胎，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假传皇上口谕的，大哥这么放心，我们这些人就是瞎操心了。早有这觉悟不就好了吗？怎么非得挨一顿对才能领悟呢？钟永侯寒崩了研判，民怨四起，皇上不得已才下旨抄钟永侯府，为何假传圣旨也要帮钟永侯府啊？嫂夫人问你话呢。说了也没人信，有什么好说的？等皇上公告天下吧。没什么事，我们就先回去了。老夫人脸青的，就像是喘不上来气似的。那老太太又爱挑事又爱生气，说不准哪天就把自己气死了。我们走后，没人问你贾大夫的落脚之地。世子妃、世子爷走的当天，三太太就塞给奴婢10两黄金，问奴婢知不知道贾大夫人在哪里了。我一口咬定不知道，三太太也就没再说什么。但她真是蔫坏，居然挑拨我和世子妃的关系。福莲丫头，那日见你扮作世子妃的模样，那气质也是不输世子妃啊。我一个丫鬟能有什么气质？端茶倒水的气质吗？你这模样生得好，只是可惜做了奴婢之身。但只要你想，又未尝不可以取而代之啊。我来靖南王府也有段日子了，世子爷都不一定记住我长什么样。如果只是一件衣服，世子爷就看上我了，那世子爷看上的绝对是那一身衣服。世子爷寒气入体，也不知道有没有完全好。若是没好，贾大夫保不准就跟着一起离京了。之后，三太太就没再找过奴婢了。这三太太，我这个青州小地方来的世子妃，她瞧不上，这是瞧上了青州来的丫鬟，人家府里又不傻。你怎么不在书房看书啊？习惯了。找云逸的时候养成的习惯，回来了还不改了。本来还想在小榻上睡一会儿的。你不是没有午睡的习惯吗？以后就有了。我勒个去，这哪是要午睡，分明是想睡我。起开，大白天的你。等晚上吧。天黑的太慢了，你欠我4个月，得连本带利还给我。晚上没时间，只能白天了。我怎么就欠你4个月了？没有的事。你我成亲就该圆房的，推迟了4个月，不该补偿我吗？你要不回忆一下成亲那天，你在。没事跑这么急做什么呀？屋子里有动静。什么动静？哎呦，这大白天的酒，静墨轩应该很快就有小少爷了。你午睡没有？没睡。就知道，他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午睡。该起了，白天睡久了，晚上该睡不着了。
那你还是多睡会儿吧。哎，你不再睡会儿？你不是习惯了在屋子里看书吗？为夫只是习惯了在有你的地方看书。悠着点儿，可别再给我抓错药了。我什么时候给你抓错过药？怎么记性突然变得这么差了？需要我提醒你吗？不用，我就只抓错过那一回。准确的说，还不是抓错，只是下意识的没多想，就往药浴里加了点壮阳药。没想到这小心眼居然记到现在。你选一个吧。白天睡床的，晚上就睡地铺吧。居然没和我争床睡，算你识趣。你干嘛？晚上我们睡地铺。是你睡地铺，不是我。不是你让我选一个，我们晚上睡哪儿的吗？我是让你选。我这不是听话的选了吗？这我是彻底解释不清楚了。以后熄了和我分床睡的小心思。血色肉色甜。阮玉闻香在怀，只能看不能吃的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去，这厮昨晚半夜抱着我亲理完，居然没睡回到床上，脑子是离家出走了吗？还没看够。喜欢睡地铺吗？啥子才喜欢？你要是不喜欢地铺，今晚可以试试小榻、书房、药房也行。该起来练舞了。你再睡会儿。还睡呢，一会儿就得去请早安。不想去就不去了。这能是想不去就不去的事儿吗？你我假传圣旨，父王没罚我们，我们得学会自我禁足反省。那不等于把自己禁足在静默轩了吗？这种伤敌800自损1000的损招，这聪明的脑袋瓜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一大清早的，谁在骂我？假传圣旨是何等的大罪！皇上竟然这么轻易就饶了靖南王世子世子妃。我们宁朝和北疆残崩严犯，各地都在抢盐，大打出手，甚有犯下人命案。靖南王世子一面之词，不足为信。当务之急是严惩钟永侯，再派人去安抚北疆，挽回钟永侯犯下的过错，以平各地的言乱。研判一事已经闹得民怨四起，皇上再不做决定，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此事等边关传来消息再做定夺。来人，去靖南王府传哀家懿旨，即刻把靖南王世子世子妃下狱。太后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既然你想尝尝踢到铁板的滋味，那朕就成全你。但愿那2个小辈别让朕失望。你在想什么？这么一脸的为难。在想是听你的话反省，还是去给老夫人请安？有这么难选择吗？有第3个选择吗？我选第3个。世子爷、世子妃，不好了，太后要把你们下大狱。你要的第3个选择来了。我这个乌鸦嘴啊！杀人诛心呐！既然让我爹亲自押送我和谢百听。小婿见过岳父大人。爹。哎，上囚车吧。
关进大牢去。妹妹、妹夫，你们放心，我已经命人把刑部大牢最好的牢房收拾出来给你们住了。能不能收敛点儿？太后派来的那么大块的公公，就站在他们身后，大哥看不见吗？大哥，太后的人还在呢。你放心，你大哥我一向会做人，太后派来的人，我怎么敢慢待呀？我是太后派来看着你们的，你们敢这么对我？刑部大牢里关的都是重犯，稍有差池，谁也担待不起。一族人手不够，分不出来人招呼你，你就老实待在牢房里，这位置够好，他们俩一举一动都在你眼里。我这个安排够贴心吧？以后见了太后，别忘了替我美言几句。缺什么？只管跟大哥说，大哥随时来探监。靖南王世子世子妃被关进刑部死牢了。真的假的？这是小的亲眼所见。何况这么大的事儿，小的哪敢骗君王严宁啊？齐香，一会儿吃完饭去探监吧。要探监就赶紧去，一会儿迟了就来不及了。你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吓人呢？难道太后还真要砍了百天兄脑袋不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刚刚进酒楼的时候，看到边关800里加急文书送进京了，保不准就是钟永侯送的，不赶紧去探监，一会儿皇上就要把百天兄和大嫂放了。那就别傻愣着了，错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几位爷那急切的模样，知道的是去探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赶着捡钱呢。现在皇上应该查抄钟永侯府，再派宁王的人去和北疆缓和关系。这事朕自有思量，不必再劝。看来皇上是真信了靖南王世子世子妃的话了，认定钟永侯不仅无过，还有功了。太后已经越过朕抓了靖南王世子世子妃，还要越过朕直接查抄钟永侯府啊！哀家这么做都是为了皇上好。都说为了皇上好，难道只有朕这个皇上自己不想好？皇上，边关有800里加急送来，快呈上来！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皇上，这边关可有什么好消息传过来呀？我宁朝找到了把粗盐变成血盐的法子，以后不再需要向北疆买盐了。不仅不需要，还一雪前耻，抢光了北疆的血盐生意。粗盐变血盐，这怎么可能啊？钟永侯的亲信人呢？宣他来见朕。快说，钟永侯是怎么做到把粗盐变成血盐的？那日，钟永侯世子发现靖南王世子妃能将粗盐变成血盐，于是侯爷没想到靖南王世子没派人回京禀告皇上您，他和东爵南疆等签订的契约是3个月后就开始供应他们血盐，时间仓促，朝廷必须尽快炼制血盐了，不然没法按时交盐。宣靖南王世子世子妃进宫见朕。郡王爷，靖南王世子世子妃就在前头。百天兄、大嫂，我们来探监了。你们这个时辰来，送的是早饭还是午饭？担心你们出狱太快，赶着来探监，没想那么多。可真是谢百庭的好兄弟，不担心我们被下狱，却怕我们出去太快，来不及探监。饭菜都送来了，就别管是早饭还是午饭了，多少吃点。皇上派来人来传旨，让靖南王世子世子妃立刻进宫。等着吃饭呢，还不快摆上？啊？皇上选你们进宫？对啊，而且是立刻进宫，但吃饭更要紧。
这话要是传到皇上耳朵里，拜廷兄不得在这死牢里蹲到地老天荒啊！钟永侯的亲信方才进京，说钟永侯与东爵、南疆等地签了3年的契约，3个月后就要交言了。袁公公请回吧，关我们的是太后，要是皇上的话管用，我们也不会在这里了。可是太后才关我们，皇上就放我们走，别让皇上和太后因为我们在母子不和，我们担不起这个罪过。靖南王世子世子妃呢？怎么没和你一起来？靖南王世子世子妃不敢出刑部大牢啊！不敢？真让他们出来，他们有什么不敢的？奴才也是这么劝的呀。但是他们说假传圣旨的原委，皇上您知道，也不追究他们，最后还被太后下了狱。在太后面前，皇上您说话根本不管用。他们是太后关的，没有太后允许，他们不敢出刑部大牢一步。靖南王世子妃好大的胆子！皇上派人去传他们进宫，也敢不当回事儿？他们不就是因为胆子太大，才被太后打入刑部死牢的？太后不会觉得他们在刑部死牢待这么会儿就反省了吧？朕早说过，钟永侯谭崩和北疆的研判非但无过，还立了功。靖南王世子世子妃是担心朕在不知情情况下寒了忠臣良将的心，才冒死假传圣旨，阻拦朕查抄钟永侯府。朕早说了，不追究他们，太后还一意孤行要严惩他们。要不是委屈极了，也不会朕派人去传他们，他们都不肯出刑部大牢。他们这么喜欢待在刑部死牢，那就在里面待一辈子吧。他们年轻气盛，太后，您要和2个小辈赌气吗？皇权威严，不属冒犯。那就照太后的意思办吧。等钟永侯赶回京再练血言，就来不及了。太后比朕还要看重列祖列宗打下来的基业，朕都不担心太后会摆不平这点小事，你们担心什么？你们去刑部大牢传哀家懿旨，让靖南王世子世子妃进宫。对，笑什么？啊，皇上派奴才去呀，靖南王世子世子妃都没给皇上面子进宫，这太后指着宁王和宋国公就能接到人，那可真是异想天开了。要是靖南王世子世子妃真进了宫，皇上非气够呛不可。宁王和宋国公接不到人，太后肯定不会去刑部大牢，但研判契约又迫在眉睫。选信皇叔和靖南王进宫见朕。靖南王世子爷，宁王和宋国公来宣读太后口谕。靖南王世子世子妃，太后让你们即刻进宫。太后找我们进宫是为雪言吗？不错。哦。太后传召你们进宫，你们要抗旨不遵吗？宁王莫不是忘了这里是什么地方？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呀，妹妹，不是大哥说你，宋国公和宁王是何等的身份？纡尊降贵来刑部大牢敬你和妹夫的酒，怎么能不给面子呢？舍妹从小被宠坏了，气头上说话做事少分寸，我已经训斥过他了。你们再敬酒，他敢不喝，我这个做大哥的亲自给他灌下去。不愧是亲兄妹，说话欺人的本事一个比一个高。朝堂大事容不得你们如此任性。朝廷大事不是我一介女流能插手管的，我就不进宫了，你去吧。我又没法把粗盐提炼成血盐，我去了也没用。那就没法子了，
请回吧。晋南王世子妃可以把粗盐提炼成血盐的法子告诉晋南王世子。真聪明，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法子呢？那行吧，半个月后再来找我们。半个月够吗？虽然我相公脑袋瓜子不好使，但你们放心，就是用铁锤子敲，我也会把方法敲进我相公的脑子里的。钟永侯在800里加急奏折里可是说了，粗盐提炼血盐的方法很简单。既然钟永侯觉得简单，那正好省了我和相公的事儿，直接等钟永侯回京吧。大哥，帮我们送宁王和宋国公出去。虽然大哥说过让你把刑部大牢当自己家，你还真当了。宁王、宋国公，请吧。皇上的面子我们都没给，这俩货竟然用这样的语气和态度同我们说话，要是真出去了，才是有自灭倾向。怎么只你们俩回来？靖南王世子世子妃呢？皇上恕罪，臣和宁王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靖南王世子和世子妃始终油盐不进，臣和宁王实在无能为力了。那两小辈还能比朕难说话？你们劝朕和太后严惩他们的时候，说辞不一套一套的，怎么劝他们就不行了？皇上，晋南王和信老王爷来了。快宣。皇上这么急把我和靖南王找进宫，所为何事啊？这对我们宁朝可是天大的好事啊！是好事，但处理不当，好事就要变成祸事了。啊？怎么了？钟永侯和东爵等签下的契约是3个月后就开始卖血盐给他们，但血盐的炼制只有皇叔的孙女儿靖南王世子妃会。太后把他们关进了刑部大牢，两人受了委屈，不肯出来了。朕派袁公公去请，太后让宁王和宋国公去大牢传旨，都没能让他们进宫来，这事实在耽误不得。朕这才找皇叔和靖南王来商议。事关安宁和百姓福祉，容不得任性。若只是犬子一人倒好办了，臣派人将他绑进宫就是。但这回委屈了世子妃，犬子为了世子妃能豁出命去，就是臣亲自绑，也未必能成。皇上切莫将希望寄托在臣身上。对他们一家，我本就是亏欠的。皇上允诺不追究他们假传圣旨的事在前，食言在后，本就理亏。我要是把话说重了，没的不认我这个异族父了。皇叔，事关朝廷安稳，您可不能推辞。这我自然知道。但是这回太后把事做绝了呀，好歹也是臣的孙女儿和靖南王的儿子，又有皇上的谅解在前，就那么被用囚车一路押送进了刑部大牢，还让洪山亲自押的。若非如此，他们也不至于宁死不出刑部大牢啊。朕知道这回他们脸丢大了，这样吧，皇叔带着朕的御辇去接他们。皇上，宋国公有话说。皇上英明。那我就带御辇去刑部大牢接人吧。两个小辈做皇上的御辇，不妥吧？这是皇上给他们的殊荣，他们也担得起。信老王爷最近做事真是越发的让人猜不透，以他的为人，绝对不会同意自己的孙女儿做御辇，还有帮苏洪山谋刑部侍郎一职，真是疑惑重重。出来吧，
就这样出去啊？皇上的御辇都来了，你们还想待到什么时候去啊？非常好，果然还得是皇上给力一点。太后用囚车抓，皇上就用御辇接，丢的脸不仅全长回来了，还贴了金子。估计太后这会儿应该在气得看太医了吧？我是假传圣旨没错，但我可没带歪苏糖啊。那小摊子上的东西我都要了。要买什么等出宫了我陪你买就是。我这不是怕人家走了吗？有谁做御辇还想着买东西的？好歹尊重一下御辇，尊重一下皇上吧。早上才坐囚车被抓，中午就被无罪释放，坐上了御辇。这样的事，别说宁朝了，就是历朝历代也不曾有过。怎么了？这几位御史大人跪了多久了？跪了1上午了。跪这么久了？一会儿咱们向皇上求个情吧。坐御辇上被风吹傻了吧？要不是这几位御史含糊，皇上不至于这么快就查抄中允侯府，我们也就用不着假传圣旨惹祸上身，没他们给皇上施压，我们也不用在刑部大牢待1上午。话不能这么说，身为御史，知道你我假传圣旨了，要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反倒不称职。我觉得他们没做错什么。你是认真的？我们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靖南王世子妃，多好的人呐！当然是认真的了，每一个尽职尽责的人，我都由衷的敬佩。皇上罚他们跪在这里，不仅伤了良臣的心，更妨碍他们履行御史的职责啊！后宫不得干政，太后力压皇上，把我们关进刑部大牢，险些误了朝堂大事。御史们跪在这里，怎么写奏折弹劾太后干政？不知道我现在辞官还乡还来不来得及？哎呦，皇上，您要是想笑就笑吧，可别憋坏了龙体。自打沈皇后去世至今16年，皇上还没这么好心情过。靖南王世子妃这性子真是太合朕的胃口，这要是朕的女儿就好了。几位御史虽然差点连累朕做了昏君，但也确实尽职尽责。既然你替他们求情，朕就不追究了。哎呀，靖南王世子、世子妃宽厚大度，不仅不恼几位御史弹劾他们，还帮着说情。哎呀，几位御史大人请起来吧，从今往后啊，要更尽职尽责才是啊！老天爷呀，比起弹劾太后，我们情愿挨板子呀！几位大人，还不快起来啊！要是跪久了伤了膝盖，就看过太医再出宫。袁公公这是把他们装病的路也给堵死了。你们可有把握3个月之内提炼出盐气上所需的血盐？3个月后，我们宁朝要交给东爵、南疆等多少血盐？钟永侯没写具体数额，应该不少于1000担。啊，就这么点啊？盐气一事非儿戏呀，一定要有把握。唐二之前说过，半年之内就能让宁朝人人吃得上血盐，3个月时间供应1000担给东爵、南疆，绝不在话下。好啊，好啊，有十足的把握就好。我需要知道朝廷现有盐矿的分布位置，以及盐矿的大小。回府后，我和相公确定炼盐方法，就送来给皇上，各地可一起炼盐。啊，炼盐还有别的办法？盐有海盐、矿盐、井盐等，所用方法大体相同，但又有些差别。
之前是提炼少量血盐，就那法子还行，但像几千担这样的数目，那身上的树木得被砍光不可，需利用日晒制盐。那这事儿就交给世子了。我好不容易和苏唐圆房，可不想奔波各地制盐啊。这差事，皇上还是交给钟永侯父子吧。研判一事，他们为朝廷立功不小，和东爵南疆等的盐生意，也是钟永侯谈下的。3个月后，由钟永侯去交涉也最稳妥。他们回京之前，臣暂时照应一下，让臣一直管这事儿。比起账册，臣还是愿意看兵书，将来子承父业。对，是朕疏忽了。将来由你代替靖南王替我宁朝护卫疆土，朕可安心。那就依你的意，在钟永侯回京之前，你暂管盐务。皇上，不好了，太后晕倒了。太后这是知道我让御史台参他后宫干政，气晕了吧？世子爷、世子妃可吃午饭了？还没，准备热水，先沐浴。陈清可回来了？没有啊，奴婢没看到他。让他去买调料，按理说该回来了。世子爷，西安郡王他们来了。你们怎么来了？先前听说你和大嫂做御撵进宫，我们还想追去看看。半道上碰到了陈清，匆匆交代我们一句，让我们把一小摊子上东西都买下，说是大嫂要的，然后人就走了。我们就是送那小摊子上东西来的。我正要找你们，皇上把盐务暂时交给我管，琐事繁多，我一个人分身乏术，所以想让你们帮我。嗨，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用得上我们的地方，百廷兄尽管吩咐。哎，对了，差点忘了问，做御撵是什么感觉啊？和坐囚车的感觉截然相反。那坐囚车是什么感受？好奇心再重一点，你就能坐上囚车了。那我们先走了啊，有事就让小厮去找我们。爷，刺杀一事果然是赵王府所为。今天世子妃让我去买东西，一男子突然出来跟我抢，我们僵持不下就动手了。打斗之际，属下抓破了他胳膊上的衣服，他右臂有一块图案，看着十分眼熟。那男子被抓破衣服，转身就跑。属下追的时候想起来，那图案与追上我们的刺客身上的图案一模一样。最后，属下看到他翻墙进了赵王府。下去准备一下，今晚夜探赵王府。这是什么药材？怎么这么激动？作为药材，此物平平无奇，但作为香料却是一绝。等忙过这几日，我做好吃的给你吃。好。太好了，我的孜然羊肉有着落了。世子爷、世子妃，朝廷的事虽然急，但饭也是要吃的呀。饿着肚子怎么替朝廷效力呀？吃了晚饭再看吧。我说的你都懂了吗？那基本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不是要吃饭吗？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把这些事都丢给我，你忍心吗？这有什么不忍心的？朝政不一向由你们男人把持，不许女人管吗？皇上要破例让我入朝为官，我去管到底。皇上还真能给你破这个例。打住啊！我胆小，你别吓唬我。他胆小，他要是胆小，满京都也找不到几个胆大的了。奇怪，这大晚上的，谢百庭和陈清都不在，干什么去了？这时辰，陈清一向在府里的呀。许是有事去找王爷了。应该没那么简单。谢百庭、陈清不在，
阿威也不在，这绝对是去搞事情了。哈，世子妃，快看，那边着火了！我做这身打扮，你好像一点都不差呀。你受伤了？我看看，伤哪儿了？没有，杀人的时候溅了点血到我身上，不是我的。你去哪儿了？赵王府。赵王府？他大晚上去赵王府做什么？等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刚刚着火的地方和赵王府方向一致。你烧了赵王府？杀不了赵王，只能先收点利息了。收点利息？就冲那冲天的火光，至少也烧了半个赵王府了。我已经洗过澡了。那我先去洗澡了。喂，倒是先把赵王府的事情说了再走啊。你怎么过来了？我不放心，过来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受伤。这女人，好奇就直说，还和我管这么大。脉象平稳，没有内伤，到底怎么一回事？倒也不是故意隐瞒你的。今儿你让陈圈买东西，陈圈无意发现了赵王府人身上有和刺客一样的图案。我今晚夜探赵王府，就是想找出此人，将赵王绳之以法。谁知摸到赵王的书房，正好听到他们在说折损了10几名暗卫的事。赵王都亲口承认了，是不是该直接抓了交给朝廷？赵王是皇亲国戚，交上去也顶多是贬为庶民，所以我打算直接杀了他。赵王死了吗？没有，到底是在赵王的地盘，要他命没那么容易。不过打斗过程中打翻了烛台，夜里风大，就这样烧了起来。原来如此，那你好好洗，我走了。婷儿带你们去了什么地方？世子爷带我们去了赵王府，这回派刺客杀世子世子妃的就是赵王。什么？赵王死了？上不清楚，赵王被世子爷打伤，趁乱躲进了书房暗室。世子爷走的时候打翻了烛台，烧了赵王的书房。世子爷、世子妃才圆房，生小少爷还早着呢，熬夜做针线太费眼了。王妃，还是早点睡吧。我睡不着，找点事做打发时间。王爷，王爷，这是还要吃宵夜吗？端宵夜过来。我没让小厨房准备宵夜。我走之前没说过我晚上要吃宵夜的吗？说了。我既说了，为何没有准备啊？丫鬟瞧见南康郡主去前院给你送宵夜了，我以为你吃过了，就不用吃了，便没让人准备。我不可以吃2份吗？睡前吃太多不易消化。还真是关心我呀。你就这么确定南康郡主送去给我的宵夜，我一定会吃吗？那王爷到底吃过宵夜没有？没有。你去哪儿？我这就让人去准备吃的。我明日还需早起上朝，今日且算了。以后让小厨房每晚准备宵夜，我随时会来甜香院的。你知道我有多怕你吗？在战场上，敌人的刀枪剑戟我都能躲过去，到你这里，我连一根绣花针都避不开。来人，快请太医！
被这么小根针扎一下，你觉得我能扛到大夫来还不止血吗？正常的绣花针要比王爷您手里的长一点。嗯，你说什么？绣花针可能断了点，在王爷您体内。是奴婢听错了吗？奴婢听王妃说要请大夫，怎么了？没事，退下吧。不请大夫，那断针怎么办？你帮我挑出来吧，我丢不起这个人。爷，天香院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请了大夫进府。父王在不在天香院？在，在就好。去看一下出了什么事。天香院出什么事了？王爷他不小心坐在了王妃绣花针上，断了半根在体内。王妃帮着王爷挑断针，不小心又断了半根在王爷体内。王爷怕了，这才请了大夫。那是你亲爹，你笑成这样厚道吗？虽然真的有点忍不住。难得看到父王母妃相处的这么融洽，我作为他们的儿子，心甚慰。生了这么个儿子，王爷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大孽呀？我是不是答应给你做个腰带？你也想拿绣花针扎我？瞧你说的，我要扎你，还用得着绣花针吗？也是，我都被扎多少回了，关键是他扎了我，我还得谢谢他。世子妃，你猜昨晚着火的是谁府上？谁府上着火了？是赵王府。据说大半个赵王府都烧没了，损失惨重。只是损失了大半个赵王府，便宜他了。还有，昨晚天香院请了大夫，说王爷和王妃起了争执，王妃不小心脑袋磕到了桌子上，脑袋起了个大包。要不是昨晚听陈清禀报过，我还真就信了。砸伤王妃和堂堂将军王被绣花针扎伤比起来，似乎能挽回一点面子。赵王怎么又被人给打了？就是不知道呀，这回赵王挨揍和多年前的是不是一个人？看来这赵王是经常挨揍啊！夜闯赵王府，把赵王打个半死，还烧了赵王府的人，明显是想要赵王的命。当年揍赵王的人更想要赵王的命，赵王还能活到现在？你当真让御史弹劾太后，后宫干政了？没有，没有嘛？知道有还问？知道反骨2个字吗？我就死不承认。老夫人太高看我了，御史台要那么听我的话，就不会明知道皇上不怪罪我和相公，还弹劾我和相公假传圣旨。弹劾太后干政是他们职责所在，与我无关。做御辇进宫确实很风光，可为了一时的风光得罪太后，就太过愚蠢了。常言道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夫人是为了世子妃你好啊。外祖母为表嫂好，表嫂怎么这样表情啊？我听到的常言和三婶说的不太一样，一时间分不清哪个是对的。那表嫂听到的常言是什么？不听老人言，快乐好几年。这么不讲孝道的话，难道苏老爷、苏夫人都不教世子妃吗？好家伙，就差指着鼻子骂我没有教养了。娶妻不贤祸3代，单这一句就足以证明不是每个老人的话都能听能信的。御辇是父王和信老王爷带去刑部大牢接我和相公的，父王和信老王爷可没说我们不能做。三婶觉得我是该听信老王爷的，还是听老夫人的？儿孙自有儿孙福，老夫人，您还是别管他们那么多了。世子妃一个闺阁女子，怎么会把粗盐变成血盐的法子啊？碰巧知道的，我帮贾大夫打过几回下手，见他把药汁提纯，看到粗盐就想着照葫芦画瓢，没想到还真的可以。哦，贾大夫帮了世子妃不少的忙呢。
世子妃是有话要和我说。我刚刚去给老夫人请安的时候，听四婶和二婶说赵王被揍的事，有些好奇。赵王以前被揍过吗？岂止是被揍过，赵王都不知道被人揍了多少回。不过那已经是10几年前的事儿了。10几年了，都没查出来是谁揍的赵王吗？这世上查出来的事是少数，查不出来的才是多数，不足为奇。何况有胆量揍赵王，岂是一般人？抓不住很正常。南康郡主和赵王的手段我可是见识过了，有人揍了赵王不止一次，他居然没把人找出来杀了，就有点匪夷所思了。世子妃，今儿早朝，御史台联合弹劾太后，后宫干政了。弹劾有结果吗？皇上让太后离京避暑，顺道抄千遍佛经，替咱们宁朝祈福。惩罚不算重，不过也算可以了。毕竟是食物链顶端的太后，能有这样的结果，已经超出大家的想象了。是你揍的赵王，开的赵王府？不是我。当真不是？你给我一个揍赵王、烧赵王府的理由。以前没理由，王爷不也揍了赵王好些回？我正好奇，谁胆子这么肥敢揍赵王？感情是王爷呢？只是赵王不是王爷的大舅子吗？他怎么还揍上了？王妃是在替赵王打抱不平吗？既然知道是我，怎么没和赵王告密，提醒赵王防着我点呢？这话怎么听着酸溜溜的？好事你从来不想到我，坏事都算到我头上。有你这么怀疑自己夫婿的吗？你怎么不怀疑自己的儿子？婷儿，我没事怀疑婷儿做什么？婷儿没这本事。好大一口黑锅啊！去请安怎么去了这么久？我去探望了母妃，母妃怀疑是父王揍的赵王，烧的赵王府。母妃怎么会怀疑是父王？得，这么问，显然谢乃婷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了。父王年轻的时候做过赵王不少回。啊！父王这不是坑我们吗？为何这么说？就是因为赵王被揍怕了，才养了不少的死士。这回要不是我们命大，就栽在了赵王为抓父王而养的那些死士手里了。斩草不除根，贻害无穷。果然说的一点不错。不过父王为何揍赵王那么多回？不应该是赵王气恼父王给不了南康郡主正妃之位，而揍父王吗？我也不知道，现在只知道这么多。世子爷，新安郡王他们来了。我派人找他们来的。有你们帮相公分担盐务，我就有空去准备吃的了。大嫂这么快就把午饭准备好了？还要一会儿。相公，给我一支没有用过的毛笔吧，要大一点的。这是什么味道？这么香？好像是咱们没吃过的东西。别看我，更别一脸羡慕的看我。我也不知道他又捣鼓了什么吃的。要不先吃了午饭再继续商议吧。你放心，我们吃饱了就启程去盐矿。世子爷，世子妃说她把吃的准备差不多了，让奴婢来问问您和郡王爷他们是在书房吃，还是边烤边吃？世子妃说边烤边吃更好吃些。那就边烤边吃吧。没想到毛笔还能这么用，不愧是大嫂。是啊，这毛笔还不错。当然不错了，这可是皇上御赐的毛笔，百丁兄都没舍得用，大嫂要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给了。就是没料到大嫂不是拿来写字，而是用来刷蜂蜜。大嫂，这串鸡翅能给我吗？
行啊，不过还要烤一会儿。烤多会儿都行，我主要是想尝尝用御赐的毛笔刷的蜂蜜烤出来的鸡翅是不是更好吃。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要是吃不惯，我还让人另外备了饭菜。好吃。七香，你嫌弃羊肉膻味重，一向不吃羊肉，但大嫂做的这个真的没有膻味，你尝尝。真的假的啊？我就没吃过不带膻味的羊肉啊。哎呀，算了，就算稍微带点膻味，今儿也得给大嫂面子，把手里这一串吃完。真的没膻味啊？大嫂，羊肉串没了，还有吗？放心吧，我准备了不少，你们今天想吃多少都有。哎呀，配着羊肉串再来点小酒就更好了。不过今天喝酒不大合适，百庭兄还要忙着延误，我们也是肩负重任，万万不可喝酒误事。但下回一定要带酒来。大嫂，你介不介意再开个酒楼？不是有天下第一楼了吗？可是天下第一楼不卖羊肉串啊。再开个酒楼我倒是不介意，但我不想看账册。让百庭兄帮大嫂你看。我没这么闲，怂恿我媳妇开铺子，还让我看账册，你们只负责吃，还真是想的挺美啊。百庭兄没空，我们有啊。大嫂你只管开铺子，账册我们帮你包圆了。那行。怎么感觉有种上当了的感觉？明明怂恿大嫂开酒楼的是我呀。酒楼开起来不是问题，就是这刷蜂蜜的毛笔我们可弄不来。这样吧，百庭兄，你先弄一马车备着。茯苓半夏，你们两个来烤。我还让人准备了饭菜，你们要不要再吃点？喂，你把笔拿走了，我怎么刷蜂蜜啊？世子妃刷蜂蜜就算了，你也刷？你脑袋不想要了吗？世子妃刷蜂蜜就算了，你也刷？你脑袋不想要了吗？怎么还和脑袋有关了？这支毛笔是皇上御赐给世子爷的，哎，但愿喜喜还能用。的毛笔，我家世子妃拿皇上御赐的毛笔刷蜂蜜烤羊肉串了。笔呢？不就是一支毛笔吗？怎么他们的反应这么古怪呢？端笔墨纸砚来。百庭兄不会是要拿它写字吧？这要都能写，我就把这支毛笔吃下去。这毛笔毛都秃了，还能写出这么好看的字，这还真是善书者不择笔啊！吃吧。时辰不早了，我们还得去忙正事，就先告辞了。哎呀，走了走了，别误了朝廷大事啊！这毛笔是什么情况？世子妃，这是皇上御赐给世子爷的毛笔。你怎么把皇上御赐的笔给我用？只想把最好的给你。现在怎么办？要进宫和皇上请罪吗？那倒不用，世上没有用不坏的毛笔，何况这也没坏，能写字就不算坏。世子妃，南康郡主回府了。赵王府被烧，南康郡主肯定气死了。不仅没生气，而且还很高兴。这怎么可能呢？早上南康郡主出府就那么气愤了，看到赵王府被烧还能高兴得起来？你确定没看错？奴婢确定没看错。四下无人时，南康郡主确实笑容满面，瞧着四太太才收敛了些。奴婢躲在暗处，还听南康郡主说，想看她和赵王府的热闹，四太太他们不配。去打听下，南康郡主除了回赵王府，还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南康
康郡主进宫见太后了。得，这是2个我讨厌也讨厌我的人，一起出幺蛾子呢。今年比往年要热不少，这要不用冰，这个夏天还真不知道怎么过呢。我里寒冬存的冰本就不大够用，之前世子在冰窖过夜，冰窖没封好，等下人发现已经融了不少了。今年少说还要再花2000两买冰块才够呢。那可得赶紧买啊，越往后越贵。文王府派人送来帖子，这事儿倒是不好办了。过几日就是文太妃的寿辰，老夫人过寿，咱们靖南王府没收人送的寿礼，这送了帖子又不能不去，更不好空着手去。哪壶不开提哪壶，南康郡主这不是往老夫人伤口上撒盐吗？你拿不定主意，就去问王妃。好好好，你们互相扎刀子是吧？我喜欢再来点。王妃从没管过这些事，问她也是白问。世子妃觉得是送还是不送啊？问我做什么？我又不管钟馗。不过也是，谢百庭是靖南王府世子，靖南王府迟早会归我管。要是这么点小事都处理不了，估计会遭人笑话。老夫人过寿，非是人家不肯送，是父王避嫌不让送。文太妃过寿，既然没说不收寿礼，自然是要送的，但送的贵重了，估计文王府也过意不去，不妨就意思意思，往年送多少，今年送一半。看来这些迎来送往的人情世故，也难不住你呀。世子妃，太后派人来传懿旨。给我的？不是，是给大姑娘的。不是给我的就好，害我以为南康郡主又和太后密谋什么来坑我。今册封靖南王长女谢饶为西饶县主，赐婚宋国公世子，钦此。靖南王，接旨吧。靖南王，接旨吧。难怪前几日南康郡主笑容满面，原来是因为这件事。这事太后干得好，宋国公世子和谢柔这对最好锁死，别再去祸害别人了。王爷似乎不愿意和宋国公府结亲。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哼，就算王爷不愿意又如何？太后懿旨已下，由不得王爷不同意。世子妃，王爷夺了南康郡主的管家权，以后王府由王妃掌钟馗了。你不高兴啊？父王和南康郡主闹不和，却把母妃牵扯进去，他气头上，也不管母妃能不能应付过来。这倒也是，南康郡主掌管钟馗20年，三太太抢了个绣坊管家权都举步维艰，何况是王妃了。王爷为什么突然让我管家？侧妃已经帮你管了20年的钟馗了，你还准备让他帮你管到什么时候去？我又没管过王府，王爷和郡主吵架，何苦带上我？什么叫带上你？身为王妃，管家是你分内之事，让你管家你还不乐意，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支支吾吾什么？说！你让南康郡主管了20年王府，气头上夺了他管家权交给我，回头你们和好了再把管家权拿回去，我实在经不起你们来回的折腾，要么干脆就别给我，给了我以后就是我的了。哦，原来王妃也有硬气的时候，我一向说一不二，你不必质疑我。既然管了，那就管整个王府，包括被老夫人让三太太打理的绣坊和花园。你要的我都依你，不要让我看到一个鸡飞狗跳的靖南王府就行了。这一点王爷放心，我相信世子妃能管好王府。世子妃，王妃派我把王府内院账册和钥匙给你送来，可啊，由你来掌钟馗。
我能拒绝吗？这可是管家权啊，要换了别人做梦都得笑醒。王妃不屑一顾，这世子妃居然也一脸的不情愿。王爷立大少爷为世子，迟早要继承王府的。这王府钟馗呀，迟早是归世子妃你管呀。话这样说是没错，可是轮到我怎么着也得20-30年之后了。那时候老夫人不在了，其他3房也都分出去了，可不像现在一堆破事。那么多账册呢？我帮你看酒楼铺的账册，勉强说得过去。但王府内宅钟馗，我就是有空也不能帮你。不帮就不帮，我还不信我搞不定。行，你们都躲得掉，就我想跑没地方跑。午饭后让各处管事妈妈来见我。世子妃，几位管事妈妈来了，领他们到正堂喝茶。见过世子妃。几位管事妈妈，午饭吃的挺早啊。我们没吃午饭就来了。我不是让你们午饭后再来吗？一个个不吃午饭就来，是准备我这个世子妃也不吃午饭了是吗？不敢。世子妃从进门就脾气不好，最近才知道她脾气差到什么程度，那是连太后的气都不肯受的人。我们生怕来晚了才没敢吃午饭，结果这来早了也不行，没有比世子妃还难伺候的了。王妃把王府账册和钥匙送来给我，以后王府钟馗就由我来管了。这些账册我只翻了3本，但问题不少。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清楚，几位管事的心里也清楚。今日找你们来，是让你们把账册带回去重算，算清楚了，以前的账我概不追究。可是要算不清楚，我不仅会追究到底，让他和他背后的主子把吃进去的都吐出来，还会杖责40大板，一家老小卖出府去。我说的话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听清楚了就好，带上账册退下吧。哎呦，咱们该怎么办呀？如果真把账册的问题指出来，不明摆着告诉世子妃我们帮南康郡主贪了多少银子，这不等于打南康郡主的脸吗？可不照着世子妃的意思办，就得挨板子，被卖出府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一关要过不好，小命都不一定能保得住。世子妃，那几位管事妈妈还没走，听红玲说他们凑在一起嘀嘀咕咕的，不知道在盘算什么。让他们就这样放弃南康郡主和老夫人，从此效忠我，确实难为他们。他们会向着世子妃你吗？那就看他们够不够聪明了。弃暗投明的机会，我只给1次。世子妃，那几位管事妈妈说账册有点多，他们手里事不少，至少要3天才能看完，求您通融一下。那就给他们3天时间。哎，这世子妃也真是的，在静默轩找不到人帮他看账册，居然就让做账的人帮他看，这得是有多不喜欢看账册呀。世子妃，大姑娘发脾气不肯吃晚饭。我去，我管个家，但不至于谁不吃饭这样的小事都要禀告给我。咋地？是要我去喂饭？喂之前是不是还得含在嘴里试试温度啊？大姑娘为什么不肯吃晚饭？大姑娘才被册封为县主，又被赐婚给了宋国公世子，双喜临门。这不吃2晚饭都对不起这么好的心情啊，怎么还发脾气了呢？大厨房晚上只给大姑娘送了4菜1汤，1荤3素，其中一个菜还是大姑娘不喜欢吃的，大姑娘闹了脾气，就不肯吃晚饭了。往常大姑娘的晚饭是怎么样的？南康郡主管家，大厨房给大姑娘送5菜1汤，3荤2素，
2荤3素轮着来，什么好吃送什么。世子妃没吩咐大厨房削减大姑娘的用度，大厨房管事就这么做了。难道是决心向着世子妃了吗？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那几个管事都是人精，明面上是导向我，实则是在挑唆我和南康郡主先斗起来，看看我们谁更胜一筹，再决定是坚定不移的向着南康郡主，还是导向我。大厨房并没有苛刻大姑娘的吃食，大姑娘的份例原就是4菜1汤，由简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恢复了原本的分例，对于谢柔来说就是苛待了。我才管家第1天就如此，摆明了就是挑衅。高高在上的南康郡主能忍？再去打听，看大厨房还做了些什么。世子妃不好了，大厨房不止把各房的饭菜用度削减了，还擅自做主，停了对牡丹院小厨房的供给，就连松鹤堂都没能幸免。我还真小瞧那些管事妈妈了，添乱的本事真不小。那现在要怎么办啊？没关系，不破不立，不乱不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削减是迟早的事，不过是提前了几天而已。大厨房给世子妃捅了这么大的篓子，世子妃还笑得出来？不笑？难道你还想看到我哭啊？反正奴婢没看出世子妃有担心。我本来就不担心，你要是能看出来，我得给你治眼睛了。我这可真是皇上不急，急死太监了。你不陪我去松鹤堂啊？娘子这一脸要大杀四方的架势，为父看了都怕了。要真亲眼瞧见，就更惧内了。他说他惧内，我怕他都不知道惧内2个字怎么写吧。为父等着，给娘子进宫。切，不陪就不陪吧。虽说新官上任3把火，但大嫂这火烧的未免过旺了些。我做菜一向是别人给我添柴火。我担待不起。我惹老夫人不快了吗？哟，世子妃雷霆手段呢，一掌钟馗就削减了各房用度，连老夫人的份例都敢削呀！哎呦，三婶可是冤枉我了，我昨儿才接手管家，还什么都没做呢。我也听说了大厨房削减各房用度的事儿，我正打算给老夫人请过早安后，就找大厨房管事问问情况。三婶直接朝我发难，莫不是以为是我让大厨房这么做的？那可真是冤枉我了，我这财管家可实在受不得这样的冤枉。半夏，立刻派人去把大厨房的管事的找来，我要当着老夫人和各位婶娘的面问个清楚。世子妃敢叫李妈妈来对质，难道此事真的与世子妃无关？可是李妈妈是南康郡主的心腹，她的女儿还在大姑娘院子里当差，若非世子妃吩咐，她怎么敢打压南康郡主啊？可现在看来，世子妃似乎并没有吩咐，李妈妈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啊，真是太奇怪了。合谋挑唆我和南康郡主斗起来，不是胆子挺肥的吗？怎么，现在知道用力过猛，把篓子捅大了，开始后知后觉的害怕了？都说我和相公大胆，敢假传圣旨。我和相公好歹一心为皇上着想，没有半分思念，哪怕做事冲动鲁莽了些，皇上也既往不咎，在百官和太后面前极力保我们。你一个奴婢也敢在我才接管王府钟馗的时候给我闹幺蛾子，你是觉得本世子妃脾气太好了是吗？我昨儿找你们几个管事的去静默轩，让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一五一十的禀告老夫人和几位婶娘知道，一个字不许落下。你们要是回答不上来，我还能找其他管事妈妈来。到时候对不上，我不会放你活着出靖南王府。说，世子妃都让你们做了些什么？没，世子妃昨儿把我们几个管事叫去，除了让我们把账册带回去重新盘算外，并没有吩咐我们做什么。既然我没吩咐你们做别的，为何突然停了牡丹园小厨房供应，还有各房，甚至连老夫人这里都没幸免？大厨房给各房的供应远超王府规制，世子妃连假传圣旨都敢，奴婢们怕了，怕世子妃找奴婢们麻烦，这才……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杖毙！退下！我要杖毙他，你也敢替他求情？李妈妈只是胆小了些，并没有做错什么。何况如今王府中馈由我来管，如何处置李妈妈，我说了算。南康郡主要杖毙自己的心腹，世子妃却极力相救，乱了，真是乱了。怎么，我堂堂世子妃管家，连2个奴婢都使唤不动了是吗？既然没做错，就起来吧。李妈妈没做错什么，她擅作主张削减各房用度，引发各房和你的矛盾，这不是错吗？拨乱反正从来都不是错。倒是郡主，你带王妃管家期间，假公济私到连各房管事妈妈都看不过眼的地步，真要罚，头一个就是你南康郡主。王爷来了。王爷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不在这里呢。世子妃头一回管家，婷儿担心她应付不来，要我来看看，顺便给世子妃撑个腰。世子妃都大杀四方了，王爷还来给她撑腰，真是一点不给人活路啊！父王，您和母妃让我管王府中馈，我责无旁贷。只是我虽然带了不少陪嫁来，但堪当重任的没几个。我记得李妈妈还有个女儿，我能不能调来静默轩来使唤？还有其他几位管事妈妈的儿子女儿。父王，李妈妈的女儿秋月，女儿使唤惯了，离不得身边。太后赐婚，你不日将嫁入宋国公府，大厨房管事的女儿不在随嫁之列。王爷都明说是来给我撑腰的，还跟我唱反调，真是自找难堪，自取其辱。王爷忙于军务，够操心的了。世子还为内宅之事让王爷来我这儿一趟，王爷竟也依他。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当是来给老夫人您请个安了。这是请安吗？这分明是来给添堵的。李母妃生性懒散，不喜管家，以后就多辛苦你了。我知母妃不喜管家，但若有实在拿不定主意的事，找母妃询问，还望母妃不嫌我烦。我自然不会嫌烦，我只怕真有这样的事，问我也是白问。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世子妃，李妈妈他们在花厅等您。是奴婢太蠢，试图挑起世子妃和南康郡主内斗，再做决定向着谁。世子妃今日救下奴婢，奴婢这辈子若对世子妃稍有不敬，就让奴婢不得好死。以前也这样和南康郡主表过忠心吧？誓言这玩意儿，只有重信守诺之人的才有用，才值得相信。我这个人一向不听别人说什么，我只看他做什么。今日救你们，是因为你们帮了我的忙，有做我肚子里蛔虫的潜质，我决定拉你们一把。
给彼此一个机会，仅此而已。你们跟随南康郡主多年，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比我更清楚。以后循规蹈矩，安守本分，帮我管好各处，我不会亏待你们。就这样吧，也别杵在这里了，该干嘛干嘛去。不好了，世子妃，大姑娘要杖毙李妈妈的女儿秋月。世子妃，奴婢这辈子就秋月这么一个女儿，她就是我的命根子，您救救小女吧！奴婢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啊！行了，别跪了，再跪下去，你女儿真就要被打死了。住手！你好大的胆子，敢对我院子里的人动粗，给我接着打！大姑娘是把王爷的话当耳旁风吗？这丫鬟毛手毛脚的，打碎了我最爱的茶盏，我杖毙她，是她罪有应得。以前南康郡主如何管家的，我本不予追究，可大姑娘这么不给我面子，把父王的话当耳旁风，我会让李妈妈重新盘账，到时候那些被吃进去的东西，可得一个子儿不落的给我吐出来。你敢？我言尽于此。大姑娘不信，就接着打吧。送她回去，再给她请个大夫。昨儿太后赐婚，封大姑娘为县主，还以为南康郡主会风光无限，没想到会急转直下，好像一下子就失了王爷的心一般。哎，好像自打世子妃进门，王爷对南康郡主的态度不似从前了，实在是奇怪呀。高估自己的地位，触碰王爷的女人，他南康郡主的磨难才刚开始呢。管家权都被夺了，连牡丹院都不再设小厨房了，还能惨到哪儿去啊？比你能想象到的要惨得多。世子妃，南康郡主让你去松鹤堂一趟。我才从松鹤堂回来，这回找我去又为何事？好像是商议大姑娘的陪嫁。为什么要让我管家呀？我又不想捞那点油水，只想歪在脚踏上啃着果子看书，过自己的小日子。况且今天这么热，这样来回跑，迟早会中暑的好吗？柔儿是本郡主和王爷的掌上明珠，又承蒙太后错爱，册封为县主。谁来操办柔儿的出阁，也不能委屈了我的柔儿去。从王府宫中拿3万两，给柔儿准备陪嫁。姥姥的，这是找我商议吗？明明是丫鬟传个话就行的事，非要折腾我跑一趟。信我要是能如了你南康郡主的意，我苏唐名字倒过来写。我昨儿才掌正馈，迎亲嫁娶的规制我都还没弄清楚，要王府庶女出阁是3万两的数额，我会从王府宫中拿3万两给大姑娘准备陪嫁。你说什么？你说柔儿是庶女？啊，郡主息怒，我不知道大姑娘记在了母妃膝下，有嫡出的身份，没人和我说过这事儿，不知者不为罪。世子妃不仅触碰南康郡主的逆鳞，她还直接上手拔了呀！你一个私生子所出的女儿，有什么脸面说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否认过我爹私生子的身份，皇室让不让我爹认祖归宗，我也不在乎。但这些和大姑娘是庶出并无关系。父王母妃让我掌中馈，我就得依照王府规制办事。家规不是摆设，嫡庶有别也不是我定下的，还请郡主不要让我为难。要么我依照家规给大姑娘准备陪嫁，要么你去让父王改了家规。柔儿是太后亲封的西柔县主，郡主要是觉得大姑娘的陪嫁寒酸了，可以求太后多赏赐些给大姑娘，陪嫁多的越过公主去都行，但王府宫中只能照着庶出准备陪嫁。哼，不愧是私生子养出来的女儿，这般上不得台面。不过才掌中馈，就这般迫不及待的耍弄权力，竟妄想欺负到我柔儿头上。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郡主这么激愤做什么？我只是依照家规办事，要欺负大姑娘，那也是家规欺负的，与我何干？连王妃看到本郡主都客客气气的，你一个小小世子妃，竟然敢跟我摆谱！从今日起，以后见到我，给我行郡主之礼。可我就是一天给你行10遍郡主之礼，大姑娘也还是庶出啊。世子妃，皇上派袁公公来给您宣旨了。好端端的，皇上怎么突然下旨啊？不过以我们与皇上的关系，也肯定不是坏事吧。不过也好，趁机脱身。靖南王世子妃虽是女子之身，亦心系万民，深得朕心，今次封为护国郡主，钦此。封郡主就算了，还护国，这封号也太大了吧！世子妃，快接旨啊！袁公公，我有一事，不知当不当问。嗨，你也知道我口无遮拦，要是觉得这话问的不对，不答也罢。世子妃，哦不，护国郡主，请说。那个，我这个护国郡主碰到其他郡主，需要行郡主之礼吗？啊，这自然是不需要了。哎呦，南康郡主这是怎么了？没事没事，郡主是替我高兴才昏过去的。我怎么那么不信呢？皇上怎么突然封我为郡主啊？倒也不算突然，世子妃替朝廷立下了大功啊！皇上本来就想好好嘉奖你的。嘉奖？哦，可是与太后有关。太后被御史台弹劾，吾日将启程去避暑山州，就这么几天还不安分，不仅下旨封谢柔为县主，还赐婚送国公世子，这是成功激怒了皇上吗？所以皇上一气之下就封我为郡主，还是封号吓死人的护国郡主。这会太后估计脸要气成猪肝色了。我把南康郡主气晕了，父王不会怪我吧？你都把人气晕了，现在在担心父王会生气，是不是太晚了？我没想到他承受力这么差，现在怎么办？你倒是说句话呀！我也没有好办法。要父王真怪你，你就干脆把父王一起气晕，让他给南康郡主做个伴。你是认真的？为夫相信娘子，你有这个本事。我当真了。王爷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啊？怎么生出这么坑爹的儿子？王府内宅琐事太多，我娘子辈分又小，事事需亲力亲为，一个上午都没见到我娘子的面。这王府中馈，父王还是让母妃来管。管家是辛苦了些，但世子妃把王府管得还不错，这管家权不是儿戏，岂可朝令夕改？南康郡主不是王爷的心尖吗？世子妃把南康郡主气晕了，王爷不责怪世子妃，却还夸她，王爷怎么变化这么大了？南康郡主恼我说大姑娘是庶出，但我问了，大姑娘并未记在母妃膝下，她的陪嫁我该如何准备？还请父王示下。知道世子妃会气人，但没想到财管家就把南康郡主气到这种程度啊！王府鸡飞狗跳，但又好像没完全跳起来。柔儿确实没有记在王妃名下，不便按嫡出准备陪嫁的，但她被太后册封为县主，陪嫁应另添2成。世子妃好狠，不只打南康郡主的脸，还杀人诛心，要王爷认可她做出的安排。得亏南康郡主气晕被抬回去了，否则亲耳听到王爷的话，非得气出血不可。我这管家要管到什么时候去啊？为夫努力点儿，争取早日让母妃收回管家权。
李妈妈的女儿秋月情况如何？秋月被打惨了，大夫说至少要卧床养半个月才行。去药房拿些清创药给秋月送去。吃饱就睡，也不怕积食。可是我困啊。我都累成这个样子了，你别太过分啊！为夫忙了2天也累得很，不能上床睡会儿。你以为为夫要做什么？你自己清楚。这2日是为夫冷落你了。啥？冷落？这次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冷落？那你能多冷落我2天吗？不能。睡觉吧。刚才还很困，这会怎么突然没睡意了？睡不着。还不是你啊，让我早睡着了。既然睡不着，那就活动活动筋骨再睡吧。这哪还是活动筋骨，分明是颤我的筋骨好吗？这哪还是活动筋骨，分明是颤我的筋骨好吗？哼，让你笑我？我不这么努力，你这管家犬，真不知道哪天才能丢出去了。让我下不来床也叫办法。只有你怀上身孕，母妃才会怕你受累，收回管家犬。这人是不是觉得怀身孕生孩子就不累了？他要是再出这样的馊主意，我真的要咬死他！哼！我知你不惜管家，但母妃守不住管家犬，只能先辛苦娘子了。好花好景莫负韶光，天涯遥望。这老太太也太区别对待了，看到我就是活人威死，看到她外孙女就阴天转晴了。早上也没来陪外祖母吃早饭，可是昨晚没睡好啊。我昨晚抄佛经，给外祖母还有弟弟祈福，睡得晚了才没能早起。外祖母，我想把抄好的佛经送去大昭寺佛前供奉起来。想去那就去吧。世子妃，你陪云儿去大昭寺祈福吧。是今儿去吗？是。那我恐怕没时间陪表姑娘出门了。我才接管王府中馈，许多事还生疏，无暇分身。表嫂不肯陪我就算了，我勒个去，怎么闻到一股浓浓的茶味？不是不肯，我不陪表姑娘你去大昭寺是为了你好。我出府容易出事儿，尤其是大昭寺。上回出事后，相公说过，我要再去大昭寺，一定得他陪着才行。这几日相公委实没空，我怕真陪表姑娘去了，万一让表姑娘跟着出了点什么事儿，我担待不起。既然世子妃没空，那就让2姑娘、4姑娘陪你去吧。啊！恭喜苏堂姐姐被皇上册封为郡主。咱们都是郡主了，不用行礼。不用陪在这里，出去玩吧。下个月庆阳就满16岁了，他的亲事可定下了。王爷相中了威远将军府大少爷，已经通过气儿了。等给他们合过8字，没有问题，就把亲事定下来。你不想嫁？杨大少爷人很好，你可有中意的人选？什么？哎呀，我是问你有没有喜欢的人。你要实在不想嫁，不妨和你父王母妃好好说说，让他们宽限你些时日，没准就遇到中意的人了呢。这回崔父王母妃给我定亲的是我大哥，他和左相府秦大少爷一起去东幽贺寿，回程途中路过天龙寺，这才找了个得道高僧
给我算了一卦，说我是远嫁的命。我大哥回府后就把这事和父王母妃说了，他们舍不得我远嫁，几乎是听我大哥一说就赶紧开始谋划给我定亲了，恨不得我今儿就把亲事定下，明儿就出阁。康王爷、康王妃都舍不得你远嫁，谁还能逼你嫁不成？不对，庆阳郡主是皇室之人，若说远嫁，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和亲了。确定是得道高僧，不是骗子？看起来不是。这些事我也不懂，但因为害怕远嫁，就仓促把亲事定下，未免儿戏了些。不妨再多找几个人算算。钦天监刘大人、刘夫人不是有几分本事吗？可以找他们再算算。好，回去之后我就让母妃找刘夫人再给我算算。我才不信自己是远嫁的命，就算做姑子，我也不远嫁。世子妃，应国公府来人了。苏糖姐姐，你先去忙吧。你送大姑奶奶出府，怎么这副模样回来？这是大姑奶奶问我那药丸贾大夫怎么卖的，不能让世子妃您垫钱。奴婢不善撒谎，大姑奶奶看得奴婢心慌，奴婢就说10两银子一颗，然后她就塞了1000两给奴婢。奴婢卖亏了吗？没看出来，你这小丫鬟还有做奸商的潜质。那奴婢到底卖亏没有啊？没亏没亏，把银票收起来吧。难怪这几天这么闷热，原来是要下雨了。得亏世子妃没陪表姑娘去大昭寺，这么大的雨，难保不会淋湿回来。世子妃，四姑娘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四姑娘和二姑娘陪表姑娘去大昭寺上香，回来的时候，小寺间路上没人，马车赶得飞快，在一岔道处和别人家马车撞上了。四姑娘一脑袋磕在了马车上，撞晕了过去。虽然我和谢百庭回京后，四太太对我态度好了不少，但明面上并没有向着我，摆明了要做墙头草。四姑娘撞晕，也没必要去探望，还是嗑着瓜子看热闹吧。四太太冒雨找老夫人要舒痕膏，可老夫人也没有，就只杖毙了2个赶马车的小厮，算是给四房交代了。世子妃，四太太来了。才几日没见，四婶怎么憔悴成这个样子了？以前是四婶有眼无珠，开对了世子妃，四婶本不该来求世子妃的，可没有去伤疤的药膏，乞儿她的脸。这几日下雨，我也没去探望四妹妹，当真伤得那么严重？伤在额头最中间，哪怕伤在旁边一点儿，用头发都能遮掩一二。四婶要不是实在走投无路了，我会来求你。皇上疼你和世子，你们帮四婶向皇上讨一盒舒痕膏吧。啊，四婶当牛做马，也会报答你们的恩情。你去书房告诉世子爷一声，让世子爷这2日进宫见皇上的时候，帮四姑娘讨一盒舒痕膏。四婶你别急，要不先坐下来喝杯茶。世子妃，世子爷让您另外想办法帮四姑娘，皇上不可能在明知道贾大夫医术高超的情况下，还赏赐他舒痕膏的。那你和世子帮我向贾大夫买一盒去伤疤的药。贾大夫的药我倒是可以帮着买，但价格是真不便宜。所幸四妹妹伤疤不算大，但要恢复如初，怎么也要5000两了。四婶见谅，虽然钟馗如今归我管，但没有其他几房同意，宫中的钱我也不能随便花。四婶还是先找老夫人他们商一下，看这钱谁出吧。我这倒是好说。四婶，先谢谢你了，我这就去送贺堂。世子妃，庆阳郡主和英国公府3少爷退亲了。什么？是我记性变差了吗？
明明前几日说的是和威远将军府蒋大少爷一妻啊，现在怎么又变成应国公府的三少爷了？你传错话了吧？和青阳郡主定亲的是威远将军府大少爷呀。没有，青阳郡主没有和威远将军府大少爷定亲，两人八字不合，蒋家把二人的八字放到祠堂，从没漏过雨的蒋家祠堂，在青阳郡主的八字摆进祠堂的当天夜里就被淹了。外头下大雨，里头下小雨，吓得威远将军第二天就穿着蓑衣去康王府把青阳郡主的八字送还。这也太悬了吧！威远将军回了康王爷，康王爷第二天就把青阳郡主许给了英国公府三少爷。英国公高高兴兴的回了府，然后就被告知祠堂供奉的祖宗牌位倒了一排，还是小厮打扫祠堂的时候倒的，差点没把小厮当场吓死。英国公就觉得不妙，又在得知康王妃冒雨到过青天剑刘大人府上后，就去找刘大人询问，这才知道刘大人和刘夫人给青阳郡主测算了八字，青阳郡主确实是远嫁的命格。英国公就觉得那是祖宗示警，天命不可违，然后火速把亲事退了。这已经不是悬了，这邪门了。就算八字不合，也没反应这么快的吧？女儿不远嫁，女儿宁死也不忍嫁。哎，这都还没影的事儿呢，怎么哭成这样了？没得叫人笑话。我的女儿怎么会远嫁呢？什么样的好儿男能让我点头让青阳远嫁？要说打仗，我宁朝绝不会输。要和亲，也是敌国送公主郡主来向我们宁朝求和。王妃，靖南王妃和世子妃来看您和郡主，靖南王世子也一起来了。我去招呼靖南王世子吧。靖南王世子人呢？刚刚不还在树下等我们？怎么刚给靖南王妃行个礼的功夫，人就不见了？靖南王世子在王妃和世子妃都在的情况下，都没有进妹妹的院子，可见是个极其懂礼数的人，应该不会在府里乱跑啊。快把眼泪擦擦吧，这样子可怎么见客呢？别把自己闷坏了，已经决定远嫁了。我才不远嫁呢，我死也不远嫁。既然决定这辈子不远嫁，那你哭成这样做什么？我是不想远嫁，我不一定能抗争得过命运啊。远嫁不一定就是坏事，没准是哪个青年才俊哄走了我们青阳郡主的芳心，愿意为他离了爹娘身边呢。不可能，没有人能让我舍得从此再也见不到父王母妃还有大哥了。这个说不准。苏唐姐姐，我都要伤心死了，你还故意气我？难道我说的没有道理吗？有道理，有道理啊！庆南王世子妃说的有道理。青阳，你可不能被哪个臭小子骗走了芳心，我要父王母妃了。啊！我能不能用被子把自己闷死过去啊？都说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母妃怎么就不信呢？我们还是出去说话吧。还哭得出来吗？虽然不想承认，可我真的莫名其妙的哭不出来了。世子爷，没瞧见靖南王世子。明明人都进内院了，就站在树下，怎么一眨眼的功夫人就不见了？可真是大白天的活见鬼了。还要去找吗？不用了。突然就不见你人影了，我都怀疑我是不是看花眼，你人压根就没来。追人去了。追什么人？一个戴着面具的男子，武功极高，觉察我发现了他，转身就跑。可惜我追了半天，也没能把人抓住。他说他是路过康王府。路过康王府？门外那么宽敞的路不走，非要从康王府飞檐走壁吗？护国郡马爷，
哎，我们才离京几天呀，拜听兄，你就荣升为骏马爷了。什么时候回来的？1个时辰前刚回了趟家，正准备去晋南王府找你，就在大街上碰到了。告诉百听兄你一个好消息，钟永侯回京了。我发现啊，只要和大嫂沾点关系，运气都变得格外的好。钟永侯在边关立下大功不说，回来的路上还捎带立了个功。泉州知府被押送进京，半道上遭遇劫杀，钟永侯把泉州知府给救了。泉州知府贪墨镇在款是板上钉钉的事，必死无疑。但明德侯府是贪墨镇在款，还是只收受贿赂，尚未确定。一个本就要被砍头的人，半路上遭到劫杀，显然是要杀人灭口啊！世子妃要的锅打造好了，手下已经让铜匠铺子把锅送去晋南王府了。大嫂，你是不是又捣鼓了新的吃食啊？不介意我们蹭个饭吧？欢迎至极。那就先谢过大嫂啦。为什么我娘子那么新吃食，总能泡到他们？去问问，看世子爷他们是现在就吃午饭，还是过会儿再吃？世子妃，王爷让您和世子爷去外院书房一趟。王爷找谢百庭就算了，找我一块儿去做什么？父王找我们何事？钟永侯来了。都是为朝廷效力，钟永侯如此就太见外了，也折煞他们2个小辈了。王爷有所不知，要不是世子世子妃及时去钟永侯府收回皇上的查抄圣旨，家母可能都不会上囚车，直接就撞死在我侯府门前石狮子上了。世子世子妃是我钟永侯府大恩人呐。伯父这么说，我就更惭愧了。这事是我没办好，才让钟永侯府险些遭难，我极力补救是应该的。好在最后都有惊无险了，我们宁朝以后再不需要向北疆买盐了，扬眉吐气，吃一点苦头也值得。我在醉仙楼备了一桌酒席，王爷可得给个薄面。这是要请我们吃饭，可我还想吃娘子那么新吃食呢。谢安郡王他们还在静默轩，不如让钟永侯世子留在静默轩，父王和伯父去醉仙楼吃。进来吧。下意识回答了，这好像不是我家。钟永侯世子笑什么？我羡慕你们的兄弟之情。不必羡慕，以后你也是我们兄弟了。还望不嫌弃我愚笨。两肋插刀归两肋插刀，该嫌弃的时候也是会嫌弃的。我们说话一直直来直往，回头习惯就好。那我怕是要一段时间才能习惯。这是什么锅啊？以前没见过呀。世子妃说这叫鸳鸯锅。早知道我们就不来蹭饭了。这锅一听就不合适我们几个大男人吃。有铁汉锅吗？这锅不是给夫妻吃的，是因为一半是辣的，一半不辣，才取名叫鸳鸯锅的。那还行。大嫂，你再开个火锅酒楼吧。你放心啊，看账什么的我们包了。行。大嫂，有酒吗？药房里只有2坛，不够的话小书房还有。足够了。你一个人是够了，还有我们几个呢。一会儿我们还得去盐务寺交接，不宜喝太多酒。哎呦，一吃饭就把这事给忘了，以后就辛苦子秀兄了。怎么不等我回来一起吃？你迟迟不回来，我还以为你要和西安郡王他们在外面吃晚饭。确实回来晚了些，一次性交代清楚，明天就可以留在府里陪你，不用出门了。谁让你陪了？是为夫说错了，娘子不需要陪，为夫需要。
才一个下午没见，用得着这样看我吗？相公之前脸上也没刻着无官一身轻啊。我轻松了，娘子就轻松不了了。为什么？我勒个去，原来我轻松不了是这个意思。